非礼啊！听见耳边的尖叫，苏毅猛地睁开双眼，目之所及，古色古香。而他此时正躺在一张梨木床榻之上，床上除了他之外，竟还有一名身着淡绿襦裙的古典美女。只见此女面容精致，眉眼如画，一双美眸秋波流转间妩媚尽显，修长景象之下，肌肤如羊脂玉般白皙细腻，那轻薄贴身的衣裙将她胸前傲人的饱满衬得格外高耸，纤细柳腰更是不堪一握。只是这女子身上衣裙显得有些凌乱，以至于胸前露出了一抹半圆的雪白。看着眼前这香艳的画面，苏毅满脸惊愕，咋回事？我不是刚读完2品雷劫，和那几名美女战神在酒店总统套房打扑克的吗？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疑惑之际，脑海中陡然间闪过无数记忆片段。大夏王朝，镇南侯府世子爷苏毅，我雕，我特么居然穿越了！来人啊，快来人啊！非礼！在他惊愕之际，床榻的女子朝门外呼喊了起来：赵青兰，礼部侍郎之女，同父异母之弟苏燕的未婚妻。苏毅的目光再次看向此女时，与其有关的记忆瞬间在脑海中涌现。苏燕一直觊觎侯府世子之位，现在他的未婚妻居然跑到了自己床上，苏毅当时嗅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细细一看，赵青兰那白皙娇嫩的手腕上手工纱完好无缺，显然一切都还没发生。而此时外头已经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赵青兰面露得逞：苏毅，你完了，等着被逐出侯府吧。我完不完不知道，但你肯定完了。苏毅嗤笑一声，拿起桌子上的油灯朝房门砸去，咔嚓，油灯应声而碎，房门沾满了灯油，瞬间燃起熊熊大火。不好，里面着火了，快拎水过来救火！还愣着干嘛？青兰还在里头，她若是有个什么闪失，本少爷杀你们全家！救火，快救火！房门外顿时乱作一团。见苏毅居然纵火，赵青兰吓得花容失色，可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就被苏毅一记手刀敲晕。苏毅推开窗，抱着他跳了出去，随后还不忘把窗户关上。过了片刻，门口火势被浇灭，砰的一声，房门被人一脚踹开。苏燕带着一众家丁护院冲了进来。苏毅，你个王八！咦，人呢？看着空无一人的卧房，苏燕傻眼了。一旁的贵妇人眯起双眼，面色有些凝重，方才明明听见了青兰的声音，莫非苏毅这废物的卧房藏有暗示？苏燕心急如焚地说道：娘，青兰进来之时吃了合欢散，得赶紧把她找到，不然就糟了。你说什么？贵妇人一惊，训斥道：你疯了吗？竟然让她吃那种药！苏燕一阵捶胸顿足，欲哭无泪。她本想着狠狠地坑苏毅一把，等抓了苏毅现行之后，再给解药赵青兰服下。给未过门的弟妹下药，意图强女干玷污，这个罪名足可将苏毅踢出镇南侯府。到那时，侯府世子的位置就是他的了。待镇南侯100年之后，他就能顺理成章地继承侯爵之位。只是万万没想到，竟然玩脱了。他顾不上解释，朝身后的手下呵斥道：给我搜，掘地3尺也要将苏毅那个王八蛋给我揪出来。是。众人便在苏毅的卧房大肆搜查了起来。与此同时，侯府后院的酒窖内，苏毅含了一口酒，朝赵青兰的俏脸喷去，后者嘤咛一声便醒了过来。当发现自己身处暗室时，他满脸惊慌地问道：苏毅，这是哪里？你想干嘛？哼，玩仙人跳陷害我是吧？胆子不小啊！见苏毅居然看穿了一切，赵青兰心头咯噔了一下，眼神飘忽不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有。他话刚说到一半，竟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足以令人浮想联翩的轻吟。一股燥热的气息在他体内油然而生，旋即火速蔓延全身。那张妩媚动人的俏脸也随之涌现出不正常的红晕。糟糕，合欢散要发作了！赵青兰吓得魂不附体，扶着墙起身想要出去，但没走2步，他就双腿一软，径直地跌入了苏毅的怀中。苏毅眉头一皱，这才发现对方中了情毒。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丧失理智的赵青兰就搂住了他的脖子，火热娇嫩的阴唇径直堵住了他的嘴，疯狂索取着。苏毅心神一荡，那种感觉妙不可言。也罢，送到嘴边的肉不吃白不吃，全当是老天给自己穿越后的补偿吧。想到这，他再也没有了任何的顾虑，双手在赵青兰那玲珑有致的玉体上肆意游走起来。得到他的回应之后，赵青兰更加的疯狂了。不多时，两人彻底融为了一体。3刻钟后，眼见把苏毅的卧房翻了个底朝天，却也没有找到所谓的暗示。苏燕急得直跺脚，完了，青兰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想到自己未过门的妻子极有可能已经便宜了苏毅，他肠子都悔青了。燕儿别慌，府里都是咱们的人，
而且那废物还带着青兰，他插翅也飞不出去，肯定还在府里某处藏着。对，快！苏燕正打算让手下到其他地方搜，这时一道戏谑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你们跑本世子卧房作甚？还纵火！苏燕，你们胆子不小啊！”听到这声音，众人纷纷转身看去，只见一名气质不凡的公子哥正背着手站在门外，赫然就是苏毅。王八蛋，青兰人呢？你把他藏哪里去了？苏燕3步并作2步来到苏毅跟前，揪着对方的衣襟喝问起来。苏毅一脸淡然地说道：“你这话就问得奇怪了，赵青兰是你未过门的妻子，她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她刚才分明在你卧房，你快把她交出来，不然我弄死啊！”他威胁的话还没说完，苏毅膝盖猛地一抬，咔嚓，什么东西裂开了？啊！我的坤！苏燕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弓着身体蜷缩在地，额头上豆大的冷汗簌簌滚下。叶儿，妇人惊叫一声，旋即面目狰狞地呵斥道：“苏毅，你居然敢动手！来人，给我废了他！”一众护院抄起棍棒就要动手，苏毅森冷的目光在他们身上一扫而过，声音冰冷彻骨：“敢动我一下，灭你们全家！”众人瞬间被镇住，不敢妄动。何事如此吵闹？外头忽然传来一道恼怒的声音。镇南侯苏烈刚进来，张春梅就梨花带雨的跪了下去告状：“侯爷，苏毅这个混蛋意图玷污青兰，被我们发现之后，他就丧心病狂的动手打了燕儿，而且还想动手打妾身，您可得给我们娘俩做主啊！”苏烈扫视了房内一眼，阴沉的目光最终定格在了苏毅的身上。逆子，平日你在外面飞扬跋扈，欺男霸女的也就算了，现在居然把恶爪伸向你弟的未婚妻，我苏烈怎就生了你？不等他说完，苏毅就拧着眉问道：“老邓，你谁？”也不怪他不认识对方，只因在原神记忆的侵袭下，他脑瓜紫嗡嗡的，根本没听清楚他们在嚷嚷些什么。不明真相的苏烈明显愣了一下，旋即吹胡子瞪眼的呵斥道：“我是你爹！”砰！苏毅一脚将他踹翻在地，眉毛倒竖的喝道：“你个老小子，居然敢自称是我爹！我才是你爹呢！”此言一出，屋内顿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落针可闻。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苏毅，这个废物竟然动手打侯爷。张春梅母子惊愕过后，心中皆是一阵狂喜。这一次，苏毅死定了。苏烈气得浑身发抖，疯了，这个逆子疯了。他严重怀疑苏毅得了失心疯，否则平日唯唯诺诺的窝囊废怎敢动手打自己的？苏毅没有理会众人愕然的目光，自顾自地梳理着脑海中的记忆。随后他才惊讶地发现，眼前这个被自己踹倒在地的中年人，还真是原身的父亲。只不过他心里并没有太大的波澜。10年前，原身的母亲病死后，张春梅这个镇南侯的二房便以侯府主母的身份自居，平日里对他非打即骂。苏燕仗着有张春梅撑腰，根本没有把他这位同父异母的兄长放在眼里，甚至还经常欺负他取乐。苏烈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助长了张春梅母子的气焰，使得他们更加的变本加厉，平日里甚至还不让他上桌吃饭，就连侯府的那些下人对他也是横眉竖眼的。可以说，原身这位世子在侯府里地位连狗都不如。想到这些，苏毅脸上冷笑连连。原身这些年遭受了如此多的欺辱，苏烈要负很大的责任。若非他放任不管，这对母子岂敢如此放肆？而且即便没有这些，苏毅也不可能叫苏烈一声爹。他稀里糊涂地穿越到这个世界，无非就是夺舍了这具身体而已，自然不可能替其尽孝。待来日修为恢复，什么侯爷皇帝，呸，蝼蚁罢了。见苏毅无动于衷，苏燕强忍疼痛呵斥道：“苏毅，你个王八蛋，竟敢殴打父亲，还不快快跪下！”苏毅睨了他某处一眼，挑眉问道：“这么快不疼了？”闻言，苏燕急忙捂住了要害，并躲在了张春梅身后。张春梅泪眼汪汪地哭着道：“苏毅，你这逆子，你娘死后我待你视如己出，你今日竟然做出此等有悖人伦、大逆不道的事情来，真是家门不幸啊！”苏毅静静地看着他，脸上尽是鄙夷之色。苏烈紧了紧拳头，沉声道：“逆子，你大逆不道，目无尊长，今日起，你不再是我镇南侯府的世子。”此言一出，苏燕与张春梅心中狂喜，目的终于达成了。却见苏毅眯着眼冷冷一笑：“侯爷，你确定你要这样做？”“逆子，你叫我什么？”苏烈诧异地看着苏毅，后者没有回答，而是一脸淡漠地说道：“堂堂镇南侯，当朝2品将军，居然做出废长立幼、废嫡立庶这等有违祖训和礼制的决定，这事儿传了出去，丢的可是你镇南侯苏烈的脸。届时陛下问起，希望侯爷可以自圆其说吧。”你苏烈一噎，竟无从反驳。苏毅接着说道：“还有，方才他们口口声声说我玷污苏燕的未婚妻，
敢问侯爷，他的未婚妻可在我卧房内？他们无凭无据，非但随意攀咬诬陷，还跑到我的卧房纵火打砸。你身为一家之主，不分青红皂白就妄下定论，莫非是觉得冤？我娘死了，就任由你们欺辱了？既然侯府没有地方说理，那我便去能说理的地方，让他们看看这镇南侯府是何德行。听到苏毅这番犀利的话语，不管是苏烈，亦或是张春梅母子，又或是那满屋的护院家丁，无不惊得瞠目结舌。昔日那个被欺负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窝囊废，现在怎会如此硬气？就仿佛完全变了个人似的。怪哉！见苏毅转身就走，苏烈皱眉问道：逆子，你要去哪？听说国子监的祭酒云游回来了，正好去问问他，废长立幼，废嫡立庶，该当何罪？闻听此言，苏烈只感觉一阵头疼。国子监的祭酒刘玄清乃当世大儒，就连皇帝对他都无比敬重。此人极为最看重礼制，今日之事若传到他耳中，他定会盛怒。而国子监一众学子也定然会对镇南侯府口诛笔伐。到那时，这威名赫赫的镇南侯府必然颜面扫地，他苏烈多年积攒下来的威望与名声也必将荡然无存。想到这，他便沉声喝道：逆子，你给本侯站住！但苏毅却是充耳不闻，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苏烈见状，咬着牙问道：说吧，你到底想怎样？苏毅这才停下了脚步，转身淡淡的说道：苏燕身为庶出，竟敢对嫡长子出言不逊，还栽赃构陷，简直目无尊长。就罚他去祠堂，在苏家列祖列宗的灵位前跪上3天3夜，好好想想以后该当如何尊敬兄长。其母教子无方，纵容苏燕肆意打砸，罚他禁足1个月，侯爷意下如何？此言一出，苏燕登时叫嚣起来：废物，让我去祠堂跪3天3夜，你简直痴心妄想！哼，怎么说我也是你长辈，罚我禁足，谁给你的勇气与权力？张春梅也是一脸不屑。苏毅没有理会他们，目光竟直落在了苏烈身上。后者目光闪烁不定，深吸一口气后沉声道：照他说的做，全当个尔等长长记性吧。可是苏燕与张春梅还想说什么，却被苏烈摆手打断。行了，今日之事到此为止，就这样吧。苏毅却冷冷一笑，再度开口：侯爷，今日之事可还没完？苏烈眉头一拧：逆子，本侯已经按你的要求惩戒他们母子2人了，你还想怎样？苏毅双手负背，与出惊人道：侯爷纵容他们母子欺辱我整整10年，就去我母亲的灵位前上3炷香，以示忏悔吧。听到这话，众人再次惊得目瞪口呆。张春梅母子嚷嚷了起来：竟然想让侯爷去你母亲灵位前忏悔？苏毅，你哪来那么大的脸啊？胆敢如此对父亲说话，我看他8成是疯了。逆子，你刚才说什么？过了好半晌，苏烈才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因为极度生气，他连声音都有些颤抖。细细一想，苏毅刚才那番话无异于在羞辱他，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他怒不可遏地咆哮道：逆子安敢辱我？真当本侯不敢杀你吗？说话间，手中佩剑铮的一声拔了出来，那散发着幽幽寒芒的剑尖直直地指向苏毅。屋内众人立即被他身上的杀意给吓到了，他们还是头一次见侯爷在府里拔剑。苏毅却仍是一脸平静，嘴角甚至还勾勒出一抹不屑与讥讽。侯爷想杀我？那简单，只需朝这次进去，我必死无疑。他说完就向前走了一步，胸膛径直抵在那锋利的剑尖之上，胸前衣衫瞬间被刺出一道口子。苏烈见状，握剑的手不由颤抖起来。片刻后，哐当，长剑脱手掉落在地。他很清楚，今日若真的杀了苏毅，那么就会背上为了扶持庶子，而是杀嫡长子的千古骂名，赫赫威名的镇南侯府也将会遗臭万年。既然侯爷不杀我，那就当你同意了，以侯爷的身份，想必也不会出尔反尔。苏毅脸上波澜不惊，就仿佛料定苏烈会妥协似的。他转身刚要离开，可这时站在门口的一名护院竟对他怒目而视，此人是苏燕的心腹，俗称狗腿子。见他居然敢瞪自己，苏毅微笑着点头：你勇气可嘉啊。话落，拔出对方的佩刀，猛然一挥，噗嗤，刀芒闪过的刹那，一股血箭迸射而出。这名护院直挺挺地倒在了血泊当中，头颅掉落在地，滚至墙角方停了下来，脸上那错愕表情已然凝固。看到这一幕，众人一脸骇然，这废物居然敢动手杀人，真是疯了吗？一众护院家丁忍不住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苏燕惊怒交加，怒吼道：苏毅，李靖不过是看了你一眼，你却将其残忍杀害，你简直无法无天。转而看向苏烈：父亲，快把这厮扭送到大理寺问罪。身为家奴，竟敢以下犯上，对侯府世子横眉冷对，即便闹到大理寺，
他也是死有余辜。苏毅一句话就将想要趁机发难的苏烈对得哑口无言。紧接着，他那凛冽的目光在一众护院身上扫过，众人心里咯噔一下，只觉如芒在背，纷纷低下头，不敢与之对视。一群怂包！苏毅心中嘲讽一句，淡淡说道：“侯爷，以后府中的规矩怕是得改改了，否则免不了血流成河。还有，东院是我母亲生前住所，张春梅鸠占鹊巢10年，也是时候归还了。我出去一趟，天黑前将东院恢复原样。”张春梅咬着牙说道：“苏叶，你母亲去世10年了，而且东院我住了那么久。”不等他把话说完，苏毅面无表情地打断道：“这是通知，不是商量。”你……张春梅虽然很不服气，但这节骨眼上也不敢跟苏毅硬刚，万一这个废物杀红了眼，倒霉的还不是自己。想到这，他只好很不情愿地说道：“好，去东院，还给你便是。”得到想要的答案之后，苏毅没再停留，径直出了府门。待他离去之后，卧房内众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侯爷，苏毅今日将您视为无物，您难道要放纵他吗？张春梅很是不甘地看着苏烈，后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按那逆子说的做吧，物极必反，被你们欺压了这么多年，他爆发也不稀奇。要怪就怪你们自己授人以柄，否则他岂敢如此有恃无恐。他叹了口气，接着说道：“眼下南蛮蠢蠢欲动，本后怕是又要领兵出征了，这节骨眼上就别给本后添乱了。”这是见苏烈都这么说了，张春梅母子也只能认栽。等苏烈出去之后，苏燕才担忧地问道：“母亲，青兰现在不知所踪，这可如何是好？尔等还愣着作甚？立即全府搜寻，掘地3尺也要把赵青兰给找到。”是。众人躬声领命。侯府门外，看着门楣上那气势恢宏的牌匾，苏毅喃喃道：“欺负你的人都已经受到了惩罚，你这具身体本座就笑纳了。”他收回目光，漫无目的地朝前方走去，同时继续梳理脑海中的记忆。根据脑海中的记忆，原身在府中遭受到欺辱之后，便仗着是侯府世子的身份，将恶气发泄到了无辜百姓身上。在城中百姓眼里，他就是那种飞扬跋扈的纨绔恶少，而且这货还具风流。京城中的好几名小寡妇，怡红院的几10位姑娘，以及好些欲求不满、风韵犹存的豪门贵妇，他均都知道他们的深浅。我刁，居然一点都不挑，真有那么恶吗？想到自己堂堂一品通天境强者，居然穿越到了这种的货色身上，苏毅嘴角忍不住一阵抽搐，无力吐槽。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具身体筋骨不算太差，只要修炼上辈子的功法，假以10日便能重回巅峰。哎呀，这不小侯爷吗？大白天的姑娘们还在睡觉呢，您怎这么早就过来了？听见这谄媚的声音，苏毅抬头一看，好家伙，不知不觉间竟然来到了怡红院门前。他懒得搭理这浓妆艳抹的老鸨子，转身就朝方室方向走去。可就在这时，他瞳孔骤然一缩，灼灼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前面奢华的轿子。只见其内坐着一名倾国倾城的绝色女子，但苏毅惊讶的却并不是对方那堪比天仙的盛世容颜，而是这女子居然是稀世罕见的太阴培龙之体。若是能与之双修，那么他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在1年内修炼到2品玄意境。届时只要度过雷劫，便能重回1品巅峰了。想到这，他脸上垂涎之色越发旺盛。就在这时，一名侍女指着他娇斥道：“大胆，竟敢直视长公主天颜！来人，把这登徒子的眼珠子挖出来喂狗！”几名随行护卫闻言，当即抽刀上前，将苏毅给围了起来。为首的护卫长冷声喝道：“大胆狂徒，还不快快束手就擒！”苏毅睨了他们一眼，看着轿子淡淡说道：“长公主殿下，咱们又不是没见过，不至于看你一眼就要挖我眼珠子吧？”根据脑海中的记忆，萧凌霜这位公主殿下因为平定漠北战乱有功，故而被皇帝破格晋封为长公主，地位超然。这在当时也引得朝堂一阵非议，毕竟长公主的封号历来都只有皇帝的姐妹方有资格享受此等殊荣。听见苏毅的话，萧凌霜黛眉轻蹙，看了他一眼之后，便淡淡说道：“小环，无需跟这纨绔一般见识，走吧，诗会差不多要开始了。”是。小环一挥手，众人便继续赶路。诗会，这可是装逼的好去处啊！苏毅目光微闪几下，便跟了上去。玉京城城南，碧波荡漾的太河湖上，10几艘雕栏画舫如浮岛般坠于水面，朱漆金粉的船身在夕阳的余晖下泛着粼粼流光。舫首处的青铜仙鹤灯吐出青烟袅袅，与湖上薄雾交融成沙，宛若人间仙境。中间那艘3层楼船之上悬着一块鎏金匾额，匾上数月轩3个大字铁画银钩，竖笔如悬针垂露，横折似宝刀出鞘，霸气浑然天成。
此时画舫上墨客云集，衣冠济济，有白面少年捧着诗卷念念有词，也有虬髯狂士拎着酒壶纵声长啸，更有不少门阀士子或抚琴低吟浅唱，或执卷高谈阔论，尽显书生风流意气。苏毅一身锦衣，站在人群当中，不免有些格格不入。咦，那不是镇南侯府的纨绔恶少吗？他过来做什么？凑热闹呗。像他这种不学无术的纨绔，难道还懂诗词歌赋不成？但凡他肚子里有点墨水，也不至于沦为玉京城的笑话了。就是众多侯门贵族的子弟当中，就属他最为粗鄙，跟他站在一起，我都觉得有辱斯文。听着周遭的议论声，苏毅嘴角忍不住抽了抽。原身这名声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差。他暗暗摇头，本想登上3楼找长公主套套近乎，好为日后双修铺垫，结果却被他的带刀护卫拦了下来。就在此时，易清一司仪站上高台，朗声说道：“我宣布，玉京城1年1度的诗会正式开始。诸位若有什么得意新作，皆可登台吟诵。今日所诞生的诗词，皆有机会编入数月轩诗集当中，永世流传。”话音刚落，便引来一阵阵欢呼。若所作诗词有幸被编入数月轩诗集，那就意味着可以流芳百世。这对他们这些读书人而言，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当即有人迫不及待地说道：“在下崔正，清河崔氏族人，今早出门偶遇朝霞万里，即兴创作一首《朝霞吟》，请诸君品鉴。”好家伙，居然把清河崔氏给吸引来了！看来这数月轩的诗会盛名远扬啊！清河崔氏乃氏族门阀之翘楚，底蕴深厚。我大夏王朝建国300余年，这清河崔氏一族便出了12任宰相，堪称冠绝士林。是啊，天下士族联姻，皆以娶崔氏女为荣。所谓仕宦当娶5姓女之首，说的便是这清河崔氏了。清河崔氏出品必属精品。崔正兄，还请快些将新作亮出来吧，我等都迫不及待了。在众人艳羡的目光注视下，崔正昂首挺胸地登上高台。只见他轻挥着手中象牙古扇，朗声吟道：“天火焚云烈晓光，金乌未出已张狂。”此句一出，人群瞬间哗然。真不愧是清河崔氏，仅是启程2句，气势便如此磅礴，意象奇绝，堪称永侠佳句啊！不错，这焚云2字尤为精妙，较之楚辞的吞将出西东方更见很绝。而张狂2字更是将霞光霸道之态展现得淋漓尽致。仅凭这2句，崔兄的这首《朝霞吟》绝对能上数月轩诗集了。此时画舫3楼云间阁内，一身着淡青云纹长裙的女子莲步轻移地朝窗前走去，裙摆如水瀑倾泻而下，银丝暗绣的凤纹在行走间若隐若现。只见她雪色面庞似冰雕玉琢，纯净无瑕，纤尘不染，眉如远山寒带，一双凤眸清冷似寒潭映月，唇色浅淡如初绽樱瓣，耳垂一枚冰种翡翠坠子，衬得她肌肤愈发银白似雪。头上青丝半挽，一只素银凤簪斜插鬓间，举手投足间自有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仪，正是长公主萧凌霜。显然她也是被崔正的诗句给惊艳到了，于是站在窗前静静地等待着后面的诗句。在众人翘首以盼之下，台上崔正这才不紧不慢地接着吟诵道：“谁将夜海千顷墨，泼向星河万点霜。”话音落下，台下众人当即惊叹连连。好诗，以天地为砚池，化夜幕作星河，妙哉妙哉！清河崔氏果真名不虚传，这首《朝霞吟》注定要流芳百世了。众人脸上满是崇敬与羡慕之色。楼上萧凌霜却是黛眉轻轻一蹙。侍女小环见状，好奇问道：“公主殿下，崔正后面这2句诗有何不妥之处吗？”萧凌霜朱唇轻启，前2句倒是大气磅礴，只是后面这2句显得有些不知所云了。有吗？奴婢觉得挺好的呀。他这首诗名曰《朝霞吟》，后2句与朝霞有何关联？闻听此言，小环这才恍然大悟。对哦，后2句写的是黑夜与星河，跟朝霞完全没有关系啊。看来这清河崔氏也不过如此嘛。萧凌霜无奈轻笑，清河崔氏一族底蕴深厚，能人辈出，自是不能一概论之的。此时苏毅抬头，正好望见了站在窗前的长公主，他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便朗声道：“崔公子这首诗开篇倒是精妙，但后2句则显得有些虎头蛇尾了。”此言一出，人群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他身上。咦，怎么又是这个登徒子？看向苏毅，小环一眼就认出了他。萧凌霜凤目微眯，眉宇间闪过一抹饶有兴致之色。台上的崔正眉头皱起，心中有些不悦，朝苏毅问道：“敢问阁下如何称呼？”苏毅还没开口，就有人抢先说道：“崔公子，这位是镇南侯府的世子苏毅。”崔正闻言，眉头皱得更紧，脸上甚至还闪过鄙夷之色，显然对苏毅的臭名也是有所耳闻的。他板着脸问道：“
原来是镇南侯府的小侯爷，敢问在下这首诗又怎地虎头蛇尾了？不等苏毅回答，人群中就有人嗤笑起来。苏毅，你虽然是侯府世子，身份尊贵，但崔兄这首诗不是你这种纨绔可以点评的。就是若问玉京城哪家青楼的花酒最纯，哪位风尘女子的肚皮最软，你的确最有发言权，但若论诗词歌赋，你不行。苏毅瞥了他们一眼，淡淡说到崔公子这首《朝霞吟》写的是朝霞，但后2句明显已经跑题了。放屁，怎么就跑题了？你懂个锤子哦！区区纨绔也敢对清河崔氏子弟的诗文评头论足，简直大言不惭。这纨绔莫不是又在侯府里受了窝囊气，所以才跑这边来找存在感的吧？十有八九是这样。我还听说他们镇南侯府正在上演庶子夺嫡的名场面呢。原来如此，难怪他会在此大放厥词了，原来是发泄心中的愤懑。众人你一言我一句的嘲讽了起来。苏毅并未与他们争辩，今日齐聚于此的皆是读书人，肯定也有人品出了崔正这首诗的不足，只不过碍于清河崔氏的威名，不敢开口指正罢了。画舫3楼云间阁，萧凌霜冷艳的目光直勾勾地落在了苏毅身上。没想到这个纨绔居然也有这等看法，倒也与本宫不谋而合了。可玉京城内不都说他苏毅就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吗？他怎可能还懂得诗词？小环一脸疑惑。萧凌霜摇摇头，我也不知，且听他如何答辩吧。随后在如潮水般的质疑声下，苏毅神色自若，淡然开口，既是以朝霞为题，那这最后一句颇像星河万点霜就太不应该了。朝霞都出来了，哪里还有星河万点？依我看，不妨换成染作人间万匹将更为贴切。崔公子觉得呢？染作人间万匹将？崔正皱着眉，下意识地琢磨了起来。谁将夜海千顷墨染作人间万匹将？萧凌霜喃喃念了一下，顿觉眼前一亮，旋即惊叹道：千顷墨化作万匹将，妙啊！将可为赤色，以此隐喻朝霞穿云而出，堪称神来之笔。人群当中也有人领悟到了其中的精髓，虽然不想承认，但是小侯爷说的似乎很有道理。是啊，把后半句一换，整首诗的意境就更上一层楼了。还真应了那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生在侯门，肚子里头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笔墨的。听到这些话，崔正脸上皮肉止不住的抽搐，袍袖中拳头紧握，指关节都捏得发白了。他虽然不想承认，但苏毅说的这一句的确更为贴近主题。见这大好的风头竟被苏毅给抢了，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心中也极为纳闷，这纨绔怎会有此才学？目光闪烁间，已然在心中琢磨该如何让苏毅出丑了。额请他面露感激之色，朝苏毅作揖一拜。小侯爷的这句染作人间万匹将，堪称是点睛之笔，受教了，多谢指正。随后他话锋一转，接着道：既然小侯爷也懂诗词歌赋，不如登台即兴创作一首，也好让我等一睹小侯爷的绝世文采。当即有人附和道：是啊，苏毅，你的诗若是被舒月轩的诗集收录，就能流芳百世了。哎，方余兄此言差矣，以苏毅的昭著臭名，足可遗臭万年了，人家才不稀罕什么流芳百世。这倒也是，哈哈哈。苏毅嘴角微微上扬，长公主就在楼上看着，他正愁没由头表现呢。现在机会来了，于是他从容不迫地朝台上走去。崔正见状，脸上虽然笑眯眯，但心中却是冷笑连连。好你个纨绔，竟然真敢登台，等会儿做不出诗来，看你如何下得来台。他退到一旁，含笑问道：小侯爷，方才在下以朝霞为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你就不要做相似的了，不如就以晚霞为题，赋诗一首，如何？苏毅看了眼漫天晚霞，脑海中立即涌现一首经典，故作沉吟后，他才开口念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一句念罢，崔正掌中象牙古扇便咔的一声裂开细纹，眉宇间布满震惊之色。画舫楼上的萧凌霜美眸当中亦是金光闪闪，呼吸略微有些急促。这纨绔有点东西，可怜9月初3夜，露似珍珠月4公。诸君请品鉴。苏毅话音落下，众人均都一阵瞠目结舌。对此，苏毅并不感到意外，身为穿越者，谁还不会背几首唐诗啊？随便拎出一首，都足以被奉为传世经典，惊艳众人就更不在话下了。萧凌霜细细品味着这首诗，眉宇间惊叹之色愈发旺盛，喃喃道：千古绝句，这简直就是千古绝句啊！再看向苏毅的眼神，满是震惊与难以置信之色。而崔正此时正脸色铁青地看着苏毅，实在是没想到对方竟然真的会。他咬咬牙，不动声色地问道：敢问小侯爷，这首诗的题目叫什么？苏毅看了眼暮色下的江面，淡然道：就叫《暮江吟》。好了，好一首《暮江吟》，不过小侯爷向来以风流纨绔著称，
这首诗莫不是在哪里抄的吧？听到这话，众人不禁也暗自生疑。毕竟苏毅是什么德行，玉京城内谁人不知啊？平日里流连酒色中的纨绔恶少，能做出这等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想想都不可能。所以一定是抄的。就在众人心中如此认为之时，忽然有人指着远处天边惊呼道：“诸位，请抬头看！”众人纷纷抬头朝他手指方向望去，只见霞光万丈的天边映着一轮惨白的新月，此时的月相恰似一张拉满的雕弓。更让他们感到震怖的是，太河湖面此刻正倒映着漫天霞光，水面赫然分作青红二色，此情此景竟与诗句严丝合缝。看到这一幕，当即有人皱眉道：“小侯爷这首诗尤为应景，若说是抄的，是不是有些过于牵强了？”“是啊，今日正好9月初3，天边新月行如弯弓，若是抄的，能有这般巧合？”这首诗足以流传百世，倘若早就问世了，怎可能一直默默无闻在座的？可曾有谁听过这首诗？众人闻言顿时面面相觑。很显然，这首诗他们都未曾听闻过，由此也从侧面印证这首诗的确出自苏毅之手。一时间，众人看向他的目光变得崇敬异常。这时，一名带刀侍卫来到台前，朗声道：“苏公子，长公主殿下有请，请移步3楼云间阁。”听到这话，人群再次哗然。能得到长公主的召见，苏毅这次怕是得要咸鱼翻身了。在众人或艳羡或嫉恨的目光注视下，苏毅如春风拂面，从从容容地直奔3楼而去。看着苏毅上楼的身影，崔正脸色难看之极。他本想让苏毅出丑，结果反倒是让对方出尽了风头，甚至还得到了长公主的召见。倘若没有苏毅搅局，那么现在被长公主召见的肯定就是他了。想到这，他拳头紧紧攥着，指尖掐进掌心，仍不自知，深邃的眼眸当中怨毒之色一闪而过。画舫3楼，典雅朴素的云间阁内，苏毅刚进来就感觉眼前一亮。一袭淡青云纹长裙的萧凌霜如出尘仙子，亭亭玉立。她那如冰雕玉琢的俏脸之上，此时少了几分清冷，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笑容，美眸当中亦是秋波流转。乍一看，百媚丛生。苏毅拱手弯腰行了一礼：“见过长公主殿下。方才那首《暮江吟》，真是你所作？”萧凌霜直勾勾地看着他：“非也，此诗出自白居易。”苏毅如实回答，主打一个坦诚。只不过这大夏王朝的历史上并没有唐宋这些朝代，所以诸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在这边是不存在的。白居易，萧凌霜黛眉轻蹙，上下打量着苏毅，一时间竟分辨不出苏毅此话之真假。苏毅并不想在这个话题上浪费时间，于是径直问道：“若是我没看错的话，长公主应该刚突破7品境不久吧？”萧凌霜美眸闪过一抹讶异，迟疑片刻，微微颔首：“前几日刚突破，你是如何瞧出来的？”他能感应到苏毅身上并没有武者独有的气息波动，自是有一些窍门的。苏毅说到这，忽的话锋一转：“公主殿下，我这有一种可以快速提升境界实力的功法，不知你是否感兴趣？”“快速提升境界的功法？你？”萧凌霜瞥了他一眼，脸上怀疑之色毫不掩饰。一旁的小环憋不住了，冷冷说道：“苏毅，你一个没入品的门外汉，也敢说有什么修炼功法？可知欺骗长公主乃是重罪。”苏毅没搭理他，看着萧凌霜问道：“殿下夜里时常会四肢发寒，下半夜尤为成之，我说的没错吧？”闻听此言，萧凌霜与小环皆是一脸震惊，因为这件事整个长公主府就只有他们2人知晓。苏毅这个纨绔又是如何得知的？萧凌霜疑惑之际，不由得看向小环，后者连忙摆手：“长公主殿下，此事奴婢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他转而看着苏毅，质问道：“纨绔，此事是谁人告诉你的？快快如实招来。”“没人告诉我，是我自己看出来的。”“胡扯，你怎么可能？”不等小环说完，苏毅便打断说道：“长公主殿下修炼的功法至阴至柔，随着实力的提升，四肢发寒这种症状难免会愈发严重，而且步入6品之后，若无至刚至阳的功法调和，修为将难以寸进。若是借助外力强行突破，必将遭寒气反噬，最终落得修为尽废的下场。胡说八道！你休要在长公主殿下面前危言耸听，是不是危言耸听？殿下心里最清楚。”小环闻言，忙看向萧凌霜，看见对方此时正满脸惊骇之色，他忙问道：“殿下，这个纨绔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萧凌霜没有回答，而是紧盯着苏毅问道：“你是如何知道这些的？”他修炼的功法名为九阴玄黄诀，乃是他师父云无月历遍9州大陆，费尽千辛万苦才寻找到的顶级功法。此等功法对于太阴体质的他而言，简直就是量身定做。只修炼2个月，
就已经从9品突破到7品了。要知道，即便是资质极佳的武者，想要跨越品级，至少也需要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他仅用了2个月，足可见体质与这功法是何等的逆天。最让他感到震惊的是，方才苏毅说的那些弊端，竟与他师父所言如出一辙。但是这些弊端，知道的也就只有他们师徒2人而已。可苏毅这个纨绔究竟是如何得知的？对于眼前这个臭名昭著的恶少，萧凌霜是越发的感到好奇了。苏毅微微一笑道：自然是我看出来的，现在殿下该相信我前面说的话了吧？你方才说可以快速提升实力的功法，能消除我如今所修炼之功法的弊端。当然，所以是指刚志扬的功法秘诀。萧凌霜迫不及待地追问。师父云吴越将9阴玄黄诀交给他修炼之后，便又马不停蹄地帮他去寻找至刚志扬的功法了。若苏毅真的有，那么师父就无需那么辛苦满天下寻找了。最重要的是，如今皇帝年老多病，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快速提升实力是他急需且是唯一的选择。我这功法刚中带柔，柔中带刚，可以试至刚至阳，也可以试至阴至柔。见苏毅说的如此玄乎，萧凌霜月发迫切想知道了。苏毅看了眼小环与门口的侍卫，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见状，萧凌霜一挥手道：小环，你们先退下。殿下，这纨绔说不定没安好心，万一他……无妨，以本宫的实力杀他易如反掌。萧凌霜这话显然也是在警告苏毅不要有什么歪心思。小环想了想，觉得也是，于是便躬身退下了。萧凌霜凝视着苏毅，现在可以说了吧？后者正了正色，请殿下将耳朵凑过来，以防隔墙有耳。萧凌霜稍作犹豫，便微微轻身，玉颈勾勒出一道如天鹅般优雅的弧度。他侧手时，几缕青丝自金凤步摇旁垂落，轻轻扫过血腮，更衬得那小巧的耳垂如粉玉雕琢，在江面霞光的映照下，泛着莹润多彩的光泽。耳廓薄如蝉翼，透着一抹淡淡的嫣红，似是羞意，又似是被那漫天晚霞熏染。他那修长的颈项白皙细腻，优美线条浑然天成，肌肤胜雪，吹弹可破。一枚水滴状的冰种翡翠耳坠，随着他轻身的动作轻轻晃动，在耳垂与玉颈间投下细碎的晚霞光斑，恰似雪地里溅落的一抹朱砂。温热的呼吸不经意拂过苏毅的侧脸，带着龙涎香的金贵气息。苏毅心神不禁一阵荡漾，看着萧凌霜这盛世容颜，略微有些出神。前世他所见过的美女堪比过江之鲫，但却没有任何一人能够与萧凌霜这位长公主相媲美，而且对方还是太阴陪龙之体，若是能与之双修。就在他浮想联翩时，萧凌霜冰冷的声音响起：你看够了吗？苏毅连忙收回目光，将脑海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掉，干咳一声缓解尴尬。随即他凑在萧凌霜的耳畔轻声说了起来。感受到他嘴里呼出的热气，萧凌霜顿觉耳畔与颈项传来一阵酥麻，这种感觉竟让他有些欲罢不能，一颗芳心也不由得乱了节奏，宛若小鹿乱撞。他极力的想要压抑心中那莫名其妙的情绪，但偏偏苏毅的声音还富有磁性，似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魔力。该死的，这纨绔的声音竟能乱我心智，不行，不能靠他那么近。萧凌霜本能的想要拉开距离，可身子却不受控制，僵在那一动不动，任由苏毅嘴里呼出的热气在耳畔与颈项间肆虐。片刻后就是这样，只要公主殿下同意，咱们今晚便可以开始修炼，不知你意下如何？苏毅说完之后，满脸期待地看着萧凌霜，后者方才意乱情迷之下，根本没听太清楚苏毅说的话。见他如此询问，萧凌霜便下意识地嗯了一声。看见萧凌霜居然同意，苏毅有些难以置信。他本来还准备了一大堆说辞的，结果没想到完全用不上。此时萧凌霜俏脸红扑扑的，似羞似恼，乍看之下宛若一副少女怀春的模样。苏毅心中啧啧称奇，如此看来，这位长公主也没有想象中的矜持啊。那今晚我就过去长公主府找你。苏毅又询问了一句。萧凌霜刚才虽然没听太清楚，但开始时苏毅说的那些功法窍门的确异常精妙。为了不让苏毅看出自己方才失态，他便微微颔首。行，今晚本宫在府中等你。苏毅顿时心花怒放，热血澎湃。非但能抱得美人归，而且只需1年便能重回一品通天境，这简直不要太顺利了。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先告辞了，还需准备不少名贵药材。既然需要名贵药材，那这些银票你收下吧。萧凌霜说着，掏出了几张银票递了过去。苏毅一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公主殿下，你这会不会太见外了？见外？萧凌霜黛眉轻蹙，有些不明白苏毅为何会用见外这个词。他微微摇头，正色道：既是帮本宫办事，本宫岂能亏待于你？给你，你便收下吧。好，那我便却之不恭了。苏毅将银票收起，拱手一礼后便转身离开了。
出门时，他满脸笑容，如沐春风，心中还暗自感慨：这位长公主殿下还真是体贴啊！纨绔，你怎笑得如此猥琐？莫非欺负了我家公主殿下？小环一脸杀气地瞪着他。苏毅微微一笑，道：想什么呢？本世子岂会欺负长公主殿下？而且说不定，殿下今晚还会反过来欺负我呢。今晚？你什么意思啊？到时候你不就知道了。哦，对了，以后你对本世子怕是得客气一些了，否则长公主殿下定会训斥于你。苏毅含笑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小环蹙起眉头，啐了一口：呸，神经病！他转身回到云间阁，殿下，刚才那个纨绔没有什么逾越之举吧？没有，他说今晚过来府中教我修炼。啊，殿下，那纨绔又不懂武功，他真能教殿下您修炼？殿下莫不是被他给骗了吧？方才听他说的那些，虽然感觉玄之又玄，但有几个窍门的确很新奇，算得上别出心裁，试一试也无妨。说到这，萧凌霜俏脸骤然一冷，寒声道：而且谅他也没有胆子骗本宫。小环歪着小脑袋想了想，这倒也是，可苏毅这个纨绔，他怎会懂得这些呢？本宫也好奇的紧啊，此人生性纨绔，终日沉迷酒色，却又还是一个满腹才学之人，如今更是连如此高深的修炼法门都懂，他身上恐怕藏着不少秘密。他有才学？殿下何出此言？方才苏毅不是说了，那首《木江吟》是那个什么白居易所作吗？萧凌霜微微摇头，能做出这样的名作，倘若真有白居易这个人，不可能寂寂无名。由此可见，白居易这个名字不过是苏毅随口编的罢了，这首诗很显然就是他自己的。殿下说的倒也是，只不过这合理吗？小环皱着眉，始终有些怀疑。镇南侯府祠堂内，苏家列祖列宗的灵位前，苏燕跪了1个多时辰，腿都麻了，心里也早就对苏毅骂了个狗血淋头。这时一名仆人飞奔进来：少爷，赵姑娘找到了。苏燕激动地跳了起来：在哪里找到的？他人呢？他从后院那边过来的，似乎还受了些伤，小的也不敢多问。你说什么？青兰受伤了？苏燕脸上写满担忧，转身就要出去。恰在此时，一道倩影出现在祠堂门外，只见对方俏脸莹润如玉，精致无瑕，眉眼如画，一双美眸如秋水剪影，顾盼生辉，正是赵青兰。此时她身上那轻薄的衣裙有些凌乱，但这并遮掩不住她那曼妙傲人的身段，胸前那傲人的温柔勾勒出惊人的弧度，腰身盈盈不堪一握，与那丰腴的臀部交织出一道优美且夸张的曲线。看见他，苏燕一个箭步就冲到了他身前，关切地问道：青兰，苏毅那个王八蛋把你藏哪里去了？他有没有欺负你？赵青兰俏脸之上，痴怨之色一闪而过，他贝齿咬了咬朱唇，稍作迟疑，才微微摇头。他并没有把我藏起来，也没有欺负我。没有就好。苏燕长舒一口气，接着问道：那这期间你上哪儿去了？当时你不是在他卧房的吗？我其实没有去他卧房，毕竟那样做是不对的，但我又不知该如何面对你，所以就跑到后院躲起来了。看见他那柔弱自责的模样，苏燕心都要融化了，忙说道：都是我不好，不该把你掺和进来的，只是你不是吃了合欢散吗？那个药应该是假的，我并没有发作。该死的，张三才那个王八蛋居然敢卖我假药，回头我再收拾他。苏燕说到这，忽然发现赵青兰手腕上有一道伤口，此时仍在渗着血水，这可把他心疼坏了，忙问道：青兰，你怎受伤了？我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还不小心把手工纱给划破了。赵青兰说到后面，语气变得很弱，眼神也飘忽不定起来。你这也太不小心了，来人，快请郎中过来给青兰包扎一下。苏燕脸上满是心疼之色，见他没有起疑，赵青兰便摇头道：只是小伤而已，不碍事的就不必请郎中了。为了不让苏燕追问，他赶忙岔开话题：对了，你在这儿做什么？别提了，苏毅那个王八蛋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居然性情大变。苏燕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随后咬牙切齿地说道：等我罚完跪，我定会让他好看。赵青兰迟疑了一下，道：要不你还是别跟他作对了，我怕你吃亏。没事儿，他今日运气好而已，以后吃亏的肯定是他。我看你也累了，就先到隔壁厢房休息一下吧，等会儿我再让人送你回去。赵青兰轻轻点头，她今天被苏毅折腾了许久，也确实累了，简直身心俱疲。可每当回想起在酒窖时的情景，她的心就扑通扑通的狂跳不已，宛若小鹿乱撞。当时虽然和欢散之毒发作，但事情的经过她还是有些印象的，就更别说毒性解除了之后，苏毅又把她狠狠教训了一次了。目送赵青兰进入隔壁厢房后，苏燕便转身回到祠堂，
跪了下去。苏烈的话，他可不敢违背。狗日的苏毅，你给我等着，今日之辱，他日必定让你10倍还回来。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可话音刚落，祠堂门外便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你刚才在骂我？”听到苏毅的声音，苏燕心头咯噔了一下，连忙摇头：“我才没空骂你，我是说让青兰好好休息一下而已。”哦，赵青兰，他人在哪？苏毅眯起眼，顿时来了兴致，因为从苏燕的反应来看，赵青兰应该是没有把酒窖发生的事情说出来的，这就有点意思了。苏燕脱口出道：“他在隔壁厢，不对，我凭什么要告诉你？”苏毅耸耸肩，脸上满是耐人寻味的笑意。看见他脸上的笑容，苏燕顿觉浑身不爽，于是冷哼道：“苏毅，你别得意太早，今日你羞辱了父亲，父亲肯定不会放过你的。等他日你被逐出府门之后，我一定让你好看，我保证。”他咬牙切齿地说着，眸光阴毒狠厉。若是眼神能杀人的话，苏毅估计死180回了。见他居然还敢威胁自己，苏毅眯着眼，邪魅一笑：“好生跪着吧，3日后给你一个天大的惊喜。”看见他脸上的笑容，苏燕心中莫名有些惊慌，忙追问道：“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说清楚。”苏毅没有理会他，转身便离开了。见苏毅居然转身就走，苏燕心里更加的不安了，总感觉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隔壁厢房，赵青兰正趴在桌子上，脸上满是惆怅之色。3天后便是他与苏燕的婚期，可处子之身已然被苏毅夺了去，大婚洞房花烛之夜若无若红，又该如何向苏燕交代？事情一旦传了出去，他非但没颜面见人，甚至还会连累赵家名声扫地。想到这，他就无比的怨恨，咬着牙道：“该死的苏毅，别让我看见你，否则我一定杀了你！杀我，你舍得吗？”苏毅的声音倏然间从他身后响起。赵青兰被吓得失声惊呼了出来：“青兰，你怎么了？”隔壁祠堂传来了苏燕关切的声音：“没什么，有老鼠而已。”也许是因为心虚，又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赵青兰并没有把苏毅闯进厢房的事情说出来。“青兰，你别怕，我这就喊下人过来逮老鼠。”闻言，赵青兰脸上闪过一丝慌乱，忙说道：“不用了，老鼠已经跑出去了。”“那就好，那你继续歇着吧，有什么事就叫我，我在呢。”赵青兰咬了咬嘴唇，朝苏毅怒目而视，低声喝问道：“你这个王八蛋，进来做什么？你这话问的就好笑了，这里是我家，我想进来就进来。”“你……”赵青兰一噎，咬着牙说道：“苏毅，总有一日，我一定会杀了你，我要将你千刀万剐，把你剁成肉。”他话还没说完，苏毅一个箭步就来到了他跟前，托起他那精致的下巴，粗蛮的亲了下去。这可把他给吓坏了，本能的想要退后。苏毅岂会给他躲闪的机会，大手揽住他那纤细的柳腰，往怀里一送。赵青兰猝不及防之下，紧紧地靠在了苏毅怀里。哎呀，他心神不由得一阵荡漾，再次失声惊呼出口，心跳也不受控制的加速跳动起来。“青兰，你怎么了？”苏燕担忧的声音再次从隔壁祠堂传来。没事，就是手臂上的伤口有些疼而已，还是找郎中过来瞧一瞧吧。”赵青兰忙打断道：“不要，没事的，我先眯一会儿。”“好吧，不舒服的话记得叫我。”“知道了。”赵青兰说完便瞪着苏毅，咬牙低声呵斥道：“混蛋，快放开我！若是让苏燕知道了，你就死定了。”苏毅邪魅一笑：“那你现在就可以叫他过来啊，我反正不吃亏。”“苏毅，你真该死，我一定……”赵青兰本想放狠话，但小嘴再次被苏毅的唇给堵住了。他拼命的挣扎，但却始终无法挣脱苏毅的束缚。此时，苏毅的手已然轻轻抚上他的腰际，指尖从衣裙上掠过，留下一阵微妙的触感。赵青兰呼吸不由得一滞，下意识的想要后退，却又被苏毅指尖的温度所牵绊，欲罢不能。他那如葱白般娇嫩的手掌悬在半空，最终缓缓落在了苏毅的肩头之上。感受到苏毅那近在咫尺的温热气息，他下意识的闭上眼，长睫轻颤，俏脸悄然间浮现一抹红霞。阳光透过窗纸，映出2道交叠的影子。寂静的房间里，此时只有2人相互交织的呼吸声，偶尔还掺杂着木桌细微的响动。“青兰，我怎么好像听到有吱呀声？你怎么了吗？”就在赵青兰与苏毅缠绵之时，苏燕关切的声音再次从隔壁传来：“没，这椅子有些不结实而已，我要睡了，你别吵。”“哦，那你睡吧，你放心啊，苏毅那个王八蛋嘚瑟不了多久了，这侯府世子的位置很快就是我的了。等过几日咱们成亲后，再想办法收拾他，到那时我一定让他像狗一样跪下来求我。”苏燕自顾自地说着。而听见他这番话，苏毅心中冷笑不已，看向赵青兰的目光越发冷漠。赵青兰眉头紧皱，脸上露出一抹痛苦之色。
但却不敢发出声来。青兰，你说等苏毅被逐出侯府之后，他会不会后悔与我作对，会不会求我放过他呢？你放心，我知道斩草要除根，肯定得弄死他。只不过在这之前，我要他在我面前摇尾乞怜，苦苦哀求，那感觉肯定很爽。别，你不要再说了。赵青兰眉头越皱越紧，脸上痛苦之色越发的浓郁了。哦，忘了你要眯一会儿，你睡吧，我不吵你了。苏燕终于安静了下去。赵青兰重重的呼了几口气，可怜楚楚的看着苏毅，近乎恳求的低声道：你能轻点吗？求你了。苏毅嘿嘿一笑：好啊，只要你听话，我可以很温柔的。隔壁祠堂，苏燕听见隔壁厢房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吱呀声，总感觉哪里不对，但又不忍吵醒赵青兰。瞥见外头的树枝被风刮得摇摆不定，她便恍然大悟，原来是风吹窗户发出的嘎吱声，看来得让木匠过来修一修才行了。约莫过了半个时辰，赵青兰额头上香汗淋漓，映衬得她精致俏脸越发的吹弹可破，几缕秀发沾了香汗，贴在侧脸，更平添了几分妩媚。看着已经整理好衣衫的苏毅，他的眸光变得无比复杂，娇柔红唇咬得快要滴出血来。苏毅，你杀了我吧！他一脸的生无可恋，晶莹的泪珠从眼角滑落。苏毅睨了他一眼，淡淡说道：想死的话，那里有剪刀，朝心窝刺进去就完事了。听见苏毅这冷漠无情的话，赵青兰的心莫名的一阵刺痛，眼泪更如决堤了一般，止都止不住。见苏毅转身倒水喝，他抓起床头柜子上的剪刀，来到苏毅身后，举起就要扎下，但手落到一半，却怎么也狠不下心。苏毅似乎有所感应似的，转身将剪刀从他手中抢过，随后从衣衫上剪下一块布条，替他包扎着那手上的玉腕。那是赵青兰为了掩饰手工纱消失而刻意划破的伤口。看见苏毅竟然给自己包扎，赵青兰心情再度变得复杂起来。她咬了咬牙道：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我恨你，一辈子都恨死你。有空恨我，不如好好想想3日后该怎么办吧。你说大婚之夜，苏燕这个新郎官若是醉得不省人事，咱们再嘿嘿，会不会很刺激呢？你闭嘴，我就算是死，就算从井口跳下去，也绝不会再让你碰我的了，死也不会。赵青兰下定了决心，目光无比坚决。苏毅耸耸肩，不置可否，随后便离开了。夜幕悄然降临，他拎着一袋名贵药材，直奔长公主府而去。路上，他感到体内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今日折腾了赵青兰3回，居然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不应该啊，原身如此风流放荡，战力不应该如此厉害才对。难不成是因为自己穿越了的缘故，所以才会变得如此强悍的？苏毅皱着眉喃喃自语，事实也确实如此。他的这缕神魂过于强大，在神魂的滋养下，这具身体的体质也在飞速的改变，与之前被酒色掏空、脚步虚浮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玉京城西侧皇城边上，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坐落于此。汉白玉阶直达正门，其上金雕细琢，云龙盘绕，威严且霸气。朱漆大门之上嵌着一对鎏金兽首，门环铸成吃吻吞珠之态，在壁灯的映照下灿若流火。门楣之上挂着一块匾额，悬底金纹，奢华至极，其上长公主府4个金漆大字，笔锋如利剑出鞘，在夜色中凛然生威，仿佛有千钧地气扑面而来。看着眼前恢宏的府邸，苏毅暗自感慨，好生霸气，镇南侯府与之相比逊色多了。这时府门处的护卫沉声喝道：此乃长公主府，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赶紧滚。苏毅淡然道：我乃镇南侯府世子苏毅，奉长公主之命前来，烦请通禀一声。护卫闻言，眉头顿时皱了起来。苏毅的恶名他是听说过的，只是长公主金枝玉叶，身份何等尊贵，会召见这个声名狼藉的纨绔恶少。瞥见苏毅煞有其事的模样，他也不敢耽搁，轻喝道：等着。说完便转身进去通禀了。片刻之后，他又走了出来。长公主殿下让你进去。他说完，狐疑的目光在苏毅身上打量个不停。苏毅意味深长地说道：以后我会经常过来，你们会慢慢习惯的。说着便径直走了进去。那几名护卫则是一阵面面相觑，但均都很默契的没有说话。事关长公主，他们自然不敢妄议。苏毅刚进去就看见小环在曲廊前等候。你最好真的懂得什么修炼之法，若胆敢欺骗长公主，你就死定了。小环警告地瞪了苏毅一眼，接着冷冷说道：随我来吧。过了雕栏玉砌的曲廊，苏毅便来到了一座大殿当中。只见这大殿通体以紫檀为梁，上等沉香木为柱，地面铺就着西域进贡的羊脂白玉砖，莹澈如镜。殿中立着9凤衔珠屏风，凤羽皆以金丝编织，眼嵌红宝石，展翅欲飞。
穹顶会28星宿图，星辰皆用夜明珠镶嵌，此时正熠熠生辉。乍一看，整座大殿就如同浮在星河中一般。长公主府居然以金凤做点缀，足可见皇帝对萧凌霜是何等的宠爱。小环自豪地说道：“气派吧？我们长公主府乃是陛下亲自督建的，比起皇后娘娘的凤仪宫还要奢华几分呢。”苏毅微微颔首，看来在皇帝眼里，这位长公主的地位比他料想的还要高。你来了，接下来本宫该如何修炼？随着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长公主萧凌霜莲步轻移地从屏风后走了出来。只见萧凌霜那柔润无瑕的绝美脸庞，肌肤如新雪初凝，银白透亮，眉如远山，不描而黛，一双凤目眼尾微扬，平添了几分妩媚，瞳色浅若琉璃，眸光流转间似有秋波浮动。琼鼻高而秀挺，朱唇色泽稍淡，宛若初绽的樱瓣，虽未点唇脂，却更显娇柔动人。一袭淡绿长裙衬得她肩若削成，腰如约素，那优雅的身段既有少女的轻盈，又透着几分久居高位的威仪，美则美矣，却隐约散发一股拒人千里的气息。看着眼前萧凌霜的盛世容颜，苏毅忍不住在心中感慨，这世间怎会有如此惊为天人的长相。见他盯着自己看，萧凌霜不禁心生懊恼，侧过身的同时娇斥道：“再敢盯着本宫看，信不信本宫把你眼珠子挖出来？”苏毅嘴角抽了抽，嘀咕道：“长得好看还不让人看，这还有天理吗？”萧凌霜板起脸，冷哼一声：“哼，少在本宫面前嘴贫，把你准备的功法交出来吧。”殿下莫急，到时候我自会口述的。不过在这之前，还请殿下先命人将这些药材放沸水里煮上半个时辰。萧凌霜朝袋子里看了一眼，只见里头装着紫水玉参、人形何首乌、血纹枝等名贵药材，其中有几味药他并不认识。见状，他蹙眉问道：“这些药材有何用处？”苏毅解释道：“以这些药材调配药浴，有调和阴阳之功效，这对于稍后的修炼大有裨益。”萧凌霜面露恍然之色，吩咐道：“来人，将这些药材带下去熬煮。”是。待婢女出去之后，萧凌霜便说道：“熬煮药浴需要时间，现在就先试着修炼一下吧。”现在，苏毅面色有些古怪，稍作迟疑后问道：“就在这吗？”萧凌霜微微颔首：“你放心，没有本宫的准许，不会有人进来打搅。那他不回避一下吗？”苏毅看了眼一旁的小环，后者双手叉腰，不服气地反驳道：“以往殿下修炼，我都在一旁护法，现在为何要我回避？不错，小环是本宫最信任之人，这些功法无需瞒着他，可是他在一旁看着，总归有些不太好吧？”小环脸上狐疑之色更盛，质疑道：“你这纨绔，心里到底在打什么歪主意？莫不是想趁机占我们公主便宜？”苏毅没好气地说道：“瞧你这话说的，既然是双修，哪有谁占谁便宜的说法？”“你说什么？双修？”萧凌霜满脸惊愕地看着苏毅，后者点头道：“对啊，傍晚在画坊时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你我双修，便能使各自的修为突飞猛进。”话还没说完，他忽地嗅到一股渗人的杀气，不对，是两股。只见萧凌霜银牙紧咬，美眸当中满是腾腾杀气。萧凌霜万万没想到，苏毅说的修炼之法居然是双修，当即气得浑身发颤，粉拳攥的指关节都发白了，恼羞成怒地呵斥道：“你这该死的纨绔，简直狗胆包天，居然敢戏弄本宫小环，将他4肢骨头敲碎，送回镇南侯府，问问苏烈是怎么教的儿子。”“是。”小环等这话很久了，长剑出鞘的刹那，冷冽杀气似寒潮汹涌而出。“纨绔，受死！”他娇斥一声，手腕抖动间，剑势宛若九霄雷奔，奇快无比的朝苏毅手腕刺去。这显然是奔着废掉苏毅手筋去的。见他出招如此狠辣刁钻，苏毅不由瞳孔微缩，紧接着脚随心动，一步迈出，巧妙地躲过了这犀利的一击。咦？小环惊疑出声，明显是没料到苏毅居然能够躲开。他冷哼一声，手腕一抖，再次朝苏毅刺了过去。苏毅嘴角抽了抽，忙说道：“殿下且慢，我其实还有别的办法。”“小环，先等等。”听见萧凌霜的话，小环立即收住了剑势，那泛着寒芒的剑尖，此时距离苏毅仅有半寸之遥。“说吧，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萧凌霜一脸冷漠，声音冰冷彻骨。苏毅讪讪一笑：“殿下，我需要纸笔。”“小环，给他。”“是。”小环收起长剑，瞪了一眼苏毅，随后便将笔墨纸砚递了上来。苏毅执笔在宣纸上一阵笔走龙蛇，很快就写下了一个药方子。这便是方才那些药材的方子，殿下只需在睡前泡上2克钟，夜里4肢发寒之症便能减缓许多。萧凌霜闻言，拿起药方看了一眼，上面罗列着的皆是名贵且罕见药材，其中有几味药他认识，的确有温养气血之功。“你还懂医术？”
萧凌霜满脸怀疑。苏毅还没答话，小环便抢先说道：“殿下，这纨绔终日流连酒色之间，他怎可能懂什么医术？肯定是在糊弄您，还是直接把他杀了吧？这方子有无效果，长公主殿下亲测便知。若没有效果，你到时候再杀我也不迟。好，本宫就姑且再信你一次。倘若无效，明日本宫亲临镇南侯府，亲手割下你的脑袋。滚吧！”从长公主府出来之后，苏毅心中很是疑惑。在画舫之时，长公主明明答应了与他双修，可刚才为何又反悔了呢？难不成是因为有旁人在的缘故？罢了，改天再找个机会跟他独处一下，然后再跟他讲述一下双修的益处吧。打定主意之后，他便回了镇南侯府。府中那些护院与仆人看见他，均都纷纷低下了头，有几个较为机灵的，甚至还跟他行了一礼。对此，苏毅内心毫无波动，一群卑微的下人而已，倘若谁还敢对他不敬，杀了便是。这时，一名仆人点头哈腰的迎了上来：“小侯爷，东院已经收拾干净了，您的东西小的也已经搬了过去，您今夜就可以住进去。”苏毅看了他一眼，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回禀小侯爷，小的名叫来福。”听到这名字，苏毅登时来了兴致，笑盈盈的问道：“你该不会还认识常威吧？”来福一怔，脸上不由得闪过一抹慌张，连忙摇头：“小侯爷，小的并不认识什么常威。”他说话的声音竟有些颤抖。苏毅耸耸肩，并未太在意，径直朝东院走去。今日他当众把苏燕的狗腿子砍了，足以杀一儆百了。待他身影消失在东院门后，来福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后背衣衫居然已经被冷汗给打湿了。苏毅刚进入东院，一名婢女便朝他行了一礼：“奴婢翠儿，伺候小侯爷沐浴。”他语气僵硬，显得很是紧张。苏毅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地说道：“不必，退下吧，没有我的准许，任何人不得进入东院，否则杀。”翠儿吓了一激灵，怯生生地应了一声，服了一礼之后便匆忙退下。待他出去后，苏毅回到卧房，盘腿便坐在了床中央。他双手自然地搭在膝盖上，闭上眼睛，按照上辈子的功法开始练习吐纳。过了片刻，他双手突然结成一个奇特的手印，此乃九转玄阳诀的起手式玄阳引气。在前世，这个姿势他做过千万次，就如同呼吸一般熟练，居然要从头开始修炼，真是造化弄人啊！他自嘲地笑了笑，随后便按照功法所述调整呼吸节奏。不多时，他就感觉小腹处传来了一丝微弱的温热，那感觉极其细微，如同春风拂过水面泛起的涟漪，稍纵即逝。但苏毅清晰地捕捉到了这细微的变化，心中不由得一喜，有效果，看来这具身体比料想中的还要好上一些。他摒去杂念，继续修炼。不知不觉间，窗外天边竟已泛起了一片鱼肚白。苏毅修炼了整整一夜，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疲惫，反而是神采奕奕。此时他丹田处已然凝聚出了一缕凝如实质的气息，按照此等进度，很快就能开辟出气海了。进度虽然比他前世修炼时慢了一些，但还在他能接受的范围内。当然，若是能与长公主双修，那速度肯定直接原地起飞。太阴培龙之体，简直就是给九转玄阳诀量身定做的体质。想到这，他就摸着下巴，琢磨着该如何接近长公主。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道理他可太懂了。赵家大堂之上传来一道惊愕的声音：“你说什么？你不嫁了？”户部侍郎赵执瑞正满脸诧异地看着自己女儿。赵青兰贝齿轻咬红唇，低着头说道：“爹，我其实不喜欢苏燕，还请爹爹过去找镇南侯，把婚约取消了吧。”赵执瑞气的脸都绿了，训斥道：“胡闹！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轮得到你来做主？何况请帖都发出去了，此时取消，非但会把镇南侯彻底得罪，我赵家脸面也必将扫地。我不管你。”他话还没说完，一旁的妇人便扯了扯他的袍袖：“老爷，女儿还小不懂事，你就别跟她置气了，让我来吧。好嘛，总之这门亲事不可能取消，好好劝劝你女儿，若到时候给我赵家丢脸，我绝饶不了她。”赵执瑞一拂袖，气冲冲地出门了。“娘，你替我劝劝爹吧。”赵青兰红了眼眶，满脸委屈。妇人柔声问道：“丫头，你与苏燕的婚事早在半年前就定下了，眼瞅着2日后你就要嫁过去，为何在这时反悔？随着婚期越来越近，我便越发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苏燕。娘，我真的不想嫁给他，你能不能帮我求求爹爹？”赵青兰说着，径直跪了下去。“好孩子，你先起来，跟娘说实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莫非是苏燕欺负你，所以你才想要悔婚的？”赵青兰摇着头，没有回答。苏燕当然没有欺负她，欺负她的不过是苏毅而已。但这种话，她又怎敢说出来？既然他没欺负你，那你就更不应该悔婚了。
镇南侯乃世袭罔替的爵位，苏燕虽然是庶出，无法继承侯爵之位，但富贵一生是肯定的。你嫁过去，娘也放心。见夫人也不同意，赵青兰也没有办法了。她起身后随口应付道：“我听娘的便是了。”妇人面露欣慰笑容：“如此就好，再过2日便成婚了，得懂事了。”“娘，我出去走走。”赵青兰说完便转身出门了。妇人目光微闪几下，朝一旁的婢女吩咐道：“玉儿，暗中跟着。”“是，夫人。”玉儿躬声领命，悄然尾随了上去。另一边，苏毅正准备出门，路过大堂时，听见了苏烈的轻叹声：“陛下的病情越发严重了，听说今早还咳血昏迷了。太医院对此束手无策，皇后娘娘颁发懿旨，想从民间寻觅良医，入宫给陛下治病。”听到这话，苏毅神色微微一动，这也许是个不错的契机。只不过伴君如伴虎，万一狗皇帝事后翻脸不认人怎么办？得稳一手。想到这，他便出了府门，长公主府而去。另一边，长公主府内，看见萧凌霜面色红润，容光焕发，小环惊讶地问道：“殿下，您今日的气色看上去比以往好多了，莫非是苏毅的药浴起效了？”萧凌霜微微点头，虽然不想承认，但泡了药浴之后，昨夜睡得挺好，四肢也不像往常那般冰冷了。真没想到，那个纨绔居然真的懂些医术。说到这，小环询问道：“殿下，要不要派人传他过来？说不定他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彻底根除您所修功法的弊端呢？”萧凌霜稍作思忖，便摇头道：“就算他真有，也不可能轻易说出来。眼下药浴既然有效，那就过段时间再说吧。”就在这时，一名老太监神色惊慌地走了进来：“长公主殿下，不好了，陛下他今晨卡血昏迷了。”“你说什么？”萧凌霜心头一沉，火急火燎地出门了。只是他出府门，他便瞧见了苏毅，黛眉瞬间蹙起：“你过来作甚？”苏毅拱手一礼，轻笑着问道：“长公主殿下气色不错，昨夜应该睡得挺好吧？”“你那药浴的确有些效果。”萧凌霜下巴微扬，清冷高傲：“有效就好。”苏毅话锋一转，接着问道：“殿下行色匆匆，可是要入宫？与你何干？听闻陛下卡血昏迷，我懂些医术，兴许能帮得上忙。”听到这话，萧凌霜神色微微一动，毕竟苏毅昨晚的方子的确有奇效，万一他真有办法呢？想到这，萧凌霜便微微颔首：“既是如此，那便随我入宫吧。”于是一行人便直奔皇宫而去。皇宫养居殿内，景帝萧几面色惨白，双眼紧闭地躺在龙床之上。一群废物，父皇若是有个什么好胆，你们就等着被满门抄斩吧。身着蟒袍的太皇子萧云峥怒视着那一群跪地的太医，众太医跪伏在地，瑟瑟发抖：“太皇兄，父皇仍在昏睡呢，你这么大声作甚？是生怕父皇听不见吗？”“就是，父皇的病情迁延多年，尚清醒时，父皇便从未责怪过太医，你此时又何必如此恫吓他们？即便真要处置这些太医，也轮不到你来发话吧？”其余皇子纷纷开口。萧云峥冷哼一声道：“倘若不是因为他们尸位素餐，医术低下，父皇的病何至于恶化至此？而此时此刻，尔等一个个居然还在为这些庸医说情，难不成他们是受尔等指使，故而刻意让父皇病重的？”此言一出，其余皇子沉着脸反驳了起来：“太皇兄，你休要在此血口喷人，谋害父皇乃是弥天大罪，你可不要随随便便就扣我们头上。就是我们还怀疑是你与太医串通，现在是想要杀人灭口呢。”在诸位皇子争执之时，一道冰冷的声音自殿门外响起：“父皇病重，尔等却在养居殿内大声争吵，成何体统？”话音落下，萧凌霜带着苏毅走了进来。看见他，萧云峥便开口解释道：“皇姐，是云晨他们先。”不等他说完，萧凌霜便呵斥道：“闭嘴！尔等什么德行，本宫心里比谁都清楚。如今父皇病重，劝你们及时收起心里那点小九九，否则等父皇苏醒之后，本宫定如实告知。”闻言，萧云峥忙说道：“皇姐，我们不吵就是了。对，都是误会而已，就没必要让父皇操心了。”其余几人纷纷附和。对于萧凌霜这位皇长姐，他们心里其实还是有些忌惮的，毕竟在他们这一众皇子皇女当中，皇帝最宠爱的便是萧凌霜。好在她是女儿身，所以威胁不到他们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萧云峥等一众皇子对萧凌霜才没有生出敌意来。“咦，皇姐，这不是镇南侯府那纨绔吗？皇姐，你怎么把这纨绔带进来了？”萧云峥等人注意到苏毅之后，便好奇地询问起来。萧凌霜没有理会他们，转身朝苏毅低声问道：“你当真懂医术？”苏毅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见状，萧凌霜这才朗声道：“苏毅懂些医术，我便带他入宫，给父皇瞧瞧。”
什么？他懂医术？萧云峥等人惊愕过后，均都失声笑了出来。黄姐，你被这纨绔给骗了吧？他懂医术？开什么玩笑？就是若论喝花酒玩女人，他倒是熟练得很，医术他会就有鬼了。是啊，黄姐，苏毅这厮在镇南侯府就是个窝囊怂包，在外头飞扬跋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纨绔，这样的废物，他怎可能懂什么医术？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他真的懂一些医术，可这又有何用？难不成他的医术比太医院的御医还要厉害？很难得的，萧云峥等一众皇子居然都一致认定苏毅就是个废物。萧凌霜心里也有些打鼓，但人都带来了，总得试试。况且他也不知为何，心里不知何时生出了一股莫名的预感，苏毅能治皇帝的病，而且他还能从中获益。这种直觉从何而来，他也说不清道不明，就如同凭空出现，反正没有任何踪迹可寻就是了。萧凌霜目光微闪几下，正要开口，这时殿门外响起老太监的声音：皇后娘娘驾到。众人闻言纷纷转身看去，一道身影从殿门外连步轻移地走了进来。这是一位看上去约莫26、7岁的冷艳女子，只见她琴手蛾眉，唇红齿白，那张动人瓜子脸细腻无瑕，吹弹可破，那双微微下垂的凤眼看似温润如墨玉，细看却似凝着千年寒意的深潭，让人不敢直视。她身着一袭暗红色的广袖长裙，其上簇金绣凤，层层叠叠的织金云纹如同霞光一般铺展开来，行走间流光隐现，似有鸾鸟随行。以金丝嵌着玉珠的凤领将领口扣紧，衬得她颈项修长如雪，不露半分岁月痕迹。或许是因为常年养尊处优，那肌肤就如那上好的羊脂玉般莹润，眼角既不可见的细纹平添了几分威仪。一袭长发挽成云髻，正中压着9凤衔珠金冠，凤口垂下的红宝石落在眉心，随着步伐轻轻摇晃，使得她身段看上去轻盈如纸鸢乘风，浑身上下都在散发着一股尊贵的气息。她刚进来，萧凌霜等人便恭敬地行了一礼：参见皇后娘娘。不是吧，这是皇后？苏毅站在萧凌霜身后，悄悄打量了皇后几眼，不由得一愣，这位皇后娘娘是不是太年轻了些？而且他还清楚地注意到，方才萧云峥等人看向皇后的眼神竟还带着几分灼热。卧槽，连自家父皇的老婆都惦记，贵圈这么乱的吗？在他疑惑之际，那些与皇后有关的记忆忽地在脑海中浮现。原来10年前皇太子意外身亡之后，皇后因受不了这个打击，投井自尽了。景帝悲痛欲绝，在那数年后都没有重新册立皇后。3年前，景帝到江南巡游之时，无意间遇见一名长相与皇后十分相似的女子，于是便将此女带回了皇宫，并将其册封为了皇后。当年这事还闹得沸沸扬扬，朝堂上下全是反对的声音，毕竟后宫母凭子贵，这位贵人还未给皇帝诞下一儿半女呢，岂能成为后宫之主？就更别说什么母仪天下了。但景帝却一意孤行，斩了几名直言正见的朝臣，其余臣子这才闭上了嘴。于是这女子便稳坐凤仪宫，成为了当今的皇后。苏毅这才恍然大悟。这时皇后威严的目光扫了众人一眼，沉声喝道：陛下病重，正是需要静养的时候，尔等为何还在此吵闹？面对皇后的训斥，萧云峥丝毫没有在意，含笑解释道：皇后娘娘，方才皇姐说苏毅这个纨绔懂医术，还想让他给父皇治病，我们这才吵起来的。闻听此言，皇后的目光看向了苏毅，打量了对方几眼之后，便狐疑地问道：皇上的病你能治？苏毅微微拱手，躬声道：回禀皇后娘娘，在下要先给陛下瞧瞧，方能回答您方才的问题。他话音刚落，萧云峥便冷哼了一声：哼，再怎么看你也治不了，倘若你真有这等本事，何至于臭名昭著？就是宫里头的御医全都在此，他们对父皇的病情皆都束手无策，别说你不懂医术，就算你真懂，还能比一众御医强？呵呵，一个只知道花天酒地，终日流连教坊司与各大青楼的纨绔，也敢在此大放厥词，也不怕笑掉别人的大牙。所以我不管你有何居心，但给父皇看病你不配，趁我等还没失去耐心，赶紧滚吧。萧云晨等皇子也跟着嘲讽呵斥了起来。见他们如此咄咄逼人，萧凌霜黛眉一凝，正要出言反驳，却见苏毅微微一笑，不卑不亢地说道：御医治不了的病，不等于其他医者也治不了，否则的话，皇后娘娘何须颁布懿旨，从坊间寻觅良医入宫给陛下看病？在下不才，早年倒也读过几本医书，对一些疑难杂症倒也颇有些心得。萧云峥冷笑道：好，既然你这么说，那你便给父皇瞧瞧，若你只是不懂装懂，治不好父皇的病，本王定砍你的头。苏毅不慌不忙地微微一笑：燕王殿下，你虽贵为大皇子，但也没有随意杀人的权利吧？何况我方才也说了，
要先看看陛下是何病症，方知道能不能医治。可你现在却说治不了就砍我的头，倘若如此，以后哪位医者还敢入宫给陛下看病？”听闻此言，萧凌霜看向了他的眼神闪过一缕诧异之色。这纨绔居然敢反驳当朝皇子，倒也有些胆识。萧云沉等人则是立即开口质问：“太皇兄是想震慑全天下的医者，好让他们都避之若鹜，不让医者给父皇看病，等父皇有个什么好歹，你便能取而代之了。太皇兄当真好算计啊！太皇兄为了争夺至尊之位，现在是装都不装了吗？”萧云峥闻言当即气得半死，反驳道：“你们少在这给本王扣帽子，别忘了方才儿等也都质疑过苏毅的医术，现在搁这装什么？我们那是背你。够了，都给本宫住口！”皇后娇斥一声，接着冷冷说道：“本宫既已下一旨，全天下但凡懂医术之人都能给陛下诊治。”她话刚说完，黛眉忽然一皱，那放在小腹前的玉手不禁握成了拳，俏脸之上还闪过一抹痛苦之色。但是很快她就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转身看着苏毅：“你尽管给陛下诊治，即便治不了，也没人敢拿你问罪。但前提是，你不能把陛下的病情越治越糟，明白？”苏毅来到龙床前，打量了景帝一眼，只见景帝的脸色蜡黄，毫无血色，嘴唇还呈紫黑色。随后，苏毅将手指搭在了景帝的腕脉上，细细感应了起来。看见他还挺像模像样的，长公主与皇后不由得心生期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萧云峥则是一脸不屑，自是不信苏毅懂医术的。过了片刻，苏毅松开了景帝的手，皇后与长公主异口同声地问道：“苏毅，如何？陛下久病不愈，以至于元气大损，伤及根本，想要治愈怕是不易。”闻言，萧凌霜心头顿时一沉，若是皇帝有个什么好歹，他可就半点机会都没有了。而皇后的脸色此时亦是无比凝重，萧云峥等人的小心思自然不可能瞒得过他，也就是景帝还活着，他们一众皇子才不敢对他怎样。倘若景帝驾崩，那他的下场可想而知。想到这，他便沉声说道：“苏毅，只要你能让陛下的病情好转，并让陛下苏醒，本宫重重有赏，甚至你还可以提一个要求，只要本宫力所能及，都可答应你。”苏毅眼前一亮，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便拱手道：“在下自当竭尽全力，只不过需要长公主在一旁帮忙便是了。”萧凌霜一愣，皱着眉道：“本宫可不懂医术，唯恐帮不上你。稍后我会施针疏通陛下体内堵塞的经脉，殿下是武者，届时需要你运功将陛下体内的淤血逼出来，如此陛下便能苏醒。”听到这话，萧云峥目光闪烁几下，道：“本王乃6品境武者，内力比皇姐深厚，还是让我来吧。”太皇兄，我也是6品境，且比你早突破，内力应该比你要强些，还是我来吧。萧云沉也急忙开口，他们都不傻，一旦将皇帝救醒，那就是大功一件，以后夺嫡就有利多了。其余皇子想到这些，正要开口相争，苏毅却摇头说道：“想要将陛下体内的淤血逼出来，非长公主莫属。为何？”萧云峥等人不解的目光紧盯着苏毅，后者煞有其事地解释道：“长公主修炼的乃是至阴至柔的功法，与陛下体内淤积的阴寒气血同根同源，只有长公主出手，方能避免伤到陛下的根本。”一句话便将萧云峥等人堵了回去。萧云峥目光闪烁不定，想到长公主乃是女儿身，无法参与夺嫡，这份功劳即便被他抢了去也无妨，于是便不再多言。萧云沉等人也就都闭上了嘴，更没有再质疑或阻挠苏毅。万一皇帝真的被救醒了呢？届时得知有人阻挠苏毅施救，皇帝不降罪就有鬼了。如此一来，夺嫡之争就处于下风了。对他们而言，只要这份功劳落不到某位皇子手中，就一切都好说。萧凌霜朝那一众跪伏在地瑟瑟发抖的太医喝问道：“苏毅方才说的办法，你们怎么看？”回禀长公主，苏公子所言倒也有理，陛下之所以昏迷，便是因为体内淤血堆积，气血不畅所致，我等苦于没办法将其逼出来。是啊，淤血若是能逼出来，陛下也许能醒来。闻言，萧凌霜便看着苏毅道：“既然你有把握，那咱们这就开始吧。”苏毅微微颔首，转而朝皇后拱手说道：“皇后娘娘，给陛下治疗须得保持专注，最忌有人在旁打扰。除了苏毅与凌霜，其余人都随本宫到殿门外等候吧。”皇后说完，便率先转身出去，其余人见状也纷纷跟了上去。片刻之后，偌大的养心殿便只剩下苏毅、萧凌霜以及龙床上昏迷不醒的景帝。萧凌霜看了一眼苏毅，提醒道：“万一把父皇扎坏了，神仙来了也保不了你，所以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苏毅从容地笑了笑：“殿下放心，治好陛下虽然不易，但让他苏醒，并让其病情稍显好转，我还是有不小把握的。好，
既然如此，那便开始吧。请殿下退后些，免得弄脏了衣裙。苏毅说话间，已经从一旁的药箱里取出了一根银针。萧凌霜还没反应过来，就见苏毅下针如风，在景帝身上几处穴位扎下了银针，速度之快，堪称一气呵成。紧接着，苏毅捏住景帝的手腕，银针从其上一划而过，扑哧，一股血箭瞬间迸射而出，溅落一地。看到这一幕，萧凌霜满脸惊讶，不是说先扎针，然后再让自己运功，替父皇把体内的淤血逼出来的吗？这纨绔怎直接给父皇放血？就在他疑惑之际，苏毅已经替景帝止住了血，随后还掐了景帝人中一把。景帝眉头一皱，轻哼一声，便睁开了双眼。这就醒了。萧凌霜杏眼圆睁，脸上闪过一抹骇然。凌霜，听到景帝虚弱的声音，萧凌霜这才回过神来，忙走到了床榻前。父皇，孩儿在。朕睡多久了？父皇今早咳血后昏迷，至今已有1个时辰。景帝苦涩一笑，道：终究是老了。咦，这位是？他这才注意到了一旁的苏毅。父皇，他是镇南侯府的世子苏毅，您能醒来都是他的功劳。哦。景帝面露诧异，你小子居然还懂医术。苏毅拱手说道：在下略懂一些皮毛，陛下能醒来，其实都是长公主殿下的功劳。若非是他运功将陛下体内的淤血逼出来，陛下也不会如此快就醒过来。闻听此言，萧凌霜黛眉不禁蹙起，看向苏毅的目光变得有些复杂，但他也没有说什么。景帝一脸欣慰地看着萧凌霜，辛苦你了。萧凌霜迟疑了一下，道：父皇能醒过来，这比什么都重要，孩儿不辛苦。而且若无苏毅在一旁指点，孩儿也无法将父皇体内的淤血逼出来。景帝微微点头，道：凌霜，你先出去一下。是。萧凌霜躬身一礼，退下之时深深地看了苏毅一眼。他刚从养心殿出来，皇后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凌霜，如何了？陛下醒了吗？父皇已经醒了。听见这话，萧云峥等人均都满脸惊愕，他们没想到苏毅真的能把皇帝给救醒。父皇既然已经醒了，那咱们赶紧进去吧。萧云峥说完就想进去。萧凌霜淡淡说道：父皇有话要单独问苏毅，你若不怕挨父皇训斥，尽管进去。哦，那还是等等吧，这节骨眼上就没必要进去找骂了。养心殿内，景帝目光凝重地看着苏毅，虽然久病导致身子异常虚弱，但目光依旧充满了帝王独有的威严。能把朕救醒，足可见你的医术奇绝。你老实说，朕的病有无痊愈的可能？嗨嗨，他话刚说完，便剧烈咳嗽起来。这个，你但说无妨，朕恕你无罪。苏毅目光微闪，轻声道：陛下伤及肺腑，受如此重的内伤，能撑到现在，已然算得上是奇迹。想要痊愈，只怕……景帝看了眼刚咳出来的鲜血，惨然一笑。看来朕是好不了。嗨，那你说朕还有多久能活？陛下乃天命之人，定能逢凶化吉，长命百。苏毅话还没说完，景帝便摆手道：说实话吧，也。他喘了几口气，才接着说道：也好让朕做好准备。苏毅犹豫了半晌，低声道：陛下顶多还有半年。半年吗？倒也够了。景帝目光飘忽不定，忽地变得犀利。只见他深吸一口气，沉声道：朕有一事相托，你将耳敷过来。苏毅身子微微前倾，听完了景帝的话后，他脸上表情顿时变得有些古怪。陛下，你我不过初见，就如此信得过我？你是苏烈的儿子，镇南侯的为人朕信得过，而且此事也只有你父子2人才能替朕办成。苏毅拱手一礼，道：承蒙陛下信任，在下定当不负所托。很好，回头朕会单独召见你父亲。接下来给委屈你了，陛下言重了，能替陛下办事，实乃在下之福分，又岂会委屈？景帝赞赏地看了他一眼，满意点头。你小子比你爹有觉悟多了，去吧，让凌霜进来。陛下，皇后娘娘以及一众皇子殿下都在殿门外等候，那就让他们都进来吧。是。苏毅拱手一礼，便转身退了下去。皇后娘娘，陛下让你们都进去，只不过陛下刚苏醒，身子还很虚弱，进去后切莫大声喧哗。好，辛苦你了。皇后感激地看了苏毅一眼，便转身进入了养心殿。萧云峥等人紧随其后。当看见半躺在龙床上的景帝之后，他们便满脸欢喜地说道：父皇能醒来，真是太好了。是啊，听闻父皇咳血昏迷，可把儿臣吓坏了，谢天谢地，父皇您平安无事。景帝微微摆手道：凌霜救朕有功，赏东海玉珠1壶，同心玉珏1对，以及龙渊剑也一并赐予你了。闻听此言，
萧云峥等人心中无比惊诧，脸上表情异常难看。萧凌霜也是一怔，回过神后忙跪了下去。父皇，龙渊剑乃是父皇您的佩剑，请恕儿臣不能接受。景帝苦涩一笑，道：朕既赐予你，你收下便是。朕还要赐你先斩后奏之权，将来持朕此剑，好好辅佐新君。儿臣谨遵父皇圣谕，谢父皇赏赐。萧凌霜神色复杂的说完，躬身一拜。随后一名老太监就把赏赐之物呈递了上来。龙渊剑以天外云铁所铸，剑长3尺6寸，暗合周天之术，剑鞘通体漆黑如墨，却在烛火下隐现暗红血纹，似有龙魂蛰伏于深渊。剑格著作怒目盘龙，双瞳嵌以波斯血魄，灯火映照时如有赤焰流动。龙渊剑尚未出鞘，已有森然寒意与肃杀之气散发而出，让人不敢直视。看着这霸气侧漏的龙渊剑，萧云峥等人均都满脸垂涎。皇帝所赋予萧凌霜的先斩后奏之权，更是让他们妒忌的面目全非。这时萧凌霜不动声色地问道：苏毅诊治父皇有功，不知父皇赏了他些什么？景帝淡淡说道：他乃镇南侯府世子，未来的侯爷，替朕诊治乃分内之事，就赏他黄金500两，以示嘉奖吧。听到他这话，萧凌霜黛眉不禁一蹙，皇后等人也都神色各异。他们都很清楚，若不是苏毅，景帝今日能否醒来还是个未知数。可是对于这样的大功臣，居然只赏了500两黄金，这怎么看都过于小气了。萧凌霜一咬牙说道：今日救醒父皇，苏毅当居首功，还请父皇重赏于他，这是自然，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嗨嗨，等来日他改掉自身的毛病，朕自会另行重赏。多谢父皇。景帝挥了挥手，行了，皇后留下，其余人等都退下吧。儿臣告退。萧凌霜等人行了一礼，便转身离开了。等他们都出去之后，景帝满脸愧疚地看着皇后：是朕连累了你，让你受委屈了。皇后摇了摇头，柔声道：陛下切莫这样说，若非遇到陛下，臣妾在江南时只怕就已经死了。你放心，朕在大限之前定会妥善安置好你的，定不会。嗨嗨，陛下您不要再说了，先好生歇息吧，有什么话等你把病养好了再说。景帝微微颔首，忽然话锋一转：罢了，朕现在也还死不了，你说这东宫之位该给谁好？皇后怔了怔，摇头道：陛下，臣妾乃后宫妇人，且入宫不过3年时间，储君之事关乎家国根基，臣妾岂敢妄议？也是，就不把你掺和进来了。像啊，你真的太像他了。景帝看向皇后的目光满是万千柔情。陛下，您刚醒来，还是先歇歇吧，臣妾晚些时候再过来看您。去吧。皇后扶了一礼，便退下了。过了片刻，景帝忽地喃喃道：凌霜是你的关门弟子，把他牵扯进来，你还真是舍得。她不也是你最宠爱的女儿吗？你都同意，我有什么好舍不得的？一道清冷的女子声音自大殿昏暗的角落处响起。景帝满脸苦涩，一阵咳嗽过后，摇头长叹：朕时日无多，别忘记你答应过朕什么便是了。答应过你的，我自会做到。但愿下次我入宫之时，你还活着吧。走了。话音落下，一道白色身影便从后殿飘然离去。外头一众侍卫竟无一人察觉。这时，一名老太监步伐匆匆地走了进来，躬身道：陛下，九黎部落的大祭司托人送来了丹药。景帝精神一振：快，嗨嗨，给朕服下。是。老太监从瓷瓶里倒出一粒血红色的丹丸，毕恭毕敬地递了过去。景帝接过丹药，塞进嘴里咀嚼了几下，便咽了下去。瞬间，一股冰凉的气息顺着咽喉流淌而下，而后沿着四肢百骸散发而去。仅仅过了片刻，景帝那原本苍白带着死灰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红润，原本乏力的感觉瞬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充沛的精力。他握紧了双拳，感受着那久违的力量，目光陡然间变得凌厉异常，脸上还闪过一抹狠厉与决绝。就是这种感觉，朕的命阎王也取不走。告诉来使，大祭司上次提的要求，朕同意了，朕只要丹药。是。老太监躬身一礼，便出去传旨。方才父皇跟你说什么了？宫门外，苏毅刚出来，萧凌霜便好奇地询问。苏毅轻描淡写地说道：没什么，就问了下他的病情，说了些答谢的客套话而已。萧凌霜明显看出了苏毅没有说实话，但他并没有刨根问底，于是话锋一转：父皇苏醒，全是你的功劳，你为何帮我？苏毅笑了笑，反问道：这不好吗？殿下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又重了几分，而且还得到了皇上的佩剑与先斩后奏之权，这自然是好。但你还没回答本宫的问题。因为我想让殿下欠我人情。萧凌霜轻哼道：哼，今日本宫的却成了你的人情，
你别以为这样本宫就会答应与你双。总之，你想都别想，以后再敢提及，别怪本宫翻脸不认人。”他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苏毅有些无奈，看来想要说服长公主与自己双修，任重道远啊。这时，一名宫女迈着小碎步来到了他跟前。“苏公子，皇后娘娘有请。”“皇后娘娘要见我。”“是的，请苏公子移步凤仪宫。”苏毅皱了皱眉，后宫重地，除了皇帝之外，哪怕是皇子也无法随意进出。自己只是镇南侯侯府的世子，虽说是皇后召见，但若真踏足后宫，只怕会引来诸多不必要的麻烦。想到这，他便委婉说道：“烦请回禀皇后娘娘，后宫重地，若无陛下旨意。”“苏公子，皇后娘娘既然召见你，自然是得到了陛下的准许的，请吧。”“好吧。”苏毅见推不掉，便跟着宫女直奔后宫而去。凤仪宫，朱漆宫门鎏金嵌玉，九凤衔珠的匾额高悬，日光一照，光彩夺目。殿前白玉石阶雕满缠枝牡丹，虽无长公主府那般华丽，但放眼整个后宫，也没有哪座宫殿能出其右了。进入大殿，一袭暗红广袖长裙的皇后正端庄地坐在椅子之上。“见过皇后娘娘。”苏毅拱手行了一礼。皇后微微一笑：“无需多礼，今日你就醒了陛下，本宫还没好好感谢你呢。来人，赐座。”“多谢娘娘。”苏毅落座之后便问道：“皇后娘娘召见在下，应该不仅仅是为了道谢的吧？”“小何，你们先退下。”“是。”几名侍女躬身退了出去。皇后看着苏毅，眉宇间闪过羞涩之意，欲言又止。苏毅见状，便若有所思地问道：“娘娘这几日来月事，腹痛难忍。”见苏毅一语道破，皇后羞涩地点了点头。“众太医对皇上的病症束手无策，你却能将其救醒，可见你医术之精湛，不知可有法子根治本宫之病症？”“回禀娘娘，在下需要先切脉，方能回答您这个问题。”“那就有劳了。”皇后说完，将广袖轻轻掀起，露出半截如嫩藕般白皙娇嫩的手腕，其上一点朱红，却是格外的显眼。这竟然是手工纱啊！苏毅眼眸中惊讶之色一闪而过。入宫当了3年的皇后，居然还是完璧之身，这谁能想到呢？他定了定神，便伸出手指，轻轻搭在了皇后那白皙细腻的手腕之上。在他手指落下的刹那，皇后娇躯不禁一颤，浑身瞬间紧绷了起来。过了片刻，苏毅便说道：“娘娘乃是寒气克于子门，血气不通，故痛。那可否根治？想要根治倒也不难，除却汤药之外，配以特殊手法按摩即可。”“按摩？要按哪里？”皇后不禁有些紧张。苏毅如实说道：“足底乃百穴汇聚之地，按摩足底特定穴位，即可缓解娘娘腹痛之症。”闻言，皇后心里是有些抗拒的，毕竟她的身子从未让任何男子碰过。但想到这几日腹痛难忍，她贝齿轻咬着朱唇，羞涩地说道：“既是如此，那便有劳你了。”得到皇后的同意之后，苏毅便来到她跟前，单膝跪在那奢华的地毯之上。“娘娘得罪了。”苏毅说完，指尖轻搭在皇后的足踝处，他能清晰地感应到皇后浑身轻颤了一下。这皇后竟如此娇羞，还真是有趣。苏毅微微一笑，掌心托住皇后那纤巧的足跟，缓缓摘下那只以金色丝线刺绣着凤凰的软缎弓鞋。皇后那小巧玲珑的脚上套着冰蚕丝织就而成的罗袜，罗袜薄如蝉翼，隐约透出白皙肌肤的柔光。苏毅的指尖勾住袜口，沿着脚踝一寸寸往下退，动作极轻，却仍惹得皇后脚背微绷，脚趾不自觉地蜷了起来。罗袜褪下的那一刻，那如羊脂白玉雕成的玉足呈现在眼前，脚踝纤细，肌肤在烛火下泛着如珍珠般的亮泽，冰肌玉骨，吹弹可破。足弓的弧度极美，指甲染着红色扣单，明艳如血玉。看着眼前这无可挑剔的玉足，苏毅心神不由一荡，随后拇指在那足底涌泉穴上轻轻一按。皇后身子微微一颤，黛眉轻蹙间忍不住嘤咛一声，而后又立刻咬住嘴唇。“疼吗？”苏毅轻声问道。皇后别过头去，凤眼低垂：“不疼。”声音比方才更娇软了几分。苏毅闻言，便沿着三阴交之穴缓缓推揉起来。皇后足尖蓦地绷直，罗裙下的膝盖无意间蹭过苏毅肩头，又慌忙缩回，气氛顿时显得有些尴尬。苏毅若无其事地问道：“娘娘是第一次按脚吧？”“皇后羞涩地应了一声：“嗨，第一次，疼是正常的，我动作尽量轻点儿。”她嘴上说轻一点，但力道并未减轻多少。死！皇后吃痛之下，黛眉蹙起，粉雕玉琢的俏脸浮现出痛苦之色。但她并未让苏毅停下，因为这种酸爽的感觉，竟让她有些欲罢不能。不多时，她的脚背服现出一层细密的薄汗，
在烛光的映照下显得十分娇嫩，恰如那沾了晨露的花瓣。可以了，娘娘现在可有感觉好些？听到苏毅这话，皇后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本绞痛的小腹现在居然一点都不疼了。她美眸异彩连连，难以置信地说道：“当真神奇，被你按了几下，居然一点都不疼了。不疼就好。”苏毅替皇后穿戴好鞋袜，随后写了一个方子：“娘娘，此乃调理月事的方子，熬成汤药之后，早晚服一碗，往后几日应该都不会腹痛了。那以后我还疼的话，能叫你入宫帮忙按脚吗？”皇后话刚说出口，就有些后悔了，总感觉这么说有些不太妥当。苏毅轻笑着点头：“当然可以，能为娘娘分忧，是我的荣幸。所谓一回生二回熟，第三回嘛，反正皇帝活不久了，届时皇后若继续留在宫里，肯定会便宜了萧云峥等一众皇子，倒不如先熟络一番，然后再将其拐跑。”打定主意之后，他便一本正经地说道：“娘娘，调理身子可不能等到腹痛之时，若是娘娘方便的话，过几日我再入宫给娘娘按按，巩固一下。”“那就麻烦你了。”“无需客气，在下就先告辞了。”苏毅拱手一礼，转身就要离去。“等等！”皇后叫住了苏毅，随后将腰带上的玉佩摘了下来。“你帮了本宫大忙，这玉佩就赐予你了。下次出示这玉佩，便能直接进入凤仪宫。至于陛下那边，本宫会跟他说明的。”皇后顿了顿，接着道：“你方才救醒陛下有功，等你下次过来，本宫再一并赏赐。这是怕自己不来了吗？”苏毅眼珠子滴溜溜一转，道：“娘娘，您说过我可以提一个要求的，此话可还作数？”“自然作数，只要本宫力所能及，都可以答应你。”看见苏毅脸上那古怪的表情，皇后心里不禁有些打鼓，这纨绔不会是在打什么歪主意吧？想到这，她飞快地补充道：“不过本宫很累了，有什么要求，你下回过来时再提吧。”苏毅微微一笑：“也好，那就多谢娘娘赏赐了。”他接过玉佩，转身便离开了。呼，这纨绔的手法倒也还不错，只是刚才差点疼死老娘了。算了，看在他还算老实的份上，就不跟他计较了。一回生二回熟，等他下次过来再好好逗他玩玩，否则老娘迟早得闷死在这凤仪宫。苏毅出去之后，皇后便自言自语起来，俏脸之上还闪过狡黠之色，与方才那端庄娇羞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小何，拿坛酒进来，这几日快憋死本宫了。”苏毅刚回到镇南侯府门前，一道稚嫩的声音便从身后传来：“小侯爷请留步。”回头一看，只见一名7、8岁的孩童气喘吁吁地朝他跑来。苏毅打量了他两眼，挑眉问道：“何事？”“小侯爷，有人让我把这封书信交给你。”孩童将书信塞到苏毅手中，扭头就跑开了。苏毅眉头微微一皱，拆开信件，只见其上字迹娟秀，宛若春蚕吐丝，显然出自女子之手。其上写着简短的一句话：“苏毅，南城外紫竹林一叙。”这莫非是原身的哪位老相好？苏毅摸着下巴稍作思忖，随后便回马厩牵了一匹马，骑着马直奔南城而去。约莫半炷香的功夫，他就来到了南城外的紫竹林前。见四下无人，他绑好马匹之后，便沿着青石板路走了进去。紫竹林内有一座凉亭，此时的凉亭内，一名美妇正斜倚着栏杆。只见她一袭绛紫色的纱裙，风姿绰约，媚而不俗。约莫37、8岁的年纪，却仍如盛放的牡丹，眉眼间既有成熟的风韵，又不失少女的灵动，身段也是极好，腰肢看上去纤细而不失丰盈，长裙将她那傲人的上围包裹出玲珑曼妙的曲线，凤眸微挑，唇若涂朱，不笑时也带着几分慵懒的魅意。妩媚动人的脸颊，肌肤如雪，鬓边一缕青丝垂落，更添几分随意与风情。看见这名妇人，苏毅嘴角下意识地抽了抽，不是吧，竟然是她！美妇此时也看见了苏毅，冤家，你可算来了。他展颜轻笑，秋波流转间，风情万种，妩媚动人。凤九霄，红尘酒肆的老板娘，玉京城富商刘在石的夫人。苏毅干咳一声，问道：“刘夫人，不知约在下出来，所为何事？”“好你个薄情郎，以前和我花前月下的时候，就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出名了，就叫人家刘夫人。”凤九霄似嗔似怒，声音似有勾魂摄魄的魔力。苏毅顿时有些尴尬，与对方彻夜缠绵的画面如幻灯片一般在脑海中不停地涌现。在他愣神之际，忽觉手臂处传来一阵娇柔温热的触感，定睛一看，竟是凤九霄不知何时来到了他面前，并抱住了他的手臂。一股奇特的幽香扑面而来，惹得他心神荡漾。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9月初3夜，露似珍珠月4公。冤家，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居然有如此惊人的才华啊！凤九霄美眸当中异彩连连，看向苏毅的眼神满是崇拜与无尽的爱意。嘿嘿，
刘夫人，男女授受不亲，要不你还是先松手吧。苏毅说着，有些心虚的四下看了看。哎呦喂，你不是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的吗？以往3更半夜还翻我刘府的围墙，偷摸爬上老娘的床呢，现在不过是亲近一下，你就怕了？那时候年少不懂事嘛。刘夫人，烦请自重，要是被外人看见就不好了。见苏毅居然满脸窘迫的模样，凤九霄咯咯咯的娇笑了起来，直笑得花枝乱颤，汹涌澎湃孤独。看着眼前那惊心动魄的大场面，饶是苏毅见多识广，仍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唾沫。好家伙，难怪原主不惜翻围墙也要爬上他的床，就这架势，谁忍得住啊？好一个年少不懂事，若不是几天前你还赖在老娘的床上不肯走，老娘说不定就真信了你的鬼话了。凤九霄笑的眼泪花都出来了，娇笑间，那傲人温柔在苏毅手臂上一阵轻颤，惹得苏毅一阵心猿意马。就在苏毅想要将对方搂住，大肆采撷一番之时，凤九霄突然松开了苏毅的手臂。好了，不逗你了，找你来是想让你这位小侯爷帮个忙。先别扯这些，小爷现在火很大，你聊起的得负责扑灭。苏毅说着，一手揽住了他那纤细而不失丰腴腰肢，朝怀里一送。哎呀！凤九霄娇呼一声，旋即咯咯咯的娇笑道：冤家，咱们都知根知底了，你还怕我跑了不成？乖，等你帮姐姐解决掉醉仙阁，姐姐保证把你伺候的死去活来。醉仙阁什么来头？随后凤九霄便讲述了起来。原来几日前，红尘酒肆的对面新开了一家名为醉仙阁的酒楼，里面的饭菜虽然不咋地，但那里头的酒那叫一个烈，比红尘酒肆的酒好太多了。这才过了几日光景，原本客似云来的红尘酒肆就变得门可罗雀了。最重要的是，这醉仙阁的老板是康阳侯府的世子，所以客人被抢光了，凤九霄也不敢过去闹，没办法，就只能把苏毅约出来求他帮忙了。冤家，姐姐夫君死得早，现在姐姐被人欺负了，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哦。凤九霄楚楚可怜地看着苏毅，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不就是醉仙阁吗？我有一种酿酒的法子，酿出来的酒保证比他们家的还要烈，还要纯。不是吧？冤家，你还懂酿酒？凤九霄满脸诧异。苏毅嘿嘿一笑，当然懂，只不过现在嘛，我活老大了，你说咋整？你这死鬼，罢了，下不为例啊。凤九霄娇嗔一句，便缓缓蹲，图半个时辰后，苏毅跟着凤九霄刚回到红尘酒肆门前，对面醉仙阁便传来一道调侃的声音：哟，这不是苏窝囊吗？大白天的又爬刘寡妇的肚皮上快活了呀。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身穿锦袍油头粉面的青年正站在醉仙居2楼窗前，一脸坏笑地看着他。此人正是康阳侯府的世子碧云涛。苏毅与他倒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单纯是相互看对方不爽罢了。此时见他一副没安好心的模样，便淡淡说道：我倒是谁？原来是气球兄啊。听到这话，碧云涛一怔，狐疑地问道：气球兄什么玩意儿？这是我给你起的外号，与你的名字最为贴切了。切，什么气球兄，跟你这苏窝囊的外号没法比啊，毕竟你在镇南侯府窝囊的事儿，整个玉京城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苏一眯起眼看着他，你在挑事？想挨揍了就直说。哟呵，还想揍我？刘寡妇的肚皮真有那么软吗？你居然想替她出头？哈哈，苏毅你还真是不害臊。刘寡妇少说大你15、16岁吧，一惹恶心。她的年纪都快能当你娘了，居然还跟她厮混，看来你是真的恶啊。她岂止恶啊，而且还一点都不挑呢，否则怎么下得去嘴？听见碧云涛等人嘲笑的话，凤九霄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咯咯咯地娇笑了起来。他笑得花枝乱颤，胸前的傲人温柔一阵起伏，简直惊心动魄。碧云涛等人看得眼睛都直了，忍不住狂咽口水。他们刚才虽然嘲笑苏毅，但心里却都十分想成为苏毅。只因凤九霄这娘们，不管是长相艺或是身段，真的太顶了，比起那些20好几的黄花大闺女，竟然不遑多让。最重要的是，凤九霄身上那种成熟女性独有的妩媚，是那些未出阁的少女所不具备的。现在看见凤九霄那风情万种的模样，他们心里别提多痒了，满脸的垂涎之色。凤九霄将他们脸上表情尽收眼底，笑盈盈地问道：老娘肚皮软不软？要试过才知道。你们谁想试试？他说完，还给碧云涛等人抛了个媚眼。咕嘟，碧云涛等人又是一阵狂咽口水。这娘们真特么带劲，难怪苏毅会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就这风情万种的模样，谁见了不迷糊啊？当即就有人忍不住开口：老板娘，我想试试，要不咱们这就切磋一下？让我先，我强的可怕，而且我还可以付银子。去你的，说的本少爷没带银子似的，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碧云涛身边那几名富家子弟居然争执了起来。
老板娘，不如这样，你伺候本世子一番，只要把本世子伺候舒服了，我最仙阁的客人分你30%，如何？碧云涛也忍不住开口了，显然是被凤九霄的风情万种给征服了。凤九霄笑得更加的欢了，俏脸之上妩媚之色更盛，这可把碧云涛等人的魂都险些勾了出来。若非环境不允许，他们只怕要迫不及待地将他扑倒在床上，然后尽情享用了。就在他们浮想联翩之时，凤九霄漫不经心地说道：别痴心妄想了，你们是没这个机会的，因为老娘的肚皮只属于苏毅一个人。闻言，碧云涛等人脸色变得无比难看。臭娘们，你敢消遣本世子！碧云涛恼羞成怒，明明是你们先挑事儿的，而且事儿等自作多情，与我何干？你，哼！碧云涛冷哼一声，接着道：臭娘们，你以为把苏毅拉过来就能让你的酒肆起死回生了？别痴心妄想了，我醉仙阁所酿的酒采用的乃是西域的特殊工艺，堪称一绝，你那破酒肆等着倒闭吧。凤九霄闻言，脸色不由得难看起来。如今红尘酒肆门可罗雀，若酿不出比醉仙阁好的酒，还真的要关门大吉了。这时苏毅笑眯眯地开口道：气球兄，要不咱们打个赌？赌什么？就赌醉仙阁与红尘酒肆的酒谁的最纯最烈。哈哈，这还用得着比吗？我醉仙阁门庭若市，若是赌这个，苏窝囊已经输了啊。现在说胜负还为之尚早，一个时辰之后定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又纯又烈。碧云涛冷冷一笑：好，别说一个时辰，就算一天，本世子也等你。若是比不上我醉仙阁的酒，又当如何？苏毅指了指身后的红尘酒肆，若我酿的酒比不上你醉仙阁，那这间酒肆拱手让给你。听到这话，凤九霄顿时一怔，这是不是玩得太大了？可不等他开口，碧云涛便拍板道：一言为定，谁反悔，谁就是狗娘养的。哎，毕少爷，既然要赌，那就赌大一些，输了的人吃一坨狗屎吧，这样才有看头。对，毕少爷，你这个碧云春堪比御酒，红尘酒肆肯定酿不出比这更好的酒，就跟他玩大一些。碧云涛微微颔首，朝苏毅说道：苏窝囊，你我之间的对赌，输了的人便吃一坨狗屎，敢不敢？好啊，我同意了。那，诸位街坊，这可是苏窝囊亲口答应的啊，烦请大家伙做个见证，免得他事后反悔。一时间，醉仙阁的客人，来来往往的路人，均都驻足围观起来。凤九霄心里慌得不行，扯了扯苏毅的袍袖，忙说道：冤家，你这次玩太大了，我们红尘酒肆的酒根本比不过他醉仙阁，所以你不能跟他。苏毅从容一笑，直视着他那无瑕的俏脸，问道：我能酿出世间最纯最烈的酒，你信我吗？我……凤九霄本想说别闹，你一纨绔怎可能懂得酿酒，但看见苏毅那平静且笃定的目光之后，他心中竟莫名的就生出一股信任感，于是点头道：我信。这就对了。他抬头看着碧云涛道：气球兄，若是我们红尘酒肆酿出的酒比你醉仙阁的好，除了吃狗屎之外，你还要把醉仙阁拱手让给我们，敢不敢？哈哈哈，我有何不敢？为了以防你事后耍赖，咱们立个字据吧。好，如此就不怕你赖账了。想让本少爷赖账，也得你们能赢才行啊。但是很显然，你们赢不了。碧云涛一副吃定苏毅的态势，亲手起草了一份字据，随后在众人的见证下，他与苏毅均在上面签下了字。看着手中的字据，碧云涛回头朝众人说道：为了庆贺拿下红尘酒肆，今日我醉仙阁的酒一律不要钱，大家伙敞开了肚皮喝。毕少爷威武！众人一阵喝彩。苏毅，一个时辰之后，红尘酒肆就是本少爷的了，多谢你了！哈哈哈！笑，等会儿使劲哭吧。苏毅耸耸肩，便拉着凤九霄回了红尘酒肆。冤家，你真的有把握吗？我可是把全副身家都搭上了。凤九霄心里仍旧有些不安。苏毅安抚道：放心，且看本少爷操作。现在我需要木桶和大铁锅，然后弄一根半丈长的竹子过来，竹子里头的竹节要打通。凤九霄虽然不懂苏毅为何要这些东西，但现在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便吩咐店小二去准备。不多时，东西准备妥当，苏毅就在后院捣鼓了起来。冤家，你捣鼓这些东西是要酿酒？不是酿，而是提纯。我要弄一个蒸馏装置，到时候蒸馏提纯后的酒又纯又烈，保证能把对面那醉仙阁干趴下。蒸馏装置。凤九霄听见这陌生的词汇，俏脸上惊疑之色越发浓郁了。只见苏毅搭了个简易灶台，随后架上大铁锅，将酒醪倒入铁锅中，又朝里头加入了些酒水，盖上锅盖之后用湿布密封起来。连接主管的地方则是糊上了黄泥巴，防止漏气。不多时，一个简易的蒸馏装置就被他捣鼓了出来。不是，冤家，你确定你这样真能行？
凤九霄仍旧一脸怀疑。他10岁起就跟随父亲学习酿酒，可以算得上是经验丰富。可苏毅捣鼓的这玩意真能弄出酒来？他表示很怀疑。苏毅嘿嘿一笑道：“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他说完便在简易灶台添了一把柴火，在火势的灼烧下，大铁锅内的酒醪渐渐被煮沸。不多时，一股浓郁的酒香味就在这酒肆后院弥漫开来，透明的液体也开始顺着竹筒缓缓滴落到准备好的木桶里。凤九霄伸出玉指沾了一滴，凑在鼻子前嗅了嗅，随即眼前一亮，惊呼道：“好浓的酒味！”苏毅接了小半碗，道：“尝尝看。”凤九霄看着碗里那透明没有丝毫杂质的酒水，眉宇间仍旧有些怀疑。可当闻到酒水当中散发出的浓郁酒香后，他红唇微扬，浅尝了一口。刹那间，一股炽热如火的液体滑入喉间，还未来得及细品，火辣辣的灼烧感便至冲天灵盖，激得他眼尾蓦地泛起薄红。他惊呆了，因为苏毅捣鼓出来的酒竟然纯净的不带一丝杂味，且咽下之后似有一团烈火在胸腹间炸开，烧得四肢百骸都舒爽无比。可凤九霄深吸一口气，粉拳猛地攥紧，待腹中那股灼热化作暖流涌向全身之后，喉间竟又泛起清冽的回甘，令他回味无穷。苏毅将他那震惊的表情尽收眼底，轻笑着问道：“如何？”凤九霄眸光潋滟，激动不已：“好酒，我酿了20多年的酒，这是我喝过最纯最烈的酒了。冤家，这酒叫什么名字？”“就叫九霄烈好了。”见苏毅居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凤九霄脸庞不由浮现2抹羞红。他凑在苏毅耳边吐气如兰道：“等赢了碧云涛那纨绔之后，奴家便兑现承诺，定把你伺候的死去活来。”苏毅心神一荡，忍不住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呀，冤家，你讨厌！”被苏毅突然袭击，凤九霄竟然脸红了，那似嗔似怒的模样妩媚动人。“哈哈，走吧，砸场子去。”苏毅将木桶里的蒸馏酒装进酒壶，带着凤九霄来到了对面的醉仙阁。他俩刚进来，碧云涛便戏谑道：“哟，时间还没到呢，就等不及要输了？逞口舌之力没用，这是我们刚酿出来的酒，把你醉仙阁最好的酒拿出来比比吧。”“好，今日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碧云涛大手一挥，店小二很快就把一个小酒坛端了出来。苏毅开口道：“为了公平起见，咱们现场挑几个人，先后品尝咱们2家的酒。”“成啊，你来挑吧，免得你输了又找借口说我找的都是我的人。既然是为了公平起见，那你我各挑5人好了。”“没问题。”碧云涛爽快答应，在人群当中随意挑选了几人。在他看来，这种稳赢的事情就没必要耍小手段了。片刻后，10名评委就坐了下来，他们面前均都放着2个酒杯。在碧云涛的示意下，店小二很快就给他们都倒了一杯酒。“诸位，此乃我醉仙阁生明远阳的碧云春，请品鉴。”碧云涛话音刚落，他们便端起酒杯细细品尝了起来。只见他们有的眯着眼，满脸陶醉之色，有的则是瞪大着眼，一脸的难以置信，随后纷纷竖起了大拇指。这碧云春入口如琼浆泻玉，过喉似甘露沁心，余味绕舌，堪称仙酿啊！出尝如春风拂面，再品似秋月入怀，绝了！入口甘醇，回味无穷。老夫饮酒40载，这碧云春是老夫饮过最好的酒了。10名评委皆都给出了至高的评价。见状，碧云涛得意洋洋道：“苏毅，认输吧，你们匆忙酿出来的酒不可能赢的。”苏毅眉梢一挑道：“气球兄，要不然这样，你现在认输，如此的话只需把醉仙阁输给我就行，狗屎就不必吃了。”“呸！大言不惭，你今日若能赢我，我不仅吃狗屎，而且还吃双份。好吧，既然气球兄好这口，那我就不劝你了。”苏毅说完，看了凤九霄一眼，后者便连步轻移的来到那10名评委跟前，娴熟的把酒倒了出来。“咦，这是酒？”看着杯子当中如白水般清澈透明的液体，众人眉头不禁皱起。毕竟在古代，酿酒工艺过滤不好，酒水都是黄澄澄的，还带着不少杂质，如此透明如水的酒，他们还的确从未见过。噗，哈哈哈！苏毅，你居然用水来跟我比，莫非疯了不成？看着杯子里透明的水，碧云涛当即捧腹大笑。毕少爷，这似乎有些不对劲，里头有酒香味。不错，而且这味道还很浓。那些个评委起初也是暗暗摇头，可嗅到杯子里散发出来的浓郁酒香之后，就都神色各异起来。其中一人端起酒杯，浅尝了一口，瞬间他就瞪圆了双眼，如遭雷击般呆滞在那一动不动。看见他这副模样，一旁的男子狐疑地问道：“田丰兄，你那是什么表情？这酒当真那么难喝吗？”说话间，他也轻轻抿了一小口，随后他也如石化了一样，瞪大着眼，
直接就愣住了。其余几人见状，狐疑的对视了一眼，就也纷纷尝了一口。在众人目光注视下，他们竟然全都呆滞住了。见状，碧云涛笑得更加欢了，哈哈，看吧，他们全都傻眼了，这酒得有多难喝啊！苏毅，你们输了哦，醉仙阁是我的了。哦，对了，别忘了吃狗屎哦。他说完，便朝身后的伙计吩咐道：“去吧，把对面红尘酒肆的招牌拆了，换上咱们醉仙阁的招牌。”是。几名伙计正要出门，苏毅却一摆手：“急什么？他们这些尝酒的还没说话呢，这还要说吗？他们的表情不是已经说明一切？咦，田丰老酒鬼，你这是干嘛？”碧云涛话还没说完，就发现那名叫田丰的老者一口就将杯子里剩余的酒喝了个精光，随后咂咂嘴，意犹未尽地嘲讽酒枭说道：“老板娘，烦请再给老夫一杯。”“我也要，我也要。”“满上，快快满上。”其余几人也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将酒水喝完之后，纷纷端起酒杯，示意凤九霄倒酒。凤九霄笑盈盈地说道：“诸位莫急，今儿的酒呀，管够。”很快，他就又给田丰等人倒了满满一杯的酒。田丰率先一口就给闷了，随后摇头捋着胡子，神情如痴如醉。碧云涛见状，忙问道：“老酒鬼，你那是什么表情？苏毅这酒有多难喝？你倒是说啊！”“难喝？呸！这简直是琼浆玉露。”田丰正眼看着他，毫不留情面地说道：“与之比起来，你们醉仙阁的酒，那才叫难喝了。”“你说什么？”碧云涛一怔，有些傻眼。在他惊愕之际，一人拍案而起，豪迈地说道：“好烈的酒，从喉咙一路烧到丹田，痛快，着实痛快。”另一名江湖人士打扮的中年人抹去胡须的酒字，感慨道：“老子行走江湖30载，头回喝到这般够劲的，这哪是酒，分明是烧刀子，痛快啊！”言罢，他话锋陡然一转：“老板娘，这酒给我打3斤，哦不，10斤，我要10斤。”“我也要，给我也来10斤。”“老板娘，这酒你那还有多少？我全要了。”其余人争先恐后的开口。凤九消了的合不拢嘴，摆手道：“诸位，先不急着买酒，你们倒是说说，我们这酒与醉仙阁的碧云春比起来，孰胜孰负？这还用问？当然是你们这。对了，你们这酒叫什么名字来着？”“九霄烈。”“好一个九霄烈！诸位，这九霄烈是我喝过最烈、最纯、最带劲的酒了。不错，醉仙阁的碧云春跟他比起来，屁都不是。”田丰等10名评委均都被这九霄烈给彻底征服了，赞不绝口。见状，碧云涛急了，驳斥道：“放你们的狗屁！他们红尘酒肆的酒，怎可能比得过我们醉仙阁的碧云春？这碧云春乃是用西域的酿酒工艺酿制的，甘醇可口，回味无穷。你们居然睁眼说瞎话！毕少爷，我们实话实说而已。”“是啊，你若不信，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好，本少爷就尝尝，看这什么九霄烈是否真有尔等说的这般好喝。”碧云涛拿起凤九霄缸倒出来的酒，一口就喝了下去。由于喝得太急，喉咙仿佛有烈火灼烧似的，呛得他咳嗽连连，眼泪花都出来了。“毕少爷，这酒竟如此难喝吗？”“好啊，这么难喝的酒，你们居然一个劲的说好喝，当我们都是傻子吗？尔等老实交代，苏毅到底给了你们多少银子？你们竟昧着良心说话！”碧云涛身旁的几名富家子弟纷纷呵斥起来。苏毅嗤笑道：“你们眼瞎了吗？这10名评委有5名是碧云涛自己挑的，而且大家伙都在看着呢，我几时收买过他们？”田丰冷哼道：“小侯爷，无需跟他们浪费口舌，事实胜于雄辩，让在座的都尝尝不就完事儿了？”凤九霄闻言，又倒了10杯酒出来，朝人群问道：“有谁想品尝的？我也尝尝。”人群中走出来10人，他们尝了一口之后，全都一脸的震惊。好家伙，这是酒，这怕不是琼浆玉露吧？好烈，好猛，喉咙似被火烧似的，但很爽，果然比醉仙阁的碧云春好多了，厉害啊！听着众人的赞叹声，那几名富家子弟不由得狐疑起来。那什么九霄烈，真有那么好喝？持着怀疑的态度，他们也尝了一口，随后就都呆滞在原地，话都说不出来了。碧云涛此时已经缓过了劲来，脸色铁青，虽然不想承认，但九霄烈的确比碧云春强多了，甚至比皇宫里的御酒还要纯，还要烈。气球兄，愿赌服输，醉仙阁的地气拿来吧！苏毅笑盈盈地朝他伸出了手。碧云涛僵着脸，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苏兄，咱们开个玩笑而已，不必当真啊。玩笑？苏毅竖起眉毛，冷笑道：“白纸黑字呢，谁跟你开玩笑？咋的？想耍赖？我这，嗨，实不相瞒，这醉仙阁是我爹。”
不等他说完，苏毅便打断道：“今日就算你爹来了，这醉仙阁也是我的，少废话，地契立即交出来，否则屎都给你打出来。”见苏毅居然不给自己面子，碧云涛咬着牙说道：“苏毅，得饶人处且饶人，别太过分了。哟呵，还敢威胁我？讨打！”苏毅一拳就抡了过去，砰！碧云涛惨叫一声，捂着眼蹲了下去。苏毅一脚将他踹倒在地，就要继续动手。碧云涛吓得脸都白了，忙说道：“别动手，我给你地契，我这就给你。”说完，忙把地契交了出来。苏毅毫不客气的接过，早给不就完事了。哦，对了，狗屎你还没吃呢，2坨哦。听到这话，碧云涛悔的肠子都青了。好好的，赌什么吃狗屎啊？更让他后悔不迭的是，刚才苏毅说过，只要他认输就不用吃狗屎。结果他却想也不想的拒绝了。现在看来，着实是自讨屎吃了。就在这时，有好事者笑着说道：“小侯爷，外头正好有坨狗屎，我家旺财刚拉的，还热乎。气球兄，你是自己吃呢，还是要我喂你？”苏毅戏谑地看着碧云涛，后者苦着脸道：“苏兄，我地契都给你了，狗屎就不吃了吧？”“行啊，一坨狗屎5万两，你给10万两银子就不用吃了。”“10万两？你怎么不去抢？”苏毅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明显好过去抢好吗？你就说给钱还是吃狗屎吧。”碧云涛知道今日若不给钱是没办法安然离开了，早知如此，出门时就把护院带上了。他咬了咬牙道：“好，10万两我给你，但我身上只带了1万两银票。”“那就打欠条。”无奈之下，他只好给苏毅打了9万两银子的欠条。苏毅看着手中的银票和欠条，满意点头：“多谢气球兄，你可以滚了。”碧云涛狼狈地走了出去。到了门外，他目光怨毒地瞪着苏毅，咬牙切齿地说道：“苏毅，你等着，这事儿没完。”撂下狠话，他便带着人狼狈地离开了。冤家，要不把地契还给他得了，反正咱们酿出了这么好的酒，以后不愁没生意，没必要跟他闹掰。凤九霄有些担忧：“别慌，以后我保护你，有我在，就不怕他来闹事。我镇南侯府也不是好惹的。”听到这话，凤九霄心中一暖，有人保护的感觉真好。他朝众人说道：“诸位，今日酒水费用全免，请大家伙移步到对面酒肆。老板娘大气。”众人争先恐后的冲到了红尘酒肆，吩咐店小二招待好客人之后，凤九霄便凑到苏毅耳畔，吐气如兰道：“小侯爷，今日真是多亏了你，现在奴家就兑现承诺。”他说完，拉着苏毅的手直奔楼上厢房而去。“不是吧，你还能这样？”红尘酒肆3楼厢房内，凤九霄将苏毅推向墙壁，旋即单脚撑地，另一条腿高高抬起，搭在了苏毅的肩膀之上。如此高难度的动作，凤九霄居然轻而易举的就完成了，着实让苏毅倍感意外。只见凤九霄妩媚一笑，凑在他耳边轻声呢喃：“奴家以前乃是舞姬，比这更难的动作都不在话下呢，想让奴家如何摆弄，冤家你只管吩咐哟。”他说完，还朝苏毅耳畔呼了口热气：“嘿嘿，既然如此，那小爷我便不客气了。”苏毅心花怒放，一把搂住凤九霄那娇柔的腰肢，径直朝那惊心动魄的傲人处亲了上去。凤九霄轻吟一声，热情地回了起来。不多时，2团衣物散落在地，厢房内随之响起天籁一般的美妙乐章，时缓时急。康阳侯府，碧云涛刚回来，管家见他气冲冲的，便小心翼翼地问道：“世子爷，哪个不长眼的惹您生气了？除了镇南侯府那个窝囊废之外，还能有谁？”镇南侯府，世子爷说的可是那个苏毅，就是他。今日本世子被那个王八蛋坑死了，刚开的醉仙阁被他抢了去，还敢打我！碧云涛越说越气，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怒不可遏地喝道：“你立即召集人手，本世子今日就要弄死他！”了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管家眼珠子滴溜溜一转，脸上闪过一抹阴险之色。世子爷，苏毅那个王八蛋欺人太甚，这个仇肯定是要报的，但却不必急在一时。什么意思？管家眯起双眼道：“后天便是镇南侯庶子娶亲的日子，倘若那日新娘子被劫到某个人迹罕至的破庙，而苏毅又正好出现在那。”听到这话，碧云涛激动地一拍大腿：“老徐，你这招太绝了！弟弟大婚之日绑架弟妹欲行不轨，嗨，苏毅他完蛋了。对，到时候他非但身败名裂，镇南侯与户部侍郎定然饶不了他。他即便不死，在玉京城也肯定待不下去。到时候世子爷若还觉得不够解气，再派人半道上将他杀了便是。就这么办，到时候我再派人把他引到城外破庙，你安排人手，切记一定不能失手，更不能暴露身份。”管家胸有成竹道：“世子爷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另一边，赵青兰的身影出现在了红尘酒肆门外。此时的她一袭淡绿襦裙，脸上虽然戴了面纱，但那玲珑有致的身段仍旧引得无数路人侧目。在来此之前，她去了趟镇南侯府，却发现苏毅不在府中。几经打探，才得知苏毅在红尘酒肆，于是便赶了过来。他进入酒肆，朝店小二问道：“苏毅人呢？”店小二被赵青兰那傲人的身姿迷得神魂颠倒，下意识地回答道：“小侯爷与我们掌柜的好像在3楼。”闻言，赵青兰便莲步轻移地朝楼上走去。刚到3楼，他便听见了隔壁厢房传来的动静。听见那令人浮想联翩的声音，他俏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一片，心跳也不由自主地快速跳动起来。他本想转身下楼，但心里却是无比的好奇。随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来到了厢房门外，凑在门缝前偷瞄着里头的情况。只见厢房内，凤九霄一副要哭的模样。“冤家，你就饶了奴家吧，奴家撑不住了。”苏毅紧搂着他的腰肢，嘿嘿笑道：“别闹，这才哪到哪啊！不，奴家真的撑不住了。”凤九霄香汗淋漓，回过头，满脸乞求地看着苏毅。刚开始时，他欢喜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渐渐觉得不对劲，苏毅的战力比以前强太多了，仅凭他一己之力，真的招架不住。就在他心中暗暗叫苦之时，厢房的门毫无征兆的就开了。在他们惊讶的目光注视下，一道身影跌跌撞撞的闯了进来。“啊，谁让你进来的？”凤九霄尖叫一声，急忙挣脱苏毅的束缚，匆忙捡起衣裙，将身上的傲人风光遮掩起来。苏毅也是愣了一下，没想到居然有人闯进来，坏了自己的好事儿。可当看见那人居然是赵青兰之后，他乐了。“对不起，苏毅，我真不是故意的。”赵青兰神色慌张的说完，却愣在原地，没有转身出去。见他竟然与苏毅认识，凤九霄笑盈盈道：“没关系的妹子，我还要下去招呼客人，你俩慢慢聊哈。”他说完便整理好了衣裙，飞也似的开溜了，同时还把门给关了起来。“赵青兰，咱都知根知底了，你过来找我怎戴着面纱？”苏毅挑了挑眉，似笑非笑的看着他：“我找你有急事，你先把衣裳穿好再说，袒胸露背的成何体统？”赵青兰面红耳赤的转过了身去，一颗心扑通扑通的乱跳个不停。苏毅轻笑道：“袒胸露背又如何？你又不是没看过，何况现在又无外人在，就别端着了。”赵青兰气鼓鼓的转身瞪着他，娇斥道：“呸！登徒子，大混蛋！”他嘴上骂得凶，但俏脸之上神色却是有些复杂。苏毅嘿嘿一笑，上前几步将其搂入了怀中。“别碰我！”赵青兰象征性的挣扎了几下，随后便不再抗拒。片刻后，宛若天籁的美妙乐章缓缓响起。约莫过了1炷香的功夫，苏毅挑眉问道：“你刚才说找我有什么急事来着？”赵青兰贝齿咬了咬红唇：“我要你回去说服你父亲，取消我与苏燕的婚事。与苏燕成婚的是你，你不想嫁，凭什么要我去说？要不是你把我……总之，不管怎样，你都要说服你父亲。”说完了，苏毅瞥了他一眼，淡淡说道：“说完你就回吧，别以为陪了我几次，我就会原谅你。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敢伙同苏燕跟我玩仙人跳，你这个把柄，我吃一辈子。”你……赵青兰只感觉自己被狠狠羞辱了，不由得流下2行清泪，抽泣道：“苏毅，我恨你，你等着，我一定会杀了你的。”“哟呵，还敢说狠话？看来刚才是我太温柔了。既然如此，那就再让你尝尝记性。”苏毅说完，又一把将其拽了过来。“你说什么？”青兰找苏毅去了。赵府大堂，妇人听了奴婢的汇报之后，满脸惊愕之色，追问道：“他找苏毅做什么？”回禀夫人，奴婢不太清楚，本来奴婢是想偷偷跟着上去的，结果刚到红尘酒肆的2楼就被老板娘给赶下来了。听到这话，妇人心头隐隐有些不安，一股不祥的预感忽地涌上心头。这时那名奴婢安慰道：“夫人，小姐她聪慧过人，即便只身一人前去找那纨绔，想必也不会吃亏的。”妇人却依旧眉头紧锁，自家女儿是聪明，但苏毅臭名昭著，天晓得他能做出什么事儿来。不过青兰马上就要与苏燕成亲了，这个节骨眼上，谅他苏毅也不敢有何逾越之举。想到这，妇人那悬着的心也随之放了下来。青兰去找苏毅的事情就无需告诉老爷了，免得横生枝节。是。接下来的2日，苏毅几乎都待在红尘酒肆，在他手把手教之下，凤九霄很快就学会了蒸馏酒的制作方法。这期间，红尘酒肆客似云来，座无虚席，而酒消烈的名头也随之响彻整个玉京城。不少豪门权贵，甚至是皇亲贵胄，均都慕名而来。品尝到酒消烈这等绝世美酒之后，一个个都是赞不绝口。红尘酒肆摇身一变，成为了玉京城生意最火爆的酒楼。这日天刚蒙蒙亮，
苏毅便轻轻地松开怀中的凤九霄，起身穿衣。冤家，天还没亮透呢，你起这么早做甚？凤九霄睡眼朦胧地嘟囔道。苏毅淡淡一笑，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有好戏看，我得回去好生准备一番。哦，差点忘了，今天是你弟成婚的大喜日子。凤九霄说着，坐直了身子，伸了伸懒腰，身上那红色亵衣也遮掩不住那玲珑曼妙的傲人身姿。也得亏苏毅昨晚已经吃饱了，否则这会儿怕是又要蠢蠢欲动。要我派人搬几坛子酒宵烈过去侯府吗？凤九霄妩媚动人的眼眸直勾勾地看着苏毅，后者摇了摇头，不必，这酒咱们都不够卖呢。也是，差点忘了，苏燕跟你不对付。说到这，凤九霄表情忽然变得古怪起来。今日他成亲，你这家伙却大清早的就要跑回侯府去，该不会肚子里头憋着坏吧？苏毅嘿嘿一笑道：怎么会呢？苏燕虽然想抢我这侯府世子的位置，但总归血浓于水嘛。我回去只是想着看戏而已，真没要捣乱。你这话别人兴许会信，但奴家跟你知根知底，你心里那点小九九呀，是瞒不过奴家的。太聪明的女人可不招人喜欢哦。嘻嘻，那我以后就在你面前表现得笨一些，可好？凤九霄眉眼弯弯地笑着，那风情万种的模样足可勾魂摄魄。苏毅不置可否，叮嘱道：蒸馏酒的工艺可别泄露出去了，今晚我就不过来了，你无需等我。说完，他便开门离开了。凤九霄嘴角泛起一抹笑意，招惹上这煞星，苏燕啊苏燕，你就等着哭吧。随后他来到了窗前，眺望着远处朦胧的天边，喃喃道：夫君，你放心，红尘酒肆我一定替你守着，这里面的秘密也绝不会有人知道。只是我心虽然属于你，但是我的人已经是苏毅的了，待你重生归来之日，可莫要怪我呀。说到最后，他脸上竟然浮现出诡异的笑容来。镇南侯府，府中仆人正忙着张灯结彩，好生热闹。祠堂内，苏燕在下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王八蛋，害我在祠堂跪了3天3夜，此仇不报非君子。苏毅，你给我等着！他咬牙切齿的面目都有些狰狞。少爷，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再过个把时辰就要去赵府迎亲了，还是先泡泡脚，好生歇歇吧。是啊，少爷，君子报仇10年不晚，也不急在这一时半会。苏燕微微颔首，随后就回到后堂，坐在椅子上泡起了脚。一名婢女还很贴心的替她按摩着双腿。苏燕闭着眼，默默享受着。过了片刻，她忽地问道：奇怪，这2日怎么见青兰过来了？婢女轻笑道：少爷，少夫人今日便要嫁过来了，这之前总得好好准备不是？这倒也是，哎，也不知为何，我这2日总有些心神不宁，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似的。呸呸呸，少爷，今日可是您大喜的日子，可不兴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好吧，翠儿，你也别替本少爷按脚了，这2日可憋死我了，趁还没到迎亲的时辰，咱们抓紧。苏燕一把将翠儿抱到了大腿上，就欲上下其手。少爷，不要在这，万一被侯爷和夫人瞧见就麻烦了。翠儿浑身轻颤，怯生生提醒。也是，那咱们到房里去。苏燕抱着翠儿站起身，欲要朝卧房走去，却不料一不留神，恰好踩在了一旁那滩水迹之上，脚下瞬间一滑，砰！苏燕抱着翠儿直挺挺地摔在了地上，还不凑巧地砸在了泡脚的木盆之上，哗啦，木盆应声而碎，里面的洗脚水瞬间将苏燕浑身打湿。哎呦！苏燕浑身散架了似的，捂着后脑勺惨叫不已。少爷，您没事吧？翠儿也是吓坏了，急忙爬了起来。她刚正好摔在了苏燕怀里，倒也没有受伤。都怪苏毅这个王八蛋。苏燕一阵捶胸顿足，将自己遇到的这些倒霉事尽数算在了苏毅头上。这时张春梅走了进来，当看见浑身湿透坐在木盆碎屑当中的苏燕之后，她瞪大着眼睛呼道：燕儿，你怎如此狼狈？娘，都是苏毅那个王八蛋害的，若不是他害我在祠堂跪了3天3夜，我就不会腿麻，就不会滑倒。娘，我要弄死他，我一定要弄死他。苏燕双拳紧握，面容扭曲狰狞。娘也恨苏毅，若不是他，娘也不会被你爹禁足在府里。说到这，张春梅脸上闪过一抹狠厉，道：燕儿，为娘想到一个绝好的法子，只要你点头同意，苏毅今天必死无疑。苏燕精神一振，忙追问道：娘，你快说是什么法子？张春梅瞥了翠儿一眼，后者识趣的服了一礼，奴婢告退。等他出去，张春梅才凑在苏燕耳畔低声说了起来。听完他的话后，苏燕皱起了眉头，有些迟疑地说道：娘，这样不好吧？张春梅眯着眼，一脸阴狠之色，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此计一旦成功，就能彻底将苏毅除掉，到时候侯府世子的位置就是你的了。闻言，苏燕脸色阴晴不定起来。片刻后，
他眼神变得阴狠，决绝地点了点头。好，那就按娘说的办。叶儿放心，此计必成，苏毅必死。娘亲自安排，那自当是万无一失的。对了，我爹他人呢？苏燕忽然问道。他已经2日没见着苏烈了。张春梅撇了撇嘴，埋怨道：他2日前就奉旨入宫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不是吧？这2日他都待在宫里。陛下咳血昏迷，醒来后就召他入宫了，2日都没回来，也不知在商议什么家国大事。苏燕若有所思地说道：陛下病了许久，此番刚醒来就让我爹入宫，而且一待就是2日，该不会是为了扶持新君一事吧？张春梅脸色骤然一变，轻喝道：住口！此等大事岂是你我能够妄议的，以后可千万不能提及，当心祸从口出。苏燕满脸后怕，连连点头。就在这时，门外婢女躬声道：夫人，侯爷回来了。闻言，张春梅便叮嘱道：快去换身干净的衣服。说完，她便转身出去了。刚到大堂，就看见苏烈大步走了进来。只见他眉头微皱，目光阴沉，满腹心事全写在了脸上。张春梅关切地问道：侯爷，你脸色怎如此难看？发生什么事了？苏烈一脸疲倦地摇了摇头：没事，那个苏毅人呢？我哪知道，已经2、3天不见他人了，怕不是又去外头哪家青楼厮混了呗？马上派人去把他找回来。我这就派人去寻他。他回来了，让他立即过来书房见我。苏烈说完便头也不回的直奔书房而去。张春梅见状，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以往苏烈只要听见苏毅去青楼鬼混，都会气得怒发冲冠，亲自跑青楼去将苏毅狠狠修理一顿。可是现在他居然没有生气，奇怪，侯爷今日为何如此反常？张春梅喃喃自语，百思不得其解之下，正想派人出去寻找苏毅。然而这时，一名风神俊朗的青年从从容容地从门口走了进来。不是苏毅，又是何人？看见他，张春梅心里顿时来气，本想不予理会，但想到方才苏烈的话，他便冷冰冰地说道：苏毅，你还知道回来啊？侯爷让我告诉你，回来之后立即去书房找他。苏毅却是充耳不闻，就仿佛没看见他似的，完全没有要停下的意思。见状，张春梅眉头一拧，呵斥道：苏毅，你耳朵聋了吗？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苏毅回头睨了他一眼，冷哼道：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我大呼小叫？苏毅，我好歹是镇南侯府的主母，你……不等他说完，苏毅便冷笑着打断道：放心，用不了多久你就不是了。苏毅说完，头也不回地朝卧房走去。张春梅气得够呛，咬着牙目光怨毒地低声道：废物，就姑且让你再张狂半日，反正你很快就是个死人了。苏毅脚步一顿，嘴角向上勾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看见他突然停下，张春梅不免有些心虚，顿时紧张了起来。直到看见苏毅的身影消失在视线尽头，他那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苏毅回房后，盘腿坐在了床榻之上，双手摆出了一个奇特的修炼姿势。随着心法口诀运转，他丹田内的气息也随之充盈起来。前天夜里，他在红尘酒肆与凤九霄缠绵之时，突发奇想地运转了独门秘术，没想到居然奏效。于是短短2日的时间，他便成功开辟出了气海，正式步入9品之列，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武者。只不过此等采阴补阳之术，他没有在凤九霄身上过度使用，否则就会伤到凤九霄的根本，导致他命不长久。就在他打算巩固一下之时，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苏毅眉头一皱，轻喝道：谁？我。听见苏烈的声音，苏毅眉头皱得更紧。记忆中，苏烈只要有事找他，均都是直接踹门进来，从未像今日这般客气。想到这，苏毅声音平淡地问道：何事？我好歹是你爹，即便你恨我，也不能让我处在门外说话吧？门没锁。吱呀！苏烈推门走了进来。当看见苏毅正摆出练功的架势之后，他脸上闪过一抹诧异，这逆子居然在练功。在他惊疑之际，苏毅一脸讥讽地说道：侯爷以前进来揍我的时候，可从未敲过门，今日怎如此客气了？你……苏烈本想发作，但想到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他便把怒火压了下去。算了，以前爹打你是爹的不对，但你也有错，若非你整日在外欺男霸女。苏毅眉梢一挑：你进来就是为了说这些的？苏烈闻言，眯起眼紧盯着苏毅，却发现苏毅身上似有一团迷雾，让他观之不透。过了片刻，他便轻叹一声：罢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你我父子2人怕是要并肩作战了，所以你就别如此敌视我了。我是你爹，这节骨眼上，咱爷俩应该同仇敌忾才是。并肩作战，同仇敌忾。
侯爷何出此言？陛下没跟你说？苏烈疑惑地看着苏毅，后者皱了皱眉，微微摇头。见状，苏烈便问道：你把陛下救醒之后，他不是让暗中给你下了一道旨意吗？不错，但这与你并肩作战有何联系？你既然知道陛下时日无多，难道不知陛下一旦驾鹤西去，玉京城必乱？苏毅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道：皇子夺嫡乱是乱，但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不，比起九子夺嫡，即将回京的那位才是最大的麻烦。苏烈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苏毅若有所思，问道：你指的是那位镇国武王爷？当时在养心殿，景帝与他单独谈话时，倒是提起过这个名字。苏烈缓缓点头，正是他。武王爷非但是一名3品境的绝顶高手，同时还大权在握，当朝几名大将军皆是他的人。可以说，我大夏的核心军事力量，过半都掌握在他手里。陛下敕封他镇国之封后，也是被迫无奈。而随着地位的提升，他的野心也逐渐显露。此番他以给皇上探病为由，擅自从封地返回玉京城，用意已经很明显了。他一旦上位，必定会第一时间铲除异己，我镇南侯府势必首当其冲。说到这，苏烈的脸色变得无比的凝重。苏毅闻言，双眼不由得眯了起来。看来这位镇国武王爷来者不善啊。目光微闪几下，他便不动声色地问道：那你想怎么做？自然是得想方设法阻止武王爷。你方才说了，朝廷过半的军事力量都在他手，且他还是一名3品境的武者，你怎么阻止得了他？苏烈无奈摇头：我现在也没想出什么好的法子，所以这不找你商量来了吗？侯爷太看得起我，我只是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可没办法阻止威名赫赫的镇国武王爷。行了，这就只有咱爷俩，就别装了。你若真是一无是处，在众太医束手无策之时，你又岂能把陛下救醒？说到这，苏烈满脸惊奇地看着他。话说回来，你小子什么时候学的医术？而且还如此精湛，藏得可真够深的啊！运气好而已。苏毅并不想在这话题上纠缠，话锋忽然一转：陛下给了你什么底牌？苏烈略微一愣，问道：何出此言？以镇南侯府如今的实力，根本不足以与镇国武王爷相抗衡。陛下既然对倪伟以重任，又岂会不给你足够的底牌？不错，陛下的确给了我一些底牌，但陛下如今垂垂老矣，只怕朝中某些大臣不会听从召唤。对于某些大臣来说，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这就够了。苏毅也深知这一点，手指轻轻抹撒着，脑海中思绪转得飞快。见他在思考，苏烈并未出声打扰，只不过心里则是在暗暗惊讶，苏毅这几天怎么突然变了个人似的，让他捉摸不透。这时苏毅摇了摇头，淡淡说道：我没什么办法，侯爷就别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还是入宫找陛下商议去吧。闻言，苏烈轻叹一声：罢了，今日你弟大婚，还是等过了今日再说吧。他说完便转身出去了。苏毅嘴角勾勒出一抹笑意，喃喃道：对付镇国武王爷，驱虎吞狼道也不是不行，算算日子，长公主那些药语应该失效了，他也该找上门来了吧。他耸耸肩，便继续运功巩固修为。长公主府，殿下，你脸色怎如此难看？昨夜没睡好吗？看见萧凌霜一脸倦意，小环关切地问道。萧凌霜轻叹一声：昨夜四肢冷得厉害，下半夜几乎没怎么睡。什么？小环一惊，皱着眉说道：殿下昨夜分明泡了药浴，怎还会四肢发寒呢？我也不清楚，看来得去找那纨绔问问才行了。说到这，萧凌霜忽地想起了什么，问道：今日是不是镇南侯府二公子娶亲？好像是吧，娶的是户部侍郎赵大人的千金。去备些礼，午后随本宫过去一趟。小环点了点头：是，奴婢这就去准备。当天下午，赵府户部侍郎赵直瑞在大堂前来回踱着步，脸上满是急躁之色。亲鸾好了没啊？等会儿镇南侯府的二少爷就要过来迎亲了。一名婢女躬声道：老爷，小姐已经在梳妆打扮了，很快就好。去催催，快到时辰了。是。此时闺房内，赵青兰一袭大红婚裙逶迤拖地，衬得她身姿袅娜，亭亭玉立。那白皙无瑕的俏脸之上铺了层淡妆，更显吹弹可破。只是她眉宇间满是忧愁，与身上这喜庆的妆容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丫头，今日大喜的日子，可不幸苦这个脸，否则让外人瞧见会被说闲话的。其母李秀珍语重心长地说道：娘，我真的不想嫁，你能不能让我爹过去跟镇南侯说清楚啊？赵青兰说完，贝齿紧咬着红唇，一副要哭的模样。这好端端的，怎能说不嫁就不嫁？这2日把你爹都气成什么样了？乖，镇南侯府威名赫赫，定不会欺负你的。可是，
好了，别可是了，吉时快到了，盖上红盖头，在房里静等着苏燕过来迎亲吧。娘去跟你爹说说。李秀珍说完便转身出去了。赵青兰心乱如麻，想到今夜洞房花烛后若无落红，苏燕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届时非但她颜面无存，就连赵府也得名声扫地。想到这，她心一横，似乎下了什么决心。只见她不动声色地朝一旁的婢女说道：玉儿，我口渴了，去给我倒杯水来。玉儿盈盈一礼，是。带她出去之后，赵青兰推开窗户翻了出去。她打算从后门离开，先到外头躲上1-2日，到时候回来再想法子把婚事给推掉。结果刚到后院，几名蒙着脸的黑衣人突然从墙外翻了进来。赵青兰先是一怔，旋即吓得尖叫了一声。一名黑衣人手疾眼快，一把向前捂住了他的嘴，同时一记手刀将其敲晕。什么人？快放开我家小姐！几名护院闻讯赶来，恰好看见了这一幕。我拦着他们，你们快点！为首的黑衣人轻喝一声，拳头一挥，就朝那几名护院攻了过去。另外一名黑衣人则掏出了麻袋，麻利地将赵青兰套了进去。老大，妥了！那黑衣人闻言飞踢几脚，将那几名护院踹翻在地，随后大手一挥，喝道：撤！他们便扛着赵青兰跃上围墙，扬长而去。快去通知老爷！有几人翻墙追了出去，另外一人则是火急火燎地跑到了大堂。老爷，夫人，不好了，小姐她被人掳走了。你说什么？赵执瑞夫妇满脸错愕。回过神后，赵执瑞沉声问道：是谁干的？小的也不清楚啊，刚才几名黑衣人闯了进来，把小姐敲晕之后就从后院翻墙逃走了。那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去追！赵执瑞气得胡子都直了，将府中护院尽数派了出去。随后朝李秀珍道：我去大理寺一趟，你留下来与苏燕说明情况。是，老爷你路上小心点。李秀珍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与此同时，康阳侯府内，管家朝毕云涛说道：世子爷，侯三他们得手了，到街上找个人把这封信给苏毅送去。毕云涛满意点头，吩咐一句，将一封书信掏了出来。是。管家接过书信便快步出门了。毕云涛面露得意之色：苏毅，这一次看你怎么死。镇南侯府，苏毅正坐在前院鱼池旁的凉亭内悠闲地喝着茶，而这时新郎官苏燕正好出门准备过去赵府接亲。路过前院时，他怨毒的目光瞪了苏毅一眼，心中冷笑连连：废物，就让你再嘚瑟一下，今晚你就死定了。冷哼一声，他就带着人出门了。苏毅将他方才那不善的眼神尽收眼底，但却没有计较什么。今晚的洞房花烛夜，赵青兰却没有落红，到那时苏燕脸上会是什么表情呢？想到这，他就忍不住流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来。吉时将近，过来喝喜酒的宾客也分他而至。镇南侯苏烈与张春梅一起在门口相迎，道喜寒暄的话语不绝于耳。就在苏烈忙着应酬诸位大臣时，府门外响起一道响亮的声音：长公主殿下到。听到这话，府中上下皆是一惊。侯爷够排面啊，居然连长公主都给请来了。是啊，长公主向来不喜欢热闹，今日却登门庆贺，足可见侯爷分量之重。宾客们回过神后，感慨连连：侯爷，您居然把长公主殿下给请来了，咱儿子的婚礼可太有排面了。张春梅一阵喜出望外，笑得都合不拢嘴了。苏烈却是眉头皱了皱，因为他压根就没有给长公主送请帖，现在对方不请自来，莫非是陛下授意的？想到这，他慌忙整理了一下衣冠，快步朝门外走去。只见大门外，长公主萧凌霜一袭淡紫色长裙，裙摆逶迤拖地，衬得她仙气十足。那惊为天人的绝美俏脸之上挂着一抹冷淡之色，就似要拒人千里之外。见过长公主殿下，殿下驾临，着实让韩府蓬荜生辉的。苏烈拱手行了一礼。萧凌霜淡淡一笑：本宫不请自来，侯爷不会怪罪吧？岂敢，长公主殿下能前来，在下高兴都来不及呢。殿下快请上座。苏烈将萧凌霜迎了进去，后者注意到不远处凉亭内的苏毅之后，便淡淡的说道：听闻镇南侯府养着几条罕见的翠玉锦鲤，本宫先过去瞧瞧，侯爷就无需陪着了，招呼客人去吧。那在下就忙去了，殿下若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苏烈躬身一礼，便退下了。到了府门外，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正好看见长公主绕过了鱼池，直奔那凉亭而去。这哪是看什么锦鲤，分明就是奔着苏毅去的。看到这一幕，苏烈眉头皱得更紧，心中越发好奇了。这个逆子什么时候与长公主攀上交情了？张春梅酸溜溜地说道：几天前听说这废物在太和湖做了首诗，还因此赢得了长公主召见，也不知是偷的谁人的诗词，胆敢欺骗长公主，他就等着倒大霉吧。苏烈挑了挑眉问道：
苏毅做的是什么诗？好像叫什么木江吟，而且那首诗肯定是他抄的，他什么德行侯爷难道不清楚吗？闻言，苏烈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就苏毅这德行，会作诗就有鬼了。这时又有宾客过来了，他只好出门相迎。凉亭内，苏毅拱手微微一礼，见过长公主殿下。萧凌霜直勾勾地看着他，道：昨夜本宫泡了药浴，但下半夜四肢发寒的厉害，这是怎么回事？殿下所修的功法至阴至柔，随着实力的提升，仅凭药浴难以压抑体内阴寒之气，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可有解决之法？苏毅一本正经地说道：当然有。不等他说完，萧凌霜便板着脸打断道：除了双修之法？哦，其实也简单，只要殿下不继续修炼即可。不可能。萧凌霜毫不犹豫地说道：如今皇帝病重，他得尽快提升自身实力，又怎可能停下？苏毅两手一摊道：那没办法了。萧凌霜深深地看了苏毅一眼，算本宫求你，本宫需要尽快提升实力。殿下，我真没别的办法，倘若真的有，以殿下师傅的能力，又岂会想不出来？这话让萧凌霜无言以对，他心里很清楚，倘若真的有别的办法，师傅又岂会不说？至于那什么至刚至阳的功法，也不知师傅多久能找到。现在的形势，怕是等不了了啊！一时间，萧凌霜变得忧心忡忡起来，难不成真的要与这纨绔双修？这个念头忽然在他心头涌现，随即又被他甩飞了出去。不行，即便是功力散尽，也不能便宜了他，肯定还有别的办法的。不过嘛，见苏毅开口，萧凌霜精神一振，忙追问道：不过什么？我刚刚灵光乍现，忽然想到一个法子，也许不用双修，也能中和你体内的阴寒之气。具体要如何做？萧凌霜显得无比急切，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尽快提升实力，否则一旦镇国武王爷回京，他完全没有抗衡的能力。殿下别急，等今日之后，我便过去长公主府教你。放心，这一次真的不是双修之术。好，1天时间，本宫等你。萧凌霜正要转身离去，可就在这时，一缕劲风忽然从院墙外激射而来。殿下小心！小环提醒的同时，玉手飞速探出，将那袭来之物捏在了手中，竟是一支袖剑，其上还绑着一张纸条。摘下一看，便朝苏毅道：给你的。苏毅怔了怔，接过纸条看了一眼，脸上表情随之变得古怪起来。萧凌霜瞥了苏毅手中纸条一眼，黛眉不由轻蹙起来，只见其上笔走龙蛇的写着一行字：苏毅，城外破庙一叙。一旁的小环满脸鄙夷地看着苏毅，今日你弟大婚，你却还有心思跟老相好去城外破庙私会，呸，恶心！老相好，这笔记怎么看都不像是出自女子之手好吗？苏毅白了他一眼。小环本想反驳，却见萧凌霜缓缓点头，的确，这纸条上的字墨迹乌沉，力透纸背，字字筋骨嶙峋，女子很难练就此等笔记。不是吧？你连男的都不放过？小环说完，急忙拉着萧凌霜退后了几步，一脸戒备加恶心地看着苏毅。苏毅惊为天人地看着他，实在想不明白这妮子脑回路为何会如此惊奇。他正想吐槽几句，可就在这时，府门外传来了一道惊慌失措的声音：侯爷，侯爷不好了，二少夫人被贼子劫走了。闻听此言，满院的宾客皆都为之一惊。苏烈瞪大着眼，喝问道：你刚才说什么？那名下人赶忙说道：侯爷，赵大人方才派人过来，说是有贼人闯入赵府，把二少夫人给掳走了。苏烈脸色顿时一沉，转身朝众宾客一抱拳，朗声说道：还请诸位在府中稍待，本侯去就来。言罢，带着府中护院火急火燎地出门了。而得知赵青兰被贼人掳走，张春梅登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随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快步地朝鱼池旁的凉亭走去。苏毅，你到底把青兰拐到哪里去了？他刚来到凉亭，便怒冲冲地质问起来。苏毅瞥了他一眼，嗤笑道：脑子是个好东西，但你为何就没有呢？你什么意思啊？我若要报复苏燕，直接把他杀了，不更省事？何须多此一举绑架他未婚妻？你居然敢杀苏燕！张春梅声音发颤，也不知是被气的还是因为忌惮。苏毅冷冷一笑，他欺辱我整整10年，仅凭这一点够我杀他180回了。倘若我真想杀他，我可以保证你们半点证据都找不到。听到这话，张春梅心里莫名咯噔了一下，她第一次感觉到面前这个被自己母子欺负了10年之久的窝囊竟如此的可怕。青兰被绑架之事最好不是你干的，否则你就死定了。张春梅硬着头皮撂下狠话，扭头就走。小环质疑道：喂，这是真不是你干的？当然不是，本来我还给我这位好弟弟准备了惊喜呢，现在赵青兰被绑架，惊喜可就没了。
苏毅说到这，猛地意识到了什么，低头看了手中纸条一眼。不会吧，长公主殿下，在下还有事，失陪了。他说完，飞也似的出了府门。萧凌霜若有所思地说道：此事有古怪，跟上去看看。是。小环应了一声，便与萧凌霜一起尾随了上去。苏毅出城的同时，苏烈已经找到了赵执锐。赵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侯爷，方才小女正在闺房梳妆，却不料有几名贼人从后院翻墙进来，将她给强行掳走了。赵执锐话还没说完，苏燕就急忙打断问道：岳父，那些贼人到底是谁？他们把青兰掳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啊。事发之后，我立即派出了府中护院，而且也已经通知大理寺了。现在大理寺的捕快也在全城搜查，也不知能不能把青兰找到。就在他们急得团团转之时，咻！尖锐的破空声突然响起，一支箭矢“堵”的一声定在了赵执锐身旁的树桩之上。赵执锐吓了一跳，可很快就瞥见了箭矢上竟绑着一张纸条。还没缓过神，苏烈就已经将纸条解了下来。青兰在城外破庙。赵执锐凑过来一看，沉声道：走，过去看看。城郊外一间破败的寺庙内，一袭红装的赵青兰双目紧闭地瘫倒在地上。他奶奶的，这娘们长得真够水灵的，看得老子心里直痒痒。旁边那身材精瘦的黑衣人看着赵青兰那曼妙的身段，馋得眼冒绿光，接着问道：老大，要不然咱们……嘿嘿。魁梧大汉瞪了他一眼：咱们的任务是把人绑到这里，若是坏了世子爷的好事儿，你就死定了。行吧，下次再把这妞绑出来，好好享用一番。瘦子话音刚落，外头忽地传来一道调侃的声音：你们没有下次了。谁？几名黑衣人脸色一沉，阴沉的目光看向门外。只见一名身穿青色长袍的青年，嘴角噙着一抹讥讽，背负着手走了进来。正是苏毅。你是谁？为首的魁梧大汉沉声问道。苏毅不由得有些惊讶，没想到这玉京城内居然还有人不认识他。他瞥了晕倒在墙角的赵青兰一眼，淡淡的问道：连户部侍郎府的千金都敢绑架，胆子不小啊。说吧，谁指使你们干的？小子，奉劝你不要多管闲事。魁梧大汉扬了扬手中的大刀，目光森然的接着威胁道：将你大卸8块为也。话还没说完，就忽觉眼前一花，原本站在丈许外的苏毅竟眨眼间就闪身到了他跟前。好快的速度！他正想挥刀将苏毅逼退，然而此时又猛地惊觉手里突然一空，还没来得及做出别的反应，那锋利的刀刃就已经架在了他脖子上。老大！另外2名黑衣人这才回过神来，惊呼了一声。刚才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他们根本来不及出手。现在见魁梧大汉被苏毅制住，他们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好汉别冲动，咱们无冤无仇，不至于兵戈相见。刚才还说要把我大卸8块，现在又无冤无仇了。嘿嘿，误会，都是误会。苏毅冷冷一笑，问道：说吧，谁指使你们干的？魁梧大汉忙回答道：是镇南侯府的世子爷苏毅。你说谁？镇南侯府的小侯爷苏毅啊。听到这话，苏毅差点被气笑了。我让你们绑架赵青兰，我怎么不知道？你说什么？你就是苏毅？几名黑衣人瞬间傻眼，趁我还没失去耐心，老实交代，否则……苏毅说到这，手腕略微一沉，噗嗤，锋利的刀锋在魁梧大汉脖子上划出一道口子，嫣红鲜血瞬间渗透而出。魁梧汉子吓得魂不附体，正打算随便说个名字糊弄过去，可就在这时，破庙外头响起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紧接着一大群人蜂拥而入。青兰！苏燕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看了眼墙角处昏迷不醒的赵青兰之后，便朝苏毅咆哮起来：苏毅，你个王八蛋，居然敢绑架青兰，你简直狗胆包天！赵执锐也怒冲冲地喝问道：好你个纨绔，说为何绑架我女儿？苏毅讥讽地瞥了他们一眼，懒得解释。他冷眼看着眼前的魁梧大汉，冷冷说道：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我……魁梧大汉看了眼镇南侯与户部侍郎，一咬牙，沉声道：苏毅，你要我们绑架赵大人的千金，现在被撞破了，就想杀人灭口吗？很好，勇气可嘉。苏毅冷哼一声，大手猛地一挥，噗嗤，刀刃割开了魁梧大汉的咽喉，嫣红鲜血全涌而出。魁梧大汉瞪大着眼，一脸的难以置信。他双手死死捂住脖子，试图将伤口捂住，但鲜血却从指缝中溢出，紧接着一股冰寒之意迅速席卷全身。下一瞬，他眼前一黑，栽倒在了血泊当中，就此死绝。苏毅，你居然杀人灭口！看见他杀人，苏燕再次咆哮起来。可当看见苏毅那冰冷的目光之后，
他就觉一阵毛骨悚然，急忙躲在了苏烈身后。侯爷，苏毅这厮非但绑架我女儿，且还杀人灭口，还请侯爷还我女儿一个公道。赵执锐咬牙切齿地说道。苏烈眉头一拧，朝苏毅轻喝道：逆子，瞧你干的好事，还不赶紧把手中屠刀放下。侯爷，你也觉得是我绑架了赵青兰？苏毅眯着眼，一脸冷笑地看着他。被我们抓了现行，你还不承认？懒得跟你掰扯，自己看。苏毅随手一挥，一道残影便朝苏烈击射而去。后者大手一探，将那东西握在了手中，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张纸条。苏燕好奇地凑过去一看，下意识地念了出来：苏毅，城外破庙一序。他愣了一下，道：父亲，这肯定是苏毅欲要脱身的小把戏，你可不能上当。苏烈脸色阴晴不定，正想说些什么，可这时苏毅手臂一挥，一刀就将另一名黑衣人砍翻在了血泊当中。最后那名身形消瘦的黑衣人吓得脸都白了，浑身直打哆嗦。说出幕后之人，我保你不死。苏毅冷冷说道：是毕少爷让我们干的。金寿汉子害怕的话都说不利索了。康阳侯府，毕云涛。是的。苏毅一脚将金寿汉子踹翻在地，转身淡淡说道：赵大人，这人就交给你处置了。他说完就朝门外走去。绑架了本官的女儿，你还想走？我让你走了吗？赵执锐大手一挥，身后一群人便一跃而出，将苏毅围了起来。苏毅睨了他一眼：你耳朵聋了？没听见他说幕后之人是康阳侯府的世子？他是在你的逼迫下随意攀咬，这点把戏也想瞒得过本官？不错，苏毅你个王八蛋，以为这样就能撇清关系了？想都别想。苏燕说完，又朝苏烈接着说道：父亲，苏毅他目无王法，把咱们镇南侯府的脸都丢尽了，你快与他断绝父子关系，将他逐出侯府。苏烈阴沉着脸喝问道：苏毅，你老实交代，此事当真与你无关？长公主殿下，事已至此，你还躲在一旁看热闹吗？苏毅没有理会苏烈的质问，而是看向门外，淡淡开口：什么？长公主也来了？赵执锐等人均都一怔。苏侯爷，赵大人，此事的确不是苏毅所为。伴随着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萧凌霜带着小环莲步轻移地走了进来。参见长公主殿下。赵执锐急忙躬身行礼，其余人也纷纷行了一礼。方才本宫在侯府时一直与苏毅待在一起，他没有作案的时间，而且他之所以会来这破庙，是因为有人用暗箭传书。萧凌霜说完，瞥了一眼苏烈手中的纸条。苏毅这时开口问道：侯爷，赵大人，我人刚到，你们后脚就跟着来了，敢问你们是从哪里得知赵青兰在此处的？我们也收到了神秘人的暗箭传书。赵执锐如实说道。到这时他心里也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这一切真的太巧了。苏毅淡淡一笑道：既然如此，那何不将2张纸条的笔迹对比一下看看？赵执锐与苏烈将2张纸条摊开，放在一起比对了一下，只见其上的字迹均都筋骨嶙峋，力透纸背，显然是出自一人之手。这竟然是同一人所写，难不成真是康阳侯之子干的？苏烈皱起了眉头，眼瞅着苏毅就要洗脱嫌疑，苏燕急忙开口道：父亲，岳父，这很明显就是苏毅写的，除了他之外，谁能干出绑架青兰这等丧心病狂的事情来？听到这话，苏烈心里不由得再次起疑。他深知苏毅这10年来屡遭张春梅母子欺负，今日趁苏燕大婚之日绑架其未婚妻，倒还真的说得通。苏毅却是冷笑着问道：我的笔记，侯爷认不出来？这的确不是你的笔记。苏烈这才想起这茬，身为苏毅的父亲，他又岂会认不出自己儿子的笔记？看见苏毅此时已经走出了破庙，他忍不住问道：苏毅，你要去哪？苏毅头也不回地说道：康阳侯府。仅凭此人一面之词，很难坐实此事就是康阳侯之子所为，还是把纸条与人犯交给大理寺，让大理寺去查吧。大理寺查案太慢了，我苏毅有仇当天报。苏毅飞身上马，朝城里赶去。见状，苏烈跺了跺脚，朝赵执锐说道：赵大人，烦请先带令千金回去，莫要误了吉时，本侯去趟康阳侯府，把苏毅那小子给架回来，省得他闯祸。说完，他就骑着快马追了上去。赵执锐大手一挥，喝道：来人，将此撩绑了，移送大理寺。是。几名护院大步上前，将那名精瘦汉子五花大绑起来。这时苏燕快步来到了赵青兰跟前，将其扶起，轻声呼唤了起来：青兰，青兰，你醒醒。片刻后，赵青兰嘤鸣一声，悠悠转醒。呼，青兰，你总算醒过来了，吓死我了。苏燕长舒了一口气。赵青兰看着四周破败的环境，一脸茫然地问道：
我这是在哪？你被人掳到城外破庙来了。不过别担心，那些贼子已经被我除掉了，你已经没事了。见苏燕居然把营救的功劳揽到了自己身上，正要离开的萧凌霜不由得顿住了脚步，俏脸之上闪过一抹鄙夷之色。赵青兰这才想起自己先前在府中后院遇到了一伙黑衣人，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架我？他说话的同时，下意识地推开了苏燕的手，并起身退后几步，与苏燕拉开了距离。对于赵青兰这反常的举动，苏燕浑然不觉，自顾自地说道：虽然这名贼子口口声声说是康阳侯府的世子做的，但直觉告诉我，这一切都是苏毅干的。苏毅。赵青兰贝齿轻咬着红唇，神色有些复杂。赵执锐看了眼外头的萧凌霜，忙说道：丫头，此事应当与苏毅无关，至于幕后之人到底是谁，就让大理寺查去吧。你放心，幕后之人跑不了。赵青兰轻轻点头，俏脸之上飞快地闪过一抹失望之色。她还以为苏毅为了阻止她嫁给苏燕而来结亲呢，结果是自己自作多情了。爹，我不想。不等他说完，赵执锐便打断说道：别说了，走，咱们先回家。他转而朝苏燕说道：时间还来得及，你回府准备一下，然后带人过来我赵府接亲吧。小婿遵命。苏燕一拱手，随后朝赵青兰温柔一笑：青兰，等我。随后他便骑着马离开了。赵青兰咬了咬红唇，到了嘴边的话只好咽了回去。长公主殿下，我等就先回去了，晚些时候还请过来镇南侯府吃一杯喜酒。赵执锐朝萧凌霜行了一礼，后者微微颔首：赵大人放心，你女儿与苏燕的这杯喜酒，本宫一定喝。赵执锐大喜过望，他本来只是客气一下而已，没指望能请得动萧凌霜这位长公主，但是现在对方居然答应了，这可把他给乐坏了，忙说道：多谢长公主殿下赏脸，那我等就先回去准备了，告辞。看着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回城，萧凌霜背负着手，嘴角泛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意。小环见状，好奇问道：殿下，你在笑什么呀？没什么，走吧，今日镇南侯府的这杯喜酒肯定很有意思，可不能错过了。闻言，小环更加好奇了。康阳侯府。碧云涛诧异地看着跪在地上的下人，呵问道：你说什么？侯三他们非但失手，还被苏毅给杀了。是啊，世子爷，小的本想过去催促他们撤离，但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我赶到破庙之时，镇南侯与赵大人已经带人抢先赶到了，而且苏毅那厮还亲自把侯三给杀了。侯三他们有没有把我捅出来？碧云涛忙问道：这个小的不清楚，当时小的不敢靠近。废物！碧云涛一把将他踹翻在地，随后急忙朝身旁的管家问道：怎么办？绑架朝廷命官的女儿，这罪名不小，一旦闹大，我爹怕也保不了我。世子爷放心，侯三他们嘴很严的，而且他们的家人都握在咱们手里，谅他们也不敢把您供出来。听闻此言，碧云涛那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可就在这时，府门外忽然传来一阵骚动，紧接着就是几声惨叫传来。啊！什么人胆敢擅闯我康阳侯？滚！一阵鸡飞狗跳过后，一名青年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看见此人，碧云涛瞳孔骤然一缩。苏毅，气球兄，绑架良家妇女陷害我，你还蛮有胆识的啊。苏毅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胡说八道，我哪有绑架赵青兰？你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我又没说。你怎知我说的是赵青兰？啊这！碧云涛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都是嘴快惹的祸。在他不知如何作答之时，管家开口说道：赵大人之女被绑架的消息，玉京城内传得沸沸扬扬，我们世子爷知道又有何稀奇？对，你与苏燕向来不和，她的未婚妻被人绑架，肯定就是你干的。苏毅冷冷一笑，大步上前，一脚将他踹翻在地。碧云涛怒不可遏，正要发作，却见一柄冷冰冰的刀刃径直架在了他脖子上，那刀刃之上竟还残留着血渍。感受到脖子上渗人的寒意，碧云涛顿时一阵毛骨悚然，颤声道：苏毅，你别乱来啊，我是康阳侯府的世子，杀了我你麻烦就大了。苏毅挑了挑眉，话锋陡然一转：欠我的9万两银子什么时候还？我这就给你，这就给你。碧云涛急忙朝管家喝道：愣着干嘛？快去取银票给他。管家连忙点头，随后不忘威胁道：苏毅，我这就去库房取银票，你若敢伤我家世子，我们侯爷定饶不了啊！可他话还没说完，突然间惨叫了一声，同时还飞快地伸手捂住了右侧脑袋，嫣红的鲜血从指缝当中不断渗出，一只血淋淋的耳朵正安静地躺在冰冷的石板上。区区一个下人也敢威胁我？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苏毅满脸嗤笑地看着管家，后者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身为康阳侯府的管家，平日里他
他在外头备受尊敬。可今日苏毅居然把他耳朵给割下来了，这口气他着实咽不下。但见苏毅手中刀刃明晃晃的，他又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就在窝囊与生气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这时一道充满威严的怒喝声从大堂处传来：什么人胆敢来我康阳侯府撒野？听到这声音，碧云涛当即一喜，忙说道：爹，镇南侯府的苏毅要杀我，你快救我啊！胆敢跑我康阳侯府行凶，莫非以为你是镇南侯府的世子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了？说话间，康阳侯毕瑞章面色阴沉地走了出来：放开我儿，否则定叫你有来无回。他大手一挥，府中10几名护院便跳了出来，手持刀刃将苏毅团团围住。苏毅瞥了他们一眼，淡淡说道：狠话侯爷就不必说了，自古以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儿子欠我钱，我来讨债，很合理啊。毕瑞章眉头微皱，问道：我儿欠你多少钱？不多，9万两而已。9万两。毕瑞章一怔，旋即看向自己儿子。毕云涛忙说道：爹，前几日孩儿跟苏毅打赌，但他使诈，非但把醉仙阁赢了去，还逼我写下了欠条。好你个纨绔，欺负到我康阳侯府头上了是吧？还想过来敲诈，信不信我这就让大理寺的人过来将你拿下问罪？白纸黑字写下的欠条，任凭你们嘴皮子说破也抵赖不了。苏毅说到这，冷眼看着毕云涛：咱们之间的赌约当时上百人看着呢，你以为颠倒黑白就能赖掉了？这……见毕云涛脸色铁青，毕瑞章就知道理亏的肯定是他，于是便说道：好，9万两我们给你便是，但你伤我儿，伤我康阳侯府管家，这笔账又怎么算？他们咎由自取，怨不得人，侯爷若觉得憋屈，那就忍着吧。狂妄！毕瑞章本想让府中护院动手，但苏毅却是冷冷一笑，手腕轻轻一抖。啊！毕云涛吃痛惨叫一声，脖子再次被刀刃划破了一道口子。苏毅，你胆敢！不等毕瑞章说完，苏毅便冷笑着打断道：侯爷，你这是要挑战我的耐心吗？毕瑞章紧了紧拳头，朝管家呵斥道：愣着干嘛？赶紧去取银票。是。管家将地上的耳朵捡起，飞快地朝库房跑去，不一会儿功夫就把银票给取来了。苏毅接过银票揣进了怀里。毕瑞章轻喝道：苏毅，9万两银票你已经收了，立刻马上放了我儿子。欠钱的事是完了，但派人他绑架赵执瑞之女陷害我，这笔账还没清算呢。你说什么？爹，我没有派人绑架赵大人的女儿，他只是血口喷人。毕云涛急忙辩解：不承认没关系，你派出去的人现在应该已经被扭送大理寺了。哦对了，那案件上的纸条不会是你亲笔所写吧？听到这话，毕云涛当即慌的一批。当时他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肯定能让苏毅栽个大跟斗，所以并没有考虑太多。结果现在那2张纸条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看见毕云涛脸色的变化，毕瑞章心头不由得一沉。绑架朝廷命官的女儿，这个罪名真的太大了，就算是他出面也不好使。而这时一道身影从府门外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看见此人，毕瑞章仿佛看见了救命稻草，连忙开口道：苏侯爷，你来得正好，今日之事肯定有什么误会，能否卖在下一个面子，事情就到此为止，如何？苏烈眯着眼问道：所以真是你儿子派人绑架我媳妇的？逆子，说实话，你爹我与苏侯爷交情不错，只要你老老实实认个错，苏侯爷定不会与你一般见识。爹，我……毕云涛欲哭无泪，他也深知此事一旦大理寺介入，自己无论如何也脱不了身。想到这，他就只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苏侯爷，的确是我派人绑架了赵青兰，但我只是打算报复一下苏毅而已，并没有要伤害赵小姐。毕瑞章拱手说道：苏侯爷，此事的确是我儿过分了，这样我这就让我儿给您磕头道歉，请您大人大量饶恕他一回。至于赵大人那边，稍后我会让这逆子登门负荆请罪的，还望苏侯爷能卖我一个面子。苏烈目光微闪，沉吟了起来，想到让康阳侯府欠一个人情，日后也有益处，他便微微颔首。也罢，今日本侯就卖你个面子，此事就此作罢。多谢苏侯爷，您放心，这个人情在下日后定当双倍偿还。毕瑞章父子2人长舒了一口气，只要镇南侯府不追究，只要不闹到大理寺去，那么赵执瑞那边就好办。就在毕瑞章琢磨着如何去说服赵执瑞的时候，一道惨叫声忽然响起。啊！我的手！只见毕云涛双手手腕鲜血直流，竟是被苏毅挑断了手筋。你！毕瑞章气的胡子都歪了，朝苏烈问道：苏侯爷，你方才明明答应了，这又是何意？苏烈皱眉看着苏毅，质问道：本侯已经答应了康阳侯，你为何还要下此毒手？苏毅嗤笑一声：你要卖他面子，
那是你的事，我可没答应不追究。他话音刚落，手中大刀在碧云涛双腿脚跟后骤然划过。啊！碧云涛又爆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最后竟生疼晕了过去，双脚的脚筋也被苏毅给挑断了。看到这一幕，毕瑞、张飞都差点气炸，怒吼道：“庶子，安敢如此！我没取他狗命，就已经算仁慈了，不服，要么憋着，要么去大理寺。”苏毅神色淡漠，手中刀刃再次架在了碧云涛脖子上，讥讽道：“又或者让你的人动手杀了我，看看是他们快，还是我的刀快？不要冲动，勿要再伤害我。”毕瑞章被震慑住了，急忙开口。此时苏毅在他眼里跟疯子没什么区别，他可不敢拿自己儿子的小命去赌。只见他深吸一口气，脸色无比难看地问道：“我儿已经被你废了，今日之事可以到此为止了吧？”“可以，不过若有下次，侯爷就做好绝后的准备吧。”苏毅说完，扭头就走。那群护院此时也不敢再行阻拦，识趣地让出了一条路。毕瑞章看着苏毅离去的背影，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眼眸当中怨毒之色一闪而过。见苏毅居然把碧云涛四肢给废了，苏烈眉头不由得拧了起来。本来他还打算卖康阳侯一个人情的，结果现在日后两家怕是要成世仇了。只不过事已至此，他也只能涂炭奈何。临走时，他回头提醒道：“毕侯爷，前2日贺神医进京为玉王妃治病，现在应该还在城内，你儿的伤势他也许有办法。”“多谢苏侯爷提醒。”毕瑞章不咸不淡地道了声谢，随后看了身旁的护院一眼，后者心领神会，立即出门寻找贺神医去了。苏毅回到镇南侯府时，夜幕已悄然降临。此时迎亲队伍也正好赶了回来，他正打算找个位置看好戏。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身后响起：“你把康阳侯的儿子杀了！”回头一看，只见一名天姿绝色的妙龄女子正满脸好奇地看着他。苏毅略微愣了一下，好奇问道：“长公主殿下，你怎还没回去？本宫来喝喜酒，这喜酒还没喝呢，回答本宫方才的问题。”“我没杀他，只是把他四肢废了而已。”听到苏毅这话，萧凌双俏脸涌现一抹诧异。康阳侯的地位虽然没有镇南侯高，但也是正儿八经的侯爷，然而苏毅竟然闯到康阳侯府，还把他儿子给废了。由此可见，这个家伙也是一个狠角色。想到这，他忽然生出了招揽之心。他长公主府的阵营就缺苏毅这种杀伐果断之士。而且经过这些天的接触，他发现苏毅此人并非传闻中那般废物，恰恰相反，他能看出苏毅是个很有才学之人。这等人才若是被其他皇子拉拢了过去，可就棘手了。想到这，他便试探性地问道：“苏毅，有没有兴趣过来我长公主府办事？”苏毅顿时一愣，显然没想到萧凌霜会突然拉拢自己。目光微闪几下，他就不动声色地问道：“殿下这是何意？你们长公主府应该不缺人手的吧？”“人手自是不缺，但有能力的人当然多多益善。”苏毅闻言，双眼微眯了起来。长公主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也想参与夺嫡？起初他还以为自己想多了，但看见萧凌霜美眸当中那抹坚决之后，他就知道自己猜对了。难怪萧凌霜会如此迫切地提升实力，原来是藏着这么大的野心。他喜欢有野心的女人，萧凌霜这庞大的野心成功激起了他的征服欲。想到这，苏毅便不动声色地说道：“替你办事倒也不是不行，只不过殿下给我的报酬是什么？”萧凌霜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你倒是说说看，你想要什么？只要不是与本宫双修，其他一切都好说。”苏毅很想说，就是想与他一起双修，但看见萧凌霜眼眸泛起的冰冷之色后，他就耸耸肩道：“也罢，承蒙长公主看得起，那我就不谈什么报酬不报酬的了。从现在开始，我苏毅便是长公主你的人了。”见苏毅答应，萧凌霜心中一喜，但却总感觉苏毅刚才那番话似乎哪里不对。就在他想要仔细琢磨之时，大堂门外传来一道洪亮的声音：“及时到，准备拜堂。”在众人目光注视下，赵青兰头戴着红盖头，在奶娘的搀扶下缓步进入了大堂。一袭大红长裙也遮掩不住她那曼妙的身段。苏燕的那些狐朋狗友看得两眼直发光。待赵青兰步入大堂之后，苏燕便满脸喜色地迎了上去，一拜天地。苏燕对着大堂门外便跪了下去，却见赵青兰仍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见状，他便轻声催促道：“青兰，别傻愣着啊，拜完堂咱们就可以入洞房了。”听到这话，赵青兰浑身一颤，红盖头下她贝齿紧咬着红唇，随后目光闪过一抹决绝，直接将红盖头给掀开了。在众人诧异的目光注视下，她斩钉截铁地说道：“苏燕，我不能嫁给你。”此言一出，原本热闹喧哗的宾客瞬间安静了下来，偌大的镇南侯府变得鸦雀无声，落针可闻。苏燕怔了怔，惊愕地问道：“
青兰，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我不能嫁给你。赵青兰说完，转身朝主位上的苏烈跪了下去。苏侯爷，请您取消我与苏燕的婚事。我不等他把话说完，赵执锐当即拍案而起，怒斥道：你给我住口！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能任由你胡闹？立即与苏燕拜堂成亲，赶紧的。爹，我不能嫁给苏燕，今日您就算把我打死，我也不嫁。你真以为我不敢打你？赵执锐气得暴跳如雷，从府中护院手里夺过一把佩剑，就要动手。苏烈见状，一把将他拽了回来。赵大人息怒，这其中也许有什么误会，先问问清楚再说。他朝赵青兰温声问道：孩子，这门亲事你先前明明同意了的，为何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却要反悔了呢？是不是苏燕欺负你？有什么委屈你尽管说出来，本侯一定替你做主。赵青兰没有说话，无助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起来，最后定格在了苏毅身上。苏毅身旁的萧凌霜见状，恍然大悟地说道：原来这就是你给苏燕准备的惊喜。殿下果然聪慧过人，不过这种话自己心知就好，没必要说出来。看样子你似乎一点都不慌啊，就不怕赵青兰把你干的那些事儿捅出来？殿下何出此言？萧凌霜抿了一口酒，淡淡说道：若非赵青兰被你抓住了把柄，她岂会当众悔婚？苏毅一本正经地说道：不，殿下话说反了，是他抓住过我的把柄。萧凌霜皱起眉头，很是不解。这时赵青兰忽地指着苏毅说道：苏侯爷，今日我悔婚都是因为苏毅。这句话正如一旦激起千层浪，一众宾客瞬间炸开了锅。好家伙，两兄弟抢同一个女人，镇南侯府这么乱的吗？谁知道呢？不过单论相貌而言，明显是苏毅更胜一筹啊。不错，他看上去与赵青兰更有夫妻相。听到这些闲言碎语，苏燕肺都快气炸了，站起身指着苏毅咆哮道：苏毅，你个王八蛋，你到底对青兰做了什么？赵青兰悔婚居然是因为苏毅？苏烈满脸诧异地追问道：孩子，你此言何意？赵青兰贝齿咬着朱唇，没有说话，但他那复杂的目光始终定格在苏毅身上。张春梅想也不想地说道：侯爷，这还用问吗？肯定是苏毅这个混蛋欺负了青兰。他来到赵青兰身旁，握着赵青兰的手臂安抚道：青兰，今日这么多人在这，你别怕，我们替你撑腰。你说是不是苏毅欺负了你？丫头，你居然为了苏毅而悔婚，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倒是说清楚啊！李秀珍都快急死了。现在宾客满堂呢，此事若不处理妥当，镇南侯府与赵府怕是的脸面丢尽了。苏烈沉声道：孩子，有什么委屈你但说无妨，若真是苏毅欺负了你，本侯定会为你做主，严惩于他。面对他们的追问，赵青兰却始终咬着红唇，没有说话。见状，苏烈便朝苏毅呵斥道：逆子，你到底把青兰怎么了？还不快快如实说来！苏毅耸耸肩，淡淡的说道：这么多人在这看着呢，我还能把他怎样？赵青兰把他牵扯进来，他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却并没有太过担心，因为他坚信赵青兰不敢把两人之间的事情说出来。毕竟事情的最开始是苏燕与赵青兰一起上演仙人跳，试图坑他。理亏在先，赵青兰就更不敢把事情说出来了。不明真相的苏烈眉头皱得更紧了，他百思不得其解，赵青兰为何会说出刚才那句话来。赵执锐上前几步，紧盯着苏毅问道：在破庙时，你是不是对青兰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苏毅摊了摊手：当时我前脚刚到，你们后脚就跟着来了，就算我真想做些什么，也没时间啊。赵执锐细细一想，倒也觉得对。当时赵青兰衣着和妆容都完好，没有半点被欺辱的模样。苏燕气急败坏地喝问道：那你说青兰怎会为了你而悔婚？我又不是她肚子里的蛔虫，她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哪知道？你个王八蛋，你是不是给青兰说了我的坏话了？张春梅指着苏毅呵斥道：混蛋，原来是你从中挑拨离间，你到底安的什么心？苏毅懒得跟他们争辩，看着赵青兰淡淡说道：喂，你把火往我身上引，现在倒是说句话啊。青兰，你说实话，我们会为你做主的。是啊，青兰，苏毅若是欺负你，我们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你赶紧说。苏烈等人纷纷开口。赵青兰咬咬牙道：苏侯爷，要我嫁也行。闻听此言，苏燕松了一口气，可不等他开口，就听赵青兰接着说道：只不过我要嫁给苏毅。哗！他此言一出，满堂宾客瞬间一片哗然。天哪，拜堂才换新郎官，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啊？好家伙，感情是这赵青兰相中了苏毅，故而悔婚的啊。苏烈、赵执锐等一众长辈被赵青兰这话给惊得瞠目结舌，就连苏毅本人
此时也是一脸惊诧，居然想要嫁给他，谁能想到赵青兰居然会如此疯狂呢？你给苏燕准备的这个惊喜，未免太大了吧？一旁的萧凌霜忍不住感慨起来。苏毅面露苦笑，他发誓，他给苏燕准备的惊喜，真不是这个。苏毅，我跟你拼了！从震惊当中回过神后，苏燕发疯了似的，张牙舞爪的就朝苏毅扑了过去。苏毅脸上闪过一抹无奈，在苏燕近身之际，侧身躲闪的同时，伸出一脚，轻轻一绊，砰！苏燕顿时摔了个狗吃屎。啊！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苏燕恼羞成怒，急红了眼，爬起身就要朝苏毅扑去。后者一脚将他踹翻在地，踩着他的胸膛，嗤笑说道：“这么废，也妄想跟我拼命？呵呵，难怪赵青兰不愿意嫁给你。”说到这，他抓着苏燕的衣领，将其拽了起来，随后俯身凑在她耳边，轻声道：“知道赵青兰为何要悔婚吗？因为，嘿嘿，都怪我太强了。你这话什么意思？”苏燕心里顿时有股不祥的预感。前几天你不是给我玩仙人跳吗？当时啊，其实什么事都发生了。哦，忘了说，赵青兰她真的很润，而且还很主动呢。对了，当时你在祠堂罚跪时，不是听到隔壁厢房传来嘎吱声吗？当时我就在厢房里头与赵青兰一起，嘿嘿嘿，那其实是桌子发出的异响呢。你噗！他当时还纳闷，赵青兰为何如此反常，原来是在与苏毅苟且。想到这，苏燕一阵气急攻心，当即气得喷出了一大口鲜血，随后两眼一黑，竟晕死了过去。叶儿！张春梅急得失声惊呼了一声，三步并作两步的来到了苏燕身边。叶儿，你醒醒，你快醒醒！呼唤了几声，苏燕都没有半点反应，她便怒吼道：“苏毅，你对叶儿做了什么？我只不过让她冷静一下而已，她自己太激动吐血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给我等着，叶儿若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绝饶不了你！”张春梅撂下狠话，招来几名仆人，将苏燕抬回了后堂。苏烈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今日镇南侯府可谓是丢尽了脸面。他深吸一口气，朝众人朗声说道：“诸位，今日之事着实抱歉，宴席到此为止，请先回吧。等本侯把事情处理妥当，再另请诸位前来喝喜酒。”一众宾客虽然还想留下来看热闹，但见镇南侯下了逐客令，他们也不好厚着脸皮赖着不走，于是便纷纷离席，转身离去。萧凌霜意味深长地看了苏毅一眼，道：“别忘了你前面答应过本宫的事情。殿下放心，明日一早，我便过去长公主府找你。”萧凌霜微微颔首，带着小环离开了。等宾客都走光之后，赵执睿怒冲冲地来到赵青兰面前，举起手掌就要扇下，但看见赵青兰一脸委屈之后，他又有些于心不忍，只好拂袖冷哼，喝问道：“混账东西，苏燕对你这么好，你居然当众悔婚，还说要嫁给苏毅，苏毅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丫头，你快说啊，到底是为何？”李秀珍追问道。赵青兰眼眶通红，目光飘忽不定，显然是难以启齿。赵执睿见状，呵斥道：“不说是吧？那待会儿等苏燕醒了，你俩接着拜堂成亲。不要，爹，我此生除了苏毅之外，不可能嫁给其他人了，还非苏毅不嫁，是要气死你爹我吗？”赵执睿气得暴跳如雷。赵青兰心一横，道：“我已经是苏毅的人了，你说什么？”赵执睿等人均都满脸诧异地看着他。赵青兰抽泣着说道：“我与苏毅已经有了夫妻之实，除了他之外，我还能嫁给谁？”苏毅！赵执睿双拳紧握，怒不可遏地瞪着苏毅：“逆子，青兰是你弟的未婚妻，你居然敢染指，本侯今日就要清理门户！”苏烈也是气炸了，反手将一旁护院手中的刀刃给夺了过来。苏毅冷笑着问道：“侯爷难道不好奇我是如何与赵青兰发展到这一步的？这还用问？平日你在外妻男霸女成性，青兰肯定是被你强占了。哼，你倒是问问赵青兰，看看是否如你说的那般。”听到这话，苏烈不由得一怔，他下意识地看向赵青兰，问道：“青兰，你如实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苏侯爷，几天前苏燕跟我说，他想到了一个将苏毅逐出侯府的办法。赵青兰见事已至此，就将当时的经过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包括他受苏燕教唆服下了合欢散，然后在药力的影响下与苏毅发生了夫妻之实。等他说完之后，苏烈、赵执睿夫妇均都愣住了。苏侯爷，爹娘，此事怪不得苏毅，都怪我一时鬼迷心窍，若我不答应苏燕陷害苏毅，事情也就不会发生。赵青兰说到最后，满脸委屈地看着苏毅，然而苏毅却是一脸平静，看不出半点波澜。苏毅，他说的可是真的？到现在，苏烈仍旧有些不敢置信。苏毅冷冷一笑：“侯爷莫非是觉得我收买了赵青兰，
让他构陷苏燕。张春梅母子什么德行，侯爷心里比谁都清楚。这苏烈表情变得无比复杂，真没想到苏燕竟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人，居然还不惜让自己未婚妻置身险境。他不配娶我女儿。赵执睿说到这，朝苏烈正色道：苏侯爷，既然青兰与苏毅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且他又愿意，不如改日便让他二人成婚吧。行吧。事已至此，苏烈也没有别的法子了。最重要的是，苏毅的名声在玉京城内不太好，想要娶妻肯定不易。现在难得赵青兰愿意委身下嫁，这也算是了却了他的一桩心事。那待挑选好黄道吉日，便让苏毅过来迎亲吧。还请苏侯爷告诉苏燕，让他日后别再纠缠青兰了。赵大人放心，本侯一定会严惩苏燕的。那我们就先到此了。赵执睿正要带妻女离去，可这时苏毅忽然说道：且慢。你有什么要说的？赵大人，方才你们貌似还没征求我的意见吧？赵执睿微微皱眉，打量了苏毅两眼，板着脸道：苏毅，你该不会是想今夜就与青兰拜堂成亲吧？你把我女儿当什么了？赵大人误会了，我是想说我不同意这门亲事。你说什么？我说我不娶赵青兰。听到这话，赵青兰心里像是被刀绞似的，无比难受。赵执睿怒喝道：占了我女儿的清白身，现在想不认账，当我赵家好欺负吗？方才你女儿也说了，是她与苏燕居心叵测在先，与我何干？此事休要再提，否则我不介意把这些丑事说出去。你敢？有何不敢？丢人的又不是我。你……赵执睿气得够呛，但偏偏又奈何不了苏毅。他咬了咬牙，朝苏烈说道：苏侯爷，你我同僚一场，又是多年老友，这事你得给我一个交代吧。赵大人，苏毅这小子从小就性子倔，你给我些时间，我一定说服他，让他抬着8人大轿登门迎娶青兰。好，侯爷一诺千金，想必也不会出尔反尔。那我们就先告辞了。赵执睿一拱手，带着妻女离开了。赵青兰到了门口，回头深深地看了苏毅一眼，眼神当中满是痴怨之色。迎上他这道目光，苏毅眉头微微一皱，嘴角忍不住抽了抽。赵青兰这是要赖上自己了啊！他细细一想，觉得这也不尽是坏事，至少可以利用此事好好的气一气苏燕。至于赵青兰，现在肯定是不会娶的，而日后要不要让她当个妾，就看她的表现了。想到前几天与赵青兰缠绵的场景，他心神不由得一荡，却是回味无穷。你嗨毅儿，听到苏烈这个称呼，苏毅浑身长满了鸡皮疙瘩。侯爷，请你正常一点，有事说事，别整副慈子孝那一套，咱们其实没那么熟。哎，你也老大不小，也该成家了。青兰人不错，赵家与咱们也算是门当户对，况且你把人身子都占了，不娶说不过去啊，就娶了吧。现在还不是时候，至少得确定他忠于我才行，否则他日后给我戴绿帽子咋整？苏烈气的胡子都歪了，吐槽道：胡说八道，青兰乃是大家闺秀，岂会如此不守妇道？是吗？那他伙同苏燕给我玩仙人跳，又怎么说？他那是被逼无奈，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况且你跟他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万一他怀上你孩子了呢？做人得有良心。我去，你别吓我啊！苏毅心里一阵后怕，他现在是没有要娶赵青兰的想法，但毕竟深入交流了几次，万一赵青兰真的怀了自己的孩子，那想到这些，苏毅就感到一阵头疼。镇南侯府门外，李秀珍皱着眉低声道：老爷，看苏毅方才那架势，怕是真的不会迎娶咱女儿。哎，我也看出来了，希望苏侯爷能说服他吧。如此的话就太被动了，我倒是有个主意，只要老爷同意，到时候咱女儿她不娶也得娶。赵执睿神色一动，忙问道：快说说看。李秀珍凑在他耳边低声说了起来。听完他的话后，赵执睿眉头瞬间皱起，踌躇不决地说道：这样不好吧？事已至此，咱们还有什么好顾虑的？难不成你想咱女儿一辈子都嫁不出去？我当然不希望如此。那你就听我的，到时候苏毅肯定来不掉。赵青兰这时恰好回头看见这一幕，问道：娘，你跟我爹说什么啊？李秀珍来到他面前，正色道：丫头，除了苏毅之外，你是不是不打算嫁给其他人了？我人都已经是他的了，除了他，谁还会要我？赵青兰满脸惆怅。那就行，咱们这样。李秀珍凑到他耳边，把心里的计划说了一遍。赵青兰俏脸之上写满了错愕，随后连连摇头：不，这样不行的，怎么能这样呢？事到如今，还能有别的办法？以苏毅的为人，想让他心甘情愿地把你娶过门，难得很，只能这样了。青兰，此事就听你娘的吧，这也是为了你好。见自己父亲都这么说了，赵青兰只好咬了咬牙，缓缓点头。那行，
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找苏侯爷谈谈。赵执锐说完，转身快步返回了镇南侯府。见他去而复返，苏烈好奇问道：赵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吗？今日之事是他镇南侯府里亏在先，所以他尽可能的放低了姿势。侯爷，苏毅那小子人呢？哦，他说困了就回房睡觉了，赵大人有事找他，我这边派人把他叫来。不，苏侯爷再下去而复返，其实是有要事与你相商。苏烈好奇问道：何事？赵执锐凑在他耳畔低声说了起来。片刻之后，苏烈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赵大人，你认真的？赵执锐一脸无奈地说道：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想必侯爷方才也没说动苏毅，对吧？的确，罢了，反正那小子与青兰已经有了夫妻之实，咱们这么做也算不上过分。既然侯爷同意，那我这边让内人安排。赵执锐大喜。苏烈点头道：我这就交代一下府中下人，方便尊夫人行事。殿下，你说那赵青兰为何会突然悔婚，而且还指明要嫁给苏毅啊？回去长公主府的路上，小环百思不得其解。萧凌霜淡淡说道：多半是苏毅与那赵青兰有过苟且吧？不会吧，赵青兰可是他弟的未婚妻啊，苏毅他真下得去手？据说苏燕和他母亲这些年为了争夺侯府世子之位，屡屡欺辱苏毅，所谓物极必反，苏毅会奋起反击，倒也不足为奇。这倒也是，只是苏毅被欺辱了这么多年，为何现在才反击呢？听说他以前可是窝囊的很的。本宫也好奇的紧，经过这些天的接触，他并非传言中那般纨绔，而且他还说明日会过来长公主府，叫我可以中和体内阴寒之气的功法。萧凌霜说道，这忽然停下了脚步，眼神也随之飘忽不定起来。小环见状，关切地问道：殿下，你怎么了？我在想，苏毅他手里会不会有治刚至阳的功法秘籍？他肯定有啊，否则他拿什么来叫殿下呢？就是不知他这些功法哪里来的就是了。萧凌霜忽然眯起双眼说道：小环，你先回去吧，我晚点再回来。殿下你要去呢？镇南侯府，既然苏毅手里有治刚至阳的功法，我直接摸进去把功法偷到手。可苏毅不是说了，他明日会过来教殿下您修炼的吗？他即便愿意教，也肯定有所保留，只要把功法偷到手，就无需求他了。小环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殿下说的有理，那我和你一起去。不，你轻功不及我好，而且我一个人不易惊动镇南侯府的护卫，那殿下小心些。萧凌霜淡淡一笑：放心，即便不慎被镇南侯发现，他也不敢为难本宫。说完，他便转身朝镇南侯府赶去。苏毅想利用功法套住本宫，本宫才不会让你诡计得逞。他心中冷笑连连，脚下速度又快了几分。镇南侯府，苏毅正在卧房盘腿而坐，默默运转内功心法修炼。这时他耳朵微微一动，随即扭头看去，只见一道黑色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外。噗！一声极为轻的声音响起，窗户纸被戳破，随后一根筷子粗细的竹筒便伸了进来，一团烟雾从主管内喷涌而出。看到这一幕，苏毅嘴角抽了抽，满脸黑线。好在他所修炼的功法可以提升五官的感知度，否则的话今晚说不定就遭殃了。这味道，合欢香。嗅到卧房内飘荡的香味后，他不禁一愣。在他惊疑之际，房门被人推开，紧接着一道袅娜的身影莲步轻移地走了进来。只见此人俏脸如玉，白皙无瑕，一双凤目如秋水剪影，其内满是痴怨之色，赫然是赵青兰。苏毅惊呆了，心说你想要就直说啊，干嘛还要多此一举用合欢香？赵青兰此时已经把房门关了起来，犹豫了一下，她便贪婪地深吸了几口气。片刻之后，她俏脸便涌现出不正常的红晕，呼吸也急促了起来。你还愣着干嘛？送到嘴边的肉都不吃了吗？赵青兰来到苏毅跟前，声音似嗔似怒，更似有一股勾魂摄魄的魔力。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嗜好，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苏毅也深吸了几口气，不再抵御合欢香。这节骨眼上，合欢香倒是可以增加不少情调。就这样，吸入了合欢香的两人便彻底放飞自我，紧搂着对方亲吻了起来。听到卧房内传来的动静，屋外李秀珍满意的转身离开。如何了？赵执锐忙问道。李秀珍得意笑道：一切都在计划当中。他看向苏烈，接着道：还请侯爷明日一早请些大臣过来做个见证，到时候苏毅他想赖也赖不掉了。苏烈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卧房内，苏毅与赵青兰正打得火热，喘清娇吟之音不绝于耳。这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身轻如燕地落在了卧房窗外。只见此人天姿绝色，眉目如画，浑身上下散发着尊贵的气息，赫然就是萧凌霜。他正准备敲开窗户，
偷摸进去苏毅卧房偷取功法秘籍。可刚靠近窗户，就听见一阵令人浮想联翩的喘息声自卧房内传来。萧凌霜一怔，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凑在窗户的缝隙上朝卧房看去。只见卧房内赵青兰衣不蔽体，2条玉臂正紧紧地缠在苏毅的脖子上，后者2只大手紧搂着他的腰肢，低头贪婪地亲吻着。看到这惊心动魄的画面，萧凌霜瞬间心血沸腾，口干舌燥，呼吸也随之急促起来。未经人事的他羞得满脸通红。他本想转身离开，但双腿却完全不听使唤，双眼更是直勾勾地注视着卧房内的2人。只见2人从桌子到地板，从地板到椅子，又从椅子到床上，足足过去了半个时辰，房内的动静这才消停了下来。呼呼一阵沉沉的酣睡声自房内响起。萧凌霜咽了口唾沫，喉咙干得似要快喷出火来。登徒子，臭不要脸！他心中把苏毅臭骂了一顿，确定房内2人都睡着了之后，才轻巧地将窗户插靴拨开，推窗跃了进去。瞥了床榻一眼，看见苏毅搂着赵青兰呼呼大睡，他暗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他就在苏毅的卧房内仔细搜寻了起来，只不过他都快将整间卧房翻遍，却仍旧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功法秘籍。目光不由得落在了床榻之上，如此重要的秘籍也许就藏在床上枕头底下。想到这，萧凌霜银牙一咬，便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看见床上衣不蔽体的2人之后，他心跳不由得加速跳动，再次变得口干舌燥。他深吸一口气，将心中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念按下，随后便伸手轻轻地朝苏毅的枕头底下摸去。这时苏毅忽然翻了个身，径直枕在了他的手臂之上。萧凌霜惊得花容失色，正想把手抽出来，可苏毅竟从床上滚了下来，径直将他压在了身下。萧凌霜吓得不轻，差点惊呼出声。慌乱之下，他忙伸手想要将苏毅推开，然而这时苏毅竟撅嘴亲了下来。萧凌霜杏眼圆睁，瞳孔骤然一缩，脑海中一片空白。在他愣神之际，苏毅的大手在他身上肆意游走起来。混蛋，放开我！萧凌霜话还没说完，小嘴再次被苏毅给堵住了。眼瞅着苏毅动作越发的过分，萧凌霜肺都快气炸了，正要推开苏毅，然后一剑将对方给杀了，以解心头之恨。但就在这时，他忽然惊觉自己的内力正源源不断地顺着苏毅的嘴里钻去。不好，这纨绔居然还懂袭人内力的邪功！萧凌霜吓得脸色大变，想要挣扎，但却半点力气都使不上。更让他感到诧异的是，苏毅的嘴唇似乎有无上魔力，给他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未经人事的他本就对男女之事充满了好奇，此时竟忍不住回应了起来。不知不觉间，身上衣裙已经滑落到了地面，紧接着一股锥心的疼痛随之传来。哎呀！萧凌霜黛眉一皱，吃痛之下神智瞬间清醒，见自己守了20多年的清白之身居然便宜了苏毅，他眼角流出了悔恨的泪水。混蛋，等会儿本宫一定杀了你，本宫要将你千刀万剐！就在他决定事后要将苏毅大卸8块泄恨之时，一股至刚至阳的精纯真气竟从苏毅体内钻出，朝他丹田处汇聚而去。真气刚入体，他就感觉四肢百骸暖洋洋的，再无半点往日那种阴寒感，而且他能清晰地感应到，随着这至刚至阳的真气流入，自身实力也在不断的提升。这难不成就是双修之术？惊愕之际，一股股精纯的真气源源不断地从苏毅体内钻出，朝他丹田涌去。同时那种奇妙的感觉让他欲罢不能。渐渐的，他不再抗拒，伸手搂着苏毅的脖子，声色地回应了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苏毅浑身一颤，随后便沉沉睡去。萧凌霜整个人都麻了，缓了许久才缓过劲来。随后他震惊地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竟已修炼到了平境，距离6品仅1步之遥而已。要知道他步入7品还不到半个月啊！今年之前他实力一直停留在7品初期，难以寸进。结果今夜与苏毅缠绵过后，居然突飞猛进，这双修之术未免太过恐怖了吧！穿好衣裙之后，他将腰带上的匕首摘下，握着匕首抵在了苏毅的脖子上。此时苏毅睡得跟死猪一样，萧凌霜只要手腕一抖就能取走他的性命。就暂且饶你一命，待本宫步入2品之后，定将你碎尸万段。萧凌霜咬咬牙，收起匕首走到窗前，他神色复杂的回头看了苏毅一眼，随后纵身一跃，身影消失在了茫茫夜色当中。殿下，功法秘籍找到了吗？萧凌霜刚回到长公主府，婢女小环便迎了上来。没有，不知他藏哪里去了。如此贵重的秘籍，苏毅肯定藏得很紧，等他明日过来，奴婢再想办法旁敲侧击一下。对了，殿下，你头发怎么有些散乱？萧凌霜目光飘忽不定，支支吾吾地说道。走得太急，风吹的，很晚了，本宫要睡了。他说完便飞也似的跑回了寝宫。
小环眉头轻蹙，总感觉萧凌霜今晚似乎有些不对劲，但具体哪里不对劲，她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来。翌日，一缕晨曦透过窗台缝隙洒在了苏毅的脸上，他缓缓睁开双眼，伸了个懒腰，目光扫过赵青兰那凹凸有致的绝美身段时，不禁有些蠢蠢欲动。这时他忽然面露诧异，难以置信地喃喃道：咦，我啥时候修炼到瓶颈了？他前几天才步入9品，而且昨晚修炼时明明还是9品初期的，结果一夜过去，实力突飞猛进了。他歪着脑袋仔细回忆着，随后他皱起眉头嘀咕道：奇怪，昨晚我怎么好像梦见与长公主双修了？难不成是把赵青兰当成长公主了？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卧房的门被人一脚踹开，紧接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咆哮随之响起。苍天呐，苏毅你个王八蛋，居然睡我老婆！听见苏燕的声音，床上的赵青兰猛然惊醒，她慌乱地扯过颈背，将自身那傲人风光遮住，却掩不住颈上那斑驳的吻痕。苏毅，我要将你碎尸万段！苏燕双目赤红地冲进内室，只见她光着脚，竟连鞋袜都没来得及穿。她昨晚被苏毅气得吐血昏迷后，刚刚才醒来，结果还没起床，就从府中下人那里得知赵青兰昨晚居然进了苏毅的卧房，这可把她急坏了，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甚至连外袍都来不及系。此刻衣襟大敞露出里衣，像极了一个疯癫的醉汉。青兰别怕，他本想跟苏毅拼命，可看见床上的赵青兰后，他便快步来到床前，手忙脚乱要替赵青兰掖被角，嘴上还絮絮叨叨地说道：定是这畜生给你下药了，是不是？我这就让父亲过来把他滚开！赵青兰厌恶地打断了他的话，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感情。苏燕一怔，旋即回头朝苏毅呵斥道：你耳朵聋了吗？青兰让你滚开！我是让你滚开，我已经是苏毅的人了，你以后别再纠缠我了。赵青兰心一横，直接把话给挑明了。不，你骗我的对不对？青兰你看，苏燕突然献宝似的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这是你最爱吃的蜜饯梅子，我连夜去。苏燕，昨夜是我主动敲开苏毅房门的。赵青兰裹紧被褥，声音淡漠，就仿佛在说一件很寻常的事。苏燕的手悬在半空，蜜饯撒了一地。愣了片刻，她忽然神经质般的笑了起来。你看你又说胡话了，定是这宅子风水不好，我这就去找道长过来做法。我们昨晚什么都发生了。赵青兰顿了顿，接着道：5次。苏毅闻言险些被茶水呛到，他承认他的确是强，但昨晚吸入合欢香之后，疯狂过后就呼呼大睡了，直到刚刚方才醒来，所以赵青兰说的5次根本不存在。而赵青兰如此夸大其词，就不怕苏燕承受不住这个打击吗？不。苏燕突然跪在床畔，摇着头喃喃道：青兰你骗我的对不对？你肯定还是完璧之身，我闻得到你身上还有手工纱的茉莉香味。苏毅终于忍不住笑出声，这蠢货怕不是把脂粉香味当成了什么见鬼的手工纱气味了。你笑什么？苏燕转头凶狠地瞪着苏毅，咆哮道：是你欺负了青兰，我要弄死你！他抡起拳头，恶狠狠地朝苏毅扑了过去。苏毅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容，一个过肩摔将他狠狠摔在了地板上。哎呦！苏燕浑身散架了似的，哀嚎不已。缓过劲后，他暴跳如雷地咆哮道：王八蛋，非但睡我老婆，还敢打我！苏毅，不杀你我誓不为人！苏毅挑眉问道：你老婆昨晚拜堂了吗？没拜堂，你鬼叫什么？我……苏燕一噎，眼神飘忽不定。突然他跪在了苏毅面前，脸上堆起谄笑：大哥，我的好大哥，你把青兰还我，我保证不跟你争夺世子的位置了，好不好？闻听此言，赵青兰气得浑身发抖，抓起床头的铜镜便砸过去。你当我是什么货物吗？铜镜砰的一声砸在了苏燕的额头上，鲜血顿时糊了她一脸，但她却浑然不觉，反而跪行几步来到床畔前。青兰你别生气，你不是货物，你是我最爱的女人。赵青兰冷冷说道。苏燕，从你让我服下合欢散引诱苏毅那时起，我就已经对你反感了。在你眼里，世子之位比一切都重要，为了这个你甚至还不惜将我当成棋子，我受够了。不是你说的那样的。苏燕摇着头想要辩解，但赵青兰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是苏毅的人了，等他把我娶过门后，我就是你嫂子。不。苏燕彻底崩溃了，一阵捶胸顿足，随后他满怀期待地问道：青兰，昨晚你们只是睡一起，什么都没发生，对不对？听到这话，苏毅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赵青兰都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他这是打算自欺欺人。你给我听好了，我与苏毅已经有夫妻之实了，
昨晚什么都发生了，还听不明白吗？不，苏燕低下头，像个疯子似的喃喃道：“你肯定是在骗我的，你定是在骗我。看到我手腕上的伤疤了吗？几天前我跟你说摔了一跤，不慎把手工纱划破了，那是骗你的。其实几天前我与苏毅就已经，手工纱也是那时候消失的。”赵青兰将那白皙的手腕伸了出来，其上赫然可见一道伤痕，正是手工纱点缀的位置。苏燕目光呆滞地愣在原地。过了片刻，她忽然抬头看着赵青兰：“青兰，没关系的，我不介意，我可以当平妻，不，当外室也行的。”“疯了，你简直不可理喻，滚开，我不想看见你。”赵青兰满脸厌恶地别过头去。苏燕痴痴地笑道：“青兰，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所以他肯定也有累的时候，等他累了，我可以替他侍寝的。”赵青兰恼羞成怒，娇斥道：“闭嘴！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居然如此恶心！别，你别生气，你不喜欢的话，我不说就是了。咱们仨以后就好好过日子，我肯定会很听话的。”见他油盐不进，赵青兰气得都不知该说什么了。而苏燕这副卑微的模样，苏毅看了不免有些倒胃口，于是懒洋洋地开口：“苏燕啊，大哥你说。”苏燕立刻转身，满脸讨好地说道：“只要你把青兰还给我，你要我怎样都行，大哥我求你了。”“嘿嘿，是他自己要缠着我，我也没办法。其实我也想低调，但奈何实力不允许，5次啊，我都感觉自己太强了。”苏毅杀人诛心。赵青兰羞愤地扔来绣鞋：“苏毅，你也闭嘴！”苏燕却突然眼睛一亮，满脸崇拜地说道：“5次！哇，大哥好厉害啊！”他掰着手指数起来，自顾自地接着道：“我去青楼找姑娘时，吃了西域秘药，最多也就2次。青兰跟着你就有福了。”听到这话，苏毅嘴角一阵抽搐，满脸黑线。苏燕，她真是疯了啊！赵青兰脸上的厌恶之色愈发的浓郁了。其实，苏燕突然神秘兮兮的压低声音：“我早就察觉青兰不对劲了。”她抹了把脸上的血，笑得像个天真的孩童。不过没关系，只要她开心就好。我以后可以每天帮你们铺床叠被，真的，只要能陪在她身边就行。赵青兰终于受不了了，呵斥道：“苏燕，你给我滚出去！”苏毅也看不下去了，朝门外的护院喝道：“还愣着干嘛？没看见这货疯了吗？把他拖出去！”几名护院闻言，各自对视一眼，均都有些犹豫。但想到苏毅前几日一言不合就杀人之后，他们不敢耽搁，急忙进屋把苏燕抬了出去。苏燕被抬到门外，还在声嘶力竭地喊着：“青兰，明天我给你送新裁的裙子过来，藕荷色的，你穿上一定美，大哥他肯定喜欢。他累了你记得叫我啊。”声音渐渐远去。“你看你，把苏燕给气疯了。”苏毅似笑非笑地看着赵青兰，后者直视着他，问道：“你什么时候娶我过门？”苏毅想也不想地摇摇头：“不娶。你这几天你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现在说不娶，你把我当什么了？”赵青兰眼眶瞬间红了，满脸委屈。苏毅耸耸肩道：“别说的你很委屈似的，昨晚你也享受了，咱们各取所需而已。所以在你眼里，我到底算什么？”赵青兰贝齿紧咬着红唇，渗出血了，仍不自知。“你吗？当然是我的玩物喽！无耻！我赵青兰以后就算是死，就算是跳井里淹死，我也绝不会再让你碰我的了。”这话听着挺耳熟，别犟了，时间还早，咱们还是重温一下昨夜的疯狂吧。你休想！赵青兰话还没说完，苏毅便像泥鳅一般钻进了被窝。“哎，你住手！不，要啊！”半个时辰后，赵青兰香汗淋漓地躺在床上，俏脸仍残留着没有完全消退的余韵，衬得她脸蛋晶莹玉润，吹弹可破。苏毅意犹未尽，大手在她那丰腴的娇躯上轻抚着。许是尝到了甜头，赵青兰没有再提及让苏毅娶她之事，任由苏毅的手在自己身上肆意游走。这时，房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紧接着砰的一声，房门再次被人踹开。“好你个苏毅，居然睡我女儿！今天你若不给我一个满意的说法，这事儿没完！”赵执瑞怒冲冲地闯了进来，身后还跟着苏烈、李秀珍以及好几名朝廷官员。李秀珍安抚道：“丫头别怕，苏毅欺负了你，我们一定让他负责到底。苏毅，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赵执瑞气冲冲地再次质问。赵大人息怒。苏烈走了出来打圆场：“苏毅，事已至此，就把青兰给娶了吧，否则咱们两家以后还有何脸面见人？”苏毅目光在他们身上一扫而过，淡淡说道：“都是千年的狐狸，搁这演什么聊斋？昨晚的合欢香，你们放的吧？以为赶鸭子上架，我就会娶赵青兰了？天真！你把我女儿睡了，若敢不娶，我这就入宫找陛下评理去。”苏毅无所谓的耸耸肩：“去吧，陛下龙体欠安，看他有没有精力搭理这些破事儿。”“这你就错了，陛下如今生龙活虎的，
昨夜批阅奏折到半夜，今早还精神奕奕，带着皇后去御花园赏花呢。你说什么？苏毅一脸的难以置信。景帝明明已经病入膏肓，命不久矣了，现在居然能熬夜批阅奏折，而且次日还有精力去赏花，这怎么看都不对劲啊！赵大人所言不假，陛下这几日精神的确不错。你小子医术可以啊！苏烈竟忍不住夸赞起来。他不知景帝吃了9黎部落大祭司献的丹药，还以为这都是苏毅的功劳呢。苏侯爷，你此话什么意思？赵执睿好奇地问道。前几日陛下不是吐血昏迷了吗？一众太医束手无策，结果这小子跟着长公主入宫给陛下诊治，他扎了几针，陛下就醒了。此话当真？赵执睿一脸的不可置信，但他了解苏烈，深知对方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于是便激动地说道：苏毅，哦不，好女婿，我最近总感觉腰酸背痛，有些力不从心，要不给你岳父我瞅瞅。苏毅瞥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道：别叫得那么亲，我可没答应娶你女儿。那啥，你们出去吧，我得更衣，然后赶去长公主府。你去长公主府作甚？与长公主约好了，若是被你们耽搁了，到时候长公主怪罪下来，你们自己去解释吧。这……赵执睿不由得迟疑起来。苏烈拍了拍他的肩膀，道：赵大人放心，不管苏毅同不同意，青兰都是我镇南侯府的儿媳，以后他就住在我们侯府吧，等时机成熟，再给他与苏毅补办婚宴。善，那就这么说定了，正好青兰的行李昨天就带过来了。赵执睿爽快答应。见他们居然把这事给敲定了，苏毅满脸黑线，但也懒得掰扯，只要不逼他娶赵青兰，一切都好说。况且赵青兰若是留在侯府，到时候有需要时到也方便。赵执睿见苏毅没有反对，就当他是默许了，于是一行人满心欢喜地转身走了出去。赵青兰则乖巧地起床替苏毅更衣。见他如此懂事，苏毅倒也没有拒绝，接连欺负了人家这么多次，总不能一直给人家脸色看，心里琢磨着让赵青兰给自己当的贴身秘书，貌似也不错。有道是，有事秘书干，没事长公主府。小环看见萧凌霜神采奕奕的，诧异地问道：殿下，你脸色看上去很好，昨夜没有四肢发寒吗？有一点点，但不碍事。其实昨夜他睡得很香，体内寒气根本没有发作。萧凌霜虽然不想承认，但与苏毅双修的确可以镇压体内的阴寒之气。回想起昨夜与苏毅发生的那些事，他心里既怒又怨，同时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里面。启禀长公主殿下，镇南侯府世子苏毅求见。这时一名婢女快步走了进来。萧凌霜微微颔首道：带他进来吧。是。片刻之后，苏毅便走了进来。见过长公主殿下。苏毅一身白色长袍，拱手微微一礼，颇有一股温文儒雅的味道。见他一副从容的模样，萧凌霜黛眉微微一皱，这个纨绔夺走了本宫的清白，居然还像没事发生似的，难不成他对昨夜的事情没有印象？想到昨晚苏毅似乎迷迷糊糊的，他便眯起了双眼，径直问道：昨晚干了什么好事，还记得吗？苏毅一怔，皱眉道：昨晚我做什么了？跟殿下没关系吧？你说呢？萧凌霜灼灼的目光直视着他。苏毅心里越发感到困惑，他这话几个意思？只见他眼珠子转了转，正色道：殿下，我虽然答应替你办事，但总不能连私事都要向你汇报吧？若是如此，那我收回昨晚的话得了。闻言，萧凌霜就确定苏毅对昨晚的事情是真的没有印象了。也对，昨晚苏毅脸上表情不对，看着就像是中了情毒，所以具体发生了什么他没印象倒也不奇怪。想到这，萧凌霜暗暗松了一口气，同时心里竟莫名的感到有些委屈。他摇了摇头道：行了，本宫只是随便问问而已。你昨天说有一种办法可以中和我体内的阴寒之气，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开始吧。说到这，他便朝小环说道：你在门外守着，没有本宫的准许，任何人不得进来。殿下，不需要奴婢护法吗？小环满脸戒备地看了苏毅一眼。萧凌霜淡淡摇头：不用，这里是长公主府，谅他也不敢乱来。是。小环躬身一礼，转身之际瞪了苏毅一眼：纨绔，若敢心怀叵测，你就死定了。威胁了一番之后，他便退了出去。萧凌霜莲步轻移，转身朝后殿走去。苏毅耸耸肩，紧随其后。你说什么？赵青兰昨晚与苏毅睡一起了。镇南侯府西院，张春梅诧异地看着婢女翠儿，后者点了点头，道：非但如此，方才二少爷闯了进去，还被他们砸破脑袋了，也不知是谁动的手，岂有此理？一二他人呢？在前院呢。二少爷他似乎有点不对劲。闻言，张春梅快步地朝前院走去。鱼池旁的凉亭内，苏燕坐在石凳上，痴痴地傻笑着。一旁的婢女替她擦拭着脸上的血渍，但她却似乎浑然不觉。
看见他额头仍在流血，张春梅心疼坏了，痛心地问道：“叶儿，是谁把你头给砸破了？疼不疼？”娘，青兰答应了，她答应了。苏燕瞪大着眼，满脸天真笑容。她答应什么了？答应让我给她当外室啊，以后大哥累了就由我来侍寝。嘻嘻，青兰她心里还是有我的。苏燕说完，又是满脸傻笑。见她这副模样，张春梅既生气又心疼，轻喝道：“燕儿，你在说什么胡话？你乃是侯府少爷，日后的侯府世子，要当外室，那也是他赵青兰给你当，听明白了吗？娘，我答应大哥不再跟他抢世子之位了，不然的话他就不把青兰还给我。啪！”张春梅反手一巴掌就抽了过去，竟然喊那个窝囊废大哥，你骨气哪里去了？我不服软，他就不把青兰还给我。娘，没有青兰的话，我可怎么活？啪啪！张春梅接连2巴掌狠狠抽了过去，训斥道：“蠢货，因为一个女人就搁这要死要活，你能不能有点出息？若再这般颓废下去，以后这镇南侯府就没咱娘俩的立足之地了，到时候你哭都没眼泪。”苏燕捂着火辣辣疼的脸颊，迷茫的眼神逐渐变得狠厉起来。娘，我要报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我要苏一死，我要将他碎尸万段，这才是我的好儿子。昨晚赵青兰当众悔婚，你就别对他心存幻想了，等将侯府世子之位抢到手，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我懂了，等将苏毅踢出侯府之后，我再将赵青兰完成残花败柳，然后卖怡红院去，让她尝尝人尽可夫的滋味。苏燕面目狰狞地说着，随后问道：“娘，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做？昨晚发生了那样的事，以至于咱们先前的计划没办法施行，算他苏毅运气好，不过没关系，只要他还在侯府，那就一切都好办。可是娘，赵青兰那个贱人已经倒向苏毅那边了，咱们也没办法拿他做文章了啊。”张春梅冷冷一笑：“那咱们就换个人选。换谁？如今朝堂局势动荡，听说镇国武王爷不日就要回京，到时候长公主应该会过来找你爹，商议如何共同对抗武王爷。”听到这，苏燕惊得瞪大双眼：“娘，你是想利用长公主？不错，苏毅好色，人尽皆知，他觊觎长公主的美貌，做出大逆不道之事，合情合理。到时候谁也保不了他，包括你爹也不行。可是万一长公主殿下不来呢？你爹手握南境10万兵权，长公主她肯定会来的，非但是他，其他那些个皇子也会陆续登门，只要能得到你爹的支持，他们日后夺嫡就能稳占上风了。”苏燕皱眉道：“那些皇子夺嫡，长公主跟着凑什么热闹？她一介女儿身，自是不可能参与夺嫡，但她是陛下最宠爱的公主，武王爷回京，她自然得替皇上分忧，联合你爹共同对抗武王爷。只要他过来，咱们就有机会。”说到这，张春梅眯起双眼，目光怨毒地接着道：“这一次务必一击中的将苏毅彻底弄死。”苏燕面露担忧之色，问道：“可是娘，苏毅对长公主行不轨，陛下他万一盛怒之下诛苏毅9族怎么办？咱们岂不是也被牵连进去了吗？所以咱们得在苏毅得手之前抓他的现行，如此既救了长公主，让他成了咱们的情，又能让苏毅万劫不复，一举两得。好，就这么办。”张春梅高深莫测的一笑：“燕儿，若你能在苏毅的魔爪之下将长公主救下，他心里定会对你无比感激。到时候你再趁机多与他接触，万一日久生情，你就能成为驸马爷了。”听到这话，苏燕眼眸中满是激动的神色。与长公主比起来，赵青兰算个屁。要是真的能赢得长公主的垂爱，那即便不当镇南侯府的世子，也赚大发了。更何况到时候苏毅意图玷污长公主，此乃死罪。到时候拿下侯府世子的位置，然后再成为长公主的驸马爷，一飞冲天了。想到这，苏燕激动地握紧了拳头，就仿佛已经看见大好前程朝他招手了。与此同时，长公主府后殿内，萧凌霜黛眉轻蹙，一脸怀疑地看着苏毅：“这就是昨天你说能中和本宫体内阴寒之气的办法？不错，只要殿下按照此图上标注的经脉运转真气，便能起到中和的作用。”苏毅指着桌案上的一张人体脉络图，只见其上用笔墨将无数穴位连成了一条路线图，乍一看颇有种高深莫测的意味。那另一张图上的路线图又是干嘛用的？苏毅解释道：“那是我的运功路线图，画出来给你看，免得你等会儿以为我要占你便宜。”听到这话，萧凌霜不着痕迹地瞪了他一眼。昨晚占的便宜还不够大，现在搁这装什么正经？心中吐槽一句，他便淡淡说道：“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开始吧。”随后他与苏毅面对面的盘腿坐了下来，伸出双手与苏毅的手掌贴在了一起。触碰到苏毅手掌的那一刻，他娇躯轻轻一颤，脑海中不自觉地涌现出昨夜与苏毅疯狂缠绵时的画面，俏脸也不由得涌现出一抹绯红。
看到他这一副娇羞的模样，苏毅心神一阵荡漾。这是心动的感觉。别发愣，本宫要开始了。萧凌霜话音落下，体内真气缓缓运转，顺着苏毅指定的经脉路线汇聚到右臂之上，随后顺着手掌朝苏毅的掌心钻去。真气刚入体，苏毅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萧凌霜体内的真气夹带阴寒之气，若非他修炼的是至刚至阳的功法，此时能不能驾驭得住还是两说之事。阴寒之气入体的刹那，他便运转功法，将丹田处那股至刚至阳的真气释放而出，顺着另一只手臂朝萧凌霜手掌心度去。感受到从他手掌传来的至阳之气，萧凌霜美眸当中闪过惊诧之色。这股真气无比精纯，在他体内运转一个小周天后，他便感觉浑身暖洋洋的，那刻在四肢百骸的阴寒之感竟瞬间荡然无存。原本他对苏毅还有几分防备，但察觉到自身的变化之后，他便再无任何怀疑，全神贯注地运转功法。就这样，至阴与至阳两股不同属性的真气在他们双方体内循环流转，补全彼此功法缺陷的同时，也起到了相辅相成的效果，使得彼此的实力进展神速。就这短短1刻钟的时间，抵得过他们平时苦练几日了。只不过经历了昨晚做火箭时的修炼速度，萧凌霜对现在的进度明显很不满意。这不，双方运功还不到1炷香的时间，他便蹙眉不耐烦地说道：“太慢了，这速度太慢了。”还慢姑奶奶，哦不，长公主殿下，现在的速度比你一个人修炼快多了，好吧？苏毅嘴角抽了抽，吐槽起来。没想到长公主也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啊。萧凌霜不动声色地问道：“还有没有更快一些的办法？”没了，其实你也不用太着急，以现在的速度，咱们一起修炼个3年5载，铁定能步入3品，运气好的话2品也不是没有可能。3年5载，本宫等不了那么长时间。说到这，萧凌霜贝齿咬了咬朱唇，终于问出了那句话：“你之前不是说双修可以让我的实力突飞猛进的吗？”对啊，苏一下意识的点头，但很快他就瞪大着眼，满脸错愕的看着萧凌霜。长公主突然提起这个，难不成他是想还没反应过来，萧凌霜那娇柔的红唇便毫无征兆的印了上来。苏毅瞳孔骤然一缩，呼吸都差点停止了。我不是在做梦吧？长公主同意跟我双修了，这幸福来得太突然，她一点准备都没有啊。见他愣着，萧凌霜恼羞成怒的娇嗔道：“还愣着作甚？昨晚那股子劲哪里去了？”昨晚，苏毅更加懵逼了，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看着萧凌霜。所以昨晚那不是梦，他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自己的修为一夜间会进展得如此神速。起初他还以为问题出在赵青兰身上呢，但反复观察，赵青兰体质平平，根本不可能有此等逆天的效果。只是为什么萧凌霜昨晚会出现在自己卧房，而且还与自己完成了一次双修？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萧凌霜没有回答他，而是轻声威胁道：“2个月，我若进不了4品，就把你阉了，让你进宫当太监。”听到这话，苏毅忽觉某处凉飕飕的，忍不住缩了缩脖子。双修固然是爽，但弄不好是铁定要出人命的，要么是长公主怀孕，要么是他人头落地。此情此景，他真想感慨一句：我太难了。然而这时，萧凌霜头上的发髻散了，只见他将头上的发簪摘下，用那樱桃小嘴轻咬着，那模样别提多诱人了。2条嫩藕般的玉臂，则是整理着那一袭乌黑亮泽的秀发，如此一来，就显得他那傲人的饱满更显惊心动魄。苏毅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心花怒放的同时，直接进入了战备状态。虽然昨晚已经坦诚相待，并且深入交流过，但萧凌霜此时仍旧表现得无比羞涩，莹润的俏脸已然红得像是熟透了的苹果，更似那午夜绽放的红梅，妖艳动人。苏毅哪里还按捺得住，于是一把将萧凌霜横抱而起，径直朝那香玉软榻走去。不多时，2团衣物从床榻上滑落，看着眼前那金雕玉琢的绝美娇躯，苏毅只感觉一阵惊心动魄，这简直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啊！看见萧凌霜缓缓闭上双眼，苏毅会心一笑，搂住对方那纤细的小蛮腰，朝那傲人的温柔亲了下去。萧凌霜娇躯一颤，随后便生涩地回应了起来。有了昨夜的经验，萧凌霜主动运转体内真气，朝苏毅体内传送而去。而苏毅体内那至刚至阳的精纯真气，在体内运转1周天后，也缓缓朝他体内输送而去。萧凌霜黛眉微微皱起，忍不住嘤咛一声。苏毅体内的真气速度太快，竟差点引得他体内真气错乱。苏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便放慢了真气传输的速度。随后2人体内的真气徐徐地在双方体内循环流转起来。殿下，静气凝神，按照先前说的路线运转真气。苏毅轻声提醒。闻听此言，
萧凌霜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他先前所描绘的运功脉络图，真气运转速度越来越快，两人的实力也突飞猛进。渐渐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感觉令萧凌霜忘乎所以，宛若天籁般的美妙乐章在后殿回荡，经久不息。这都快天黑了，殿下怎还没出来？殿门外，小环看着悄然降临的暮色，黛眉不禁微微蹙起。萧凌霜与苏毅从清晨就开始修炼了，直到现在都还没出来，俩人甚至连午饭都没吃。他中午时本打算进去看看情况，结果萧凌霜却让他继续在门外守着。这一守，一天就过去了。就在他担心萧凌霜练功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身后传来了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苏毅脚步略显虚浮的从大殿内走出来，一只手放在身后垂着腰。小环先是一愣，忙不迭地问道：殿下人呢？他等会儿就出来了，去给他准备点吃的吧。今日修炼体力消耗太大了。你们真的修炼了一整日？小环一脸狐疑地看着苏毅，后者郑重其事地点点头。当然，可我怎么好像听见了奇怪的声音？修炼吗？发出些声响很合理。苏毅脸不红心不跳，小环眉头皱得更紧，正想追问，可这时萧凌霜从后殿缓缓走了出来。只见他俏脸娇嫩水润，吹弹可破，两边脸颊还残留着没有完全消退的红晕。最让小环感到惊讶的是，萧凌霜此时居然是扶着墙出来的。殿下，你怎么了？小环惊呼一声，急忙进去搀扶。萧凌霜俏脸一红，支支吾吾地说道：没什么，练功累着了而已。说话间还满脸嗔怒地暗瞪了苏毅一眼。今日双修，实力虽然大涨，但却也被苏毅折腾得死去活来。尤其是后面那几个动作，萧凌霜现在回想起都羞得不行，想不明白当时自己为何会如此听苏毅的话。嗨嗨，殿下，明日还修炼吗？不，萧凌霜想也不想的就拒绝了。就现在这个情况，少说也要3、2日才能缓过来。许是担心苏毅误会，他忙补充到3日后继续。话刚说完，他俏脸又忍不住浮现一抹红晕，平添了几分娇羞。也好，殿下刚步入6品，这几日先巩固一下也好。听到苏毅这话，小环难以置信地看着萧凌霜。殿下，你真的已经突破到6品了？萧凌霜微微颔首，但表情仍是有些羞涩。小环激动不已，忙朝苏毅问道：喂，你那功法如此厉害，能不能也教教我啊？你吗？苏毅上上下下打量了小环几眼，长相勉强可以打8分，身段娇小玲珑，凹凸有致，细枝接硕果。虽然比不上萧凌霜，但她却算得上是小美人一个。察觉到他目光有些不对劲，小环柳眉一竖，娇斥道：你这么盯着我看干嘛？能不能教我？给个痛快话。就你这态度，我才不教你。你……小环咬咬牙，随即满脸讨好的说道：哎呀，苏小侯爷，你别那么小气嘛，我是殿下的贴身侍女，我实力提升了就能更好的保护殿下，你就教教我嘛。苏毅眨了眨眼，朝萧凌霜问道：要教他吗？萧凌霜瞪了他一眼，说道：只要不是你我修炼那种功法，其他的你随意。听见了吧，长公主殿下不让，我也没办法，走了。苏毅嘿嘿一笑，便转身离开了。等一下，萧凌霜忽然叫住了苏毅，道：你若是有适合小环修炼的功法，就教一下她吧，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嗨，咱们都知根知底了，何须如此客气。她身形轻盈，有一套剑法正好适合她，到时候我一并带过来就是了。说到这，苏毅话锋一转，问道：对了，听说陛下恢复得不错，昨晚熬夜批阅奏折，今晨还与皇后去御花园赏花，此事当真吗？的确如此，本宫倒是没想到你的医术居然如此了得。萧凌霜看向苏毅的目光多了几分钦佩。苏毅皱起眉，目光阴晴不定。这事儿不对劲啊，以景帝的情况，能维持清醒就不错了，现在居然如此精力充沛，这几日肯定发生了别的什么事。想到这，他便不动声色地说道：殿下明日入宫请安之时，能否带上在下，也好让我入宫替陛下复诊一下。当然可以。对了，明晚我会过去镇南侯府拜访你爹，你回去先跟他提一声，别让本宫走空了。苏毅一怔，好奇问道：找他干嘛？武王叔不日便要回京，为了以防万一，本宫得提前做好准备。萧凌霜面色凝重，眉宇间还浮现出担忧之色。其实对付武王爷，殿下无需操之过急。萧凌霜蹙眉问道：怎么说？所谓枪打出头鸟，武王爷此番回京必定来势汹汹，谁第一个碰他，必然会损失惨重。而眼下皇帝垂暮，东宫未立，其他皇子肯定也急于表现自己，武王爷一旦回京，他们定会抢着出手制衡，而殿下只需静观其变，谋而后动即可。听到苏毅这话，萧凌霜瞳孔骤然一缩，随后不动声色地说道：武王叔居心叵测，我身为父皇最宠爱的儿女，
自当要为父皇分忧，岂能退居人后？苏毅淡淡一笑，殿下若只想当一名长公主，自然可以率先出击。陛下看在眼里，心里也自会欣慰。但殿下想要的应该不止这些吧？他顿了顿，接着说道：善谋者当以不变应万变，等他们彼此消耗的差不多了，殿下在下场收割，便可坐收渔利。当然，殿下若无那份心思，就当我胡说八道吧。在下就先告辞了。苏毅拱了拱手，转身就离开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萧凌霜目光闪烁不定，俏脸浮现出惊诧之色。小环低声问道：殿下，苏毅他知道您的意图了？从他方才那番话来看，他多半是猜到了。这个家伙心思远比本宫想象中还要细腻。萧凌霜感慨道：他不会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吧？应该不会，否则他刚才就不会说那些话了。小环细细一想，点了点头，也是。而且他刚才说的似乎挺有道理的，以咱们长公主府的实力，根本不足以与武王爷相抗衡。燕王府高手如云，其余皇子麾下也人才济济，倒是可以让他们先出手削弱一下武王爷的势力。萧凌霜眯起双眼，嘴角勾勒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如此看来，本宫这次是捡到宝了。小环黛眉紧锁，担忧地说道：殿下，您刚步入7品不久，而今日在苏毅的帮助下又成功突破到了6品，这个声名狼藉的纨绔怕是深不可测啊。现在他还猜到了殿下您的意图，日后咱们怕是得多提防着他才行了。萧凌霜眯着眼忽然一笑：没事儿，本宫自有办法降服他。他那笑容竟带着几分成熟女人才有的韵味，微微一笑，竟也倾国倾城，把小环都给看呆住了。小环百思不得其解，长公主为何与苏毅修炼了1日，整个看上去就变得容光焕发，而且还多了一股成熟的韵味。苏毅的功法莫非真如此神奇？不行，日后有机会得旁敲侧击一下，看看这个家伙交给长公主的到底是什么功法。小环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镇南侯府西苑堂屋内，张春梅泪眼婆娑地看着苏烈：侯爷，苏毅他横刀夺爱，非但把叶儿的未婚妻给抢走，还把叶儿给逼疯了，你可得替叶儿做主啊！你还有脸提这事？若非你们母子唆使青兰让他服下那什么合欢散，他岂会？苏烈一拂袍袖，冷哼一声，接着道：总之此事到此为止，以后青兰会以苏毅未婚妻的名义留在咱们镇南侯府。我们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能让燕儿成为侯府世子？这事儿你先前也是默许了的，为何现在改变主意了呢？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苏毅他医术超绝，把陛下给治好了，日后必定前途无量。你们母子没事的话就少招惹他，否则陛下万一怪罪下来，本侯也保不住你们，好自为之吧。苏烈说完，扭头就出去了。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张春梅目光阴沉的似能滴出水来。过了片刻，苏燕从后堂走了出来：娘，我父亲他刚才怎么说？他眼里现在只有苏毅那个废物，如此凉薄无情，一旦让苏毅上位，咱娘俩以后就更不会有好日子过了。这时一名婢女走了进来：夫人，方才奴婢路过前院，无意间听见了苏毅与侯爷的谈话，说是长公主明晚会过来府上拜访侯爷。闻言，张春梅双眼一眯，挥挥手把下人给平退了。听见了吧？好好准备一下，明晚咱们就动手。苏燕眼神飘忽不定，怯生生说道：娘，要不还是算了吧，那毕竟是长公主，万一被发现的话就完了。不等她把话说完，张春梅便恨铁不成钢地训斥道：这才半日光景，你早上那股子狠劲哪里去了？娘，我发现我根本放不下青兰，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脑子里就全是她的身影。我啪！张春梅一巴掌扇了过去，直接把苏燕给打懵了。混账东西，明日事成了，你就能成为长公主的恩人，日后甚至还有可能成为驸马爷，到那时赵青兰就是个屁，听明白了吗？苏燕捂着脸颊，低着头嗫嚅道：孩儿知道了，知道就好。而且就算明晚不慎被长公主发现了，娘也有办法让她投鼠忌器，不敢为难咱娘俩。娘，你开玩笑的吧？就算是父亲出面，只怕也保不了咱们啊。张春梅回头看了一眼屋外，确定外头没人，才低声道：你的远房表姨是武王爷心纳的小妾，这次她会跟随武王爷回京，有这层关系在，咱们哪怕失手，长公主也不敢拿咱们怎样，更何况咱们也无需自己动手，让下人去做。然后说到这，她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苏燕难以置信地问道：娘，你说的是真的？表姨她真的是武王爷的妃子？嘘，这可是连你父亲都不知道的秘密，也是娘手里另一张底牌，更是咱们最后的退路，切记不能说出去。娘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苏燕点头如捣蒜。行了，早些回去睡吧，武王爷一回京，玉京城局势必乱，咱们得两边下注，才能将利益最大化。记住，此事断不能泄露出去，
更不能让你父亲知晓。我记住了，那孩儿就先回去睡了。苏燕说完便转身离开了。路过东院门口时，他下意识地朝里面看了一眼，只见赵青兰一袭粉色长裙，身姿袅娜，亭亭玉立，在烛光的映照下，宛若出尘仙子，美得不可方物。青兰，我的青兰。苏燕目光变得有些呆滞，喃喃自语的同时，下意识的就走了进去。东院大堂内，苏毅瞥了赵青兰一眼，问道：所以你是真打算住下来了？我已经是你的人了，除了留在这，我还能去啊？赵青兰扬起下巴，面露倔强的说道：你若嫌我烦，那就把我杀了吧，总之我是不会走的。嘿嘿，我也没说烦你啊，正好我缺个婢女伺候，你乖乖听话。镇南侯府东院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当然你若是腻了，找个人嫁了也行。现在整个玉京城怕是都已经知道你我之间的事了，全天下除了你，谁还会娶我？赵青兰自嘲的话音刚落，门外便传来一道痴痴的声音：青兰，我娶你，我愿意娶你，咱们这就去找父亲，咱们这就拜堂。话音落下，苏燕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她此时看向赵青兰的目光满怀期待。谁让你进来的？赵青兰俏脸一沉，娇斥道：滚出去，我不想看见你。青兰，你不要生气，我其实是找大哥有事。找我？苏毅挑了挑眉，漫不经心地问道：何事？苏燕回头看了一眼，见外头没人，才神经兮兮地说道：大哥，我这有一个大秘密，只要你答应把青兰还给我，我就告诉你，好不好？他说完，满脸期待地看着苏毅。哦，什么秘密？说说看，我表姨她是。苏燕说到这，目光忽然闪烁不定，像个疯子似的摇头喃喃道：不，娘叮嘱过，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不能说，不能说啊。听到这话，苏毅顿时来了兴致，正打算忽悠一下，结果却见苏燕向左迈了一步，转身面向方才所站立之处，自言自语道：为何不能说？只要说出来，大哥就会把青兰还给你了，这样你就能每天跟青兰待在一起了。看到这一幕，苏毅瞪大了双眼，这货精神分裂了。对，我要每天都和青兰在一起。苏燕站回原来的位置，再度喃喃自语。苏毅见状，便趁热打铁追问：你刚才说你表姨是什么来着？苏燕回头看了一眼，才郑重其事的低声说道：她是武王爷的新纳的小妾。什么？听到这话，苏毅惊呆了。身为镇南侯府的世子，他居然不知道这件事。这张春梅嘴还真够严密的。但想到苏燕神神叨叨的，他对此多少有些怀疑，便又问道：你不会是在胡说八道糊弄我们的吧？大哥，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也许会骗你，但青兰是我最爱的女人，我怎么可能欺骗她呢？就在刚才，娘亲口对我说的，她还说这件事连父亲都不知道，大哥你可一定得保守秘密啊。好家伙，居然连侯爷都被蒙在鼓里。张春梅的城府竟如此深沉。想到这，苏毅继续不动声色地追问：他为何突然跟你提起这个秘密？哦，娘听说长公主殿下明晚会过来拜访父亲，然后他就打算偷偷给长公主。说到这，苏燕忽然打了个哆嗦，随即满脸后怕的连连摇头：不，这个真不能说，否则娘会打死我的。虽然他及时悬崖勒马，但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张春梅心中那些阴谋诡计已经昭然若揭了。见张春梅非但没有放弃陷害自己，而且还胆敢把手伸到长公主身上，这恶妇不除，镇南侯府怕是永无安宁之日了。只不过他敢如此胆大妄为，定是仗着有武王爷的小妾撑腰。此事若是利用得当，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苏毅脑海中思绪转得飞快，随后挑眉问道：你那小姨会跟随武王爷回京？你怎么知道的？苏燕满脸惊愕。闻言，苏毅眯起双眼，嘴角勾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张春梅固然可恨，但等武王爷回来京城后，说不定能有别的用处。考虑到这些，他就暂时不打算将对方除掉了。不过惩戒一下倒是必要的，免得他时常作妖。打定主意之后，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稳住苏燕。于是苏毅便嘿嘿一笑道：别一惊一乍的，你大哥我什么都知道。哇，真不愧是大哥，难怪青兰会对你死心塌地。对了大哥，你现在可以把青兰还给我了吗？可以，不过呢，以后你只能每天早晨过来替我们叠被褥，而且还不能让你娘发现，否则她定会阻挠你的。太好了，我以后每天都可以见到青兰了，多谢大哥，多谢大哥。苏燕喜出望外，跪在地上连连给苏毅磕头。行了，你先回去吧，明早再过来，记住不能让你娘发现哦，否则以后你就不能过来了。是，小弟记住了，大哥你先忙，若是累了，记得叫人过来喊我啊。苏燕说完便美滋滋地转身离开了。一旁的赵青兰终于忍不住开口了：苏毅，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就算打死苏燕，我也不会跟他亲近的。
苏毅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吐槽道：“我只是让他过来帮忙叠被而已，你干嘛想让我打死他？这样啊，我还以为你要让我伺候。”赵青兰松了一口气，接着好奇问道：“明晚你打算怎么对付张春梅？不该问的别问，想留在这，那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哦，赵青兰低下头，颇有些委屈。苏毅挥了挥手，道：“行了，我要睡了，回你自己窝房去吧。”赵青兰一怔，嗫嚅着问道：“今晚不用我侍寝吗？生产队的驴也得歇歇吧？今天本世子很累，没那个兴致，退下吧。”哦，赵青兰应了一声，就转身退下了，心里竟莫名的有点失落。苏毅回到了卧房，盘腿坐在了床榻上。今日与萧凌双双休了1日，他也顺利的突破到了8品境，丹田内的真气比起之前浑厚了许多，气海也比之前大了几分。照这个速度下去，1年内重回巅峰绝非痴人说梦。收回心思，他便运转功法，巩固自身修为。玉京城某客栈厢房内，一名身穿儒袍的青年目光阴沉地看着手中的诗集。这是舒月轩最新出版的诗集，排在第一的正是苏毅几日前在画舫上所做的那首《暮江吟》。想到对方还因此攀上了长公主的高枝，崔正气的牙齿咯咯作响。若没有苏毅搅局，那么得到长公主赏识之人就会是他。这时外头传来了敲门声：“崔少爷，您要的人我替您带来了。”进。房门打开，一名獐头鼠目的男子带着一名扎然大汉走了进来。只见那大汉虎背熊腰，肌肉虬结，孔武有力，身后背着的大刀尚未出鞘，渗人寒意就已经散发开来，让人不寒而栗。崔少爷，这位是血刀门的7品杀手拓跋征。那名叫拓跋征的大汉睨了一眼崔正，见他衣着华丽，便瓮声道：“这笔买卖的5万两银子，先付一半，待我将那厮的人头带回来，再付剩下的。钱不是问题，不过你才7品，镇南侯苏烈可是5品境的高手，你有把握在他眼皮子底下把苏毅人头砍下？”崔正表示很怀疑。拓跋征轻蔑一笑道：“我血刀门的杀手，从不做没有把握之事。半个时辰之前，镇南侯奉旨入宫了，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他不在，区镇南侯府，老子来去自如。好，我直接付你3万两银票，是程后回来拿剩下的。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此事若是办砸了，银子你得退我。还有，倘若你失手后敢把我供出来，我保证你们血刀门上下全都得跟着陪葬。血刀门铁则，一旦失手，自刎归天。更何况清河崔氏冠绝世灵，不少族人在朝中身居高位，我岂敢拿整个血刀门开玩笑？知道就好，那你便去吧，我等你好消息。”崔正说完，从怀中掏出了一沓银票。拓跋征接过银票，径直揣到了怀里，随后纵身一跃，便从窗口一跃而出，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茫茫夜色当中。崔正站在窗前，眺望着镇南侯府方向，目光阴鸷地说道：“苏毅，今晚便是你的死期。”啪嗒，听见窗外传来的细微声响，熟睡中的苏毅蓦然间睁开双眼。与此同时，窗户砰的一声被撞开，紧接着一道身影鱼贯而入，只见他手中大刀寒芒一闪，迅若奔雷地朝床榻上的苏毅砍去。刀刃还没到，那迅猛的刀气就已然率先袭来。呲了，床上的罗帐被刀气搅得支离破碎，竟是7品武者。苏毅瞳孔微微一缩，大手猛地一拍床榻，整个人就借力腾空而起。拓跋征一击落空，反手抽刀斜劈而上，速度比起方才劲还要快上几分。却见苏毅在空中一个翻滚，巧妙躲过对方凌厉攻势之后，稳稳落地。眼瞅拓跋征挥舞着大刀再度袭来，他心中默念着口诀，脚步随着刀气而动。他的脚步看上去虽然很是随意，甚至看不出什么章法，但闪转腾挪间竟能巧妙地躲过拓跋征那霸道且刁钻的攻击。乍看之下，他身后竟似乎还拖着连串残影。看到他这鬼魅般的身法，拓跋征一脸骇然，怎么回事？不是说镇南侯府的世子是个窝囊废吗？他怎会如此高深莫测的身法？在拓跋征愣神之际，苏毅轻喝一声：“大胆狂徒，接本做一记商阳剑。”话音刚落，他体内真气疯狂地朝右手食指的商阳穴涌去。赤，一缕迅猛的剑气自商阳穴激射而出。拓跋征瞳孔一缩，下意识地挥刀格挡，但却是慢了一步。那缕剑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他右侧肩窝洞穿而过，带起一串长长的血溅。吃痛之下，他手中大刀哐当一声脱手掉在了地上。该死的！拓跋征一咬牙，从怀中掏出了一截黑漆漆的竹筒。看见这竹筒，苏毅顿时嗅到一股危险的气息。不等拓跋征再有下一步动作，他手指挥动间，一缕比方才还要凌厉几分的剑气骤然激射而出。噗嗤！拓跋征眉心处应声出现了一个血洞。
身形颤抖了几下，便直挺挺的仰面栽倒在地，彻底死绝。苏毅来到尸体旁，将地上那节黑色竹筒捡了起来，一番研究过后，才震惊地发现这里头装满了密密麻麻的绣花针，竟然是类似暴雨梨花针一样的暗器，而且还有一股浓郁的腥臭味传来，显然是淬了剧毒的。他心中暗呼好险，倘若刚才被对方使用了这个暗器，那结局如何还真不好说。将竹筒收好，他这才蹲下身，在尸体上翻找了起来。可惜尸体上除了3万两银票之外，就再无其他东西了。看着手中的银票，苏毅眯起了双眼。3更半夜过来暗杀自己，怀里居然还揣着巨款，明显就是有人在买凶杀自己。幕后之人到底是谁？是张春梅，还是康阳侯？想到睡前苏燕说过的话，苏毅第一时间就排除了张春梅，因为对方已经谋划好明晚出手陷害自己，所以现在断不可能斥几万两银子雇凶暗杀自己。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康阳侯了。但是他细细一想，又觉得不对。毕云涛找人绑架赵青兰，试图嫁祸给他的证据还在，康阳侯不敢轻举妄动，才对思来想去。他还真猜不出雇佣杀手的到底是谁。只可惜杀手死了，他现在也无从求证。这时他无意间瞥见手中银票的一角竟印着一个崔字。苏毅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喃喃道：这难不成是崔氏钱庄发行的银票？玉京城有3大钱庄，崔氏钱庄便是其中之一。看来明日得抽时间跑一趟崔氏钱庄才行了。打定主意后，他就将银票收了起来，随后朝外头轻喝道：来人！过了片刻，2名护院快步走了进来。世子爷，有何分？咦，有刺客！看见地上拓跋征的尸体后，2人惊得瞠目结舌。苏毅淡淡说道：把尸体拖出去埋了吧。是。2名护院回过神后，正要处理拓跋征的尸体，这时其中一人将地上的大刀捡起，突然惊呼了一声：天哪，这居然是血刀门的杀手！血刀门？是的，世子爷，您看这刀柄之上镌刻着血刀门3个字呢。苏毅这才注意到刀柄之上竟真的镌刻着血刀门3个红色小字。他挑眉问道：血刀门在何处？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只知道血刀门是一个杀手门派，据说可以出任务的至少是7品的实力。说到这，那人看向苏毅的眼神变得无比的惊骇。7品境的杀手死在了苏毅房里，而房里除了苏毅之外并无其他人，也就是说苏毅竟然有能力单杀7品武者。天哪，平日里如此窝囊的世子竟然深藏不露。苏毅将他们眼神中的惊骇尽收眼底，淡淡说道：今夜之事给我烂肚子里。2人心头咯噔一下，忙说道：世子爷放心，我们保证守口如瓶。说完，他们便将拓跋征的尸体抬了下去。一夜再无话。翌日一早，苏毅吃过早膳后便匆匆出了府门，随后跟随长公主萧凌霜一起入了宫。来到御书房后，只见景帝精神矍铄，呼吸匀称有力，与几日前那病恹恹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此时的他正坐在龙椅上批阅着奏章。儿臣参见父皇。萧凌霜行了一礼，苏毅脸上惊讶之色一闪而过，跟着也行了一礼，参见陛下。都平身吧。景帝放下了手中的奏折，朝萧凌霜说道：朕刚接到奏报，你武王叔午后就抵达京城，届时你替朕去迎接一下吧。说到迎接2字时，景帝刻意提高了音调。萧凌霜拱手道：儿臣明白，谨遵父皇圣谕。景帝满意点头。萧凌霜顿了顿，说道：父皇，您这几日气色看上去不错，要不让苏毅给您诊诊脉，也好看看恢复的如何了。也好，苏毅，进前来吧。景帝说完，将手放在了龙案之上。是。苏毅上前几步，替景帝把了把脉，只见他瞳孔骤然一缩，诧异之色一闪而过。景帝脉象时缓时急，体内竟还有一股诡异的气息流转，这怎么看都不对劲。可偏偏景帝气色看上去却又与常人无异。景帝双眼微微一眯，不动声色地问道：朕的身体如何？陛下的身体恢复得不错。苏毅拱了拱手说道。景帝眼珠子微微一转，随即说道：如此看来，血罗刹送来的丹药的确有神效。当然，若非你施针替朕续命，朕也等不到丹药送来，所以你仍是守宫。苏毅还没说话，萧凌霜就震惊地问道：父皇，师傅他回来了吗？他没回来，丹药是他派人带回来的。景帝张嘴就来，就仿佛煞有其事一般。哦，儿臣还以为师傅他回来了呢。他也真是的，出去那么久也不托人捎封信回来。萧凌霜撇撇嘴，有些埋怨。景帝没好气地说道：你师傅为了你的事满天下奔波，你倒好，怪起他来了。他若是知道，怕是会被你给气死。
孩儿这不是想他了吗？行了，没别的事，你们就先退下吧，朕还有一堆奏折等着批阅呢。父皇，您身子尚未完全康复，还是得多注意休息，切莫太过操劳了。朕知道，忙你们的去吧。儿臣告退。萧凌双行了一礼，便带着苏毅出去了。刚到门外，就听见景帝忽然说道：“苏毅，皇后身子不适，你既然已经入宫，便过去替她瞧瞧吧。”苏毅转身拱手一礼：“遵旨。”从御书房出来之后，萧凌霜心情大好，嘴角还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殿下心情似乎不错啊。那是自然，父皇如今恢复得这么好，如此一来，本宫就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了。苏毅闻言，意味深长地说道：“殿下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的好。”萧凌霜黛眉轻蹙，疑惑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还是借一步说话吧。”苏毅说完，便径直朝着后宫方向走去。萧凌霜紧随其后。到了后宫入口，苏毅这才停下了脚步，确定附近没人，才轻声道：“陛下表面看虽然气色甚好，与常人无异，但脉象却时强时弱，时缓时急，这绝非常人之脉象。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体内竟还有一股极为诡异的气息，且还在体内游走不定。虽然还没弄清楚这到底是何物，但我可以肯定，陛下能如此精力充沛，全靠这股诡异气息撑着。”萧凌霜怔了怔，若有所思地问道：“你是说父皇所服用的丹药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要看站在哪种角度去看。以陛下先前的状况来看，他顶多还有半年。如今服下这种丹药，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可以撑半年以上。只不过他体内的气息过于诡异，后续会如何，谁也说不准。所以殿下不妨问问你师父，这种是什么丹药，有何副作用？问清楚了，也好有个准备。师父他云游在外，想要找到他绝非易事，但为了父皇的安危，我会多派些人出去寻找他的。”苏毅点点头，话锋一转地问道：“我要去后宫替皇后娘娘看病，殿下要一起吗？”“我才不去。”萧凌霜说完，扭头就走。可没走几步，他便忽然回头说道：“皇后娘娘年纪与我相仿，且还花容月貌，天姿绝色，你可别有冒犯之举，否则我也保不了你。”殿下说笑了，皇后娘娘身份尊贵，我又岂敢造次？哼，但愿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吧。萧凌霜冷哼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苏毅无奈地耸耸肩，转身便进入了后宫。凤仪宫外，几名侍女将他拦了下来，其中一人娇斥道：“什么人胆敢擅闯凤仪宫？我是苏毅，奉陛下旨意，过来替皇后娘娘看病。”苏毅说完，还将那日皇后送的玉佩亮了出来。几名侍女见状，忙收起了长剑，其中一人躬声说道：“苏公子请稍等，奴婢这就进去通禀。”凤仪宫大殿内，皇后一袭正红金凤长裙，裙摆逶迤于地，宛若朝霞倾泻。只见她那张精致动人的俏脸，肌肤莹润如新雪，透着一层薄薄的珠光，仿佛轻轻一触便会融化。眉如远山寒带，不化而翠，一双凤眸秋波流转，顾盼生辉，眼尾微微上挑，既含威仪，又隐约带着几分天生的妩媚。琼鼻高而秀挺，唇若初绽玫瑰，不点珠，唇角天然微扬，似笑非笑间隐约散发着与生俱来的尊贵。她身上衣裙裁剪得极为贴身，傲人上围勾勒出一道惊心动魄的优美弧线，纤细柳腰不堪一握，却又不失丰盈之态。裙裾层叠间，金线绣成的凤凰振翅欲飞，每走一步皆如踏云而至，可谓是风华绝代。听闻苏毅过来，他俏脸上闪过一抹喜色，但很快又被那冷清的表情掩盖了过去。他那精致的下巴微微上扬，道：“让他进来吧。”是。待侍女出去后，皇后这才不慌不忙地坐在了软榻之上。片刻之后，苏毅就走了进来。这是他第二次见皇后，可当看见对方那盛世容颜之后，仍旧有种惊为天人的感觉。他收回目光，躬身一礼：“参见皇后娘娘。”免礼。皇后声音虽然平淡，但却如百灵鸟的叫声般婉转动听。苏毅不动声色地说道：“听陛下说，皇后娘娘身子不适，不知是哪里不舒服？”皇后眯起凤目，似笑非笑地反问道：“你医术如此了得，本宫哪里不舒服？你瞧不出来吗？这个在下得替娘娘切一下脉，方能下定论。那你便过来吧。”皇后说完，将手放在了一旁的桌案上，广袖挽起，露出一截如嫩藕般娇嫩的手臂，其上一点朱红，格外显眼。苏毅眼中诧异之色再次闪过，皇后的手工杀竟然还没破，也就是说，皇帝这几日虽然恢复得不错，但却还是没有碰皇后。他伸手搭在了皇后那雪白的腕脉之上，手指落下的刹那，他清楚地感觉到皇后娇躯轻颤了一下。见状，苏毅心中不免有些好笑，这皇后还像之前那般娇羞啊。把了把脉之后，他眉头不由得一皱。皇后见状，蹙眉问道：“你怎皱着个眉头，
莫非本宫病得很重？苏毅面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会儿，才问道：皇后娘娘，您真的身子不适？当然，本宫这几日没什么胃口，夜里更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时常头晕，身子虚得很。听皇后讲述自身病症，苏毅嘴角直抽抽，额头落满黑线。当听见皇后说她走几步路都感到气喘无力的时候，苏毅忙打断道：皇后娘娘，您这未免太夸张了吧？陛下又怎会相信？别人说的他兴许不信，但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只要是你所说的，陛下就会信。否则的话，他为何不派御医，反而是让你过来替本宫诊治？醋意诧异地看着他，皇后娘娘的意思是让我欺瞒陛下？这不叫欺瞒，本宫就是不舒服。可若是陛下派御医过来……不等他说完，皇后便打断道：御医瞧不出本宫的病症，那就是他们医术低下，反正本宫身子就是不舒服，到时候陛下问起，你知道该怎么说吧？在下就说皇后娘娘身子虚弱，需多卧床休息，好好调养。再加一个不宜外出吹风。苏毅嘴角抽了抽，总算明白了，皇后这是要故意躲着皇帝，但这不正合他意吗？于是便点头道：对，皇后娘娘身子虚弱，不胜风寒。皇后闻言，俏脸泛起一抹满意的笑容。本宫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这一笑就如那出水芙蓉，妩媚动人之余，还带着万种风情，可谓是千娇百媚。美则美矣，却又还带着一股清冷，让人不敢轻易靠近。苏毅微微一愣，一时间猜不透皇后这个笑容是何含义。顿了顿，他便问道：那在下这就回去禀告陛下。急什么？上次离开之时说过什么？你忘了？皇后说完，脚下的绣凤锦鞋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在下当然没忘，那便得罪了。苏毅说完，就在皇后身前蹲下，将她的罗袜退了下来。指尖触到皇后玉足的刹那，苏毅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皇后的玉足娇嫩细腻紧致，还隐约透着一股淡淡的茉莉幽香，足弓如新月般柔韧，肌肤莹润的能看清淡青血脉，脚趾如珍珠般圆润可爱。苏毅只感觉握在手里的不是皇后的小脚丫，而是一件浑然天成的绝美艺术品。恍惚间，他手指在皇后脚底某处穴位上轻轻一按，嘶！皇后黛眉轻蹙，轻声的喃道：轻点儿。说话间，她斜倚在缠枝牡丹的软榻上，裙裾微微上滑，露出半截霜雪般的脚踝。再往上是那如羊脂玉般白皙的圆润小腿，不带半点瑕疵。再往上被裙子遮住了，苏毅他也看不见。但正因如此，才更有让人一探究竟的冲动。只不过想到对方是皇后，苏毅纵有这个心，也没有那个胆子，否则分分钟人头落地。他收回心神，指尖沾了些玫瑰香膏，揉过足心时，明显感觉到皇后那纤巧的脚趾骤然蜷起，仿佛那受惊后闪动的蝶翼。疼吗？苏毅轻声问道。一点点，你别那么用力。皇后略显羞涩。苏毅一本正经地说道：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皇后娘娘忍一忍，等将脉络疏通了就舒服了。皇后贝齿咬着樱唇，微微点头。随后苏毅就继续按揉了起来，他力道恰到好处，皇后感到有些酸痛的同时，又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舒适感觉。苏毅的每一次按压，他娇躯都忍不住轻颤，呼吸也随之急促。半躺在软榻上，胸前的傲人上围也跟随呼吸一阵起伏不定，极为吸引眼球，看得苏毅一阵惊心动魄，心猿意马。这时皇后忽然开口说道：陛下恢复得如此之快，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回禀娘娘，其实此事与我并无太大关系，陛下能有如今的气色，那是因为他服用了别人炼制的丹药。哦，谁人炼制的丹药？苏毅如实说道。据陛下说，那丹药是长公主殿下的师傅派人送来的，多半也是出自他手。听到这话，皇后顿时眯起了双眼，哼，居然是他，这个贱人手段还挺多。苏毅好奇问道：皇后娘娘认识显罗刹？岂止是认识，本宫能有今日，多亏了他，否则我又岂能当上皇后？见皇后咬牙切齿的，苏毅就知道这其间肯定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只不过这种私人恩怨，且还涉及皇后与长公主的师傅，他也懒得多问，省得惹火上身。然而见他不出声，皇后挑了挑眉：你就不好奇我和他之间的事情？皇后娘娘，我过来是给您诊治的，别的事我其实不太感兴趣。哼，还以为你多少也是好人物呢，没想到竟是胆小鬼。你不想听，本宫偏要说。皇后赌气地哼了一声，接着道：雪罗刹本是我兄长未过门的妻子，我兄长死后，他就以魏王人的名义把属于我们家的东西全都抢走了。而且也正因为是他，陛下才知道我与前皇后长得很相似。不得不说，皇后是真的一点也没把苏毅当外人，
把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秘一股脑全说了出来。苏毅听完之后，满脸诧异地问道：“所以长公主的师傅年龄跟皇后娘娘差不多？他就比我年长1岁而已，跟长公主似乎同龄。不是吧？如此年轻，长公主怎会拜他为师？那个贱人虽然年轻，但一身武功深不可测。最关键的是，他对外还说自己已经60多岁了。这不，长公主与陛下都以为他驻颜有术呢。”苏毅不动声色地问道：“那皇后娘娘可知长公主的师傅是何境界？好像是2品吧？”2品？苏毅震惊地瞪大了双眼。若雪罗莎真的与长公主同龄，今年顶多也就22、23岁，如此年轻就步入了2品，由此可见，这雪罗刹简直就是天纵奇才啊！皇后这时眯眼盯着苏毅：“你老打听雪罗刹作甚？莫非有何企图？”娘娘说笑了，他是长公主的师傅，却又如此年轻，这搁谁不好奇啊？这倒也是，罢了，不说他了。本宫待在后宫无聊的紧，你下次过来记得给本宫带些好玩的。好玩的？苏毅眨了眨眼，问道：“娘娘要哪些好玩的？”“只要是好玩的，什么都行，最好能几个人一起玩的，这样才有意思。”听到这话，苏毅顿时就想到了什么。没问题，我正好知道一种好玩的东西，保证皇后娘娘爱不释手。皇后的好奇心顿时被吊了起来，忙追问道：“具体是什么东西？那种物件皇后娘娘铁定没见过，更没听说过，所以我现在即便说出来，娘娘也不知道。所以等我将那玩意儿带过来了，娘娘就知道了。那你现在就去，快去快回。”苏毅一怔，没想到皇后也是个急性子，他无奈地说道：“娘娘，那东西我还得花时间去做呢，怎么着也得2、3天时间呢？”“啊，这么久啊！”皇后顿时像是霜打的茄子，无精打采地垂下头，连鬓边的金凤步摇都仿佛失了光彩。本困在后宫，又无知心好友，可见这位皇后娘娘平日里是有多么的寂寞，说是度日如年也不为过。苏毅显然也明白这些，便说道：“我尽快就是了，定不会让娘娘久等的。”“好，那就明日，只要你能在明日傍晚前把东西带过来，本宫重重有赏。”说到这，皇后忽地一笑，吐气如兰地问道：“上次本宫就说过，等你再来凤仪宫，便好好赏你。说吧，你想要什么赏赐？”苏毅闻言，眉头顿时皱了皱，他还真没想过要从皇后这得到什么赏赐。若硬要说有，那就是皇后的身子了，但这话一旦说出来，今日怕是没法活着走出凤仪宫了。所以他选择沉默，至于皇后会赏他些什么，随缘了。见他不说话，皇后俏脸上狡黠之色一闪而过：“既然你不说，那本宫就自行做主了啊。”他说完，纤纤玉指捏住那绣着凤纹的裙摆，缓缓向上撩起，先是露出一截银白如玉的脚踝，肌肤在宫灯的映照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裙摆继续上移，渐渐露出线条优美的小腿，那肌肤白得近乎透明，隐约可见淡青色的血管，宛如上好的羊脂玉雕琢而成。苏毅双眼圆睁，不自觉地屏住呼吸，目光死死盯着那寸寸显露的血迹。卧槽，皇后这是闹哪样？莫非在后宫寂寞过头了？随着皇后的裙摆继续上移，圆润的膝盖渐渐显露，接着是丰腴的大腿，那肌肤细腻的仿佛能掐出水来，在烛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让人忍不住想要狠狠地抚摸一把。苏毅喉结滚动，吞咽了一口唾沫。可就在那裙摆即将撩至腿根之时，皇后忽然扑哧一笑，玉手一松，裙摆如流水般滑落，重新遮住了那令人血脉奋张的无限风光。上回说的赏赐已经给你了哦。皇后眼波流转，朱唇微起。苏毅闻言顿时满脸黑线，这才明白自己被戏耍了。方才事发突然，他都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呢，结果就结束了。完呢。而看见他这副模样，皇后掩着小嘴咯咯咯地娇笑了起来，直笑得花枝乱颤，波涛汹涌。苏毅望着皇后得意洋洋的娇媚模样，又瞥了眼那已然被裙裾遮掩的雪白，只觉得胸口一阵发闷，却又无可奈何。皇后见状，笑得愈发娇艳，先指轻点朱唇，眨着眼问道：“本宫这双玉腿从未让别的男人看过呢，就连皇上也没有哦。你现在却是这副表情，怎么嫌赏赐不够？那要不要本宫再赏你一次？”他说着，做事又要撩起裙摆。还是不要了吧。苏毅嘴上虽然这么说，但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皇后的裙摆，生怕会错过什么似的。嘴上说不要，眼睛却很诚实啊。你这家伙还真是有趣呢。皇后娇笑连连，千娇百媚。苏毅摸了摸鼻子，道：“今日的按摩已经完成了，没别的吩咐，在下就先告退了。再继续留在这，他真怕自己会按捺不住。皇帝还没死，这节骨眼上可不能做什么出格的举动。好，明日记得早些把你说的东西带过来哟。本宫心情好的话，说不定会再给你看看腿。”皇后说完，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苏毅嘴角抽了抽，今日之前他一直以为皇后是个传统观念很强的冰山美人，结果现在才发现自己竟错得离谱，惹不起，真惹不起。他拱手一礼，便转身离开了。目送他离去，皇后脸上笑容很快就收敛了起来，眉宇间竟萦绕着一抹忧愁。难到镇南侯府，可别让本宫失望啊！苏毅从凤仪宫出来之后，就去了趟崔氏钱庄。他刚进去，打扮精明的掌柜便迎了上来。哟，这不镇南侯府的小侯爷吗？欢迎光临咱崔氏钱庄，不知小侯爷是想存银子还是借银子呀？打听个事儿，这几张银票是谁人兑换的？苏毅说着，把从拓跋征身上搜到的银票掏了出来。掌柜闻言，顿时面露难色。小侯爷，这不合规矩啊！100两。小侯爷，这不是钱的问题。500两。掌柜一怔，旋即满脸谄笑道：“在下与小侯爷一见如故，也罢，今日便为小侯爷破例一次，但小侯爷可万万不能说出去啊！”说完，他先是打量了苏毅手中银票的字号，随后便掏出账本查阅了起来。过了没多久，掌柜忽然神色一变，正要将账本合上，苏毅眼疾手快，一把将账本摁住，目光飞快地在其上扫视，随后眉宇间闪过一抹惊愕之色。掌柜急忙用手将账本上的记录捂住。小侯爷，这是我们钱庄的机密，您可不能偷看啊！不看就不看，那你查到了没？小侯爷，在下方才想了一下，这样做的确不合规矩，您就别为难我了。行吧，我也不是非查不可，走了。苏毅将银票收起，转身就走。从钱庄出来，他就眯起双眼感慨道：现在的读书人心眼真不是一般的小啊！刚才他从账本上清楚地看见，其中3张连号的万两银票兑换之人竟都是崔正。像这样大面额的银票，寻常百姓根本无力兑换，即便是富商巨贾也鲜少会动用此等万两银票。而现在这3张万两银票的兑换者竟都是同一个人，所以昨夜那场刺杀的幕后主使是谁，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只不过他并不清楚崔正住哪，便只好先行回镇南侯府。回到东院，他便朝门外的婢女吩咐道：去，叫来扶过来一趟。是。自从苏毅上次杀鸡儆猴之后，府中这些仆人就再也不敢造次了。过了片刻，一名看上去颇为精明的下人小跑着走了进来。小侯爷，您有何吩咐？来福满脸谄笑，点头哈腰地问道。苏毅淡淡说道：去替我查一个名叫崔正的读书人，他年龄跟我差不多，清河崔氏族人，看看他在哪里落脚。是，小的这就带人去查。来福说完便转身退下了。不多时，他就带着几名下人来到了方氏。你们去那边的茶楼和酒肆打听打听，我负责这边。将那几人打发之后，来福就转身进入了一旁的客栈。他直奔3楼，在走廊尽头的房门前轻轻敲了几下，3沉2轻。过了片刻，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一名身材魁梧的青年挑眉问道：镇南侯的把柄找到了？回禀常少爷，还没有。常威眉头一拧，轻喝道：没找到，你过来干嘛？少爷，前几日我不是说过，苏毅那纨绔怀疑我认识您吗？当时您还让我多盯着他一点来着。然后呢？他查到你我之间的往来了。这倒没有，他这段时间没有再提及，应该是没发现的。常威皱眉问道：那你现在过来所谓何事？来福正色道：少爷，那纨绔今日让我去查一个名叫崔正的人，还说对方是清河崔氏族人。我寻思着这也许涉及到什么机密，便特地来跟您说一声。苏毅为何让你去查这个人？他没明说，但看他当时的表情，肯定是憋着坏的。这就有意思了，如果他作死得罪了清河崔氏，镇南侯府麻烦可就大了。常威说到这便低声道：若苏毅找那个崔正不是兴师问罪的话，你就这样。来福面露骇然之色，担忧地说道：少爷，这不好吧？万一被清河崔氏发现，咱们就完了啊！慌什么？你把线索指向苏毅，那崔正一旦出事，清河崔氏肯定会把账算到镇南侯府头上。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一大笔银子，到时候你就可以回老家娶妻生子，享清福了。行，那小的就豁出去了。来福一咬牙，狠厉之色一闪而过。常威拍了拍他的肩膀：去吧，务必要让清河崔氏与镇南侯府拼个你死我活，到那时父亲就能趁势向皇上告状，然后将镇南侯手中兵权夺过来。少爷英明。来福满脸佩服，随后便转身离开了。常威眯起了双眼，表情阴鸷的喃喃道：苏烈，等着吧，你手中的10万兵权迟早是我们肃远侯府的。当天傍晚，一顶奢华的软轿在镇南侯府门前停了下来。轿子门帘打开，一名身穿绛红长裙的女子缓步而下。只见她俏脸如新雪般白皙细腻，还透着一抹冷玉般的莹润光泽，双眉似远山寒带，不化而翠，一双美眸秋波流转，灿若繁星。
眸光流转间，竟显清冷孤傲，一副生人勿近的态势。头上长发挽成高贵的凌云髻，金凤布摇垂落额前，衬得她气度如云，高不可攀。身上的长裙剪裁的恰到好处，那窈窕的身段得以完美展现。腰带轻轻一束，那如若柳扶风的腰肢更显轻盈纤细。步履间裙裾如涟漪轻荡，宛若九天仙子坠入凡尘。正是长公主萧凌霜。恭迎长公主殿下。苏烈拱手一礼，上前相迎，显然是恭候多时了。萧凌霜微微欠身，苏侯爷打扰了。哪里，长公主殿下亲临，韩府蓬荜生辉，快快有请。寒暄间，两人步入府门，来到了大堂。落座后，萧凌霜见大堂就只有他们二人，便不动声色问道：侯爷，苏一人呢？苏烈不禁一愣，满腹狐疑地看了他一眼，显然是没想到萧凌霜过来侯府，第一句问起的居然会是苏毅。回过神后，他便如实说道：那小子此时应该在东院，需要在下差人喊他过来吗？如此最好，接下来的事或许他能帮着拿个主意。长公主虽未明言，但苏烈心中已隐约猜到几分，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多半与武王爷有关。可让他感到不解与惊愕的是，长公主竟会点名让苏毅来决断，这小子何时有这般分量了？片刻后，苏毅双手负背，信步而入，目光触及萧凌霜的瞬间，他眉梢微挑，唇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哟，这不是长公主殿下吗？稀客啊！嗨嗨，放肆！苏烈险些被茶水呛住，慌忙起身向萧凌霜拱手致歉：殿下恕罪，犬子自幼疏于管教，是在下之过。说完便转头怒瞪苏毅一眼，压低声音呵斥道：混账东西，见了殿下还不快快行礼！他额角青筋隐现，臂膀微微发颤，显然被气得不轻。却见萧凌霜摆了摆手，淡淡说道：虚礼就免了，谈正事吧。闻言，苏烈又是一怔，狐疑的目光在苏毅身上打量个不停，竟能得到长公主的赏识，这小子到底何德何能啊？落座后，萧凌霜欠指轻扣案几，眸光逐渐冰冷。明日武王叔便要抵达玉京城了，他此番回京的用意，侯爷想必知道的吧？苏烈手指摩挲着茶盏，沉声道：镇国武王爷的野心，朝野上下谁人不知？只是……他抬眼直视萧凌霜，接着问道：殿下打算如何应对这位来势汹汹的皇叔？单凭本宫一人之力，确实难以抗衡。萧凌霜抿了一口茶，眼中寒芒乍现，所以本宫今日特来与侯爷商议，不如你我联手，先给武王叔一个下马威，如何？苏烈闻言，神色一动。镇国武王爷野心勃勃，手段狠辣，一旦让其独揽大权，镇南侯府必定没有好下场。若是能在他回城之日给他一个下马威，如此非但能挫一挫他的威风，更能震慑朝中那些首鼠两端之辈，可谓是一举两得。想到这，他便重重点头：好，就依长公主所言，你我联手，好好灭一灭他那嚣张的气焰。见他同意，萧凌霜面露喜色。可还不等他说些什么，一旁的苏毅便吐槽道：好个屁，你个莽夫，脑子呢？苏烈一愣，旋即拍案而起：逆子，敢说我没脑子？知道你爹我的侯爵之位是如何得来的吗？想当年……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苏毅无情地打断了。打住，好汉不提当年勇。况且你若是有脑子，现在就不该轻易答应与长公主联手，还给武王爷下马威，怎么给？动动嘴皮子就行了。苏烈一噎，想要反驳，但细细一想，这逆子说的好像很有道理。镇国武王爷大权在握，权倾朝野，哪怕自己与长公主联手，也不见得就能撼动得了对方。想到这，他便弱弱地问道：长公主殿下，您既然要给武王爷下马威，是否想好对策了？萧凌霜微微摇头，略微有些尴尬。说来惭愧，本宫今日就在琢磨此事了，但思来想去，也未能想出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苏烈忍不住抽了抽嘴角，办法都没想出来，就说要给武王爷下马威，这不纯扯淡吗？这时，萧凌霜的目光径直落在了苏毅身上。苏毅皱眉问道：长公主殿下，你别这么看着我啊，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可别指望我。武王爷来势汹汹，回到玉京城后，第一件事肯定是立威，所以谁先招惹他，谁倒霉。他又不傻，自然不可能让镇南侯府当这个出头鸟。哼，昨日在本宫府上说的头头是道，现在本宫过来了，你却告诉我不能指望你。萧凌霜凤目眯起，声音变得异常冰冷。莫非你昨日说那些都是逗本宫玩的？逆子，你昨日在长公主府瞎胡说些什么了？苏烈吓得不轻，萧凌霜是陛下最宠爱的公主，惹他生气，那就是纯纯的找死啊！苏毅没理会他，而是朝萧凌霜没好气地说道：殿下，你既然记得我昨日说的话，
那么明日就不该去当那只出头鸟了。这是父皇的旨意，我没有拒绝的余地。你要么现在想办法，要么明日跟着你爹与本宫一起去羞辱武王爷，要怎么办？你自己选吧。我去，你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苏毅满脸黑线，实在没想到长公主她竟会不讲武德。苏烈忙劝道：殿下切莫冲动啊，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咱虽然都痛恨武王爷，但也不能无缘无故就去羞辱他。真要如此做了，到时候哪怕是陛下出面，怕也不好使。萧凌霜也没理会他，而是直勾勾地看着苏毅。你能说出昨日那番话，就足以证明你深谋远虑。事已至此，就别藏着掖着了。有什么好主意就都说出来吧。当然，你选择袖手旁观也行，但明日我无论如何也要给武王叔一个下马威。也许那样做会搭上我整个长公主府，不过你放心，本宫不会怪你，要怪就怪本宫看错人了。得，算我怕你了，容我想想。苏毅单手扶额，脑海思绪飞快转动起来。萧凌霜见状，嘴角不经意间勾起一抹得逞的笑容。苏烈看到这一幕，不免有些傻眼。昨日苏毅这小子在长公主府到底说什么了？还有，长公主不是说过来找我商量的吗？到头来怎全指望苏毅了？他忽然有种自己留在这就是多余的憋屈感。为了掩饰这种尴尬，他只好故作从容地端起茶杯喝闷茶。这时苏毅忽然说道：殿下，若是我想到了办法让武王爷吃瘪，你就嫁给我，如何？噗！苏烈没绷住，一口茶直接喷了出来。萧凌霜俏脸诧异之色一闪而过，旋即他眯起双眼，似笑非笑地说道：苏侯爷，都说武王叔野心勃勃，现在看来你教出来的儿子野心也不小啊。可嗨嗨，长公主殿下息怒，这逆子定是得了失心疯，我这便让人将他插出去。他话还没说完，萧凌霜便一摆手：这倒不必，有野心是好事，想娶本宫的人多到数不过来，他至少是第一个敢说出来的。长公主此言何意？难不成他对苏毅有那种意思？苏烈瞪大着眼，满脸错愕。只见萧凌霜目光再次落在苏毅身上，朱唇轻启：想娶本宫倒也不是不行，只要你帮本宫扳倒武王叔，本宫便答应嫁给你。他本就已经与苏毅有了夫妻之实，而且日后还要继续双修，成亲之后名正言顺，双修起来就更加方便了。所以对他而言，嫁给苏毅本就是迟早的事，只不过在嫁之前他需要考验一下苏毅，而扳倒武王爷便是他给苏毅的终极考验。长公主殿下放心，本侯一定竭尽全力协助殿下扳倒武王爷。苏烈回过神后激动不已，苏毅若真能迎娶长公主，那简直就是苏家祖坟冒青烟啊！而有了这一层关系在，他这镇南侯府的地位就又上一个台阶了。更何况他与武王爷之间迟早都要正面对决呢。想到这，他忙朝苏毅催促道：傻小子，愣着作甚，赶紧想办法。条件本宫已经提出来了，接下来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萧凌霜漫不经心地说完，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苏毅当即拍板道：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武王爷倒台之日便是你我成婚之时。看来你还挺有信心，说吧，明日该如何给武王叔一个下马威？武王爷手握大夏过半军权，为何到现在都还没敢明着造反？还不是因为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明日咱们就当着全域京城百姓的面逼他做选择。随后苏毅将心中的计策详细的说了出来。听完他的话后，萧凌霜眼前一亮，嘴角勾起幸灾乐祸的笑容。好计策，这般阳谋倒像是把开刃的陌刀横竖都见血。苏烈则是惊为天人的看着他，居然能想出此等妙计，这小子真是我儿子。这时一名婢女走了进来，先是朝萧凌霜行了一礼，随后又朝苏烈拱手说道：侯爷，夫人说有要事，让您现在过去一趟。苏烈挥了挥手道：本侯在招待长公主呢，夫人她能有什么要事？让她等着。这苏毅耐人寻味的一笑道：长公主殿下有我陪着就行了，侯爷还是过去看看吧，万一她真有要紧事呢。闻言，苏烈眉头皱了皱，便朝萧凌霜拱手道：长公主殿下请稍后，再下去就来。随后他便转身出了大堂。萧凌霜好奇问道：本宫若是没听错，你方才喊他做侯爷而非父亲，这是为何？以后殿下就知道了。见苏毅不愿说，萧凌霜倒也没有追问。就在这时，那名叫翠儿的婢女端着托盘走了进来。只见她盈盈一礼道：长公主殿下，此乃我们侯府珍藏的百花酿，还请殿下品尝一下。她说完就将托盘上那倒满酒水的杯子放在了萧凌霜面前。后者正要伸手端起来品鉴一二，却忽听苏毅说道：长公主殿下，这酒还是别喝的好。萧凌霜疑惑不解地看着苏毅：小侯爷，这酒是咱们侯府用来招待贵宾的，
您现在却出言制止，莫非觉得长公主殿下不配喝吗？翠儿仗着有张春梅撑腰，便开口质疑起来。哼，胆子倒是不小，识相的就站那别动，动一下，本世子灭你全家。触碰到苏毅那冰冷的目光，翠儿当即吓得噤若寒蝉。那日苏毅在卧房门外斩了苏燕的心腹，他可是亲眼目睹了的。见苏毅忽然变得如此霸道，萧凌霜黛眉轻蹙，看着眼前的酒杯若有所思起来。另一边，苏烈来到了西院，本侯与长公主商量要事呢，你有何事非得现在让本侯过来？张春梅捂着肚子，面露痛苦地说道。侯爷，我方才突然感觉腹痛难忍，故而你不舒服，找郎中过来瞧瞧不就完了，多大点事儿啊？长公主乃是贵客，可不能怠慢。苏烈说完转身就要走，张春梅忙说道，侯爷，您是武者，这来都来了，可否为妾身推拿一下？至于长公主那边，让燕儿过去说一声便是了，反正也用不了多久。看见他一脸痛苦的模样，苏烈也没多想，无奈点头道，好吧，苏燕，你去跟长公主说一声。哦，苏燕点点头，便转身出去了。随后苏烈便替张春梅推拿起来。过了片刻，张春梅见外头仍旧没有声响传来，心里不免有些着急，因为按照她的计划，现在长公主应该早就喝下了酒水，并情毒已经发作了才对，可为何迟迟没有消息传来？不痛了吧？本侯得回去招待长公主了。侯爷，我随你一块过去吧。长公主殿下驾临，于情于理，妾身也得过去拜见一下。苏烈想了想，觉得也对，便点头同意了。于是张春梅便跟着来到了大堂，刚进去就看见翠儿杵在一旁瑟瑟发抖，苏燕也不知所踪，而萧凌霜面前桌案上那酒杯竟还是满的。看到这一幕，张春梅心里顿时有些惊慌，虽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但看见苏毅脸上戏谑的笑容，他就猜到事迹肯定已经败露了。想到这，他慌忙说道，侯爷，妾身肚子又疼了，就先回去了。苏烈眉头一皱，刚才不是说不疼了吗？我这……张春梅正欲解释，苏毅却笑着打断道，肚子疼吗？那正好，这百花酿行气活血，还可以暖胃，喝了就不疼了。长公主殿下，烦请将那杯酒赐给他喝吧。苏毅话音刚落，张春梅脸色瞬间大变，看见他这惊慌失措的模样，萧凌霜就更加印证了心中的猜想，于是便将那杯酒拿了起来。夫人，请吧。张春梅忙摇头，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多谢长公主殿下，但妾身不善饮酒，还望殿下见谅。苏烈眉头一皱，板着脸道，春梅，这是长公主赐的酒，于情于理都不能推辞，喝了吧。侯爷，妾身腹痛厉害，酒就不喝了。那什么，妾身还是回西院歇歇吧。夫人，苏毅方才说了，这百花酿可以暖胃，本宫好心把酒赐给你喝，你却百般推辞，难不成这酒里被人做了什么手脚？此言一出，苏烈当即瞪大了双眼，回想起张春梅方才这一系列的反常之举，他眼角止不住的一阵狂跳，喝问道，贱人，你在酒里下毒了？不，侯爷，我没有，我真没有啊。既然没有，那你便喝了。我喝，我这就喝。张春梅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把酒杯接过，然后一口就将酒咽了下去。长公主殿下，酒我已经喝了，就先告退了。他放下酒杯，转身慌慌张张的就要退下，可还没走两步，就忽觉一阵天旋地转，随后便踉跄倒地。紧接着他脸颊浮现出两抹诡异的红晕，呼吸急促，浑身轻颤，喉咙还发出连串令人浮想联翩的声响。见状，苏烈脸色一沉，急忙朝萧凌霜拱手抱拳，长公主恕罪，在下这就还长公主一个公道。他转而朝翠儿呵斥道，说，是谁让你把酒端进来的？是，侯爷就不要逼奴婢了，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混账，死到临头居然还敢嘴硬。来人，给我将他一只手剁了，我看他说不说。侯爷，是夫，是小侯爷，是他逼迫奴婢这么干的。翠儿自知活不成了，便哭着说道，苏毅抓了奴婢的家人，以此相逼，奴婢若不把有情毒的酒端进来给长公主，他就会杀了奴婢家人。萧凌霜嗤笑道，就以本宫与苏毅的关系，他用得着在酒里下情毒？简直一派胡言。说到这，他冷冷看着苏烈，苏侯爷，你这府中下人被抓了现行，却还敢睁着眼说瞎话，倒是让本宫佩服的紧啊。殿下稍安勿躁，本侯一定把幕后真凶揪出来。苏烈脸上厉色一闪，冲着翠儿呵斥道，再敢满口胡言，信不信本侯现在就灭你全家？还不快快如实招来。翠儿吓得浑身直哆嗦，颤巍巍道，侯爷，是夫人命奴婢这么做的，
他还说等长公主喝下有情毒的酒水后，便让奴婢通知二少爷进来搭救，然后将一切都推到苏毅身上。话音刚落，苏毅便拍着手掌，笑着夸赞道：“好一招英雄救美，厉害啊！贱人，心肠如此歹毒，我苏烈怎就娶了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今日本侯就亲手斩了你！”苏烈气炸了，找来战刀就要动手，却见苏毅站了起来，摆手说道：“侯爷刀下留人，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看在他陪伴多年的份上，侯爷便饶他一命吧，将他逐出侯府即可。”说到这，他就朝萧凌霜拱了拱手：“长公主殿下，还请卖在下一个面子，就按在下说的处置，如何？”萧凌霜目光微闪几下，微微颔首：“可以。”见苏毅居然为张春梅求情，苏烈不由一愣，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萧凌霜居然同意了。不是，苏毅的面子什么时候这么大了？毕竟给长公主下毒，这妥妥的死罪啊！事情过于离奇，以至于苏烈总感觉脑子有些不够用，心里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萧凌霜既然答应了，这个人情算是欠下了。想到这，他忙朝萧凌霜拱手深施了一礼：“多谢长公主宽宏大量，这份人情在下定会铭记于心。”萧凌霜淡淡一笑：“侯爷不必客气，本宫也是给苏毅面子而已。”苏烈闻言，深深地看了苏毅一眼，这小子藏得真够深啊！来人，将张春梅母子逐出府门。从今日起，苏烈话没说完，苏毅再度打断道：“苏燕从始至终都没有现身，可见他并未参与进来，侯爷就别处置他了吧？”苏烈顿时满脸诧异，这小子先是为张春梅求情，现在居然又替苏燕开脱，不对劲，这逆子不对劲，该不会是憋着什么坏吧？他虽然不清楚苏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如此处置倒正合他意。见萧凌霜也无异议，他便点头道：“来人，将张春梅逐出府门，即日起他与我镇南侯府再无瓜葛。至于翠儿，拖出去斩了。”是。几名护院大步走了进来，将张春梅和翠儿拖了出去。侯爷，侯爷饶命啊！翠儿求饶的声音渐渐远去。苏烈又朝萧凌霜深深行了一礼：“长公主殿下，今日之事都怪在下管教不严，但请殿下放心，在下保证日后不会再有此类事情发生。本宫也没什么损伤，侯爷就不必介怀了。”萧凌霜摆了摆手，接着道：“至于方才所商定之事，本宫这就入宫向父皇请旨，也请侯爷做好准备，明日与本宫一起给武王叔一个惊喜。”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变得冰冷起来：“殿下放心，本侯必定竭尽所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此就好，本宫就先告辞了。”萧凌霜说完，美眸有意无意地瞟了苏毅一眼，后者心领神会道：“我送长公主。”随后他便陪着萧凌霜出了侯府。府门外，萧凌霜好奇问道：“张春梅母子欺辱你这么多年，现在难得抓到了他们的把柄，你却为他们开脱，你到底在打什么如意算盘？张春梅母子固然可恨，但留下他们的性命日后有大用，所以让你爹欠下本宫天大的人情，也是你算计中的一环。”苏毅摇头笑道：“非也，这只能说是意料外的收获。”萧凌霜目光微闪，便转身上轿。轿子离开时，他清冷的声音从轿子内传出：“明日不管武王叔吃不吃瘪，梁子铁定会解下，好好琢磨应对之策吧。只要你将他扳倒，本宫方才所答应的绝不食言。”苏毅淡淡一笑道：“长公主放心，绝不会让你失望的。”轿子内，萧凌霜清冷的俏脸绽放出一抹妩媚动人的笑容，只可惜苏毅看不见。目送萧凌霜远去，苏毅这才转身回了侯府。刚进门，苏烈便将他拦了下来，那双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直勾勾地看着他，上下打量个不停。苏毅皱眉道：“能不能别用那样的眼神看我？怪瘆人的，为何要替他们母子俩求情？你是不是憋着什么坏？瞧你这话说的，我无非就是想让你欠下长公主的人情而已。只是这样。”苏烈满腹狐疑。苏毅一本正经地点头道：“就是这样，我已经在为长公主办事了，所以日后夺嫡之争，你多支持他便是了。切，这还用得着你说？等你将来迎娶了长公主，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本侯不支持他还能支持？不对。”苏烈猛地意识到了什么，狐疑地问道：“夺嫡之争乃皇子们之间的事情，与长公主有何关系？”苏毅一本正经地解释道：“长公主是陛下最宠爱的公主，代表着传统一派，支持她便等于支持日后的太子，这很合理啊。”这么说也对。你回头告诉长公主，我们镇南侯府永远支持她。见对方如此好忽悠，苏毅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早些睡吧，明日有一场硬仗要打呢。”他说完便转身回东院了。看着他远去的身影，苏烈眯起了双眼，
喃喃道：“这小子近来仿佛变了个人似的，真叫人琢磨不透啊。”翌日，玉京城西郊外，晨雾尚未消散，官道尽头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起初稀碎如雨，而后渐成雷霆之势。只见一支铁骑破雾而出，虽仅1000余人马，但激起的尘土与雾气交织成一片，声势浩大，宛若万马奔腾队伍中央，6匹战马拉着一架鎏金王辇缓缓前行。辇车四角的青铜牙字铃随颠簸发出低沉嗡鸣，仿佛沉睡的凶兽正在苏醒。晨风吹拂间，玄色帷幔翻飞，隐约露出端坐其中的魁梧身影。王爷，此去城门还有5里。亲卫统领策马上前，躬声禀报。辇车内传来一声意味不明的轻笑。鎏金车帘掀起，一名身穿玄色蟒袍的魁梧男子缓步走出。他年近50，却不见老态，剑眉下的双眸如樱木般锐利，脸庞更似刀劈斧凿，线条分明，不怒自威。最引人注目的是悬在他腰间的那柄龙纹弯刀，刀刃尚未出鞘，一股渗人的煞气便已散发而出，让人不敢直视。此人正是镇国武王爷萧厉。眺望着不远处那气势恢宏的城墙，萧厉嘴角泛起一抹阴鸷的冷笑。进城，他大手一挥，队伍继续朝城门飞驰而去。队伍前头，一名玄甲卫士忽然问道：“公孙统领，今日咱王爷回京，你说皇上他会过来迎接吗？”“皇上龙体欠安来不了，但肯定会派诸位皇子前来迎接的。”公孙胜话音刚落，另一名甲士也开口道：“除了诸位皇子外，朝中那些大臣估计也会过来。自信点，把估计2字去掉，以咱王爷如今的威望，朝中那些大臣得知王爷回京，岂能按捺得住不过来巴结？诸位，武王爷回京，这玉京城的天要变了。”听到这话，众人都激动不已。他们都是追随武王爷多年的亲信，武王爷的威望和野心，他们自然清楚，心中无不憧憬着皇帝携百官相迎的浩大场面。然而进城后，他们瞬间就傻眼了。只见城门之下，除了例行值守的士兵与零星的行人之外，竟无一位朝臣或宗亲前来相迎。看到这一幕，将士们的脸色阴沉似水。他娘的！一名虬髯副将猛地啐了一口，怒骂道：“王爷千里迢迢回京，这帮狗官竟连个影子都不见，竟把王爷视为无物，谁给他们的胆子？”陛下病重，王爷忧心忡忡，心急如焚，不惜日夜兼程赶回，他们却连这点礼数都不顾，我看他们就是存心羞辱王爷。另一名亲信握紧刀柄，眼中怒火翻涌，简直岂有此理！依我看，咱们就直接入宫找陛下理论去。嘈杂的怒骂声中，禁卫统领公孙胜快步走到辇车前，低声道：“王爷，情况有些不对，按理智，即便陛下病重，也该有朝臣或皇子出来迎接才是，但现在却……”他顿了顿，声音低沉地接着道：“莫非是陛下刻意打压？”他不敢。辇车内，武王爷淡淡开口，冷峻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公孙胜想了想，觉得也对，武王爷手握大夏过半军权，如此威望，皇上即便有打压的念头，也不敢真这么干。他犹豫了一下，问道：“那咱们接下来是先回府，还是入宫？”武王爷眯着眼，手指轻敲着辇车扶手，没有表态。就在这时，一名士兵快步走了过来：“启禀武王爷，长公主殿下率文500官，在前方广场恭候，还请王爷移步过去。”公孙胜呵斥道：“放肆！他们既然来恭迎王爷回京，为何不过来这边？”那名士兵朝辇车拱手道：“回禀王爷，这西城门下的瓮城不足以容纳文500官与仪仗队伍。”武王爷闻言，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容。既然如此，那便过去吧。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直奔城门广场而去。与此同时，长公主萧凌霜一袭玄色凤纹长裙，屹立在广场的高台之上。她身后是2列截然不同的仪仗，左侧金鹿华盖，9流龙旗迎风招展，1000余名虎贲卫分列两侧，竟是天子规格的辇驾。左侧的车队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辇车青盖素旗，仅有数名护卫垂手而立，寒酸如寻常臣子车驾。城门下，御史台6部官员皆垂手而立，目光却不时瞥向西城门方向。不多时，一阵嘈杂的铁蹄声由远及近。来了！萧凌霜凤眼微眯，指尖轻轻摩挲着手中的圣旨。片刻后，武王爷的队伍来到了广场前，看见满朝文武皆在，公孙胜等人心中暗喜。辇车帘子掀开，武王爷缓步走了下来。只是他目光从那2列仪仗扫过时，瞳孔骤然一缩。恭迎武王叔！萧凌霜含笑走下高台，高举手中圣旨，朗声道：“父皇有旨，武王叔劳苦功高，一路辛苦，特赐自选仪仗入宫，以示恩宠。”话音一落，百官哗然。方才他们见准备了2个仪仗，还以为皇帝抱恙不便前来，所以将天子车驾派出，以示对武王爷的重视呢。
结果现在这完全就是在逼武王爷表态啊！武王爷盯着那2对仪仗，袍袖内双拳紧攥了起来。九流龙旗乃天子象征，他若坦然受之，明日弹劾他僭越谋逆的奏折便会潮水般涌向龙岸。最重要的是，一旦选了天子座驾，那就等于公然僭越，届时就给了皇帝削权的由头了。可若是选臣子仪仗，那么他这阵国武王爷的赫赫威名，今日变成了天下人的笑柄。武王说：“您怎还愣着？莫非是对陛下的恩典有何不满？”萧凌霜似笑非笑地看着武王爷，这一句轻飘飘的质问，却如千斤巨石压下。武王爷骤然抬眼，却见城楼上进军弓弩手的黑影若隐若现。另一侧，苏烈带着数千巡防营，虎视眈眈。见状，武王爷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事到如今，他还能怎么选？本王一介王爷，岂敢享用天子座驾？话音刚落，他便阴沉着脸大步向前，一把将那面素旗扯下，单膝跪地臣，谢陛下隆恩。他脸色看上去虽然平静无波，可那攥着旗杆的手背却青筋暴起。萧凌霜见状，笑盈盈地说道：“武王叔果然赤胆忠心，晚辈佩服。闲言少叙，本王这边入宫探望陛下。武王叔稍安勿躁，父皇龙体欠安，今日需要静养，请王叔明日再入宫拜见吧。”武王爷微眯起双眼，沉声问道：“这也是陛下的意思？”“自然。”“好。”武王爷嘴角泛起一抹冷笑，“那本王便明日再入宫。”打道回府，朝身后的公孙胜轻喝一声，他便上了萧凌霜后侧那简陋的车驾。见自家王爷受辱，公孙胜等一众亲信那是敢怒不敢言，愤怒的目光在萧凌霜身上一扫而过，随后簇拥着武王爷直奔武王府而去。目睹武王爷吃瘪，萧凌霜心情大好，转身朝百官似笑非笑地说道：“诸位大人，武王爷千里迢迢赶回京城，想必也身心俱疲，尔等就不要去打扰他休息了，这是陛下的意思。”一句话便断了朝臣想去武王府巴结的念头。我等遵旨。众臣恭敬地行了一礼，虽然神色各异，但谁也没有多嘴说什么。不远处，苏烈满脸笑容，如沐春风，居然能让武王爷栽这么大的跟斗，苏毅这小子此计妙啊，毒啊！皇宫御书房，景帝笑眯眯地看着萧凌霜：“照你这么说，你有武王叔当时岂不是气坏了？”“是啊，以往见武王叔，他都是威风八面、盛气凌人的模样，何曾有过今日这般憋屈？经过此事后，那些想要巴结他的官员定会有所顾虑，至少短时间内是不会轻易站队了。”回想起武王爷吃瘪时的模样，萧凌霜仍是一脸感慨。以双仪仗相迎，逼迫武王爷当众表态，此等毒计，怕也只有苏毅才能想得出来了。你武王叔此时怕是在府中气得暴跳如雷了吧？景帝说到这，神色忽然变得凝重。凌霜，他为人心胸狭隘，今日被你害得颜面尽失，日后定会想方设法报复。你与你那位军师可得多加小心啊！萧凌霜一怔，惊愕地问道：“父皇，孩儿并未提及。您怎知儿臣背后有人出谋划策？”他昨夜入宫请旨，并把此妙计说出来时，并未提及此计谋出自何人。然而现在，景帝居然猜到了，却见景帝淡淡一笑：“你是朕的女儿，朕还不了解你吗？你心思单纯，此等毒计，断然不是你能琢磨出来的。父皇英明，此计确实不是儿臣想出来的。”他顿了顿，接着道：“其实这是镇南侯府世子苏毅的计策。”“你说什么？”“苏毅？”景帝脸上震惊之色一闪而过，旋即饶有兴致地眯起了双眼。都说这镇南侯府的世子在侯府窝囊不堪，在外头却是欺男霸女、飞扬跋扈，没想到他居然还善谋划，倒还真是出人意表啊！说到这，景帝疑惑地问道：“所以他在你长公主府办事？”“倒也不是，这几日儿臣身子不适，故而让他过来替儿臣看看。当时儿臣心里烦闷，便将武王叔回京的事情说了一遍，然后他便想出了这个计谋。”萧凌霜真假参半地说道：“这小子医术精湛，心思细腻，若是能好好培养，日后定能堪当大任。”景帝顿了顿，目光微闪了几下，才接着道：“凌霜，你不妨将他拉拢到麾下，好生培养。待日后东宫设立，便让其辅佐太子。朕的时间怕是不多了。父皇，您气色很好，可不能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了，您定会长命百岁的。傻丫头，朕的身体，朕自己清楚，不过你无需太过担心，1年半载，朕还是能撑下去的。如此也给了你栽培苏毅的时间。”萧凌霜缓缓点头，拱手道：“父皇放心，儿臣定不负父皇所托。行了，退下吧。此番让你武王叔栽如此大的跟斗，苏毅当居首功，可别太过吝啬了。至于你，朕过几日再另行封赏。儿臣多谢父皇，父皇放心，儿臣回去后会好好奖励苏毅的。”萧凌霜躬身一礼，便退下了。待他出去后，
景帝目光变得阴沉起来，沉吟了半晌，他才喃喃说道：“在镇南侯府被欺辱10年之久，居然能一直隐忍不发，如此沉得住气，着实让朕心生佩服。只不过，若是让你与萧立斗，你到底能坚持多久呢？可真叫朕好奇啊！”他嘴角泛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朝一旁的老太监吩咐道：“去，把消息透露给武王爷，切记不能让其查到消息是从宫里传出去的。”老太监躬身一礼：“奴婢遵旨。”镇南侯府，苏烈刚回府门，便朝管家问道：“世子人呢？”回禀侯爷，世子他应该还在东院。闻言，苏烈便大步流星地直奔东院而去。刚入院门，就见苏毅躺在树底下乘凉，眼睛还用2块树叶遮住，还翘着个2郎腿，别提多惬意了。嘿，你小子还有闲工夫在这晒太阳，赶紧起来，本侯有要紧事跟你说。苏烈说话间，忍不住轻踹了他一脚。苏毅瞥了他一眼，吐槽道：“晒太阳？我这分明是在大树底下乘凉好吗？我才不管你晒太阳还是乘凉。我跟你说啊，今儿个在西城广场，武王爷他丢脸丢大发了。”苏烈眉飞色舞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可他话还没说完，苏毅就摆了摆手：“这都是意料中的事儿，他只带了1000余骑回京，谅他也不敢选天子仪仗。”嘿，不得不说，你小子算的可真准。说到这，苏烈面色变得凝重，沉声道：“只是如此一来，你就把武王爷给彻底得罪了，日后出门可得多加小心啊。长公主请的旨，陛下拍的板，跟我苏毅有啥关系？你以为今日没露面就能高枕无忧了？天真！以武王爷的能力，用不了多久就能查到时，你在背后给长公主出谋划策。卧槽，不是吧？他可是3品武者，你可别吓我啊！”苏烈一脸正色地说道：“我是你爹，这节骨眼上岂会吓唬你？总之日后你出门多带几名护卫，遇到什么不对劲的事儿，直接撒腿跑，不丢人。哎，说来也是本侯大意了，本该在你小时候就督促你练武的。”苏毅耸耸肩，漫不经心地说道：“即便我从小习武，也敌不过3品境的武王爷啊。那是当然，不过遇到他的手下或是别的危险，也不至于毫无招架之力。总之你记住了，日后出门一定要多带几名护卫，回头我让牛金贴身跟着你。”牛金？那不是你的副将吗？让他跟着我，那你呢？你爹我好歹是5品境，而且还是镇南侯，武王爷不敢轻易对我下黑手，所以你无需担心。苏毅撇了撇嘴：“我担心你？呵呵，说的好像咱俩很熟似的。”你？苏烈一噎，随即轻叹一声道：“儿啊，以前是爹错了，爹不该放任张春梅那个贱人欺辱你的，以后爹会好好补偿你。”见他居然道歉，苏毅心中不免有些诧异，但也仅仅是有些诧异而已。原不原谅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区别，夺舍了镇南侯府世子的躯体，他可不会替对方尽孝。不过看在刚才苏烈肯屈身道歉的份上，他决定日后不再甩对方脸色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问道：“张春梅现在如何了？”苏烈耸耸肩：“不知道，应该没死吧。”想到张春梅日后还有用处，苏毅便再度开口：“给他安排一个容身之处吧，免得让外人说咱镇南侯府薄情。”苏烈一怔，旋即满脸狐疑地问道：“你居然又替他说情？老实说，你是不是又在谋划什么？”闻言，苏毅不由满脸错愕：“不是，我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回过神后，他便摇了摇头，一本正经地说道：“我这不是怕你名誉受损吗？你若是不介意，就当我方才的话没说。你小子，行吧，等会儿我让管家去办，记住了，以后你出门多长几个心眼。”苏烈再三叮嘱，随后才转身离开了。苏毅摇了摇头，正想继续躺平，可刚躺下，他便想到了什么要紧的事情，急得跳了起来。好家伙，差点把那事给忘了，好在还有半日时间，应该还来得及。苏毅说完，便喊来了来福。后者刚进门，就苦着脸说道：“小侯爷，昨日与今晨，我们把城内的客栈几乎都找遍了，没打听到您说的那个崔正啊。这事儿不急，先放一放，接下来你找几个人帮我造些东西，我给你画草图。”苏毅说完，就转身来到书房，找到纸笔画了起来。另一边，武王府内，武王爷萧立面无表情地看着刚回来的公孙胜。外头现在是如何谈论今日之事的？回禀王爷，外头其实没怎么说，大家都……公孙胜话还没说完，萧立便冷冷打断道：“说实话。”这……公孙胜犹豫了一下，便硬着头皮说道：“王爷，如今外头都说您自干臣节，再无半点往日之威风。”砰！武王爷脸色铁青，一掌狠狠拍下，身旁的桌子瞬间被浑厚的掌风震得支离破碎。众人等人吓得连忙低下头去。跟在武王爷身边这么久，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对方发如此大的火。王爷息怒，都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以讹传讹罢了，咱们无需理会。
武王爷冷哼一声：“好一个自干臣节，萧凌霜此计够毒辣，这笔账本王记下了。王爷，属下还打听到一件事儿，与今日王爷受辱之事有关。”说。公孙胜犹豫了一下，才开口道：“据说今日双仪帐迎接王爷的计策，并非出自长公主，而是出自镇南侯府的世子苏毅。”谁？武王爷面露惊愕，还以为自己听错了。镇南侯府的世子苏毅。武王爷一怔，挑眉问道：“此消息可靠？”公孙成点头道：“消息出自长公主府，应该是可靠的。”原来如此，本王之前还感到纳闷呢，以萧凌霜的性子，怎会想出如此刁钻的计谋来？原来幕后另有其人。说到这，武王爷眯着眼冷冷一笑，眉宇间杀气缭绕，竟敢与本王作对，既然苏烈不知死活，那就休怪本王不客气了。王爷，接下来咱们是要直接对付镇南侯苏烈，先给苏烈一点甜头尝尝，把他儿子杀了。武王爷刚说完，却又一摆手：“不，先找机会把他抓来，本王倒要看看能让本王栽如此大跟斗的到底长什么模样。”属下领命。公孙成一拱手，便转身退下了。娘，你感觉如何了？城中某简陋的宅院内，苏燕满脸关切地看着床榻上刚醒来的张春梅，后者打量了四周，一脸茫然地问道：“燕儿，这是哪里？我怎会在这？”娘，这里是管家帮忙购置的宅院，以后您就在这住着，孩儿得空了会过来陪。你说什么胡话？这儿如此简陋，是人住的吗？而且我好好的侯府不住，为何要住这？娘，苏燕犹豫了一下，便说道：“昨日您给长公主下毒的事情败露了，父亲怒不可遏，把您逐出了侯府。”你说什么？张春梅一惊，随后努力地回忆着昨晚发生的事。她只记得当时被长公主逼迫喝下了那杯含有情毒的酒之后的事情，她就半点印象都没有了。随后苏燕就将昨夜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听完她的讲述后，张春梅气得浑身颤抖：“苏烈，你个负心汉，老娘与你20多年夫妻，你居然将我逐出府门，你好狠的心啊！”她咬牙切齿地接着道：“还有苏毅，老娘一定要弄死你！娘，昨晚是大哥开口保下你的，否则你昨晚就被长公主砍头了，你怎能怪大哥呢？呸！我好歹是镇南侯的夫人，且又不是我亲自下的毒，即便闹到狱前也不会砍我的头，定是那苏毅在一旁煽风点火，你爹处置起来才会如此绝情。”见张春梅将一切都归咎到了苏毅头上，苏燕皱着眉，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这时张春梅接着说道：“儿啊，日后你一个人在侯府，可得多加小心，切莫着了苏毅那个混蛋的道。娘，你放心，大哥，嗨，苏毅他最近都没有找我麻烦，只要我不招惹他，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此就好，你回侯府去吧，娘过去武王爷府一趟。”苏燕好奇问道：“娘是要去找那个表姨吗？”“娘被赶出了侯府，得赶紧去找你表姨商量一下对策。”“那好吧，孩儿夜晚再过来看你。”苏燕说完便离开了。而张春梅从屋里出来，看见那破败的院落，气得直跺脚。“苏烈、苏毅，你们父子俩给我等着，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跪下来求我。”他目光怨毒地说完，就出门直奔武王爷府而去。与此同时，一名戴着斗笠的男子惊慌失措地来到了刑部侍郎的府门外。看门的护院看见他，当即呵斥道：“哪儿来的乞丐，胆过来我们崔侍郎的府前行乞，还不赶紧滚！我名叫崔正，清河崔氏旁系族人，还请入内通禀一下，崔侍郎是我堂叔。”崔正急忙自报家门。听到他这话，看门的也不敢怠慢：“请稍等。”说完就火急火燎地转身回府通禀去了。崔正灰头土脸的，这2日他连客栈都不敢住，在破庙凑合着对付了一晚，别提多憋屈了。“苏毅，我发誓一定要弄死你！”崔正握紧拳头，咬牙切齿。片刻过后，崔正就被下人领了进去。府中大堂之上，一名40好几、身穿大红官袍的中年人正坐在椅子上喝着茶，正是刑部侍郎崔天禄。“侄儿，拜见叔父。”崔正进来后，忙不迭地行了一礼。崔天禄看了他一眼，眉头顿时皱起，斥责道：“身为崔氏族人，却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跟个乞丐似的，我清河崔氏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叔父，我也是被迫无奈，都怪苏毅那个王八蛋，若非是他，我怎会变得如此狼狈？”苏毅。崔天禄皱眉，一时间竟没能想起这个名字。崔正忙提醒道：“他是镇南侯府的世子。”“哦，原来是那个纨绔，你怎招惹上他了？”“事情是这样的。”崔正将当日画舫诗会以及找人刺杀苏毅出气的事情给说了一遍。听完他的讲述后，崔天禄诧异地瞪大了眼睛：“你说什么？那首《暮江吟》是苏毅做的诗？这首七律近日在玉京城可谓是炙手可热，
就连几岁的孩童都会背诵。他崔天禄也颇为喜欢诗词，对这首诗可以说是爱不释手。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首注定流传千古的绝世佳作，竟然是镇南侯府那纨绔世子写的，这简直太过骇人听闻了，甚至他都有些怀疑此事的真假了，追问道：“你确定这首诗是苏毅写的？”“确定啊，当然在画舫之上，玉京城大半读书人亲眼看着呢，而且长公主也在，虽然不想承认，但这首诗肯定是出自苏毅之手，毕竟如此佳作，倘若早就问世了，岂会一直名不见传？”崔正恨苏毅是真，但对苏毅的才华也是深感佩服与嫉妒的，以至于丧心病狂的不惜买凶杀人。就因为如此，你就请血刀门的杀手去刺杀他。叔父，此事我也是没办法了，本来想着在诗会上大显身手，好得到长公主的赏识，岂料苏毅半路杀了出来，若非是他，那日得到长公主召见的肯定是我。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日，但崔正仍是很不甘心。崔天禄面色凝重地问道：“苏毅他没查到是你请的杀手吧？”这个崔正支支吾吾的，不敢继续说下去。见状，崔天禄一拍桌子，沉声呵斥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搁那支支吾吾的，赶紧说实话！”“叔父，我也不知道苏毅他查到了没，只知道他这2天派人满城的找我。”崔正苦着脸道：“如此看来，显然是你已经暴露了，没人知道你前来我这吧？”“没有，我一路过来都小心翼翼的，绕了好几圈，确定没人跟踪我才过来叫门的。”说到这，崔正扑通一下就跪了下去：“叔父，侄儿已经走投无路了，恳请叔父收留。”崔天禄摆了摆手道：“起来吧，我与你父亲乃是发小，如今你出了事，我又岂能袖手旁观？先在府中住下，这几日不要外出，先避避风头，等过些天我再想办法送你离开。”“多谢叔父。”崔正大喜过望，随后他就跟着府中管家朝西厢房那边去了。崔天禄朝一旁的下人吩咐道：“去外头打听一下，看看镇南侯府那纨绔竟然有什么动作。”“遵命。”“王爷，外面来了位妇人，自称是六夫人的表姐，说是有要事找六夫人。”武王府一名仆人快步走了进来通禀：“监家的表姐。”武王爷眉头微微一皱，随后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去问问夫人吧，若真是她表姐，把人给她带过去就是了，这点小事就无需烦本王了。”“王爷，那人其实还是镇南侯的夫人，听说昨晚因为犯了大错，被镇南侯逐出府门了。”“你说什么？”武王爷一怔，旋即追问道：“苏烈的夫人竟是监家的表姐？小的也不清楚，但他敢这么说，多半是真的吧？他具体是因何事被逐出镇南侯府的？这个小的也不清楚。”“哼，刚被苏烈逐出府门，就过来我武王府投奔监家，莫不是在与苏烈演什么苦肉计？不过人既然来了，你就把他带进去吧，然后暗中盯着他与夫人说的每一句话，本王都要知道。”“是。”下人转身出去了。过了片刻，张春梅就被带到了王府中的一处别院。刚进门，就见一名妙龄女子在那等候。这女子年约30，白皙的瓜子脸上五官精致，一双美眸秋波流转，灿若星辰。她身材高挑，一袭淡绿长裙逶迤拖地，腰肢纤细不堪一握，胸前撑起一道极为夸张的弧度，正是武王爷心纳的小妾胡监家。“表妹，几年不见，你长得越发漂亮了。”张春梅刚看见她，便满脸羡慕地走了过去：“表姐，你这些年保养的也很好呀，还是跟之前一样风韵犹存呢。”胡监家热情地相迎，随后两人便唠起了家常。只是没过多久，张春梅忽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胡监家见状，便关切地问道：“表姐，你为何叹气？”“监家，表姐我命苦啊，本以为嫁入了镇南侯府，就能过上锦衣玉食的好日子了，谁料他苏烈就是个负心汉，昨日就因为我犯了一点小错，他竟狠心地把我逐出了府门。”张春梅说着说着，痛哭了起来。“你说什么？苏侯爷把你逐出府门了？”胡监家满脸诧异，甚至有些不敢置信。张春梅便把昨晚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当然，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成了是苏毅心怀叵测，在长公主的酒里下毒，然后苏烈偏袒于苏毅，从而将过错算到了他的头上，甚至将他扫地出门。听到这话，胡监家气得银牙紧咬。岂有此理！你嫁给他20多年，还给他育有一子，他怎能如此薄情？走，咱们找王爷去。你放心，王爷定会替你撑腰的。他说完，拉着张春梅就要出去。可张春梅却面露迟疑，道：“监家，我与王爷素未谋面，且因为军权的事情，苏烈一直都与王爷不对付。万一武王爷把气撒我头上，那我岂不是要倒大霉了？”胡监家轻轻一笑，安抚道：“表姐你放心，即便你没被逐出镇南侯府，王爷看在我的份上，也不会为难你的。更何况如今你已然与苏烈形同陌路，他就更不会迁怒于你了。而且不瞒你说，王爷天不怕地不怕，但唯独就怕我不高兴。
只要我开口，他肯定会替你出气的。真的吗？武王爷他真的如此宠你？那是自然，但凡是我想要的，王爷都会想尽办法给我弄来。他对我真的是极好的。这时，张春梅无意间瞥见胡坚家的手臂上的一点朱红，就如同一滴血泪般显眼。看到这一幕，他惊诧地问道：“坚家，你这该不会是手工纱吧？”胡坚家俏脸一红，微微点头：“不是吧？你嫁给王爷这么久了，他竟然没碰你，该不会……”说到这，张春梅压低了嗓音：“该不会是武王爷他不行吧？”表姐，你瞎胡说什么呢？王爷之所以没碰我，那是因为修炼的缘故了。他说，等他修炼到3品巅峰时，我的处子之身可以帮他突破瓶颈，从而步入2品。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他……嘻嘻，不过王爷挺难受的吧？毕竟天天对着你这样的大美人。姨呀，表姐你真是的。胡坚家被逗得面红耳赤。张春梅羡慕地说道：“真是羡慕你啊，以后跟着武王爷，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了。其实，不提也罢，走吧，我带你去找王爷。”胡坚家拉着张春梅来到了大堂，见他进来，武王爷面露宠溺之色，连日颠簸，你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万一累坏了身子怎么办？王爷，我休息的差不多了，不碍事的。胡坚家说话间浅浅一笑，恰似那迎风绽放的野百合。那就好。武王爷看了眼他身后的张春梅，便明知故问地问道：“坚家，这位是？”王爷，这位是我的表姐张春梅，她本是镇南侯的夫人，可就在昨晚，镇南侯居然把她给逐出府门了。王爷，您可得替她做主啊！哦，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张春梅上前几步，欠身行了一礼：“参见武王爷。”武王爷一摆手道：“既是坚家的表亲，那便是自家人，无需多礼。你且说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张春梅便颠倒是非，还添油加醋地把事情说了一遍。在他嘴里说出来，事情就完全变了味。武王爷心里自然是不信的，他与苏烈虽然是政敌，但却了解苏烈的为人。倘若真如张春梅说的那样，苏毅在长公主的酒里下药，苏烈又岂会包庇于他？更何况苏毅为长公主出谋划策，武王爷可是一清二楚的。虽然知道张春梅在鬼扯，但武王爷并未戳穿，而是一脸愤怒地说道：“岂有此理！没想到他居然是这样的人。你放心，明日本王入宫之后，定会向陛下禀报此事，让陛下好好惩戒他一番。王爷，表姐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仅是惩戒苏烈可不够，您能否拜托陛下，让苏烈向表姐认个错，然后把表姐迎回镇南侯府去？”“当然可以。”张春梅大喜过望，忙深施一礼：“多谢王爷。”“无需客气，这几日你便在府中住下，好好的与坚家叙叙旧吧。他出来京城，也就只有你一个熟人，有你在，他就没那么无聊了。王爷放心，我一定陪好坚家。”“如此就好，你们忙去吧，本王一会儿还要与下属商议要事。那我们就先告退了。王爷，赶了这么多天的路，你也多注意休息，可别累坏了。”胡坚家叮嘱道。武王爷欣慰地点了点头。目送他们2人离去后，他脸上笑容骤然一收，随后朝身旁的护卫吩咐道：“派人去长公主府那边暗中查一下，看看他昨晚是否真去了镇南侯府，而张春梅昨晚是不是在他酒里下毒了。”“遵命。”当天下午，凤仪宫内，皇后看着即将落山的夕阳，满脸惆怅。苏毅那个混蛋，说好了今天给本宫带好玩的过来，可太阳都要下山了，他怎还没过来？这时，一名宫女快步走了进来：“启禀皇后娘娘，苏毅方才入宫了，现在估计已经到御书房了。”皇后一怔，疑惑地问道：“他去御书房作甚？莫非陛下召见他？”“这个奴婢就不清楚了。你去御书房外等着，他一出来就让他滚过来见本宫。”“是。”等那宫女离去后，皇后便撇了撇嘴，埋怨道：“居然让本宫等那么久，哼，等会儿定让你好看。”随后她便喊来了侍女，侍女吩咐道：“去准备一下，本宫要沐浴。”“是。”与此同时，御书房内，苏懿恭敬地行了一礼：“参见陛下，不知陛下召见所为何事？”景帝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他几眼，才开口问道：“皇后的身子没什么大碍吧？”“回禀陛下，皇后娘娘只是身子虚，而且受了风寒，这几日需避免外出吹风，以免加剧病情。”“好，这几日你辛苦些，多过去给皇后调理一下。去吧，需要什么药材，你直接去太医院取即可。”“遵旨。”“那在下就先告退了。”看着苏毅离去的背影，景帝眯起双眼，嘴角泛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苏毅刚从御书房出来，一名宫女便迎了上来：“小侯爷，皇后娘娘有请。”闻言，苏毅忍不住在心里一阵吐槽：皇后娘娘玩心未免太大了，竟然还派人过来御书房堵自己。小侯爷，请吧。好。苏毅看了眼手中的木箱子，径直跟了上去。他刚来到凤仪宫，
另一名宫女便朝她说道：“皇后娘娘在后殿等候，小侯爷自行进去吧。”苏毅微微颔首，直奔后殿而去。刚步入后殿，苏毅便发现后殿氤氲着浓浓的水雾，纱幔翻飞间，隐约可见浴桶内坐着一道曼妙的倩影。不是吧？皇后居然在沐浴！苏毅震惊地瞪大了双眼，皇后居然在沐浴时照见自己，这是要闹哪样？你来了！在苏毅愣神之际，皇后那似银铃般悦耳的声音传了出来。苏毅拱手一礼，不动声色地说道：“皇后娘娘，昨日答应过你的东西已经带来了。”你话还没说完，就听皇后打断道：“不急，先进来吧。”苏毅满脸错愕，皇后正在沐浴呢，却主动叫自己进去，她该不会是想愣着作甚，没听见本宫的话？皇后的声音略微有些冰冷，还带着几分不耐烦。是。苏毅硬着头皮走了进去。此时后殿水雾袅袅，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神秘幽香，纱幔翻飞间，气氛顿时变得旖旎起来。苏毅穿过纱幔，将不远处的浴桶尽收眼底。浴桶内，皇后背对着他坐在其内，虽然只露出颈项与小半玉背，但仍叫苏毅一阵神思荡漾，心猿意马。这时皇后身子忽然拔高了些，那光滑如玉、白皙细腻的玉背就这么毫无遮掩地呈现在苏毅眼前，肩若削成腰若素，甚至连傲人上围的侧边弧线都隐约可见。苏毅看的眼都直了，好家伙，就拿这个考验干部，哪个干部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啊？他吞咽了一口唾沫，正要继续上前，可这时皇后却淡淡说道：“就搁那站着吧。”说完，皇后便拎起一个水瓢，舀起水，缓缓地倒在后颈之上。那掺杂着玫瑰花瓣的温水顺着那平坦光滑的玉背缓缓流淌而下，衬得她那玉背肌肤更显吹弹可破。苏毅屏住了呼吸，心里直痒痒。皇后居然敢这般明目张胆，倘若这里不是凤仪宫的话，她肯定早就扑上前去了。但是现在嘛，她也只能强忍着了。皇后忽然回眸看着她，笑盈盈地问道：“本宫的后背美吗？”啊这，皇后娘娘，要不我还是先出去，等你沐浴完了再说吧。不，你就在那看着，若敢走，本宫叫人打断你的狗腿。说到这，皇后神色变得冷清，继续威胁道：“还有，眼睛也只能盯着本宫这边看，若敢看向别的地方，本宫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喂狗。”什么？苏毅诧异地看着皇后，都不知是她说错了，还是自己听错了。她犹豫了一下，说道：“皇后娘娘，您刚才应该是想说，我若盯着你看，就挖掉我眼珠子，对吗？”错，本宫是让你盯着我的后背看，若敢看向别的地方，就把你眼珠子给挖了，喂狗。这，皇后娘娘，你就别闹了，万一被皇上知道了，我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啊。皇后冷哼一声，哼，现在知道怕了，让本宫等这么久的时候，怎不见你怕？本宫就是要让你看得到，得不到，憋死你。苏毅嘴角抽了抽，满脸黑线。他本来还纳闷皇后为何忽然如此反常呢，原来是因为自己来得太晚了。只不过这种惩罚倒蛮别出心裁的，他不介意以后多些这样的惩罚他，忙笑着解释道：“皇后娘娘，我给你准备的这个好玩的玩意儿复杂的很，所以才耽搁了这么长时间，这不，我一准备妥当，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是吗？那跟本宫说说，你给本宫准备了什么好玩的玩意儿？回禀皇后娘娘，这东西名叫麻将。麻将？皇后黛眉轻蹙，一脸好奇之色。这麻将是何物？娘娘请看，这便是麻将。苏毅说着，将手中的木箱子打开，里面装着的正是一整副麻将。这是他让府中下人连夜赶制出来的，以白玉雕刻而成，看上去十分精致。不就是一堆方形石头吗？这有什么好玩的？你是在敷衍本宫？皇后娘娘，等你了解了麻将的玩法，肯定会爱不释手的。这麻将得4个人一起玩才有意思。见他说的煞有其事，皇后就越发的好奇了，于是淡淡说道：“好，倘若没你说的那么好玩，本宫就把你阉了，让你留在凤仪宫当太监。”苏毅闻言，只感觉凉飕飕的，下意识的伸手捂住了要害。先把那箱子拿过来，让本宫好好瞧瞧。是。苏毅心神一荡，便朝着浴桶走了过去。越走近，皇后那玲珑玉体的视觉冲击就越是强烈。就在她走到浴桶前的一刹那，皇后整个身子缩回了浴桶里，只露出颈项与脑袋在水面上。苏毅嘴角抽了抽，心说刚才应该走快2步的，愣着作甚？给本宫瞧瞧你说的这个麻将。是。娘娘，这麻将总共有100张牌，分为条子、筒子和东南西北中发白几种字牌，每一种牌各有4张。苏毅认真地讲解了起来。皇后听得云里雾里，追问道：“所以这麻将到底该怎么玩？”皇后娘娘，等你沐浴完了，再找2名宫女过来，我教你们玩几遍，很快就会了。好。
那你替本宫把衣裳拿过来。啊这，皇后娘娘，这不好吧？要不还是让你的侍女进来好了。你进来这的事情谁也不知道。当然，你若是想死的话，尽管出去叫。苏毅一怔，这么说的话，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便走到一旁的架子上，将皇后的衣物拿了过来。皇后的衣裙皆是以上等丝绸缝制而成，质地十分柔软细腻，其上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芳香。细看之下，一件粉色的亵衣赫然在其中。不等他有别的小心思，皇后便催促道：“磨磨蹭蹭的干嘛？把衣裳放这。”然后转过身去。哦，苏毅将衣裳放在了浴桶旁的椅子上，随后就转过身，背对着浴桶。本宫要更衣了，你若是敢偷看，本宫一定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喂狗。皇后娘娘放心，我不会偷看的。苏毅嘴上这么说，但眼睛却直勾勾地斜睨着一旁架子上的铜镜，哗啦啦。皇后出浴，溅起一片水花。只见她拿起浴巾擦拭着身上的水渍，还时不时地回头，确定苏毅没有偷看，这才拿起亵衣穿了起来。殊不知这一幕已经被苏毅通过铜镜尽收眼底。看着他那无可挑剔的绝美玉体，苏毅一阵心血沸腾，口干舌燥。就在这时，皇后从浴桶出来时，脚下忽地一滑，紧接着失声惊呼了出来。苏毅通过铜镜看见皇后跌倒，条件反射的转身，快步飞奔了过去，终于在皇后跌倒在地前，将其接入了怀中。感受到皇后玉体那娇柔的触感，苏毅心神又是一荡。皇后惊魂未定，发现自己竟然被苏毅抱着之后，羞愤地娇斥道：“登徒子，快放开本宫！”同时他还挣扎了起来。苏毅正想将其放下，可没稳住脚下，又是一滑，砰！两人直挺挺地摔在了地板上。苏毅后脑勺着地，只感觉脑子嗡嗡的一阵头晕眼花，而皇后则是直挺挺地压在了他身上。缓过神后，两人四目相对，随后都呆滞住了。皇后娘娘，您怎么了？外头忽然传来侍女的声音。皇后大惊失色，自己现在与苏毅这番情景，若是被宫女看见了，那还得了。于是忙说道：“没事儿，本宫在沐浴，那奴婢进来伺候娘娘。”“不必，苏毅去偏殿等候了，你去给他送些点心过去，就说本宫很快过来。”“是。”听见侍女远去的脚步声，皇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心中暗叫好险。这时她娇躯猛地一颤，竟是苏毅的一双大手已然搂在了她那毫无遮掩的腰肢之上。“狗东西，你找死！”皇后恼羞成怒地瞪了苏毅一眼。苏毅一脸痛苦地说道：“娘娘，明明是你自己玩火在先，这也不能全怪我啊，而且你还压着我呢。”皇后还以为他摔伤了，忙问道：“你伤到哪了？”苏毅摇了摇头，没说话。他没受伤，只是憋得很痛苦。第一次与男子如此亲密接触，皇后也不由得一阵心跳加速，心里还不由自主地泛起了一丝涟漪。在荷尔蒙的作用下，皇后心跳得越来越快，俏脸竟不知何时浮现了一抹绯红。看着眼前她那娇柔欲滴的模样，苏毅脑子一热，撅嘴亲了上去。皇后瞳孔骤然一缩，脑子瞬间一片空白。在苏毅的亲吻与轻抚之下，她也逐渐上头，生涩地回应了起来。过了片刻，苏毅翻了个身，将皇后压在了身下，顺着对方的精致的耳垂，修长的颈项缓缓吻下。皇后娇躯止不住地轻颤，不自觉地嘤咛了一声，随后便紧紧搂着苏毅，生怕苏毅会飞走似的。苏毅也是没想到自己居然这么快就能一清皇后的芳泽，而且看这架势，顺势拿下也肯定没问题。想到这，他愈发的蠢蠢欲动，眼瞅着就要进行最后一步。可就在这时，皇后忽然阻止了他：“不要，万一皇上发现我手工杀没了，就糟了。”听到这话，苏毅急忙悬崖勒马。眼下无权无势，根本无力与皇帝抗衡。皇后身子虽好，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但就这么停止，他又不甘心，于是他便引导着对方。也不知过了多久，二人都浑身一颤，随后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皇后俏脸绯红的像是熟透了的苹果，仿佛能滴出水来，娇嗔道：“狗东西，你真该死！”苏毅咧嘴一笑，没说什么。缓过劲后，皇后急忙起身，扑通一声又钻进了浴桶里。苏毅则是意犹未尽，但眼下可不能多贪，便只好起身穿衣。一刻钟后，皇后一袭大红长裙，风姿卓越。她瞪了苏毅一眼，不想死的话，方才的事情就烂肚子里，而且也绝不会有下次，听明白了吗？娘娘放心，方才什么也没发生，而且下不为例。苏毅嘴上这么说，手指却在皇后那吹弹可破的脸蛋上轻抚而过。皇后瞪了他一眼，恶狠狠地娇斥道：“狗东西，你找死！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皇后娘娘想必也舍不得杀我。你放心，倘若有外人在，我一定规规矩矩的。滚，立即到偏殿去，否则若是被人发现你进来了，你就死定了。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苏毅在皇后的俏脸上飞快地亲了一口，随后脚底抹油般退了出去。皇后气得直跺脚，一脸懊恼。但回想起方才与苏毅的疯狂，她心里又是一阵荡漾。在后殿待了1刻多钟，她心绪这才平复了下去，随后若无其事地前往了偏殿，参见皇后娘娘。看见她出来，苏毅起身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就仿佛在后殿什么都没发生似的。皇后微微颔首，淡淡说道：“不是说给本宫带了好玩的过来吗？”“是的，皇后娘娘，此物名为麻将。”苏毅又把麻将介绍了一遍。皇后一摆手，朝另外2名宫女吩咐道：“你俩过来一起学，学会之后陪本宫玩。”“是。”2名宫女走了过来，随后4人就围着4方桌坐了下来。在苏毅的讲解下，他们学得很快，不多时便都掌握了窍门。胡了，苏毅，你看看本宫这副牌是不是胡了？皇后有些不太确定。苏毅凑过去一看，点头道：“对，这局3条是鬼牌，鬼牌可以变成人一牌，你这已经胡了。”皇后闻言，激动的手舞足蹈，傲娇的说道：“如何，本宫厉害吧？”“皇后娘娘真厉害！”苏毅与另外2名宫女异口同声道。随后偏殿内响起了一阵欢声笑语。苏毅看了看天色，道：“皇后娘娘，时候不早了，我得先回去了。”皇后本想让苏毅留下来，可想到如此不妥，便只好点了点头。“好吧，以后有空了，多过来陪本宫打麻将，皇上那边你无需担心，本宫会给他说的。”“是，那在下就告辞了。”苏毅拱手一礼，便转身离开了。他这一走，皇后就没了兴致，朝那2名宫女吩咐道：“你把麻将的玩法交给其他人，明日再陪本宫一起打麻将。”“奴婢遵命。”一炷香后，苏毅刚回到镇南侯府，就看见一顶轿子停在了府门外，轿子前站着一道倩影，竟是萧凌霜的贴身侍女小环。看见她，苏毅3步并作2步的走了过来。“小环，长公主过来了。”“殿下没来，他让我带你过去长公主府。话说，你这纨绔跑哪儿去了？知道我等你多长时间了吗？”“我这不有事吗？事不宜迟，咱们这就过去吧，别让长公主久等了。”月色昏暗，街巷间弥漫着初秋的凉意。苏毅跟着小环穿过京城繁华的街道，直奔长公主府而去。“你这纨绔能不能走快点？长公主殿下最讨厌等人了。”小环回头瞪了苏毅一眼，脚步却丝毫不停。苏毅吐槽道：“我还以为你带了轿子过来接我呢，谁知道你居然是走路。”说到这，他好奇地问道：“对了，我府门前停着那顶轿子是谁家的？”“我哪知道，不过看那规格，应该是某位皇子。”苏毅闻言，顿时眯起了双眼，若有所思起来。今早武王爷刚回京，就栽了个大跟斗，那些个皇子估计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所以这才连夜过镇南侯府拜访。如此看来，往后几日镇南侯府怕是都会门庭若市了。哎，听殿下说，今日武王爷栽得很狼狈，你这纨绔到底是如何想出那等毒计的？小环满脸好奇，他甚至有些怀疑，用双仪仗迎接武王爷回京这等计策，是不是苏毅想出来的？苏毅正要接话，这时却忽然浑身一紧，一股森然寒意从心底涌出，顺着脊背直往上窜。得益于修炼了九转玄阳诀这门独特的功法，使得他对危险的感知异于常人。心念刚起，便猛地侧身，嗖，一支暗箭几乎贴着他的脸颊飞过，深深钉入了身后的树干之上。惊鸿一瞥之下，他清晰地看见箭头在月色的映照下泛着一抹紫芒，显然是淬了毒的。有刺客！小环厉喝一声，纵身一跃，便来到了苏毅身前。铮的一声，手中长剑已然出鞘。与此同时，3道黑影从屋檐一跃而下，呈三角之势将2人包围。为首的黑衣人目光阴鸷，冷冷说道：“苏公子，跟我们走一趟吧。”苏毅眯起眼睛，注意到黑衣人手中的刀竟然都未出鞘，这明摆着是想要活捉自己啊！幕后之人到底是谁？是崔正，亦或是康阳侯府，又或者是武王爷？他目光飞快地从3名黑衣人身上扫过，随后朝小环低声问道：“3个都是7品境，2个初期，1个中期，你能应付得了不？”说话间，他后退了半步，与小环背靠背站立。小环忍不住吐槽道：“你倒是看得起我，以他的实力，可以单独面对2名7品初期，或者1名7品中期，但眼前这3人，他一个人可扛不住。”于是便又低声提醒：“我缠住他们，你先走。”话音落下，他手中长剑一横，面色凝重地打量着这几名黑衣人，居然也是7品武者。黑衣人感应到小环身上散发出来的真气，语气略显惊讶，但很快冷笑道：“不过可惜了。”话音未落，他大脚一跺地面，身形如离弦之箭激射而出。另外2名黑衣人也同时出手，霎时间刀光凛凛，杀气冲天。找机会先走。
小环轻喝一声，手中长剑如灵蛇吐信，在空中划出数道剑气，与2名黑衣人站在了一起。他本想将对面3人都缠住，但怎奈有心无力。苏毅此时已经被另一名7品初期的黑衣人逼到了墙角。苏公子，别负隅顽抗了，乖乖束手就擒吧。黑衣人说话的同时，单手成爪，直取苏毅肩膀要穴。苏毅眯着双眼，一脸的沉着冷静，后退躲避的同时，体内真气飞快地朝右臂涌去。就在那黑衣人即将触及他肩膀的刹那，他突然一个矮身，右手如毒蛇般往上猛地探出，竟已经抓住了黑衣人的手腕。黑衣人顿时一怔，显然没想到苏毅的速度居然如此迅速。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咔嚓一声，啊！我的手！黑衣人惨叫一声，手腕骨头居然硬生生被苏毅给捏碎了，骨茬子甚至还刺破了皮肉露了出来，看上去十分瘆人。走你！苏毅嘿嘿一笑，趁对方不备，一脚猛地踹了过去，不偏不倚，正中黑衣人胸膛。黑衣人闷哼一声，身形如稻草般横飞了出去，足足摔出去了2、3丈之远，最后浑身散架了似的瘫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此时的他看向苏毅的眼神满是惊骇之色。苏毅明明只是8品境的实力，却一个照面就把自己给重创了，这小子怎如此邪门？另一边，小环见势骤然一变，只见寒芒闪过，带起了一股血溅。啊！另一名7品初期的黑衣人惨叫一声，踉踉跄跄的后退了几步，右侧肩窝居然被小环一剑刺穿，此时血流如注，连刀刃都差点握不住了。看见2名同伴军都受了伤，剩余那名黑衣人目光一沉，朝小环虚晃一招，随后纵身朝苏燕猛然扑去。纨绔小心！小环失声惊呼。苏毅眼中金光一闪，身形不退反进，同时抓起地上散落的竹筐，猛地朝黑衣人面门掷去，同时右腿如鞭子般横扫而出，直取对方下盘。黑衣人面露讥讽，随手劈出一缕刀气，砰！竹筐瞬间被震得支离破碎，皮肤汗数，不自量力。黑衣人轻蔑一笑，就要出手将苏毅拿下，然而看见苏毅嘴角勾起的那抹诡异笑容后，他心头莫名的咯噔了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在他惊愕目光注视下，苏毅居然从怀中掏出了半截竹筒。虽然不清楚竹筒内装的是什么，但其上所散发出来的森然杀意，使得他毛骨悚然。这暗器不能硬接，他心中立即就做出了判断，大脚一踩地面，身形竟倒飞而回。只是他顾着提防苏毅手中的暗器，全然忘了小环的存在。等他感应到身后有杀气袭来时，已经晚了。噗嗤！小环手中的长剑自他后背刺入，从心口穿出。大意了！黑衣人一脸不甘地倒在了血泊当中。那被洞穿肩窝的黑衣人见势头不对，纵身一跃便跳上了屋檐，随后逃之夭夭。小环见状就要奋起直追，苏毅却提醒道：“穷寇莫追，这不还有一个活口吗？”小环闻言便打消了念头，持剑来到了瘫倒在地的黑衣人跟前，剑尖直指其咽喉，喝问道：“说是谁派你们来的？没想到你这纨绔居然深藏不露。”黑衣人眼中随即闪过决绝之色，随后惨然一笑。苏毅猛地意识到了什么，轻喝道：“不好！”他想服毒自尽。小环瞳孔骤然一缩，正欲出手封住对方穴道，然而噗！黑衣人口中喷出一大口黑血，身体剧烈抽搐了几下，便一头栽倒在地，彻底死绝。竟然是死士！小环气得直跺脚，随后蹲下身，在黑衣人的尸体上一顿摸索。苏毅淡淡说道：“别多此一举了，他们身上不会有什么线索的。不搜一下怎知道？”小环睨了他一眼，不死心的在另一名黑衣人身上搜寻，但却终是一无所获。这事不简单。他收起软剑，警惕的环顾四周，确定附近没人，这才质问道：“对方居然把死士都派出来了，你这家伙到底得罪了什么人？瞧你这话问的，以我这般狼藉的生命，仇家多到数都数不过来，我咋知道是谁派来的？你好像还挺自豪。那是，能被仇人如此重视，也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小环闻言直翻白眼，吐槽道：“行了，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说不定会有第二批刺客，咱们还是赶紧走吧。”月色中，二人加快脚步向长公主府奔去。武王爷府内，禁卫统领公孙胜正在巡视府中防卫。这时，一道黑影从府门外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府中护卫见状，纷纷拔出战刀就要向前。公孙胜打量了对方一眼，当即挥手将护卫平退，随后喝问道：“为何如此狼狈？苏一人呢？”黑衣人忍痛跪了下去，苦着脸道：“公孙统领，我们失手了。”“你说什么？失手了？”公孙成一脸诧异。据他所知，苏毅手无缚鸡之力，派出3名7品武者过去拿他，简直就是手拿把掐的事情，没想到现在居然失手了。
公孙统领，那苏毅非但有高手保护，他自身实力也不弱，老三就是被他给废了。闻言，公孙成眯起了眼睛，随后沉声问道：你大哥也栽了？是的，大哥被一箭穿心，应该活不成了。若非我反应迅速逃得飞快，只怕也没命活着回来了。回来了就好，接下来好好歇着吧。多谢公孙。黑衣人话还没说完，忽然浑身一颤，双手下意识地捂住了脖子，嫣红的鲜血从指缝当中喷涌而出。他错愕地看着公孙胜，一脸不甘地问道：喂，为什么？这点事儿都办不好，还有脸回来？下去与你那2位兄弟团聚吧。你可……黑衣人还想说些什么，但张开嘴，鲜血就从嘴里溢出，身子颤抖了几下，便倒在了血泊当中。来人，拖出去埋了。遵命。几名护卫将黑衣人的尸体抬了出去。公孙胜擦拭了一下身上的血迹，便转身前往了书房。此时的武王爷正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着刚收到的书信。公孙胜敲门走了进来，禀报道：王爷，童家3兄弟失手了。武王爷头也不抬地问道：苏烈出手了？并不是，据说苏毅身边有高手保护，7品的不行就派6品的过去，这点小事还用本王教你吗？听见武王爷略显冰冷的语气，公孙胜心里咯噔了一下，忙说道：王爷，童家3兄弟失手定会引起镇南侯府的重视，现在即便派出7品以上的高手，只怕也不容易得手。也有几分道理，那便再让苏毅多活1日吧，明日务必将其擒来。是，属下告退。公孙胜正要退下，武王爷却一摆手道：这是沧州那边传来的急报，有些诡异，你看看。闻言，公孙胜便接过了武王爷手中的书信，细看了起来。片刻之后，他瞳孔骤然一缩，惊愕地问道：200名童男童女居然在一夜间失踪了？不错，当地官府追查了好几日，但却半点线索都没查到。如此多的童男童女一夜间失踪，且还没有留下半点线索，可见作案之人必定身手奇绝，而且不止一人作案。王爷要派人过去查吗？武王爷脸上阴晴不定，过了好半晌才开口道：沧州毕竟是监家的老家，让何进带几个人过去看着吧。是，属下这就去安排。公孙胜拱手一礼，便转身退下了。200名童男童女，莫非是什么邪教之人干的？武王爷眯着眼，喃喃自语。长公主府内，得知苏毅过来的路上遇刺后，萧凌霜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苏毅一旦死了，那么他就没办法快速提升实力了。最重要的是，自从与苏毅双修之后，对方的身影就总会出现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没受伤吧？他背负着手，下巴微微上扬，努力摆出一副不怎么在意的态势。当然没有，多亏了小环出手相救。苏毅说话间，朝小环眨了眨眼，后者却瞪了他一眼，朝萧凌霜躬声道：殿下，当时的情况，即便奴婢不出手，这家伙应该也不会有危险的。萧凌霜面露诧异之色，不过才双修了1日而已，苏毅就已经这么强了吗？还是说那几名黑衣人太弱了？这也不对啊，那几名黑衣人不是7品境的武者吗？只听小环接着解释道：殿下，这家伙手里有厉害的暗器。哦，是何暗器？苏毅没办法，只好把那类似暴雨梨花针的竹筒掏了出来。萧凌霜接过只打量了一眼，就感应到了竹筒内所散发的肃杀之气，他忍不住感慨道：好厉害的暗器，你从哪得来的？路上捡的。苏毅并没有把前几日在侯府遇刺的事情说出来，否则又要费唇舌讲述一番了。有此暗器傍身，本宫就放心了。萧凌霜刚说完，就察觉到自己这话似乎显得太过在乎苏毅了，便又接着说道：你现在是本宫的谋士，所以别那么快就死了。殿下放心，我命硬，没那么容易死掉。不知殿下连夜找我前来，所谓何事？萧凌霜面色凝重道：数日前，沧州城内发生了一桩奇案，城中200名童男童女一夜间不知所踪。苏毅面露惊诧，问道：沧州距玉京城不足100里，居然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大案，作案之人是何方神圣？萧凌霜摇了摇头，到目前为止，沧州那边仍未查到半点线索，所以陛下让你负责彻查此案。还没有，但本宫想要把这桩案子接下。这又是为何？苏毅很是不解，毕竟这节骨眼上，当务之急是要专心对付武王爷。若是跑沧州去查案子，这不就明摆着给武王爷报复的机会吗？武王叔此时肯定也已经收到了沧州那边的急报，无论如何，这案子都不能让他接手，其中厉害你应该懂的吧？苏毅若有所思道：若此案被武王爷侦破，那么他的威望势必会再上一个台阶，到那时对付他就更难了。不错，所以你得随我入宫面见父皇，只是本宫不善查案，到时候得由你来分析此案，好让父皇下旨让我们接手。你还真是看得起我。苏毅无奈苦笑，心里其实是有些抗拒的，毕竟在皇帝面前太过招摇，
可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萧凌霜正色道：“你略施小计，便让武王叔栽这么大的跟斗，可见你心思缜密，非常人能比。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入宫吧。”于是苏毅便跟着萧凌霜连夜前往了皇宫。养居殿内，景帝神色略显倦怠，打了个哈欠之后才问道：“凌霜，都这么晚了，你怎还入宫来了？”萧凌霜拱手说道：“回禀父皇，儿臣今夜收到沧州那边的消息，说是发生了一宗骇人听闻的大案，城中200名童男童女一夜间不知所踪，且迄今为止，沧州那边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听到这话，景帝眼眸深处闪过一抹异色，但很快就恢复了如常，摆手说道：“此案朕也已经听说了，等明日早朝时，再另行派人过去沧州处理此案。父皇，儿臣想要接掌此案，还请父皇准许。”你还懂得查案？回父皇，儿臣不太懂，但苏毅他懂啊。萧凌霜说完，便朝苏毅使了个眼色。然而苏毅此时却是低着头做沉思状，根本没注意到他眼神示意。方才景帝眼眸中一闪而过的异色，被苏毅敏锐地捕捉到了。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直觉告诉他，景帝刚才那个眼神很不对劲。苏毅，你还擅长查案？景帝惊讶地看着他。听见景帝的话，苏毅这才回过神，正想说懂一些，可这时他却忽然注意到景帝的气色有些不对劲。虽然隔着老远，但他清晰地感应到景帝的气息时强时弱，而且瞳孔还时不时地涌现一抹不易察觉的血光，细看之下煞是诡异。看到这一幕，苏毅目光微闪，稍作沉吟，便拱手说道：“启禀陛下，在下其实对查案一窍不通。”闻听此言，萧凌霜一怔，随后气得银牙紧咬。该死的纨绔，来的路上明明把案情分析得头头是道，结果到了御前居然装傻充愣，他这是要闹哪样？萧凌霜都快急死了，于是一个劲地朝他使眼色。可偏偏苏毅目不斜视，显然是刻意的。景帝眉头皱了皱，先是看了眼萧凌霜，而后目光又落在了苏毅身上，脸上狐疑之色更盛。既然你也不善查案，那你们连夜入宫意欲何为？陛下，我与长公主虽然不善查案，但是有一个人麾下人才济济，他接手的话，肯定很快就能把案子查清楚。谁？景帝与萧凌霜都十分好奇。苏毅说出了一个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人选：镇国武王爷。苏毅，你疯了不成？忘了咱们入宫的目的了吗？萧凌霜气得直跺脚。来之前分明说好了，哪怕此案落不到长公主府手中，也断然不能让武王爷染指。结果现在苏毅居然举荐武王爷，他都怀疑对方是不是得了失心疯，否则怎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苏毅正色道：“长公主殿下稍安勿躁，此案如今闹得沸沸扬扬，举国上下不知多少双眼睛看着，若不能尽快破案，势必会导致人心惶惶。武王爷麾下人才济济，此案交给他乃是上上之选。”可是萧凌霜正想说什么，却被景帝打断了。苏毅此言不无道理，当务之急是得尽快破案。明日你武王叔入宫后，朕再让他处理此案吧。父皇，武王叔若破了此案，威望必定更上一层楼，到那时只怕更难对付。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此案尽早侦破，才能安抚民心。这是。萧凌霜虽然不甘心，但景帝话已至此，他也已经无计可施。行了，时候不早了，早些回去吧。儿臣告退。萧凌霜拱手一礼，便转身出去了。苏毅行了一礼之后，便紧随其后。两人身影刚消失在门外，景帝忽然就浑身颤抖，脸色瞬间一片惨白，还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额头上甚至还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他脸上瞬间布满了慌张之色，强忍不适，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颤抖着手倒出一粒血红丹药，张嘴直接吞了下去。过了片刻，他脸色才好转起来，呼吸也逐渐平稳，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之后，便喊来了心腹老太监。丹药快吃完了，让九黎部落的大祭司尽快把丹药给朕送来。奴婢遵旨。老太监躬身一礼，转身退下。殿下，殿下你等等我啊！苏毅不叫还好，这一叫萧凌霜脚下走得更快了，而且还看都不回头看他一眼。从皇宫出来之后，苏毅无奈地说道：“殿下，你先别生气啊，我方才之所以推选武王爷是有原因的。”好，那你说为何要出尔反尔？萧凌霜转身怒冲冲地看着他。这案子没咱们想象中那么好侦破，即便是武王爷，也肯定要费不少周折，甚至到最后能否侦破也未可知。把案子交到他手中，他短时间内就无暇顾及咱们，如此咱们也就有了偷偷发育的时间。苏毅此话有些词汇，萧凌霜虽听不太懂，但整体意思他是明白了。只见他蹙眉问道：“你怎知此案不好侦破？”苏毅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武王爷处理此案后，他会如何做？”这还用问？当然是派人去沧州调查。萧凌霜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我再问你，
若你是案犯，在沧州掳走了200名童男童女之后，还会留在沧州等待时机继续作案吗？这……萧凌霜被问住了，随后他疑惑问道：所以你的意思是，案犯会若继续作案的话，会选择别的地方？这是肯定的，能犯下如此大案之人，怎会傻乎乎的留在沧州？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几天时间，我若是案犯，肯定早就溜了。萧凌霜闻言，低头沉思了起来，细细一想，很快就想通了。的确如苏毅所说，武王爷想要侦破此案，短时间内肯定无法做到。这案子震惊朝野，他一旦接手，就只能全力以赴，否则有损他的威望。如此一来，他就没闲暇报复自己了。所以将这案子丢给武王爷是最为明智的。只是他心里仍旧很不爽，卷着玉臂冷哼道：哼，那你为何不早说？否则的话，本宫就无需连夜入宫了。我也是到了养居殿才想到这一层的，况且咱们此行也不能说是白跑一趟，至少陛下答应了会把此案交给武王爷。咦，不对。萧凌霜回想起在养居殿时，苏毅脸上浮现过一个奇怪的表情，当时他还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他越想就越觉得哪里不对，于是便质问道：苏毅，你老实交代，是不是还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苏毅一脸愕然地反问道：殿下何出此言？我总感觉你有事瞒着我。殿下多心了，我对殿下坦坦荡荡，绝无半分隐瞒。最好是这样，倘若被本宫发现你有事瞒着我，我定会让你入宫当太监。萧凌霜说完，冷眼瞥了一眼苏毅某处，威胁之意直接拉满。苏毅嘴角抽了抽，满脸都是黑线。萧凌霜怎和皇后一个德行，动不动就以把自己变成太监做威胁走吧，随本宫回长公主府。苏毅一怔，问道：事情不是完了吗？还去长公主府干嘛？父皇对京城之事非常满意，还特地嘱咐让本宫好好奖励你。说到这，萧凌霜忽地眯起双眼，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笑容。哦豁，又可以双休了。苏毅心中大喜，今日被皇后整得心血沸腾，去长公主府正好把火泄一下。回到长公主府后，萧凌霜便朝小环吩咐道：传令下去，今夜任何人不得进来打扰本宫。殿下是要连夜修炼。武王叔回京了，本宫得尽快把实力提升上去。是，殿下尽管放心修炼，奴婢定不会让任何人打搅。小环说完便退下了。还愣着作甚？你不是早就等不及了吗？萧凌霜美眸直勾勾地看着苏毅，嘴角还勾起了一抹妩媚的笑容。回来的路上，苏毅看着他那玲珑有致的身段，就已经忍不住毛手毛脚了。若非他严厉阻止，只怕现在还在外头小树林呢。而看见他俏脸那妩媚动人的笑容，苏毅心花怒放，一把将他横抱而起，直奔后殿寝室而去。苏毅抱着萧凌霜在床畔坐下，随后径直吻住了对方那娇柔的红唇。虽然已经坦诚相待，并且深入交流过几次，但萧凌霜此时仍旧表现得很是羞涩，浑身紧绷着，还隐约有些轻颤。见他如此紧张，苏毅表现得十分温柔，大有浅尝辄止的态势。过了片刻，萧凌霜嘤咛了一声，双手下意识地搂着苏毅的脖子，声色地回应起来。亲吻了片刻，苏毅迫不及待地就想将对方身上的衣裙褪下。然而就在这时，他心头莫名地咯噔了一下，一股寒意顺着脊背直往上冲。就在他满腹狐疑之时，萧凌霜已经举起手掌，朝他天灵盖猛然拍下。只见其掌心真气缭绕，这一掌碎金裂石不在话下。卧槽！苏毅瞳孔骤然一缩，松开对方的同时，身子猛地朝床上一躺。萧凌霜一击落空，手臂挥舞间又是一掌拍下。苏毅一个鲤鱼打挺，从床榻上跳了下来。砰！床榻被萧凌霜的掌风震得支离破碎。苏毅眼角狂跳，错愕地问道：殿下，你这是何意？不是说好了双休的吗？怎还没开始就急了啊？而且看萧凌霜这架势，明显是起了杀心，他就更加懵逼了。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难不成是觉得自己太过着急和粗鲁了？敢占本座的便宜，你找死！萧凌霜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声音冰寒彻骨，不带丝毫感情。话音落下，他脚下气浪轰然炸开，身形如离弦之箭扑向苏毅。后者眉头一皱，施展身法躲闪的同时，忙喝问道：殿下，是你说要双休的，现在怎提起裤子就不认人了？找死！萧凌霜大手朝墙壁一招，长剑铮的一声出鞘，只见他手腕一抖，手中长剑在空中挥舞出无数残影，一道道迅猛的剑气铺天盖地的朝苏毅笼罩而下。苏毅眉头皱得更紧，心中默念着口诀，脚步随剑气而动。他步伐看上去虽然很随意，甚至看不出什么章法，但闪转腾挪间竟能巧妙地躲过那道道凌厉剑气的轰袭。乍看之下，他身后竟似乎还拖着连串残影。看到他这鬼魅般的身法，萧凌霜一脸骇然地惊呼道：天罡极影步。这一次
轮到苏毅惊讶了，他挑眉问道：“殿下，你怎知道我这身法的名字？”萧凌霜停下下来，一双冰冷眸子紧盯着他，寒声道：“天罡极影步乃我师姐独门所创，说你是从何处偷学的？”你师姐所创。苏毅嘴角抽了抽，都不知该如何吐槽了。这天罡极影步分明是他穿越前自创的身法，除了他之外，会此身法的就只有他的那几名女徒弟而已。没曾想穿越到这大夏王朝之后，居然也有人会这种身法。一时间他都不知该说是巧合还是别的什么了。而且萧凌霜此时很不对劲，就仿佛完完全全换了个人似的。就在他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之时，萧凌霜忽然面露痛苦之色，喃喃道：“你别杀苏毅。”苏毅一怔，萧凌霜很不对劲啊。这时萧凌霜俏脸骤然一寒，嗤笑道：“哼，堂堂大夏长公主居然喜欢这等纨绔，简直贻笑大方。”紧接着他又面露恼怒，娇斥道：“这是我自己的事，与你何干？”听到他这番话，苏毅惊得瞪大了双眼。好家伙，这位长公主难不成也像苏燕一样得了精神分裂症？在他惊愕之际，萧凌霜再度开口道：“苏毅，你先回去，我过2日再过去找你。”苏毅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眉头轻皱地问道：“殿下，你这是啥情况？”萧凌霜摇了摇头：“你别问，这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我替你看看。”苏毅说完，也不管萧凌霜同不同意，一个箭步就来到了他跟前，将他手中的长剑夺过扔到了一边，随后伸出手指搭在了对方的腕脉之上。然而他却惊讶地发现，萧凌霜的脉象并无异常。却见萧凌霜面露嗤笑，道：“怎么，你这窝囊废还懂医术？”在他说话的同时，苏毅清晰地感应到其体内竟多出了一股十分强大的气息。这不是精神分裂症，而是有另一个魂魄寄居在萧凌霜体内。搞清楚真相后，苏毅心中暗自惊讶。穿越之前，他就自创了一门千魂秘术，可以将濒死之人的魂魄迁移到合适的容体内暂存。不久后，他的某位红颜知己被仇家偷袭，奄奄一息。因为肉身损毁严重，他便利用千魂秘术，成功将对方的魂魄迁移到了其闺蜜体内寄存。后来找到合适的肉身，便将魂魄植入其内，那位红颜知己便重新拥有了肉身。而这千魂秘术十分难练就，在他那几名天资卓越的女徒弟当中，也就只有其中一人初窥门径而已。让他没想到的是，在这大夏王朝，居然也有人懂得此等秘术。萧凌霜缩回了手，摇头道：“苏毅，我没事的，你还是先回去吧。这缕魂魄在你体内应该快1年了吧？若不尽快将其迁移出来，你要么被其同化，要么双魂破裂而亡。是谁把这魂魄植入到你体内的？”听到苏毅这话，萧凌霜满脸震惊之色。你怎知道的？”苏毅淡淡一笑：“很简单，因为这千魂之术我也会。”什么？你居然也会此等秘术？萧凌霜脸上惊骇之色更盛，简直不敢置信。喂，你既然会千魂之术，能否替我找一具合适的躯体？说话的显然是萧凌霜体内的另一个魂魄。此事日后再说，你先让开，我有话与长公主说。好，不过你跟她说完后，得让她把我放出来，我有话问你。苏毅耸耸肩，不置可否。苏毅，这千魂秘术普天之下，就只有我师父会，你究竟是从哪里习得的？萧凌霜满脸好奇地问道。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说。所以你体内的那缕魂魄是你师父弄进去的？她是我师父的师妹，从辈分上算，她是我师叔。据萧凌霜说，他师叔数月前被仇家偷袭，以至于命悬一线。在濒死之际，他师父血罗沙便施展千魂秘术，将对方的魂魄迁移到了他体内寄居。随后血罗沙便外出，一边替他寻找至刚至阳的功法秘籍，一边替他师叔寻找合适的肉身。听完他的讲述后，苏毅问道：“他魂魄寄存在你体内这段时日，他可曾有过什么过激之举？”这倒没有，他以前虽然对我意见颇多，但有师父这层关系在，他并未为难过我。那你这段时日身子可出现过不适？萧凌霜回忆了片刻，才摇头道：“除了夜里四肢发寒之外，并无其他不适。他魂魄主导你身体的次数，是不是越发频繁了？”“对，一开始那2-3个月从未出现过，后来就每月1次左右，到现在这个月已经3次了。”苏毅闻言，面色变得凝重起来。这可不太妙，若是放任不管的话，这缕魂魄极可能鸠占鹊巢，把萧凌霜的身体据为己有。想到这，他便掏出了一根银针，反手便扎在了萧凌霜的神庭穴之上。萧凌霜浑身一颤，惊呼道：“苏毅，你要干嘛？替你将那缕魂魄锁住，否则过不了多久，你这身体就成他的了。”
见苏毅不像是在说笑，萧凌霜不由得慌了起来。那我现在要怎么做？把衣裙脱了，我替你施针锁魂。这……萧凌霜本能的有些抗拒，但想到早就与苏毅坦诚相对过了，他便心一横，将长裙脱了下来。瞬间，他那凹凸有致的绝美身段便完完全全呈现在了苏毅眼前。娇躯肌肤如羊脂玉般白皙细腻，仿佛一件浑然天成的绝美艺术品。他俏脸绯红，低着头不敢看苏毅，而苏毅看见他这绝美的身段，心神不禁一荡。随后他收敛心神，取出银针出手，急如风。百会穴，开天门，镇元神；山中穴，锁心魄，分阴阳；魂门穴，定游魂，固本我。眨眼间，银针扎入了萧凌霜体内13处大穴之上。随后，苏毅手指在其中一根银针上轻轻一弹，13根银针尾部便齐刷刷的剧烈震颤，还隐约发出暗红色的荧光。萧凌霜皮肤下立即浮现2道纠缠的血色纹路，其中一道纹路在针阵压迫下逐渐褪色，仿佛有看不见的丝线将某个存在层层捆缚一般。该死的，你在做什么？萧凌霜脸上忽然浮现出一张淡弱且模糊面孔虚影，从他那狰狞的表情就能看出对方十分恼怒。我只是把你这缕魂魄暂时锁住而已，别抗拒，这不管是对你亦或是对长公主都有好处。长公主的躯体与你的魂魄并不相容，一旦同化，你也活不长了。那张模糊的面孔虚影随之冷静了下来，因为苏毅所言与血罗刹说的完全一样。想到这，他便长叹一声，罢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信你了。不过在我沉睡之前，你有没有兴趣与我做笔交易？苏毅眉梢一挑，说来听听。我若是没看错的话，你修炼的应该是至刚至阳的功法，只要你替我找到合适的肉身，我保你2年内步入1品。除此之外，我还另有重谢。苏毅神色微微一动，与萧凌霜双修1年内重回2品境没什么问题。然而若想从2品突破到1品，就不是双修能达成的了。除了要找到合适的功法之外，还需要有特定的契机，可以说天时地利缺一不可。但现在对方居然做出保证，2年内让他突破到1品，他还真的动心了。只见对方接着说道，我是萧凌霜的师叔，不会骗你。还有，你知道血罗刹为何好心救我吗？你是他师妹，他救你不是情理之中的吗？苏毅挑眉反问。哼，他救我是因为他想得到我这门秘术，只要拥有这门秘术，从2品突破到1品的概率就能大大提升。结合你至刚至阳的功法，1品境对你而言唾手可得。血罗刹也就是你师姐，她既然已经在给你寻找合适的肉身了，你为何还要与我做这笔交易？苏毅再次挑眉询问。很简单，因为我不想将此秘术告诉那个贱人。听到这话，苏毅眯起了双眼，看样子此人与血罗刹虽然是同门，但关系却并不怎样。随后他淡淡一笑道，好，我会替你寻找合适的肉身的，安心沉睡吧。说完，他一针扎在了萧凌霜的灵虚穴之上，此针具有助精确困残灵之功效，一针落下，那缕魂魄便没了动静，彻底陷入了沉睡。萧凌霜只感觉浑身一松，惊讶地问道，苏毅，你已经把他给禁锢住了，是吗？这次施针估计能禁锢对方1个月左右，到时候我会继续给你施针的。这次真是多亏你了。萧凌霜看向苏毅的目光多了几分柔情，你我之间何须客气。苏毅说话间将对方身上的银针逐一取下，随后便一把将萧凌霜搂入了怀中。长公主殿下，春宵苦短，你我还是快些开始双修吧。得到萧凌霜的回应后，苏毅托起他那精致的下巴，深情地亲了下去。不多时，后殿响起阵阵天籁，两人也彻底融为了一体，不分彼此。纵情享乐的同时，两人也没忘了正视一缕缕精纯的真气，顺着双方体内经脉循环流转。渐渐的，那宛若天籁的声响越发密集，经久不息。翌日清晨，武王府内，胡坚家正替武王爷更衣。王爷，入宫见了陛下，记得把我表姐的事情说一下。镇南侯如此过分，可不能轻易放过他。放心，本王正愁没借口向苏烈发难呢。现在他自己将把柄亮出来，本王岂会轻易错过？如此就好，妾身就替表姐多谢王爷了。你我之间何须言谢，回去歇着吧，等本王好消息。武王爷说完，便转身出门了。此时的他一袭玄色九蟒袍，每条蟒蛇之上均用金丝绣着龙鳞，张牙舞爪，霸气十足。其上巨蟒乍看只有4爪，然而在晨光的映照下，竟见第5爪隐在云纹之中。须知亲王的朝服均都是4爪9蟒，而武王爷的朝服非但绣有龙鳞，甚至还隐约藏着第5爪，足可见其野心昭昭。行至宫门前，不少朝臣纷纷过来向他行礼，颇有八面玲珑之意。武王爷面露惊疑之色，朝其中一名大臣问道：“柳上说，你们怎都入宫来了？”
莫非陛下的病情？回禀武王爷，陛下龙体安康，数日前便已经恢复早朝了。你说什么？武王爷脸上惊愕之色一闪而过，他刚才还以为皇帝病重，召见众大臣是为了托付江山呢，结果皇帝竟然无碍，怎么回事？不是说皇帝病入膏肓，命不久矣了吗？武王爷满脑子问号。武王说：父皇身子无碍，你似乎很失望啊。伴随着清脆的声音响起，萧凌霜背负着手踏步而来，与苏毅双修一夜，他的实力又有精进。只见他俏脸如初雪般银白细腻，长着天仙般的相貌，却又冷若冰霜，给人一种孤冷高傲的感觉。身上那红色素金长裙，其上金凤展翅，栩栩如生。身为公主，衣裙上竟能刺绣金凤，足可见皇帝对她是何等的偏爱。刚开始时，朝臣们对此有着很大的意见。去年就有个不长眼的官员在早朝时弹劾他服色有僭越之嫌，结果次日便景帝打发去岭南种荔枝了，以至于如今朝臣们看见萧凌霜身着金凤长裙，也不敢再有半分意见。武王爷打量了他一眼，眸中轻蔑之色毫不掩饰。只见他冷哼一声，淡淡说道：本王可从未说过这话，陛下龙体无恙，自然是好事，希望武王叔说的是心里话。武王爷瞥了他一眼，质疑道：现在是上早朝的时辰，你一女流之辈过来作甚？萧凌霜下巴微微上扬，一脸傲然：去岁我长公主府天降玄鸟祥瑞，父皇故而特许我上朝之权。闻言，武王爷只是回忆冷笑，在他看来，什么天降祥瑞，不过是皇帝偏宠萧凌霜的托词罢了。不过这倒也正合他意，皇帝宠爱公主甚于皇子，那些各皇子心中必生嫌隙，届时只需略施小计，稍加挑拨，便能让他们手足相残。武王爷思绪转动间，一条歹毒的诡计于心头涌现，他耐人寻味地看了萧凌霜一眼，便满脸冷笑地走入了金銮殿。殿下，武王爷看来没打算善罢甘休，日后还需多加小心。苏烈目光阴沉地走了过来。本宫会小心的，侯爷也一样，苏毅外出时多派几个人护着他。殿下放心，在下会安排妥当的。萧凌霜微微颔首，随后便也步入了金銮殿。片刻之后，大殿后响起老太监洪亮的声音：陛下到。在众人的注视下，景帝的身影出现在了御阶之上。他刚在龙椅坐下，满朝文武当即下跪行礼。礼毕，武王爷上前一步，拱手正欲说话，景帝却没有看他一眼，而是朝身旁的太监吩咐道：宣苏毅入宫上朝吧。闻言，朝臣们顿时面面相觑。苏毅，那不是镇南侯府的纨绔吗？苏烈回过神后，出列拱手说道：陛下，犬子无官无职，入宫上朝怕是不合规制啊。景帝微微一笑：无妨，朕宣他入宫就是要给他封官的。不是吧？陛下要给那纨绔封官？众臣脸上诧异之色更盛了。陛下，这不妥啊！苏毅那小子从未考取过功名，贸然封官定会引得天下士子不满。苏烈再度开口相劝，本来他就没想过让苏毅入朝为官，更何况如今这节骨眼上明显不是时候。苏毅治好了朕的病，朕给他封个一官半职，谁人敢有意见？景帝说到这，扫视了群臣一眼：尔等谁有意见吗？众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纷纷摇头，回禀陛下，臣等无意见。既然都没有意见，那便这么定了。景帝说完，看了身旁的老太监一眼，后者当即朗声道：宣镇南侯府世子苏毅入金銮殿觐见。萧凌霜脸色阴晴不定，显然琢磨不透景帝此举的用意。景帝昨日才让他护好苏毅，尽量低调行事，可今日却如此高调的要给苏毅封官，这事情未免太过反常了。而武王爷见景帝方才居然无视他，心里异常恼火，嘴角泛起一抹冷笑，随后便闷声不吭地退回了原位。他倒是要看看景帝今日到底要给苏毅封什么官，同时他对苏毅这个人也是好奇的紧。明明在玉京城内臭名昭著，却能想出双仪仗迎接这等毒计，致使他这位镇国武王爷颜面扫地，这绝非是一般的纨绔子弟所能办到的。镇南侯府东院内，赵青兰一袭翠绿长裙，衬得她身姿袅娜，仪态万千。只是她那秀丽的俏脸之上，此时却挂着一抹幽怨之色。苏叶，你能不能别让苏燕过来东院了？算我求你了，可以吗？这是为何？他就是个疯子，我刚起床他就抢着给我叠被，还打水给我洗脸，甚至还要给我穿鞋。最离谱的是，他居然还想要替我洗衣。赵青兰越说，脸上厌恶之色就愈发浓郁。苏毅嘴角抽了抽，吐槽道：好家伙，他居然成你的舔狗了。什么狗？赵青兰一脸茫然。苏毅并未解释，淡淡说道：由着他吧，回头我跟他说洗衣穿鞋啥的就免了，至于给你打水洗脸和叠被，这不算什么，就当他是你的仆人就行了。
可他总用那种炙热的眼神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怵。他对你动手动脚了？这倒没有，也不知道为何，他现在很怕我生气。今早我只是声音大了些，他居然委屈地跑到墙角抹眼泪。你说他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啊？他脑子当然是瓦特了，否则堂堂镇南侯府的二少爷岂会如此卑躬屈膝地去讨好你？当然，这话苏毅只是在心中腹诽而已，并未说出来。他摆了摆手道：苏燕我留着有用，反正只要他不对你动手动脚就行了。想要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点草，倘若一点甜头都不给，他又岂会为我所用？也就是说，我在你眼里就只是利用苏燕的工具而已，是吗？赵青兰贝齿紧咬红唇，鼓足勇气直视着苏毅，美眸当中充斥着委屈、不甘与痴怨等各种复杂的神色。紧接着他又继续说道：我承认当时答应苏燕陷害你，的确是我不对，我也早就知道错了，如今也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我都已经当众悔婚，退掉了与苏燕的婚事，而且只要你点头，我随时都可以嫁给你。你怨恨我，不接纳我，我不怪你，可我都已经心甘情愿给你当牛做马了，这惩罚难道还不够吗？我现在不求你娶我，只求你别把我当成挟制苏燕的工具人，这要求难道很过分吗？他越说越是委屈，晶莹泪花夺眶而出，我见犹怜。苏毅看着他，心中也涌现出一抹复杂的情绪。他承认刚开始的确是为了打击报复苏燕，同时也惩罚赵青兰与苏燕狼狈为奸，可人终非草木，赵青兰的转变以及为他所做的一切，他也都看在眼里，以至于他现在都搞不清楚赵青兰在他心中到底算什么了。目光微闪了几下，他便开口说道：你若是能对我从一而终，我也不是不能接纳你，但绝不可能是正事，你不必急着做决定，我给你时间好好考虑清楚。我不用考虑，只要不被你当成工具人，我心甘情愿给你做妾。赵青兰没有丝毫犹豫，真决定好了。赵青兰擦了擦眼泪，贝齿轻咬着红唇，除此之外，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更何况这些天与你在一起，你的影子总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也真是贱，明明知道你只是在报复我、惩罚我，可我却偏偏喜欢上了你。他话还没说完，小嘴就被苏毅给吻住了。苏毅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得他娇躯猛地一颤，短暂的错愕过后，他眼角再度流出了晶莹的泪珠，只不过这是守得云开见月明，是喜悦的眼泪。只要你不背叛我，你便永远都是我苏毅的女人，过去的一概不提，只是苏燕我留着有用，所以就只能暂时委屈你了。没事儿，不就是让他过来叠被吗？让他叠便是了。他若是胆敢有什么逾越之举，我定不会饶恕他。平日里我会多安排2名婢女在东院，以防苏燕作妖。苏毅说完，便将赵青兰搂入了怀中。与以往的粗暴不同，他这一次表现得很温柔。赵青兰从这个怀抱当中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爱意，他喜极而泣，2条玉臂也搂在了苏毅的脖子上。苏毅顺势将其横抱而起，正要转身回卧房干点正事儿，可偏偏这时府中管家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小侯爷，宫里来人了。苏毅顿时一怔，蹙眉问道：可有说何事？说是陛下让您入金銮殿上早朝。闻听此言，苏毅眉头皱得更紧，自己无官无职，现在皇帝居然让他入宫上朝，这葫芦里卖的啥药？赵青兰激动地说道：苏毅，陛下肯定是要给你封官，你出息了呀，我看以后谁还敢说你是纨绔。苏毅却依旧眉头紧锁，他虽然不太了解景帝的为人，但直觉告诉他，这老小子肯定没安好心。想到这，他便放下赵青兰，说道：等我回来。苏毅刚来到金銮殿，数道尖锐的目光便落在了他身上，其中让他感到最危险的便是武王爷那看似平静的目光，只一眼，苏毅就看出了对方藏在眼眸中的滔天杀意。只不过他并未太在意，金銮大殿之上，谅这位镇国武王爷也不敢造次。而武王爷见他面无惧色，不由得眯起了双眼，心中暗自思忖，此子若不除，日后必成大患。苏毅并不知他心中所想，朝景帝行了一礼：参见陛下。景帝含笑摆手：苏青免礼，在你的医治下，朕的身子越发硬朗，今日召你入宫，便是要给你封官的。陛下，这太客气了吧，我这人没啥本事，也不懂怎么当官，我看还是算了吧。苏毅委婉说道：有功若不赏，朕岂不被天下人耻笑？景帝脸色一正，沉声道：苏毅，朕要封你做太医院之院守，官从4品，掌管太医院。陛下，这……你想抗旨？苏毅闻言，心中忍不住一阵腹诽，奶奶的，上来就把太医院扔给自己，这老小子心里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混小子，愣着干嘛？赶紧接旨啊！苏烈急得直瞪眼，忙轻声催促：抗旨，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哦，在下接旨，谢陛下。在什么下？
要称臣。苏烈气得够呛，心说这小子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景帝含笑说道：“无妨，朕就喜欢苏毅这洒脱的性子。”说到这，他的目光终于看向了武王爷。后者见他看来，便微微拱手：“皇兄，终于想起臣弟了吗？”他声音不卑不亢，抬头直视着龙椅上的景帝。而听见他这个称呼，萧凌霜与一众皇子以及满朝文武均都是一怔。要知道现在是上早朝，如此正式场合，武王爷不喊陛下而直呼皇兄，这非但不合理智，而且还显得极为嚣张。大皇子萧云征率先站了出来：“武王叔，这里是金銮殿，而且还在上早朝，于情于理，该称呼父皇为陛下，而非皇兄吧？”“不错，武王叔你虽然是父皇的胞弟，但自古以来君臣有别，私底下称呼父皇为皇兄倒也行，但在这金銮大殿满朝文武面前就该称陛下。就是总不能因为你是王爷就可以为所欲为吧？如此的话，咱们大夏的礼制岂不成摆设了吗？”萧云晨等皇子也纷纷开口。武王爷睨了他们一眼，而后轻哼一声，抬手朝景帝问道：“皇兄也是这般觉得吗？”景帝微微一笑，道：“你戍边10载，劳苦功高，自是无需在乎这些细节。皇兄既然身子无恙，昨日为何称病不见？昨日朕身子的确有些不适，这不就给你准备了双仪仗出城迎接，莫非你对朕此举有何不满吗？”武王爷不咸不淡地说道：“皇兄安排，臣弟岂敢心存不满？只不过臣弟听闻皇兄病重，心急如焚，便千里迢迢日夜兼程赶回京城，其中之艰辛，臣弟不想多言。然而此举在某些人眼里，臣弟倒成了无照善回的乱臣贼子了，可真叫臣弟心寒啊！”景帝闻言，心中一阵冷笑：“无照善离封地回京，可不就是乱臣贼子吗？况且你萧厉的狼子野心，朝野上下谁人不知？”他心中虽然如此想，但脸上却露出诧异之色，问道：“哦，竟还有此事？究竟是何人私底下乱嚼舌根？具体是谁，臣弟并未去查。所谓公道自在人心，臣弟对大夏的忠心日月可见。”说到这，武王爷双手负背，下颌微微上扬，一脸傲然地接着说道：“更何况臣弟身为镇国武王爷，位超一品，也不屑与他们一般见识。”听到他这话，大殿内众人算是听出来了，武王爷这是在刻意强调他那超然的地位。既然武王叔不屑与他们一般见识，那又为何突然提起此事？难不成武王叔是想以自己那超然的地位震慑这大殿内所有人吗？萧凌霜言辞犀利，直击要害。武王爷没有否认，而是眯着眼朝景帝问道：“皇兄，萧凌霜虽然是家封的长公主，但她终究是一介女流，有何资格步入这金銮殿？又有何资格在此妄议朝政国事？”景帝还没开口，他便又质疑道：“难不成皇兄仅靠那虚无缥缈的所谓祥瑞，便无视祖训，破格让他步入金銮殿吗？这成何体统？”见他竟然当众质疑皇帝，满朝文武无不为之啧舌。“武王叔，父皇乃是一国之君，他做任何决定无需征求你的意见吧？”萧云征再度开口。其余皇子也想出言指责，武王爷却冷哼一声，暴喝道：“尔等闭嘴！本王与皇兄说话，哪轮得到你们这些小辈插嘴？这声音居然是以内力发出来的，震得众人耳膜生疼，有几名朝臣竟被震晕了过去。”萧云征等皇子脸色难看至极，他们有真气护体，加之武王爷并未动用多少内力，所以并未受到什么影响，但被武王爷当众训斥，这脸面多少有些挂不住。萧凌霜轻喝道：“武王叔，这里是金銮殿，如此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况且父皇身子刚有所好转，万一惊到了父皇，你可担待得起？”武王爷面露嗤笑：“你父皇自幼习武，虽然实力不怎样，但总不至于我声音大些就惊到了吧？”他看向景帝，接着说道：“皇兄，臣弟就伤千言多年，以至于脾气暴躁，若有什么冲撞之处，想必皇兄不会与我一般见识，对吧？”他这么说，景帝若还揪着不放，就显得心胸过于狭隘了。景帝脸上看不出悲喜，淡淡的说道：“这是自然，朕就是知道你就伤未愈，这才寻觅良医，替你治病疗伤的。”他话音刚落，苏毅心头略微一沉，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只见景帝笑眯眯地看向他：“苏毅，你医术精湛，即日起便替武王爷疗伤吧。”卧槽！苏毅差点没忍住骂出来。双仪仗迎接的计策是他想出来的，武王爷也因此栽了大跟斗。而现在皇帝居然让他给武王爷治病疗伤，这不是将他往虎口里送吗？想到这，苏毅心中忍不住骂道：“这狗皇帝简直居心叵测！”武王爷愣了一下，明显是没料到景帝居然会做出如此安排，而这也正合他意。如此一来，有的是机会折磨苏毅了。想到这，他便爽朗一笑：“如此，那就多谢皇兄了。陛下，这万万不可啊！”
苏烈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急忙开口相劝。苏毅昨日才让武王爷栽了个大跟头，以至于脸面尽失，如今却让他去给武王爷疗伤治病，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赶吗？萧凌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口道：父皇，儿臣也认为此事不妥。武王叔受的乃是内伤，苏毅他对武功一窍不通，他又怎岂能担此大任？还请父皇收回成命。是阿父。嗨嗨，苏烈情急之下嘴瓢了，忙改口说道：陛下，苏毅这小子从未练过武，让他去给武王爷疗伤，万一……只是他话还没说完，就忽然想到了什么，到了嘴边的话也给硬生生的咽了回去。景帝眯起双眼，似笑非笑的问道：万一什么？苏烈目光闪烁不定，随后拱手说道：没什么，苏毅这小子医术的确挺厉害的，也许可以一试。萧凌霜闻言，满脸诧异的看向他：侯爷，你……长公主殿下，武王爷为国戍边10年，落下一身伤病，可谓居功至伟，劳苦功高。苏毅精通医术，兴许有办法把武王爷的伤病治愈，就让他试一试吧。苏烈说话间，朝萧凌霜隐晦的使了个眼色，他的用意萧凌霜当然懂，只是一想到苏毅要深入虎穴，万般凶险，萧凌霜心里就七上八下的，无比担心。思忖了片刻，他便开口道：父皇，儿臣觉得此事须得从长计议，要不……景帝一摆手：此事就这么定了，给你武王叔治疗伤病，非苏毅不可。见景帝意已决，萧凌霜背齿咬着红唇，目光闪烁不定，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苏毅，你可得竭尽全力，莫要让朕失望啊！景帝笑盈盈地朝苏毅叮嘱道。苏毅嘴角抽了抽，一脸无语。他嘴上虽然不说，但心里比谁都清楚，景帝此举就是要让他去与武王爷硬碰。不管景帝因何缘故做出这样的决策，都改变不了其过河拆桥的事实，真是卑鄙。至于苏烈心中那点小心思，也自然瞒不过他。只是武王爷堂堂3品境强者，想要给他治疗时暗中做手脚，谈何容易？这镇南侯居然有此想法，妥妥的莽夫一个，他都懒得吐槽了苏毅。哦不，应该是苏院首，本王的伤病就拜托你了啊！武王爷朝苏毅笑着说道，那笑容怎么看都让人毛骨悚然。苏毅眼珠子滴溜溜一转，随即咧嘴笑道：武王爷放心，你的伤病包在我身上，过不了多久，保证你生龙活虎的。看见苏毅脸上这人畜无害的笑容，武王爷心里莫名的闪过一缕不安，但旋即他便冷冷一笑，一个8品境的废物能掀起什么风浪来？到时候还不是任由自己拿捏。思绪转动之际，他已经想好了要如何折磨苏毅，好好的出一下心中那口恶气了。想到这，武王爷阴恻恻的一笑：好，那本王便拭目以待。景帝开口道：既然如此，那这段时间你便留在京城吧，等伤病治好后再回封地。武王爷微微拱手：臣弟全听皇兄安排。这时苏毅悄悄地朝萧凌霜使了个眼色，后者愣了一下，随后才想起了什么，便朝景帝问道：父皇，接下来应该议一下沧州那起大案了吧？景帝微微颔首道：列位爱卿，沧州童男童女失踪案，想必尔等都已有所耳闻了吧？陛下，沧州200名童男童女一夜间不知所踪，实在太过骇人听闻。此大案发生已有数日，可沧州州府至今却什么线索都没查到，简直就是一群酒囊饭袋。陛下，臣据本弹劾沧州州牧尸位素餐，恳请陛下革除他的官职。是啊，陛下，发生如此大的案子，沧州一众官员居然半点线索都没查到，若不严惩，只怕会使得沧州百姓寒心啊！一时间，朝臣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景帝一摆手，众人便安静了下去。沧州州府，朕自会问责，当务之急是要挑选一威望甚高之人主理此案，方能让沧州百姓安心。说到这，景帝的目光刻意落在了萧凌霜身上。武王爷见状，眉头微微一皱，道：皇兄，此案便交给臣弟来查吧。景帝闻言，眼眸深处闪过一抹得逞之色。他很清楚，若是直接把此案交给武王爷督办，对方心中定会起疑，从而找借口推脱。于是他就先看向萧凌霜，做出要把此案交给对方督办的态势。毕竟此案一旦侦破，办案之人的威望定会再上一个台阶，而武王爷肯定不会放过如此大好的机会，所以武王爷会主动开口请命，也在他意料之中。然而明明一切都在他的意料当中，此时他却故意露出一副为难的模样。此案异常棘手，而你又旧伤未愈，朕还是……不等他说完，武王爷便打断说道：皇兄，沧州之案至今仍未查到半点蛛丝马迹，足可见作案之人实力非凡。臣弟虽然旧伤未愈，但好歹是3品境武者，麾下的部将也不乏能人，此案就交给臣弟吧，臣弟保证尽快将其侦破。既然如此，景帝正要拍板，这时苏毅悄然来到了萧凌霜耳边，低声道：
殿下，逼武王爷给个期限。萧凌霜眼前一亮，当即开口道：“父皇，还是将此案交给臣督办吧。儿臣保证2个月内破案，2个月内此案不破，儿臣任凭父皇发落。”景帝眼底金光一闪，显然也领悟到了萧凌霜的用意，便配合着面露欣慰的点头：“好，不愧是朕最宠爱的公主。既然如此。”武王爷沉声道：“皇兄，臣弟保证1个月内破案。”1个月内破案？呵呵，武王说好大的口气啊！须知道沧州之案至今没有半点线索，想要1个月内破案，谈何容易？哼，你不行，不代表本王不行。武王叔看来信心十足啊！倘若你1个月内破不了此案呢，又当如何？武王爷双手扶在身后，傲然道：“本王说了1个月内能破，就肯定能破。”萧凌霜面露嗤笑地看着他，说大话谁不会？武王叔既然不敢立下军令状，就别跟本宫抢了。此案本宫查定了，想逼本王立下军令状也罢，本王便如你所愿。武王爷轻蔑一笑，朝景帝微微拱手：“皇兄，沧州之案1月内若破不了，臣弟提头来见。”听闻此言，景帝当即拍板同意：“好，既然你如此有把握，那此案便交给你处理了。皇兄放心，臣弟定然不负所托。”武王爷说完，斜睨了萧凌霜一眼，眼神当中轻蔑之色毫不掩饰。苏毅眉头微微一皱，以武王爷的手段，哪怕找不到真凶，但找几个替罪羊还不是手拿把掐？萧凌霜一时黛眉紧锁，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看来想要利用此案让武王爷栽跟头是不大可能了。这时武王爷忽然指着苏烈说道：“皇兄，臣弟要弹劾镇南侯苏烈。”此言一出，众人皆是一惊。武王爷惦记镇南侯手中的兵权，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现在是要直接宣战了吗？朝臣们有的眉头紧锁，有的则似笑非笑，一副看热闹的模样。苏烈阴沉着脸问道：“武王爷，不知你要弹劾本侯什么？”武王爷冷笑道：“身为我大夏侯爷，却做出抛妻弃子之事，事情若传开了，我大夏朝廷颜面何存？苏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景帝微微皱眉问道。苏烈拱手答道：“回禀陛下，剑内触犯家规，且屡教不改，臣便将其逐出了侯府，仅此而已。”他说完，好奇地看向武王爷，只是不知王爷何以对本侯的家事如此上心。触犯家规？可本王怎么听说是你镇南侯府有人向长公主下毒，被张春梅撞破之后，你反倒将她逐出了府门？景帝脸色一沉，喝问道：“苏烈，你侯府有人给凌霜下毒了？说到底是谁干的？”见景帝暴怒，苏烈吓得脸色大变，一时间都不知该如何解释。萧凌霜站了出来，说道：“父皇，压根就没有这样的事儿。”他说完，看向武王爷，却不知此等谣言，武王叔是从何处听来的？原来是谣言，那就没事儿了。武王爷轻飘飘道：“他之所以当众提起这事，无非就是想印证苏烈与萧凌霜是否联手了而已。现在得到了答案，他也懒得在这话题上掰扯。”散朝后，武王爷转身看向苏毅：“本王伤病千言多年，事不宜迟，这边过去本王府中替本王治疗吧。”“好，武王爷请。”见苏毅居然没有推辞，武王爷略微有些惊疑，但他也没有多想，转身便带离开了金銮殿。苏毅，萧凌霜追了出来，俏脸之上满是担忧之色。苏毅轻笑着朝他微微摇头，示意无需担心，随后便跟着武王爷朝宫门外走去。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萧凌霜跺了跺脚，转身便朝御书房走去。苏烈见状，询问道：“殿下这是要去哪？”“去找父皇。”苏毅前往武王府实在太过于凶险，殿下稍安勿躁，陛下让苏毅过去给武王爷治病疗伤，定是想让苏毅暗中做手脚。方才在大殿时，你没有出言劝阻，也是希望苏毅如此做，是吗？”苏烈点了点头：“不错，若是能让武王爷身体每况愈下，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萧凌霜气笑了：“武王叔乃是3品境强者，苏毅若是暗中做手脚，能瞒得过他？反倒是他完全可以说苏毅居心叵测，直接把苏毅杀了，到时候父皇想要怪罪也没有由头。”苏烈心头一沉，倒是没想到这茬，但他仍旧心存侥幸地说道：“殿下，会不会是你多虑了？武王爷他不至于如此丧心病狂吧？”萧凌霜冷冷说道：“昨日苏毅害他脸面尽失，他又岂会放过苏毅？事不宜迟，咱们一起去御书房吧。”苏烈目光微闪几下，道：“那殿下快去御书房，求陛下收回成命。我召集人手去趟武王府，有我在，武王爷多少会有些顾虑。”好。于是两人便分头行事。御书房内，萧凌霜刚进去便皱眉询问道：“父皇，为何要让苏毅去给武王叔疗伤？您应该清楚，武王叔是不会轻易放过苏毅的。”景帝淡然说道：“别担心，
苏毅是镇清风的太医院院首，官从四品，你武王叔即便记恨苏毅，也不敢胡来，否则就给了朕处置他的由头了。武王叔的为人，父皇是了解的，他要是以苏毅暗中加害为由，把苏毅杀了呢？事情哪有你想的这般简单？他若真敢杀苏毅，朕就敢倾尽所有把他斩了。他是个聪明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杀苏毅的。可是，景帝一摆手，打断道：“林霜，苏毅略施小计，便能让你武王叔栽个大跟斗。你觉得他会没有自保的手段吗？”话虽如此，但武王叔乃是3品境的武者，苏毅再有办法，只怕也难以奏效。放心吧，朕不会看错人的。苏毅那小子心中肯定已经有了对策了，否则方才在金銮殿时，他又岂会如此轻易的就答应？而且，朕既然让苏毅过去给你武王叔疗伤，自然会想办法护着他。就在刚刚，朕已经派出大内高手暗中看着了。听到这话，萧凌霜这才松了一口气。大内侍卫不乏高手，且代表着皇帝行事，他们出手的话，武王爷应该不敢乱来。景帝话锋一转，道：“此乃晋北铁骑营的骠骑校尉送来的密函，你看看。”萧凌霜接过密函看了一眼，惊愕地问道：“晋北铁骑营有意脱离武王爷的管辖？不错，张欣是个聪明人，他深知跟着武王爷只会落得反贼的下场，故而派人送来密函向朕表忠心。那父皇打算如何做？”景帝正色道：“你回去准备一下，明日秘密前往晋北会见张欣，告诉他朕同意他的请求，然后将兵权交接过来。”萧凌霜精神一振，晋北骁骑营战力强悍，若是能握在手中，不失为一大弊处，于是便欣然领命。而臣领旨。待他离开后，景帝眯起双眼，嘴角泛起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红尘94顶层的阁楼内，一名年约30几岁的美妇倚在窗台上，望着外头的斜风细雨。只见她眉眼如画，美艳动人，身上的紫色纱裙将她那曼妙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婀娜多姿，媚而不俗。正是老板娘凤九霄。自从苏毅酿出九霄烈雌等美酒后，红尘94的生意便越发红火，座无虚席。可生意如此之好，凤九霄俏脸之上却没有太多的喜悦，反倒是挂着一抹淡淡的忧愁，因为苏毅已经好些天没过来了。这时，一名持剑侍女快步走了进来，拱手说道：“夫人，苏毅刚刚前往了武王爷府。”“你说什么？”凤九霄眼皮子骤然一跳，追问道：“苏毅被萧厉给抓了？”“这倒不是，据说是武王爷就伤未愈，然后皇帝便下旨让他过去给武王爷疗伤。”“疗伤？哼，狗皇帝不当人子！”凤九霄玉手一招，那挂在墙壁上的长剑已然在手，照看好酒肆的客人。话音落下之时，他已跃出窗台，眨眼间便没了踪影。武王府，苏毅刚跟着武王爷步入府门，便感慨道：“王爷这府邸真气派啊，比起那些个皇子的府邸，有过之而无不及吧？”听见他的声音，府中护卫的目光纷纷看了过来。公孙胜不动声色地问道：“王爷，这位是？”武王爷耐人寻味的一笑，淡淡开口：“镇南侯府世子苏毅。”众人闻言均都一愣，旋即铮的一声，纷纷拔刀出鞘，凶神恶煞地瞪着苏毅。大胆狂徒，害我们王爷颜面尽失，现在竟还敢过来，活得不耐烦了是吧？苏毅，你好大的狗胆，竟还敢跑我们武王府耀武扬威！跟他废什么话，把他乱刀剁成肉酱喂狗！众人嚷嚷着，张牙舞爪，一副要将苏毅碎尸万段的态势。你们别那么凶啊，我胆子很小了，若是被吓死了，你们王爷可就完了。苏毅气定神闲地开口。公孙胜阴沉着脸，喝问道：“纨绔，你这话什么意思？”苏毅没有回答，而是挑眉问道：“你谁？几品官？”“哼，我乃武王爷禁卫统领，官从5品。”公孙胜冷哼一声，一脸傲然。“那你刚才喊我什么？”“纨绔。”啪！公孙胜话还没说完，苏毅一巴掌就扇了过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使得众人为之一怔。过了好半晌，公孙胜才从惊愕当中回过神来，怒不可遏地咆哮道：“王八蛋，你敢打我！”说话间，手中战刀猛然出鞘，杀气腾腾。苏毅嗤笑道：“区区5品官，也敢在本官面前叫嚣，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公孙胜自是不知梁静茹何方神圣，但听苏毅这话，似乎对方的官职比自己还高，于是脱口出的问道：“你几品官？”“太医院院首，4品。”“那又如何？敢在我们武王府撒野，一刀把你砍了，也没人敢有意见。那你动手试试。”苏毅一脸讥讽：“你以为我不敢？”公孙胜咬了咬牙，朝武王爷投去了询问的目光。后者面露冷笑，看向苏毅：“苏毅，敢在武王府打本王的禁卫统领，你胆子挺肥啊！”苏毅不卑不亢地说道：“是他出言不逊在先，被打也是咎由自取。”“呵呵，难怪敢向萧凌霜献计坑害本王，果然有胆识。
但你若是以为本王不敢杀你，那你就错了。武王爷脸色骤然一寒，一抹凌厉杀机迸射而出。苏毅淡淡一笑，从容不迫地说道：王爷身为3品劲武者，杀我易如反掌，只不过我若死了，陛下那边你怕是不好交代吧？你以给本王疗伤为由，暗藏祸心，欲要刺杀本王，本王府中满院护卫皆为人证，这个理由如何？武王爷目光冰冷，看苏毅的眼神就仿佛在看一具尸体。苏毅耸耸肩道：这个理由当然可以把皇上搪塞过去，但杀了我，王爷这辈子都休想步入2品境。武王爷眯起双眼，冷笑道：危言耸听，可救不了你的小命。我是不是危言耸听，王爷心知肚明，我并非傻子，若手里没点东西，岂会跟你过来武王府？说说看，本王为何不能步入2品境？苏毅耸耸肩，王爷修炼的功法过于霸道，加上急于求成，以至于损了根基，每逢阴雨天气，非但浑身疼痛难忍，体内真气也会四处乱窜，不受控制。我说的不错吧？谁告诉你的？武王爷表面虽然镇静，但内心已经掀起了轩辕大波。这件事他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就连枕边人都不知情，就更别说禁卫统领公孙胜等人了。而现在苏毅居然一语道破，如何叫他不感到心惊？苏毅轻笑着反问道：王爷猜猜，我为何会被陛下封为太医院院首？这么说，你是看出来的？武王爷满脸惊疑之色。不错，王爷你气息绵长，但却不匀，这显然是伤及肺腑所致。而你丹田内的真气也极为不稳定，若非你刻意压制，只怕早就爆体而亡了。一名副官闻言呵斥道：放你娘的狗屁，再敢危言耸听，老子一刀剁了，你信不信？不是吧，你们身为武王爷的禁卫军，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苏毅一脸惊讶地看着他们。公孙胜等人闻言一阵面面相觑，随后看向武王爷问道：王爷，他说的是真的？武王爷没有回答他们，而是冷眼看着苏毅，眼力倒是不错，只不过你怎知本王没有找到破解之法？想要中和你体内的真气，除非改修阴柔的功法，否则体内狂暴的真气无法完全压制住。但此举需要挥刀自宫，王爷想必不会如此做。当然，还有一种秘术，可以通过厨子的精血来滋养受损的根基，但此举效果微乎其微，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而我恰好知道一种可以根治的方法，这就是我敢跟你过来武王府的底气。武王爷目光微闪几下，沉声道：把方法说出来，本王饶你不死。苏毅淡然一笑：我若现在说出来，死得更快，大家都不是傻子，就别整这些虚的了。哼，不说是吗？本王有的是手段，让你乖乖交代。武王爷脸色骤寒，屈指成爪，迅若奔雷地抓向苏毅咽喉。见武王爷居然动手，苏毅眼角狂跳不止，袍袖内握紧的暴雨梨花针就要发动。如此近的距离，加之武王爷过于轻敌，并无防备，完全有机会极限1换1。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森寒剑气毫无征兆地激射而来，凛冽杀机撕裂空气，泛起阵阵音爆。武王爷瞳孔骤然一缩，抓向苏毅咽喉的手招式一变，夺过公孙胜的战刀，迎着那来势汹汹的剑气反手斜劈而上。轰！剑气轰然炸裂，浑厚罡风阵的公孙胜等人倒飞了出去，重重摔在了前院的青石板上。而武王爷本人也被震得踉跄后退了数步。稳住身形后，他持剑的手臂微微发颤，虎口开裂，渗出丝丝血迹。他面露骇然之色，飞快朝剑气袭来的方向看去。只见府门屋顶之上，一名蒙面黑衣静静地站在那里，对方手中长剑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夺人心魄的寒芒。看见此人，武王爷心中越发惊骇，因为对方从现身到出手，他居然丝毫没有察觉到，足可见对方实力是何等的恐怖。他强忍心中惊惧，沉声问道：阁下是谁？何故偷袭本王？所以我召了，若敢伤他分毫，本座血洗你武王府。黑衣人沙哑的声音落下，手中利剑骤然一劈，一抹凝如实质的剑气骤然射出。咔嚓！前院角落那树干比水桶还粗的大树应声拦腰折断，紧接着轰然倒下，激起漫天尘土碎屑。武王爷脸色一沉，再看向院门屋顶时，方才那名黑衣人竟已不见了踪影。他纵身跃上屋顶，举目四顾，却没找到对方半点踪迹。至此，他的脸色变得无比凝重。方才那名黑衣人的实力绝不在他之下，对方到底什么来头？莫非是宫里来的？不对，皇帝身边没有这样的顶级高手。那人到底是谁派来的？武王爷琢磨不透，阴沉的目光定格在了苏毅身上。他身形一晃，便落到了苏毅跟前。王爷，您没事吧？公孙胜等人终于从地上爬了起来，连嘴角的血迹都顾不上擦，便急忙来到武王爷身边询问。武王爷微微摇头，目光紧盯着苏毅和问道：说，刚才那人到底是谁？不认识。
苏毅不假思索地回答：“他说的是实话。刚才黑衣人突然现身逼退武王爷，着实让他吃惊不小。从对方刚才所显露出来的实力来看，至少是3品巅峰，比武王爷还强。这样的顶级高手，他的确不认识。”武王爷冷哼道：“你说你不认识，那他为何会罩着你？”苏毅瞥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道：“我也纳闷啊，若是我身边有这样的顶级高手，还怕个屁你啊！在你武王府，我也敢横着走了好吗？”武王爷一时语塞，因为苏毅说的是实话。随后他冷笑道：“现在你有这样的强者罩着，是打算在我武王府横着走了是吗？尊重是相互的，我奉旨过来给你疗伤，你不找我麻烦，我也不会刻意找事。你说的有道理，但那人已经走了，你说我现在杀了你，他敢不敢血洗我武王府？不知道，但你最好别冲动。”武王爷冷哼一声：“哼，本王向来就是个冲动的人，做事全凭喜好，从不管后果，不想遭罪，就把根治本王伤势的方法说出来。”苏毅眉头一皱：“你不怕那人去而复返？至少他现在还没有，不说是吗？那本王就先卸掉你一条手臂。”武王爷眸中厉色一闪，手中战刀眼瞅着就要朝苏毅肩膀劈去。可就在这时，啊！几道惨叫声突然从一侧传来，循声看去，几名护卫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身首异处。萧烈，看来你是当本座方才的话是在说笑啊！沙哑的声音如幽灵一般响起，那黑衣人的身影不知何时又出现在了府门屋顶之上，手中的剑刃还在滴着血。阁下到底是谁？武王爷心头猛然一沉，一股寒意从心底涌现。本座手中剑刃取过9999个首级。说到这，黑衣人手腕一抖，森然剑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激射而出。武王爷瞳孔一缩，本能的想要躲闪，然而嗤的一声，他鬓间的一缕头发应声而断，缓缓飘落地面。武王爷脊背一寒，惊出了一身冷汗。方才那抹剑气若是奔他脖子而来，后果如何他不敢想象。若不想成为第1万个，劝你夹着尾巴做人，想在玉京城一手遮天，你差远了。黑衣人话音落下之时，身形已经消失在了屋顶之上。见对方来无影去无踪，苏毅暗自心惊，同时也百思不得其解，如此高手为何会罩着自己？难不成是长公主或是镇南侯的手笔？细细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毕竟他们若是认识此等高手，直接让对方把武王爷咔嚓掉，就一劳永逸了。而见武王爷被黑衣人斩断了鬓间的头发，公孙胜等人急忙围了过来。王爷，您没事吧？他们脸上全是惊惧之色。那黑衣人简直强得令人发指。武王爷微微摇头，转身看向苏毅，冷冷说道：“难怪皇上如此器重你，但你别以为有那人给你撑腰，就能在本王面前耀武扬威，除非他寸步不离，否则本王有的是机会杀你。王爷，威胁的话就不必说了，你身份金贵，与我一命换一命，可不划算。哼，本王不屑与你逞口舌之力，皇上让你过来给本王疗伤，那便开始吧。”苏毅挑了挑眉，问道：“王爷不怕我暗中做手脚？你若敢如此，本王必杀你。方才那名黑衣人实力固然强，但本王手里多少有些保命的手段。王爷还真是坦诚啊。也罢，咱们开始吧，我也好回去向陛下交差。”苏毅指了指公孙胜：“那个谁，对，就是你，去找一包针灸用的银针过来。”公孙胜一愣，皱眉问道：“你不是太医院的院手吗？针灸用的银针都没有？谁告诉你太医院的院手要随身携带银针的？你，哼，我这去找。”公孙胜气得够呛，却偏偏拿苏毅没办法。不多时，银针就找来了。苏毅瞥了公孙胜等人一眼，轻喝道：“都滚吧，别再眨眼。小子，劝你别太嚣张。”公孙胜咬牙切齿，要是眼神能杀人，苏毅此时肯定已经死上10回8回了。其余人也是怒冲冲地瞪着苏毅。苏毅见状，耸耸肩道：“好吧，你们就搁这待着吧。就算我等会儿一个分心扎错了针，武王爷实力如此之强，应该也不碍事的。”王爷，他……公孙胜仍想要说什么，却被武王爷眼神制止了。无奈之下，他就只好满心憋屈地与其他人退了出去。等他们离去之后，苏毅这才捏起银针，朝武王爷右臂的那关穴狠狠扎下。嘶！武王爷猝不及防之下，疼得直皱眉头。苏毅眨巴着眼，惊讶地问道：“不是吧？王爷驰骋沙场多年，且还是3品劲武者，竟然怕疼？”武王爷眉毛一竖，驳斥道：“放屁！本王才不怕疼。哦，看来是我误会王爷了，那我继续了啊。”苏毅捏起银针，对准武王爷手臂上的某处穴位，高高举起就要扎下。武王爷眼皮子狂跳，就在那银针即将落下之时，他忙开口道：“等一下。王爷有啥意？啊呸！王爷有啥想说的？本王虽然不懂医术，
但军中医官也给本王针灸过，可从未见过像你这般粗暴的针灸手法，你小子故意使坏。武王爷阴沉着脸，一脸怀疑地盯着他。苏毅一本正经地问道：那些个医官给你扎针，可曾治好过王爷您的伤病？你这问的不是废话吗？这不就结了？王爷，你的伤病1000年多年，若想有效果，就必须得下猛药，给你扎针就必须粗暴些，如此方能更好地刺激体内穴位。说到这，苏毅瞥了武王爷一眼，才接着说道：当然，王爷若是怕疼，那我轻点就是了，至于疗效如何？话还没说完，武王爷便打断道：谁说本王怕疼的？扎，给本王狠狠地用力扎。得嘞，那我真扎了。苏毅举起银针比划了一下，武王爷看得一阵心惊肉跳，为了不让苏毅看出他怕扎针，他索性冷哼一声，扭过头不去看。嘶！随着苏毅一阵狠狠扎下，武王爷眉头一皱，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还差点失声叫了出来。按理说，强如3品境的他，扎针这点疼痛怎么着也不应该怕才是。然而在他年幼时，因为体弱多病，宫里的太医时常过去给他扎针治病，以至于从小就在心里留下了阴影。几十年过去，对扎针的恐惧丝毫未减。最让他抓狂的是，苏毅给他扎针的时候，还摆出一副不留余力的模样。这患谁能不怕？该死的，等伤病治好了，本王一定让你尝尝被针扎的滋味。武王爷暗暗咬牙。在他心里腹诽的时候，苏毅又接连扎下了几针。在内心的恐惧之下，武王爷下意识的就运转了体内真气去抵御。结果苏毅下一针落下，银针直接被震成了2截。苏毅见状吐槽道：王爷，你不会真的怕疼吧？哼，区区针刺之痛，何足挂齿？那你咋还动用内力了？本王那是本能反应，等会儿本王尽量不动用内力便是了。哦，那我继续了。武王爷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缓缓点头。随后接连几针落下，他都努力撑着，没有再皱一丝眉头。就在他快要撑不住之时，震惊地发现那些被银针扎着的穴位竟开始微微颤动，而且还凭空生出丝丝凉意，顺着体内经脉流淌。那种感觉别提多舒服了。最重要的是，他还清晰地感应到，在这丝丝凉意的滋养下，丹田内那狂暴的真气竟缓缓安分了下去。察觉到自己体内的变化，武王爷心中惊骇不已。这小子还真有点东西。一瞬间，他竟起了惜才之心。可就在这时，苏毅竟然把银针给拔了下来，他体内那丝丝凉意也随之消散。你怎么拔针了？武王爷气得怒目圆瞪。苏毅淡淡说道：你的伤病1000年多年，想要根治就须得徐徐图之，不能急于求成，物极必反的道理王爷想必也清楚。可你方才不还说要下猛药的吗？所谓猛药，指的是扎针要粗暴，如此能更好地刺激你身体的穴位。他这话，武王爷暂时没找到可疑之处，稍作沉吟，他便问道：那接下来呢？要做哪种治疗？今日的治疗到此就结束了，明日午后我会继续过来给王爷扎针。这就完了？武王爷满腹狐疑地看着他，质疑道：你不会是在敷衍本王吧？苏毅没好气地说道：我倒是想啊，可如此一来，我不成欺君了吗？武王爷目光微闪几下，沉声道：好，明日本王在府中等你。说到这，他朝门外轻喝道：来人，送客。苏毅摆摆手：王爷不必客气，我自己走就行了。说完他转身就走。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公孙胜低声问道：王爷就这样放他走吗？要不末将上去给他点颜色瞧瞧。不，这小子医术的确了得，君子报仇10年不晚。懂了，等他把王爷的伤病治好，咱们再……公孙胜说到这，脸上歹毒之色一闪而过。苏毅刚从武王爷府出来，就见一队人马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为首之人身材魁梧，手握一柄宽背战刀，赫然就是苏烈。儿子，你没事吧？武王爷可有为难你？看见从武王府出来的苏毅，苏烈3步并作2步迎了上去，关切询问。苏毅微微摇头：没事，我奉旨过来给他治疗伤病，他岂敢为难我？不过你这是啥情况？一名副将开口道：世子爷，苏侯爷担心您在武王府有危险，故而召集人手过来替您镇场子。切，武王爷乃3品武者，就你们还镇个屁的场子！苏毅嘴上虽然如此说，但心里对苏烈不由高看了几分。看来这位镇南侯也是挺有血性的。苏烈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不管怎么说，你没事就好，走，咱们回家。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刻薄的声音从侧门处传来：哟，带这么多人过来接我啊？行吧，你好好的给我赔礼道歉，我便跟你回镇南侯府。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苏烈与苏毅齐刷刷的扭头看去，只见一名浓妆艳抹的妇人正卷着双手站在武王府侧门之下，赫然就是张春梅。
看见他，苏烈当即皱起眉头：“你怎会在这？你不是过来给我道歉的吗？还明知故问什么？想让我回镇南侯府也行。你马上把苏毅逐出侯府，我立即跟你回去。”张春梅一脸高傲地说道。听闻此言，苏烈一脸诧异，朝苏毅低声问道：“儿啊，你医术精湛，帮我看看张春梅她是不是疯了？”苏毅耸耸肩道：“你俩的事我没兴趣掺和，先走一步了。”他说完转身就走。苏烈见状，没有再看张春梅一眼，带着一众手下便跟着苏毅离开了。见状，张春梅顿时急了：“苏烈，你给我站住！你不是过来给我道歉的吗？给我回来！”然而苏烈并未理睬他。该死的，你给我等着！张春梅气得直跺脚，随后便转身回了内院。表姐，你怎气冲冲的？哪个不长眼的惹你生气了？话音落下，一名美妇缓步走了过来。只见她身穿粉色长裙，裙摆逶迤拖地，摇曳生姿，颦笑间百媚丛生，正是武王爷的小妾胡蒹葭。张春梅气鼓鼓地说道：“除了苏烈之外，还能有谁？”“哦，他过来接你了吗？他人呢？刚才在府门外看见他了，结果我让他道歉，他居然扭头就走，根本不理我。”说到这，张春梅握住了胡蒹葭的手。苏烈刚才明显不是过来接我的，表妹，你快替我去问问王爷，苏烈他到底什么时候引我回镇南侯府？表姐你别急，我这就去问问。胡蒹葭安抚了两句，便朝大堂方向走去。看见武王爷之后，他欠身盈盈一礼：“蒹葭，本王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我之间用不着这些虚礼。”“是，对了王爷，我表姐的事。”武王爷摆了摆手道：“这事儿本王已经与陛下说了，但陛下的意思是，此乃镇南侯府的家事，就让镇南侯自己处置吧。镇南侯府的世子给长公主下药，陛下他居然放任不管。”胡蒹葭一脸惊愕，可长公主说镇南侯府没人给他下药。说到这，武王爷看着胡蒹葭，语重心长地接着道：“蒹葭，你那表姐连你我都骗，日后还是少与她来往吧。”“这王爷，表姐她不是那样的人，肯定是镇南侯与长公主达成了某种共识，所以长公主才不追究苏毅下药之事的。倒也有这个可能罢了，这是本王日后再派人打听一下，眼下还有更重要的案子去查，让你表姐多等等吧。”王爷刚回京，陛下就让您查案了。武王爷点了点头。沧州那边发生了一起奇案，200名童男童女一夜间不知所踪，闹得人心惶惶，而偏偏沧州州府那边却连半点线索都没查到。沧州的童男童女，不会是妾身家乡吧？这倒不是，失踪的孩童都是沧州主城之人。胡蒹葭闻言松了一口气，随后他蹙起眉头，目光闪烁不定起来。察觉到他神色不对，武王爷好奇问道：“蒹葭，你怎这副表情？”胡蒹葭犹豫了一下，说道：“王爷，妾身在家乡时曾听老一辈的人说过，某些邪魔歪道为了延年益寿，会去采集童子尿炼丹。你说沧州这起案子会不会与这类邪魔歪道有关啊？”“或许吧，此事你就别操心了。至于你老家那边，本王已经派人过去看着了，若真有什么邪魔歪道，他们也不可能得手的。”“多谢王爷，那妾身就先……”胡蒹葭话还没说完，忽然捂着肚子，满脸痛苦之色。这可把武王爷给吓坏了，忙问道：“蒹葭，你怎么了？”“王爷，我没事儿，估计是方才出去时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吃坏肚子了。”胡蒹葭满脸羞涩的摇头：“那本王这就派人请郎中过来。”“不用，妾身休息一下就好了，王爷您忙吧。”胡蒹葭说完，忙转身回了内院。武王爷见状，眉头微微一皱，随后朝门外的婢女吩咐道：“去照看好夫人，有什么事及时向本王通报。”奴婢遵命。苏毅回到镇南侯府之后，便找来了苏燕。后者刚进入东院，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大哥，你累了是吗？我这就来替你。”“想什么呢？坐下，大哥有正事问你。”“哦。”苏燕面露失望，在苏毅面前坐了下来。“二弟啊，你娘这2天住进武王府了，你怎么知道的？”苏燕满脸诧异，脱口而出地问道。苏毅抿了口茶，下巴微微上扬：“因为我是你大哥，所以我什么都知道。现在找你过来，就是要看看你对大哥有无隐瞒。大哥你放心，我对你绝无任何隐瞒，否则的话，你不让我过来见青兰了怎么办？知道就好，说说看，你娘这2日在武王府都做什么了？”苏燕回忆了一下，道：“娘说她这2日都在陪表姨，在表姨的关照下，她过得挺好的，没说武王爷要怎么对付咱们镇南侯府。”“没有啊，大哥，武王爷要对付咱们镇南侯府吗？不错，咱们侯府一旦垮了，你以后就见不着赵青兰了。”听到这话，苏燕顿时慌了：“不要啊！要是见不到青兰的话，我会死掉的啊，大哥。”苏毅继续忽悠道：“先别慌，事情还没到那一步。接下来，
你得让你娘多向你表姨打探一下，要做到知己知彼。苏燕一个劲的点头，大哥放心，我知道了，回头我就让我娘找表姨问问。那你娘若是问你为何突然关心这些，你怎么说？我就说只是好奇而已，娘她特宠我，只要我开口，她肯定会找表姨打听的。大哥你放心，我绝不会把你供出来的。苏毅满意点头，很好，做你该做的事情去吧。好嘞，我这就去找我娘。苏燕屁颠屁颠的就转身出门了。这时一名下人快步走了进来，小侯爷，有您的信。说话间将一封书信递了上来。苏毅接过书信看了一遍，顿时傻眼。这信是萧凌霜写的，信上说他要前往晋北一趟，来回估计10日左右。也就是说，接下来这10日，苏毅都不能与之双休了。至于萧凌霜为何要前往晋北，信上没说，苏毅也就不得而知了。他正感到纳闷，这时又一名下人走了进来。小侯爷，燕王府来人了，说是燕王殿下请您过去一趟。闻言，苏毅眉梢一挑，随后便转身出了府门。门外，一名身形矫健的中年人领着轿子在那等候。见他出来，便拱手抱拳说道：“小侯爷，请上轿吧，燕王殿下已经在府中等候了。”苏毅挑眉问道：“燕王找我所为何事？”殿下并未细说，但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苏毅也索性懒得多想，径直就上了轿子。经过接近1炷香的颠簸后，他终于来到了燕王府门外。这燕王府修建的很是气派，但与长公主府比起来，就显得穷酸多了。苏毅跟着那人来到了府中大堂。燕王萧云征一袭蟒袍，坐在主位上品着茶。见苏毅进来，他淡淡一笑：“苏毅，哦不，应该是苏院首，请落座吧。”苏毅坐下后，好奇问道：“燕王殿下找在下前来，不知所为何事？武王叔的伤情如何？要不要紧？”萧云征也懒得兜圈子，直奔正题。对于常人而言是挺严重的，但武王爷是3品禁武者。萧云征眯着双眼问道：“也就是说，他的伤情并不足以致命？”苏毅淡淡一笑，反问道：“倘若伤病危及到性命，他还会回来玉京城搅弄风雨吗？”萧云征没有接话，目光变得阴沉起来。过了好半晌，他才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小瓷瓶：“你现在奉旨替武王叔治疗伤病，找机会把这个倒入汤药当中，不难做到吧？”苏毅盯着他手中的瓷瓶问道：“燕王殿下，瓶子里装的是何物？”“毒药，服下后要3日时间才会发作，所以不会有人怀疑你。最重要的是，此毒药无色无味，哪怕是3品武者也察觉不出来。”苏毅闻言，嘴角抽了抽，看向萧云征的眼神，就仿佛在看一个傻子。萧云征眉头一皱，问道：“你这么看着本王作甚？”“没什么，不过殿下太看得起我了。武王爷实力超群，想在他眼皮子底下投毒，谈何容易？殿下还是另请高明吧，告辞了。”苏毅说完，起身就走。倘若早知道萧云征的用意，他都懒得过来。武王府内高手如云，且武王爷本身还是3品武者，下毒，亏萧云征能想得出来。见他要走，萧云征沉声道：“苏院首，若是我说此乃父皇的意思呢？”苏毅闻言，脚步一顿，回头问道：“这当真是陛下的意思？可有圣旨或口谕？”“没有，但你细想一下，武王叔野心昭昭，父皇恨不得将他除之而后快，岂会让你给他治疗伤病？其真实用意，不过是想借你之手将武王叔除掉而已。”萧云征说到这，起身来到了苏毅身旁，将手中的小瓷瓶塞到了他手中。“此毒天下罕见，本王相信你不会让父皇失望的。事成之后，你必是首功，届时父皇必定重重有赏，说不定还会把长公主许配给你。机会就只有这一次，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苏毅看了手中的小瓷瓶一眼，目光微闪几下，就将其揣入了怀中。萧云征见状，眸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阴狠之色，随后不动声色地问道：“不知苏院首打算何时下手？”“我方才说了，武王府内高手如云，且看看再说吧。”“好，本王静候佳音。”苏毅不置可否，微微拱手便转身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萧云征嘴角泛起一抹冷笑。随后他朝身旁的心腹部下吩咐道：“把苏毅要给武王叔投毒的消息偷偷泄露给武王府的人，切记不能让人查到消息是从咱们燕王府传出去的。”属下遵命。而此时苏毅刚从燕王府出来，就见一顶琉璃盖顶的软轿在府门外停了下来。随行婢女将轿帘子掀开，一道窈窕的倩影便从轿子内走了下来。只见此女身姿曼妙，如弱柳扶风，摇曳生姿。她脸上戴着紫色面纱，虽遮住了容颜，却遮掩不住她那一双秋水般澄澈的美眸。身上那浅红色的长裙，更是将她那玲珑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此女落轿后便涉级而上，她尚未走近，一缕独特的幽香便如春风拂面般率先袭来，让人心神荡漾。
从苏毅身前路过时，他脚步微微一顿，惊异的目光在其身上一扫而过，随后便连步轻移地走入了燕王府。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苏毅眸光微动。此女身材极好，气韵更是清新脱俗，那紫色面纱之下究竟是何等绝色，倒是让他好奇的紧了。方才那位女子是谁？苏毅不动声色地朝相送的下人问道。她是中书令柳先开的爱女柳如烟，同时也是我们燕王殿下未过门的妻子。好一个柳如烟，看来这萧云峥也是艳福不浅啊。从身段上看，柳如烟怕是不输长公主，此等人间绝色居然已经名花有主，可惜了。苏毅暗暗摇头，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如烟，你可算来了，本王都快想死你了。看见柳如烟进来，萧云峥顿时心花怒放，急不可耐地迎了上去。他本想握住柳如烟那纤纤玉手，然而柳如烟却退后了一步，欠身行了一礼。燕王殿下，我爷爷的病情越发严重了，您答应帮忙找的名医，如今可有踪迹？你别急，本王已经派人去找了，实在不行，本王就入宫找父皇，求他派太医过去。柳如烟微微摇头，今日早朝后，父亲就已经拜托陛下了，只是爷爷的病，太医也无能为力。说到这，柳如烟美眸闪过一抹决绝，道：只要殿下能找到名医，治好我爷爷的病，我立马下嫁，绝不食言。萧云峥精神一振，道：好，你等等。他说完便朝身旁的侍卫轻喝道：快去把苏毅喊回来。听到这话，柳如烟诧异地问道：殿下说的苏毅是镇南侯府那个纨绔？萧云峥微微点头，不错，苏毅这人名声虽然不怎样，但医术超绝，虽然不想承认，父皇能好得如此之快都是他的功劳，所以你爷爷的病他肯定有办法。如此说的话，苏毅他方才来过。他刚走你就进来了。柳如烟眸光微微闪动，道：镇南侯与我爹是政敌，苏毅又岂会出手替我爷爷治病？即便他愿意，谁知道他会不会暗地里做什么手脚？无需担心，本王可以随他一同过去，谅他要不敢做什么手脚。殿下找他的话就免了，我爹肯定不会同意的，还是另行寻觅良医吧。萧云峥稍作沉吟，无奈说道：好吧，本王再多增派些人手去找。多谢殿下，那我就先回去了。如烟，你才来就要回去了，陪本王说说话可好？柳如烟面露难色地说道：爷爷那边还需照顾，请殿下体谅。好吧，本王得空再过去找你。萧云峥无奈地轻叹了一声。柳如烟不置可否，盈盈一礼后便转身离开了。从燕王府出来之后，他便朝身旁的婢女低声吩咐道：刘盈，追上苏毅，就说我在红尘酒肆等他。刘盈一怔，蹙眉问道：小姐，你不是说镇南侯与老爷乃是政敌吗？为何还要去找苏毅？若燕王方才没有夸大其词的话，爷爷的病也许只有苏毅能治，为了能使爷爷尽快好起来，顾不得许多了。既然如此，那小姐方才为何婉拒燕王殿下的好意呢？他出面的话，苏毅肯定会答应，而且也不敢暗中做手脚才对。柳如烟苦涩一笑：我不想欠他人情，况且我自有办法请得动苏毅，你快去吧。那万一苏毅不愿过去酒肆呢？你就说我与长公主乃至交好友，他肯定会赴约的。刘盈闻言面露古怪之色。据他所知，柳如烟与长公主虽然认识，但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并无深交。但见柳如烟如此吩咐，他便应了一声，随后快步朝方才苏毅离开的方向追去。至于柳如烟，则是上了软轿，朝轿夫吩咐道：去红尘酒肆。苏小侯爷，请等一下。听见身后传来女子的呼喊声，苏毅停下了脚步，回头看去，只见一名丫鬟打扮的少女快步朝他跑来。看见此女，苏毅略微感到有些惊讶，这不是柳如烟身边那名丫鬟吗？狐疑之际，刘盈已经来到了他跟前。小侯爷，我家小姐请你过去红尘酒肆一叙。你家小姐？谁？中书令柳先开之女柳如烟。她找我何事？苏毅更加疑惑了，因为他与柳如烟素不相识。刘盈解释道：我家小姐有要事找你，事不宜迟，咱们还是赶紧过去吧。担心苏毅不答应，刘盈接着补充道：对了，我家小姐与长公主乃是至交好友，看在长公主的份上，你应该不会拒绝的吧？苏毅眉梢一挑，着实没想到萧凌霜与柳如烟居然认识。他耸耸肩道：既然如此，那便走吧。于是两人便直奔红尘酒肆而去。与此同时，红尘酒肆顶层阁楼内，凤九霄啊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嫣红的鲜血。一旁那持剑侍女吓得花容失色，忙问道：夫人，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嗨，没事。凤九霄摆了摆手，俏脸之上闪过一抹自嘲之色，休养了几年，没想到内伤仍旧没有痊愈。侍女震惊地问道：夫人，你今早过去武王府与萧丽交手了？
这事儿你就别多问了，今日之事莫要向任何人提及。夫人放心，奴婢知道的。出去吧，我调戏一下就没事了。那奴婢替夫人守着，不会有任何人上来打扰的。侍女说完便退了出去。苏毅啊苏毅，为了你的事，老娘旧伤又复发了。他日你若敢负我，我定让你好看。凤九霄喃喃娇嗔，随后从怀中掏出一粒丹药，就着鲜血嚼碎咽了下去。紧接着他便盘腿坐下，运转心法调理内伤。约莫过了1刻钟，他原本苍白的脸色便恢复如常，紊乱的气息也平复了下去。吐出一口浊气之后，身上萦绕的真气陡然一敛，整个人看上去就如同普通人一般，身上再无半点气机波动。推门出房正要下楼，却听方才那侍女躬声道：“夫人，苏毅过来了。”凤九霄脸上闪过一抹喜色，问道：“他人呢？”在2楼幽兰间，似乎在与中书令柳仙开织女私会。你说什么？凤九霄俏脸一寒，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倘若苏毅真要与别的女子私会，怎会跑红尘酒肆来？想到这，他便淡淡一笑：“忙你的去吧，我下去看看。”是。2楼幽兰雅间内，苏毅刚进来，就看见一道倩影伫立在窗台前。此女一袭浅红长裙，身姿袅娜，亭亭玉立，正是那柳如烟。柳小姐找我，不知所为何事？听见苏毅的声音，柳如烟缓缓转身，俏脸仍旧被那紫色的面纱遮住，看不见庐山真面目。她那如秋水剪影的美眸打量了他几眼，随后欠身一礼，吐气如兰地说道：“妾身冒昧相邀，实有要事相求，若有唐突之处，还请小侯爷见谅。”声音就如同百灵鸟般清脆悦耳，让人不忍抗拒。苏毅闻言，心中越发狐疑：你我素不相识，且你乃是燕王殿下的未婚妻，究竟是何事，犯得着你亲自来求我？实不相瞒，我爷爷数日前从沧州回来之后，便一病不起，且还每况愈下。我们将玉京城内的名医都请了个遍，可他们对此都束手无策。方才从燕王殿下那里得知小侯爷医术精湛，故而才厚着脸皮相求，还请小侯爷出手救救我爷爷。数日前，沧州。听到这2个关键词，苏毅顿时神色一动，不管是不是巧合，这中书令的府邸也值得走上一遭。只不过他没有立即同意，而是问道：“正如我方才所言，你我素不相识，我为何要出手帮你？”柳如烟没有回答，而是伸出纤纤玉手，将脸上的面纱给摘了下来。面纱滑落的刹那，时间都仿佛停滞了，一张绝美的脸庞映入眼帘。只见柳如烟那俏脸之上肤如白雪，晶莹玉润，眉目美如画，精致挺直的琼鼻之下，唇瓣如初绽的玫瑰，尽显娇嫩欲滴。头上青丝用玉簪半挽着，几缕发丝随风飘舞，一双美眸更是明净澄澈，灿若繁星。红裙翻飞间，宛若出尘仙女，气质超然。苏毅眼中闪过一抹惊诧，着实没想到对方居然美得如此，惊为天人。现在你可以出手救我爷爷了吧？柳如烟朱唇轻启。苏毅被他这话问得有些摸不着头脑，脱口而出的问道：“什么意思？”柳如烟蹙着眉头说道：“你是第一个看见我真容的男子，如此足以让你出手给我爷爷治病了，不是吗？”听到这话，苏毅嘴角抽了抽，心中忍不住一阵吐槽：“给我看你的真容，就算是报酬了。我去，这柳如烟不会是个神经病吧？喂，姓苏的，我家小姐的真容可是连燕王殿下都未曾看过的，今天算是便宜你了，还愣着作甚？赶紧过去给我们老爷子治病啊！”刘盈卷起双手，满脸高傲地催促道。苏毅瞥了他一眼，不咸不淡地说道：“谁稀罕看他的容颜啊？说的本世子好像没见过女人似的。”说实话，柳如烟虽然长得挺漂亮，但比起长公主而言，还是要逊色那么一丢丢的。所以苏毅也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自信。你看了我们家小姐的真容，居然不肯给我们老爷子治病，苏毅你是不是太过无耻了？刘盈气得直跺脚。苏毅耸耸肩道：“你们不也看了我的真容吗？按照你的说法，你们是不是也得替我做一件事，以此作为报答？”呸！你算什么东西？我们家小姐乃是韩岳宗的圣女，她的身份比起那些个皇子还要金贵几分的好吗？韩岳宗没听说过，你孤陋寡闻，没听过很正常。韩岳宗的宗主，也就是小姐的师傅，他可是当朝国师，皇上见了也得礼让3分的存在。刘盈话音刚落，与之相关的记忆便从苏毅脑海深处涌现。大夏王朝的确有一名神秘的女国师，据说实力还深不可测。只不过这位女国师已经快2年没在人前露面了，也不知还在不在宫里。怎样，现在知道我家小姐的厉害了吧？见苏毅愣着不说话，刘盈一脸得意。苏毅淡淡说道：“既然你家小姐这么厉害，为何还要找我给她爷爷治病？我家小姐又不懂医术，那她师父身为韩岳宗的宗主，当朝国师，难道也不懂精通医术？”柳如烟开口道：“
师傅他自然精通医术，只不过他尚在闭关，不能打扰他。说到这，柳如烟语气一缓，接着道：只要你治好我爷爷的病，待师傅出关，我便拜托他指点你练武。他乃是2品境的强者，有他指点，保证你的实力能突飞猛进。苏毅眼皮子一跳，脸上惊愕之色一闪而过。没想到那位神秘的女国师居然是2品境武者，这在大夏王朝怕算得上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了。苏毅眸光微闪几下，淡淡道：我可以为你爷爷医治，但无需你师傅指点什么。作为交换，日后我若有所需，在你能力范围内，你不得推辞，如何？你想好了？得到我师傅的指点，这是无数武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你当真不需要？柳如烟俏脸之上满是诧异。不需要，我方才的条件你若是答应，咱们这边可以动身。柳如烟稍作思忖，便缓缓点头。好，我答应你。那行，事不宜迟，咱们即刻出发。所以说完便转身出门。然而刚从雅间出来，就差点与迎面走来之人撞了个满怀。冤家，你可算舍得过来了，奴家可想死你了。凤九霄风情万种的一笑，热情地搂住了苏毅的手臂，感受到手臂上传来娇柔富有弹性的触感，苏毅心神不由一荡。呀，这位妹妹是？凤九霄诧异地看着柳如烟。此时柳如烟已经重新将面纱戴上，故而柳如烟看不清其真容，她是中书令的千金。我有事要忙，晚上再过来找你，等我。苏毅说话间，伸手在凤九霄那丰腴的美臀之上掐了一把。哎呀，讨厌，那奴家就等着你了。凤九霄娇嗔一声，妩媚至极。看见两人在眼前打情骂俏，柳如烟黛眉轻蹙，眉宇间满是厌恶之色，而刘盈脸上鄙夷之色亦是毫不遮掩。从红尘酒肆出来之后，他阴阳怪气地说道：苏小侯爷，你还真是一点都不挑啊，那老板娘都30好几了吧？图他什么？图他会疼人。再说了，这是我的私事，与你何干？哼，恶心。刘盈啐了一口。柳如烟忽然开口说道：我师父曾说过，凤九霄这人不简单，你最好还是小心点为好。苏毅惊讶地看着他：你师父跟他认识？不知道，反正你自己多留几个心眼就是了，免得吃亏了还不自知。哼，这种事你情我愿的，谁都不会吃亏。见苏毅没放在心上，柳如烟暗暗摇头，但也没再多说什么。一行几人径直朝刘府而去。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红尘酒肆2楼，凤九霄正站在窗台前目送着他们远去。此时的凤九霄眉头紧锁，喃喃道：苏毅怎跟那个贱人的徒弟搅和在一起了？眉宇间竟闪过担忧之色。你师父实力如此厉害，你为何不懂武功？路上，苏毅好奇询问。从见到柳如烟到现在，对方身上都毫无真气波动，就与普通人无异。听到他这话，刘盈嘴角泛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意，而柳如烟则淡淡说道：师父说我的筋骨不适合习武。苏毅不禁皱起眉头，堂堂寒月宗的圣女居然不懂武功，这合理吗？不多时，他们就来到了刘府。刚进府门，一名身穿大红官袍的中年人便走了过来。如烟，你爷爷。咦，苏毅，你过来作甚？柳仙开看见苏毅之后，目光一沉，满脸敌意。柳如烟开口道：爹，他是我请来给爷爷治病的。他爹是镇南侯，让他给你爷爷治病，这不妥。爷爷的病不能再拖了，我在一旁看着，不会有问题的。爹，你忙你的去吧。这柳仙开踌躇了片刻，点头道：行吧。他转而看向苏毅道：苏大人，我与你爹之间的恩怨与你无关，还希望你不要受此影响。苏毅淡淡一笑：你们的事情我没兴趣掺和，我既然已经答应了你女儿，自然会竭尽全力。如此甚好，若你能治好我父亲，我柳仙开欠你一个人情，拜托了。柳仙开拱手抱拳，随后便转身出门了。对于苏毅的医术，他并不怀疑，毕竟皇帝先前病得如此之重，都被苏毅治好了。很显然，除了苏毅与皇帝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是这般认为的。随后，苏毅跟随柳如烟来到了府中偏院。某一厢房内，一名满头白发的老者正双目紧闭地躺在床榻上，正是柳如烟的爷爷柳成。苏毅打量了对方一眼，眉头微微一皱。只因柳成面色红润，呼吸匀称，与常人无异，看上去就仿佛只是睡着了似的。爷爷，他从沧州回来当晚便陷入昏迷了，至今仍未醒来。京城有名的郎中几乎都来看过了，但均都束手无策。柳如烟在一旁讲解：你又是如何看出你爷爷的身子每况愈下的？苏毅很是好奇。爷爷他的头发本来只是有些许花白，可昏迷数日，头发全都白了，脸上皱纹也多了，整个人看上去苍老了许多。苏毅闻言，不动声色地来到了床前，伸出手指搭在了柳成的腕脉之上。咦，
他面露诧异，惊疑出声。柳如烟忙问道：“我爷爷的病情如何了？”他这不是病，而是中毒了。苏毅语出惊人：“你说什么？我爷爷他中毒了？”柳如烟惊愕不已，蹙眉问道：“你是不是弄错了？我爷爷为人宽厚，从未与人结仇，去沧州也只是拜访老友而已，谁会给他下毒啊？具体为何，等他醒来问问便知。”苏毅说：“玩遍潮流，营养了阳下吧，去给我找一包针灸用的银针。你不是太医院的院手吗？还要我替你去找银针？”刘莹瞪着大眼睛，都怀疑是自己听错了。我虽然是太医院的院手，但也没有随身携带银针的习惯，你赶紧的吧。居然银针都不带，我怎觉得你不靠谱呢？刘莹吐槽了一句，但还是出门找银针去了。约莫盏茶的功夫，他就带着一包银针回来了。苏毅接过银针，解开柳成上衣，随后便开始行针布穴。只见他出手迅疾如风，每一根银针落下都能准确命中穴位。看着他这独特的扎针手法，柳如烟与刘莹都是满脸惊讶。这纨绔果然擅长医术，否则的话，扎针的手法怎会如此娴熟，任穴岂会如此精准？这时，苏毅已经在柳成身上36处穴位都扎下了银针，随后他在其中一根银针之上轻轻一弹，其余银针也随之微微震颤了起来。乍看之下，这些银针仿佛活过来了似的，整齐划一地颤动着。在柳如烟与刘莹惊讶目光注视下，苏毅单指在柳成的气海穴一点指，后者当即坐直了身子。紧接着，苏毅一掌拍在其后背之上，噗！柳成张嘴便喷出了一大口腥臭的鲜血。爷爷！柳如烟失声惊呼了出来。如烟，我这是怎么了？柳成睁开眼睛，一脸困惑。爷爷，你从沧州回来之后就陷入了昏迷，如今都已经好几天了。柳如烟提醒道。沧州！柳成瞳孔骤然一缩，脸上瞬间布满了惊恐之色，颤声说道：鬼，魔鬼，那是魔鬼。爷爷，你在说什么？什么魔鬼？柳如烟担心坏了，急忙追问。可柳成仿佛遭受到了什么刺激似的，低着头不停地重复着方才那句话。苏毅捏起银针，扎进了他肩窝的某处穴位之上。原本神情激动的柳成顿时安静了下来。老爷子，你在沧州到底看见了什么？苏毅缓声问道。柳成表情木讷地回答道：杀人了，有人在山谷那边杀了很多孩童，还用他们的血炼丹。苏毅闻言，神色顿时凝重起来。柳成方才说的那些孩童，肯定就是沧州城失踪的那200名童男童女了。没想到他们居然被人残忍杀害，而且精血还被用来当成炼丹的材料。那些孩童在哪个山谷被杀？沧州城外50里的西岩谷，我回京城的时候走错路，误打误撞就进入了那个山谷。那你可曾看清杀人者的模样？柳成机械般的摇头，没看清，他们都身穿黑袍，脸上戴着鬼面具，手段极为残忍。他们发现你了？没有，当时我吓坏了，连滚带爬的就逃走了。本想回到京城再跟我说此事，结果回到府中之后，后面的事我就不记得了。爷爷他回来之后便陷入昏迷了。柳如烟接过了话茬。对于山谷内看见的事情，你还有什么补偿的吗？苏毅再度询问。柳成目光微闪几下，道：我记得他们的衣袍之上都刺绣着九蛇缠树的图腾。柳如烟惊呼道：九蛇缠树，此乃九黎部落的图腾，也就是说沧州童男童女失踪案与九黎部落有关。苏毅眯起了双眼，此案轰动朝野，苏毅，你等会儿怕是得入宫面见陛下了。柳如烟面色凝重道：此事我自有分寸，照看好你爷爷吧。苏毅说完，伸手在柳成的山中穴上一点指，后者眼皮一翻，倒头便睡。柳如烟蹙眉问道：你把我爷爷怎么了？苏毅将柳成身上的银针取下，淡淡说道：让他好好睡一觉，睡醒就没事了。你入宫见陛下，不用带上我爷爷吗？毕竟他是人证。不用，而且我也不入宫。柳如烟一怔，狐疑问道：那你接下来要去哪？苏毅眯起双眼，似笑非笑道：武王府。从刘府出来时，天已经黑了。苏毅也懒得连夜过去武王府，于是便直奔红尘酒肆而去。到了夜里，酒肆的生意比白天还要火爆，非但座无虚席，门外甚至还有排队等候的客人。看到这情景，苏毅不由得暗自感慨，这蒸馏酒的吸引力对于古代人而言实在太大了。回头有空多弄些新品出来搞钱，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他心中这般想着，正要进入酒肆，忽听有人呵斥道：哎，那个谁，没看见大家伙都在排队吗？就是长得人模人样的，居然插队，脸皮可真厚啊！看啥看，说的就是你，赶紧过来排队，胆敢插队，大爷我一拳让你哭3天。见自己居然惹了众怒，苏毅嘴角抽了抽，吐槽道：
我又不是过来喝酒的，排个屁的队。方才那壮汉扯着嗓子问道不喝酒，你过来这酒肆干啥？关你屁事！苏毅懒得搭理，径直走了进去。那壮汉见状，眉头一拧，就想动手。身后的男子急忙将其拉住，提醒道：你干嘛？不要命了？那可是镇南侯府的小侯爷。什么？他就是苏毅。不错，而且他现在还是朝廷命官，据说是太医院的院守来着。众人闻言倒吸了一口凉气，同时也暗自纳闷，不都说镇南侯府的小侯爷是个纨绔吗？怎突然就成了太医院的院守了？那名壮汉眸光微闪，随后便悄然离开了队伍，身形很快就隐没在了夜幕当中。小侯爷，夫人在顶层阁楼等候。苏毅刚进去，一名侍女便迎了上来提醒。片刻后，苏毅来到了顶层阁楼，还未进去，一缕浓郁的酒香味就从阁楼内飘荡而出。苏毅鼻翼微微一动，随即面露惊讶之色。这酒香味与蒸馏酒极为相似，却更添了几分摄人心魄的浓烈，只是一嗅便让人有种心血沸腾的冲动。好家伙，凤九霄这是把什么东西添加到酒里头了？苏毅好奇之下推门走了进去。冤家，你可算来了，奴家等你好久了哟。凤九霄说话间含笑迎了上来，只见他一袭浅紫色纱裙，曼妙不失丰腴的身段摇曳生姿，行走间胸前那对傲人的饱满竟随之起伏，简直惊心动魄。许是饮了酒的缘故，他那白皙莹润的俏脸之上竟浮现出两抹红霞，更显吹弹可破，美眸秋波流转，妩媚动人。见他走来，苏毅当即伸手将他搂入了怀中，正欲毛手毛脚。凤九霄妩媚一笑，吐气如兰地说道：冤家别那么猴急嘛，奴家新调配了一种美酒，你且先尝尝。好，这酒闻着就香醇异常，且还叫人心血沸腾，你在里头加了什么东西？苏毅很是好奇，精通医术的他居然嗅不出来，等会儿你不就知道了。凤九霄拉着他坐下，而后端起酒杯将酒水含进了嘴里，紧接着他托起苏毅的下巴，娇柔的红唇便印了上去。苏毅心神荡漾，紧接着香醇的酒水便从对方嘴里流了过来。将酒水咽下之后，他惊愕地说道：你在酒里添加了合欢散？不对，这味道似乎比合欢散更为霸道。奴家在这酒里加了醉春宵和情丝绕，喝了这杯酒，你今晚就回不去了哟。凤九霄坐在他大腿上，搂着他的脖子，笑得花枝乱颤，风情万种。苏毅搂着他那曼妙的腰肢，轻笑道：我今晚就没想过要回去。哦豁，酒劲要发作了，你今晚怕是要遭老罪喽。他清晰地感应到体内气血正飞速流转，心跳加速，呼吸也随之急促起来。却见凤九霄又端起酒杯放在了唇边，然而他却没喝，而是忽然扬下颌，一摆手，杯子里的酒水便顺着他那修长的颈项流淌而下，那傲人之处沾了酒水之后更显惊心动魄。冤家不是要让奴家遭罪吗？光嘴上说可不行。哎呀，凤九霄话还没说完，苏毅便贪婪地亲了下去。这酒非但上头，而且还下头。在苏毅略显粗暴的亲吻之下，凤九霄娇躯轻颤，阵阵天籁不绝于耳。不多时，两团衣物便散落在地板上。凤九霄拎起酒坛子，将那酒水哗啦啦地倒了一身。于是苏毅便贪恋地亲吻着他身上每一寸肌肤。凤九霄玉手紧紧按着苏毅的后脑勺，浑身轻颤。过了片刻，两人彻底融为了一体，不分彼此。阁楼内那如天籁般美妙动人的声音经久不息，一浪接着一浪。与此同时，城中某破败的宅院内，一名壮汉快步走了进来。大祭司，我今晚见到那个苏毅了。哦，确定是镇南侯府那个纨绔。尖锐的声音刚落，一名身穿黑袍的老者便从屋内走了出来。只见他杵着拐杖，衣袍上九龙缠树图腾格外显眼。对，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小侯爷，据说那厮还成为了太医院的院守。壮汉沉声道。黑袍老者眯起双眼，阴冷一笑，把那东西准备一下，一旦狗皇帝出尔反尔，就把东西交给苏毅。壮汉一愣，问道：大祭司，皇帝如今靠您的丹药续命，应该不敢出尔反尔的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多做一手准备，准不会错。是，那属下这就去准备。还有，告诉鬼屠夫，炼丹材料不够了，让他抓紧时间送来。黑袍老者沉声叮嘱。大祭司，咱不换个地方吗？黑袍老者嘿嘿一笑，道：为何要换？莫说有皇帝护着，即便没有，谁能想到咱们会在这天子脚下炼制血丹？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便是这个里。壮汉面露钦佩，大祭司高见，属下佩服。去吧，切记莫要暴露了身份。还有，事情没办妥之前，不得酗酒。属下遵命。壮汉抱拳一礼，便转身离开了。黑袍老者从怀里掏出一颗血红色的丹药，
放在鼻子前嗅了嗅，随后面露一抹阴鸷的笑容。翌日，一缕晨光透过纱幔，投射在了红尘酒肆顶层阁楼的床榻之上。苏毅睁开双眼，神色略显疲倦。昨夜与凤九霄战至下半夜，方才鸣金收兵。不得不说，那醉春宵与情思绕果真劲力十足，琢磨着等会儿带些回去，夜里让赵青兰尝尝厉害。冤家，你怎这么早就醒了？凤九霄枕在苏毅的胸膛上，声音慵懒，妩媚动人。我习惯了早起，倒是你，不会是被我吵醒的吧？当然不是，人家是饿了。哦，那让你的婢女把早点端上来吧。凤九霄坏坏一笑，凑在他耳边俏皮道：人家不是肚子饿了。苏毅怔了怔，随后满脸诧异地看着他：你还有力气？毕竟昨晚一直折腾到下半夜，他这个习武之人都有些扛不住，凤九霄这柔弱女子这么强的，不喝昨晚那种酒应该没问题的。凤九霄说完，满怀期待地看着苏毅，后者会心一笑，一个翻身就将凤九霄压在了身下。不多时，娇吟轻喘之声再度在阁楼里头回荡，经久不息。大半个时辰过后，苏毅离开了红尘酒肆，接着便直奔武王府而去。凤九霄在阁楼窗前默默地看着苏毅远去，直至对方的身影消失在视线尽头，他才轻叹了一声。这时，一只信鸽忽然落在了窗台之上。凤九霄神色一动，拆下其脚上竹筒内的纸条，打开一看，脱口而出的惊呼道：怎会这么快？夫人，发生什么事了？一旁的持剑士女见凤九霄神色不对，忙关切询问：他要回来了？谁？凤九霄苦涩一笑：除了他还能是谁？侍女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夫人，您和苏毅这可如何是好？想到凤九霄即将要面对的难题，他也不由得慌了起来。凤九霄没有说话，眉宇间笼罩着一层阴霾。苏院首这么早就过来替本王疗伤了？武王府大堂内，武王爷似笑非笑地看着苏毅。苏毅微微拱手问道：武王爷，沧州童男童女失踪案可有眉目了？哪有这么快？本王昨日才派人过去查，估摸着最快也得4、5天时间吧。说到这，他打量了苏毅一眼，又问道：你如此关心沧州之案，莫非是萧凌霜让你过来打听的？王爷想多了，之所以提起此案，是因为我得知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何线索？武王爷目光一凝，紧盯着苏毅。沧州城外50里有座西岩谷，数日前有人在那里看见失踪的童男童女被屠戮，凶手还丧心病狂地用他们的鲜血炼丹。此话当真？武王爷眉头微皱，显然心存疑虑。千真万确，据那人说，行凶之人身上衣袍刺绣着九蛇缠树的图腾。王爷对此应该有所了解吧？九蛇缠树，那是九黎部落的图腾，以人血炼丹，倒也符合他们的作风。你说的那人何在？本王要亲自问他。苏毅耸耸肩道：那人已经走了，王爷现在赶去沧州城外的西岩谷，兴许还能找到对方的踪迹。武王爷站起身，正要出门，可眸光微闪几下，就又狐疑地看着苏毅。见他这副模样，苏毅挑眉问道：怎么，王爷不信我方才的话？你我乃是死敌，你的话本王自然有所怀疑。王爷倒是坦诚，但是这世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其实只要换个角度想，咱们也可以是朋友。朋友？哼，本王回京那日被你坑得有多惨，你莫非忘了？回想起那日被苏毅的毒计坑颜面尽失，武王爷现在都还有种想要一掌拍死苏毅的冲动。苏毅无奈地说道：今非昔比，陛下想借你手弄死我，而我又势单力薄，就只好过来巴结王爷你了。而沧州之案的线索便是我的投名状，所以你是想借本王的手报复皇上？武王爷紧盯着他，报复谈不上，我只是想自保而已。自保？哼，你无非就是想让本王与皇上拼个你死我活，如此萧凌霜与那些个皇子便可隔岸观火，最后坐收渔利。苏院首这个算盘打得可真响啊！说到这，武王爷眸中杀机一闪，寒声道：敢把主意打到本王头上，就不怕本王现在就把你杀了吗？王爷，你真的想多了。也罢，既然方才说的线索王爷不信，那我这就去燕王府一趟，他得知这个线索肯定会很感激我的。苏毅说完起身就要走。慢着！武王爷叫住了他。沧州之案的线索绝不能让萧云征知道，否则一旦被萧云征等侦破此案，东宫之位便十拿九稳了。如此一来，他就又多了一个强敌了。想到这，他便沉声道：本王姑且信你一次，倘若敢糊弄本王，你自个准备好棺材吧。苏毅坦然一笑：岂敢，等破了案，王爷别忘了我的功劳就好。废话少说，先给本王疗伤吧，完事后本王亲自带人过去一趟。想到等会儿又要被苏毅用针扎，武王爷恨得咬牙切齿。该死的苏毅，等本王的伤势好了，
定将你扎成马蜂窝，一炷香后。在苏毅鬼神莫测的针灸手法之下，武王爷感应到体内的伤势又有所好转，那狂暴的真气比起昨日又安分了不少，那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斜睨着苏毅问道：本王此去沧州，来回少说也要几日光景，你不跟着去替本王疗伤？欲速则不达，往后几日就无需扎针了，王爷只需要每日服一些活血化瘀的丹药即可。好，本王这就启程前往沧州，若此案就此侦破，本王定会好好感谢你的。武王爷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随后正要出门。这时一名婢女快步走了过来：王爷，夫人她身子有些不适，要不要请郎中过来瞧瞧？哦，昨日还好好的，她哪里不舒服？说是有些头疼，估计是昨夜着凉染了风寒。闻言，武王爷便朝苏毅扬了扬下巴：去给本王的爱妃瞧瞧，区区风寒对你而言药到病除吧。苏毅含笑点头：这是自然，王爷放心去吧，王妃就交给我来照顾。听见苏毅这话，武王爷眉头微微一皱，总感觉哪里不对。可不等他细细琢磨，公孙胜便大步走了进来：王爷，弟兄们已经准备妥当，即刻启程。武王爷大手一挥，带着公孙胜等一众心腹气势汹汹地出门了，而苏毅则是拎着药箱，跟随那名婢女来到了内院。夫人，王爷给您请了郎中，要奴婢把人领进来吗？婢女在房门外询问道。我只是有些头晕而已，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干嘛还那么费事请郎中啊？一道银铃般清脆带着些许埋怨的女子声音从寝室内传出。王爷这不是担心夫人吗？郎中已然请来，夫人还是让郎中瞧瞧吧。我这就出来。过了片刻，寝室的门打开，一道曼妙的倩影莲步轻移地走了出来。只见她年约30，白皙无瑕的瓜子脸上朱唇娇艳，鼻梁高挺，眉似远山寒带，眸若九天星辰，不染半点尘埃。此时一阵清风吹拂进来，她身上那白色纱裙迎风飘舞，勾勒出那凹凸有致的绝美身段，腰肢纤细盈盈不堪一握，胸前那傲人上围撑起一道惊心动魄的弧度，正是武王爷的小妾胡蒹葭。看见苏毅，他俏脸上闪过一抹诧异之色，这位就是王爷请来的郎中。是的，夫人，他过来王府也是给王爷治疗伤病的，据说效果还不错呢。听到这话，胡蒹葭更加惊讶了。武王爷的伤病他是有所了解的，不管是军中的医馆，亦或是那些声名远扬的江湖名医，都束手无策。然而面前这个男子年纪轻轻，医术竟然如此厉害，倒真叫他心生佩服。如此，那就劳烦先生了。胡蒹葭微微欠身扶了一礼：王妃客气了，还请先坐下，在下替你切脉。苏毅表面平静，内心却也是十分惊讶。他本以为苏燕的这位表姨年龄应该跟张春梅差不多，着实没想到对方居然如此年轻，而且这身材，武王爷这老小子艳福不浅啊。胡蒹葭在偏厅坐下后，朝婢女吩咐道：你且先退下吧，没我的吩咐，任何人不得进来。是。婢女欠身一礼，便退了出去。苏一眉稍微一挑，从胡蒹葭的神色来看，身上应该没什么隐疾才对，却为何要凭退府中下人呢？在他惊疑之际，胡蒹葭已然抬起玉璧放在了桌案上。只见那玉璧肌肤细腻，白皙胜雪，然而手腕之上却有一点十分显眼的朱红。苏毅定睛一看，那竟然是手工纱。不是吧，武王爷的小妾竟然还是完璧之身，难不成是武王爷不行？不对啊，武王的伤病并不会影响那方面才是。也难怪胡蒹葭方才会让婢女出去，感情是不想让府中下人知道这个秘密啊。苏毅心中虽然好奇，但却不形于色。他伸出手指搭在了胡蒹葭的腕脉之上。燕王府，一名身穿劲装的男子快步来到了书房。殿下，刚收到确切消息，武王爷带着几名心腹部下出城了。此时出城，难不成他要回去召集兵力？萧云峥皱起眉头，应该不是，武王爷出城后便东行了。东行？萧云峥摸了摸下巴，喃喃道：看样子他是要去沧州了，只不过他亲自前去，怕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线索了。这可不妙啊，此案一旦被武王爷勘破，那他的威望就会更上一层楼，届时陛下即便不情愿，也要给他加封了。他如今已然是镇国武王爷，再加封那不得上天了。不行，本王得找云晨他们商量一下对策。他与萧云晨等皇子因为争夺太子之位，彼此都不对付，但这节骨眼上他也顾不得这些了，联手扳倒武王爷才是最重要的。否则武王爷一旦篡位，他们这些皇子小命难保。想到这，他正要出门，这时一名婢女快步走了进来：启禀殿下，中书令府的柳小姐过来了。萧云峥闻言，顿时将方才所想抛到了脑后，随后欣喜若狂地出门相迎。府门处，柳如烟俏脸之上仍旧带着一层面纱，看不见真容。此时的她一袭素色长裙，其上没有过多的点缀，
却依旧清新脱俗，如9天仙子凌晨。看见他，萧云峥心花怒放，甚至有些手足无措。如烟，你来了啊！本王先前就说过，你过来的话直接进门就行，无需让下人通禀。你怎么还拘泥于此呢？殿下，礼数不能乱，否则会叫人非议的。柳如烟说话间盈盈一礼。罢了，门口风大，来，咱快进屋。来到大堂之后，萧云峥竟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如烟，来，先喝口茶暖暖身子。对于他这热情过头的举措，柳如烟黛眉轻蹙，觉得无所适从。接过茶杯之后，他并未喝，而是开口道：殿下，我此番过来是想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情报。随后他就将其爷爷在沧州西岩谷的遭遇说了一遍。听完他的讲述后，萧云峥咬牙切齿地说道：难怪武王叔会亲自前往沧州，原来是苏毅把这重要的线索透露给他了。可恶，苏毅这厮着实可恶。殿下，当务之急，你得尽快过去沧州一趟，务必抢在武王爷前头。本王这就召集人手。如烟，多亏有你。萧云峥说完便立即召集人手，随后火急火燎地出门了。先生，我身子不要紧的吧？武王府内院，胡坚家见苏毅皱着眉头，不免有些忐忑。夫人体内寒气淤积，以致经络不通，故而时常小腹隐隐作痛，夜里也时常睡不好。听见苏毅的话，胡坚家面露震惊之色，忙追问道：那先生可有办法根治？苏毅微微一笑：当然能，不过得针灸一番。他说着打开药箱，从里头掏出了一包银针。这时胡坚家无意间看了药箱一眼，看见里头的一个小瓷瓶后，他忽然眉头一皱：咦，这瓷瓶看着怎如此眼熟？他喃喃说着，伸手将那瓷瓶拿了出来。苏毅眼皮子一跳，忙提醒道：夫人莫碰，那瓷瓶装的是……话还没说完，胡坚家手一滑，瓷瓶从他手中摔落地面，咔嚓，瓷瓶应声而碎，一股浓郁的芳香瞬间在屋内弥漫开来。嗅到这股香味，胡坚家当即感到体内气血沸腾，呼吸急促，一颗心砰砰直跳，俏脸瞬间涨红。苏毅满脸黑线，这瓶子装的是凤九霄调配的醉春霄与情丝绕，药力霸道的很。这下要完了。胡坚家俏脸涨得通红，喉咙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令人浮想联翩的轻哼，呼吸愈发急促，看向苏毅的眼神也变得迷离起来。苏毅忙屏住呼吸，运转体内真气，试图抵御药力。可这时胡坚家竟扑了过来，两条玉臂紧紧地缠在他的脖子之上，那娇柔火热的红唇竟直吻了上去。苏毅本能地想将对方推开，可双手不经意间竟触碰到了那傲人的饱满。胡坚家娇躯轻颤了一下，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他那疯狂的攻势下，苏毅顿时破功，随着吸入的香味越来越多，他再也压抑不住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欲念。不多时，两团衣物滑落在地。看着胡坚家那玲珑曼妙的绝美玉体，苏毅只感觉一阵惊心动魄，心都似乎要跳出来了。胡坚家嘤咛一声，玉手紧紧地搂住苏毅，那架势就生怕苏毅会飞走似的。只是他啥也不懂，一番折腾后仍是不得要领，最后唯有僵着身子任由苏毅采撷。片刻之后，他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天堂，空缺的那一块终于得到了补全。宛若天籁的动人乐章在偏厅内响起，还越发的急促，足足持续了大半个时辰，方才平息了下去。混蛋，我要杀了你！清醒过来后，胡坚家哭得梨花带雨，恨不得将苏毅大卸八块。他慌忙抓起地上的衣裙，试图遮住身上那傲人的风光，可手忙脚乱之下，难免顾此失彼。半遮半掩之下，杀伤力更为恐怖。苏毅只看了一眼，就又有些心猿意马。他急忙收敛心神，无奈说道：这也不能怪我啊，谁让你擅自动我药箱内的东西的？谁让你在药箱里放那种东西的？胡坚家气得半死，哪个正经郎中会在药箱里放情药啊？但回想到的确是他自己不问自取，还不小心摔破那个瓷瓶的，他就懊恼不已，哭得越发伤心了。那啥，你别哭那么大声啊，万一让外头的婢女护卫听见，可就完了。苏毅轻声提醒。胡坚家虽然仍在抽泣，但声音却小了许多。现在知道怕了。你早干嘛去了？事已至此，你怪我也没用，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得了。你说的倒是轻巧，我手工杀没了，王爷回来发现之后定饶不了我，倒是也休想置身事外。苏毅嘴角抽了抽，忽地灵光一闪，立即就想到了赵青兰，于是便说道：你在手臂上划几条伤疤，等武王爷问起就说不小心摔了，然后还不小心把手工纱给划破了。你当武王爷是傻子吗？会信这样的鬼话？胡坚家气不打一处来。苏毅正色道：他如此高傲，且还目空一切，在他看来，天底下谁敢动他的女人？所以他肯定不会起疑的。如此也只能瞒得了一时，待他冲击瓶颈之时，发现我不是完璧之身，
我还不照样的死？想到武王爷那狠厉的一面，胡坚家就感觉不寒而栗。苏毅摆摆手，安抚道：“他如今只是3品初期，想要修炼到巅峰，至少得几年时间。而且他体内真气十分狂暴，能不能活到那时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你大可放心。”“你说的是真的？不会是在骗我的吧？”“句句属实，我奉旨给他治疗伤病，他的情况没人比我更清楚了。而且他本人也承认了。”听到这话，胡坚家贝齿咬着朱唇，沉思了起来。想到武王爷平日最为疼惜自己，而且也最怕自己生气，只要自己说不小心摔了，对方肯定不会多想。想到这，他这才彻底放下心来。这时，偏殿外头传来婢女的声音：“夫人，需要奴婢进来伺候吗？”“不用，大夫在替我扎针，你继续在外头守着就好。”胡坚家心里慌得不行，急忙开口：“是，奴婢就在外头候着，夫人有需要的话喊一声就行。”“知道了，大夫说扎针不能被打扰，切记莫让任何人进来。”“奴婢遵命。”稳住门外的奴婢后，胡坚家欲要起身回房更衣，然而刚站起身，就忽觉双腿一软，根本站不起来。他又羞又恼，朝苏毅轻喝道：“愣着作甚？扶我回房更衣。”乐意至极。苏毅走到他身旁，伸手将其扶了起来。胡坚家站起身后，脚下一个趔趄，身子不受控制地倒向了苏毅怀中。后者本能的伸手将其搂住，触碰到他那娇柔的小蛮腰，苏毅心神又是一荡，微微低头。胡坚家那傲人身段尽收眼底，随后他心一横，直接将胡坚家横抱而起。胡坚家娇躯一颤，差点失声惊呼出来，恼羞成怒地轻喝道：“混蛋，你想干嘛？快放我下来！你走得动道吗？万一路上不小心摔了，惊动了外头的下人怎么办？”“我……”胡坚家无言以对，只好任由苏毅抱着他朝寝室走去。感受到苏毅那宽厚胸膛传来的温热，他心跳不受控制地加快跳动起来。回到房后，苏毅正要将他放下，可他不知怎么的，脑子忽然一热，竟再次伸手搂住了苏毅的脖子。后者微微一愣，随后便温柔地亲了下去。胡坚家嘤咛一声，生涩地回应了起来。不多时，寝室内再次响起了美妙动人的乐章。胡坚家忽然觉得自己今日之前的日子几乎白活了。通往沧州的官道上，武王爷带着公孙胜等人骑着快马一路飞驰。忽然他心头莫名一颤，下意识地勒停了马。公孙胜见状，忙问道：“王爷，你怎么了？”武王爷皱着眉，面色古怪地说道：“不知为何，本王忽然感觉有些心神不宁，不会是王爷您的伤病要发作了吧？”苏毅那个狗东西，回去后属下就把他宰了。公孙胜气冲冲道：“不是伤病要发作，就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似的。”武王爷眉头越皱越紧，心里愈发不安，但偏偏他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无缘无故的为何突然会有这样的感觉。公孙胜若有所思道：“莫不是沧州之行会有什么危险？咱们小心点便是。”武王爷稍作沉吟，便缓缓点头。九黎部落擅长邪门歪道，沧州之案牵扯到他们，也许会很棘手，多留几个心眼吧。是。公孙胜应了一声，回头朝身后众人轻喝道：“都给我提起12分精神，切莫大意。”“我等遵命。”随后一行人便再度沿着官道狂奔起来。玉京城武王府内，经过了一炷香的折腾之后，胡坚家彻底瘫软在了床榻上，俏脸之上仍旧残留着没有消退的余韵。要说第一次他是受到了醉春宵与情丝绕的影响，才迷迷糊糊的与苏毅翻云覆雨，那么方才那次他完完全全就是情不自禁的想要再度体会那种醉生梦死的感觉。加上苏毅强的可怕，他已经将武王爷抛到九霄云外了，满脑子都是方才疯狂时的画面。此时的他靠在苏毅怀中，任由苏毅的大手在他那玲珑有致的娇躯上肆意游走。他那一张俏脸越发红润，似能滴出水来。看着眼前那无可挑剔的曼妙玉体，苏毅心神仍是一片荡漾。胡坚家看着窈窕，但实际上还挺有肉感，典型的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而且还恰到好处，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赘肉。想到武王爷舍不得碰的大美人，竟稀里糊涂的便宜了自己，苏毅心中就忍不住一阵感慨，同时也越发坚定了要弄死武王爷的决心。但对方乃是3品境的强者，此事只能徐徐图之。至于下毒，他完全没考虑过。武王爷一直提防着他，很难找到下毒的机会。况且到了3品境，一般的毒药很难发挥作用。即便是萧云峥给的那瓶无色无味的毒药，想要不被武王爷察觉，也绝非易事。如此看来，就只能从武王爷的伤病入手了。其体内那狂暴的真气，兴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打定主意之后，苏毅起身穿衣，见他要走，胡坚家心头不禁涌现出一丝不舍，但却没有说出来。苏毅穿好了衣裳，道：“
时候不早，我得走了，你自己多保重。那个，你还会过来吗？胡蒹葭问出这句话时，俏脸瞬间布满羞涩，同时心里还十分矛盾，总感觉如此不好，可又偏偏控制不住自己。想到武王爷来回至少需要5、6日时间，苏毅便点头道：“明日我再过来给你扎针。”胡蒹葭当即面露欣喜，随后又轻声问道：“对了，你叫什么名字？”苏毅。你说什么？你就是苏毅？胡蒹葭杏眼圆睁，一脸的不可置信。苏毅嘿嘿一笑：“不错，就是我。哦，对了，你好像还是苏燕的表姨，看来以后苏燕除了管我叫大哥，还得管我叫表姨夫了。”想到苏毅与张春梅母子间的争斗，而自己竟还与他事已至此，胡蒹葭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他目光微闪几下，说道：“你可以说服你爹，让我表姐重回镇南侯府吗？”不可能，张春梅做出那等蠢事，只是把她逐出侯府，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此言何意？明明是你给长公主下毒，她替你背了锅，你怎能如此忘恩负义？我给长公主下的毒？呵呵，她还真是会颠倒是非啊！你的意思是，给长公主下情毒的不是你，而是她？胡蒹葭一脸惊讶。苏毅点头道：“正是。我不知他是如何跟你说的，但就以我与长公主的关系，根本不需要什么情毒。”什么意思啊？难道长公主也已经与你？不错，她也是我的女人。听到苏毅这话，胡蒹葭震惊的瞠目结舌。他万万没想到，苏毅竟然把长公主也给拿下了。要知道，那是当今皇帝最为宠爱的女儿啊！如此一来，苏毅这家伙岂不是要当驸马爷了？那我怎么办？他脱口出的问道。苏毅淡淡一笑：“武王爷拥兵自重，谋逆之心路人皆知，他迟早要完。等扳倒了他，你就可以留在我身边了。”胡蒹葭沉默不语，在他看来，武王爷手握大夏过半军权，想要扳倒他，谈何容易？目送苏毅离开之后，他眸光闪烁不定，眉宇间布满了忧愁。苏毅回到镇南侯府，便朝府中下人问道：“侯爷人呢？”回禀世子爷，侯爷此时应该在书房。张春梅被逐出侯府之后，府中下人对苏毅越发的恭敬了，再也不敢有半点的不敬。书房内，苏烈正看着手里的急报，眉头几乎拧在了一起。就连苏毅进来，他竟都没有察觉。见他想事情想得如此入神，苏毅好奇地凑过去问道：“在想啥了？哎呦，你属鬼的吗？走路咋没声音？吓死你爹我了！”苏烈吓得心肝砰砰直跳。苏毅摊了摊手，吐槽道：“明明是你自己太过入神了好吧？刚才在想啥呢？你自己看。”苏烈将手中书信甩了过去：“不是吧？韶州又有200余名童男童女失踪。”看见书信的内容后，苏毅满脸诧异：“不错，对此你怎么看？”这还用问？此案与沧州童男童女失踪案明显是同一伙人所为。苏烈缓缓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韶州与沧州相距1000余里，他们为何跑那么远去作案？他们流窜各地作案，当然是为了躲避朝廷的追查。案子是昨日发生的，说不定凶手此时已经离开了韶州，朝其他州城而去了。如此看来，想要逮住他们，还真不容易啊。”苏毅眸光微闪，不动声色地问道：“如此大案，你得入宫禀报陛下吧？”“这是自然，我这就入宫。”“那一起吧。”苏烈一怔，皱眉问道：“你跟着去凑什么热闹？我如今是太医院的院守，自然得照看好陛下的龙体，所以入宫很合理啊。”“也是，那走吧。”于是父子2人便直奔皇宫而去。而此时的御书房内，景帝脸色苍白，呼吸急促，额头上满是豆粒大的冷汗。他颤巍巍地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瓷瓶，倒出最后一粒血红丹药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咽了下去。服下丹药仅仅片刻，景帝的神色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如常。他长舒了一口气，朝门外轻喝道：“来人，奴婢在。”一名老太监快步走了进来：“去告诉大祭司，朕的丹药吃完了，让他抓紧送来。”“奴婢遵旨。”老太监深施一礼，便退了出去。这时，一名小太监进来通禀：“启禀陛下，三皇子殿下求见。”“让他进来吧。”片刻后，萧云晨便走了进来：“儿臣参见父皇。”景帝一摆手：“免礼，找朕何事？”“父皇，据说武王叔今日离京，前往沧州查案，儿臣以为此乃天赐良机，何以见得？”萧云晨正色道：“武王叔只带了6、7名亲信，此时派人半路截杀，十有8、9能成。只要父皇点头，儿臣这就……”不等他说完，景帝便训斥道：“住口！他可是3品境的武者，派人去截杀他，你脑子呢？”“父皇，他实力纵然强悍，但双拳难敌4手，咱们只需多派些人前去，定能成。”“哼，你还真是天真，
知道三品境有多难对付吗？哪怕你派出一支10000人的军队，也不见得就能将其困住。他若是那么容易就能除掉，朕会留他到现在。如此说来，岂不是拿他没办法了？他亲自前往沧州，定是掌握了重要的线索。此案一旦被他侦破，那父皇就得继续加封，到那时他怕是要与父皇您平起平坐了。萧云晨满脸担忧。景帝失笑道：此案他破不了。行了，这事儿无需你操心，回去吧。启禀陛下，镇南侯苏烈，太医院院守苏毅求见。景帝眉头微微一皱，道：今日可还真是热闹，让他俩进来吧。遵旨。随后两人便走了进来。行完礼后，苏烈沉声道：陛下，此乃末将旧部从韶州发来的急件，请陛下过目。说着将手中书信递了上去。景帝看了一眼，面露惊愕之色。韶州也发生了童男童女失踪案。是的，陛下，据说是昨日夜里发生的。如此大案，韶州州府那边怎没有急报传来？会不会是你的部下收错消息了？苏烈摇摇头，这不可能，臣欲为人稳重，事情若未做实，他不可能连夜给臣发急报。如此说来，是韶州那边想要将此事按下了，简直岂有此理。景帝勃然大怒。萧云晨目光微闪几下，拱手说道：父皇，儿臣请旨，亲自前往韶州彻查此案，请父皇恩准。景帝没有立即表态，而是皱着眉沉吟了起来。萧云晨接着说道：父皇，如此大案，韶州那边势必人心惶惶，且官府居然想把事情按下，指不定还会做出什么荒唐事来。如此一来，就太过有损朝廷颜面了。而臣过去之后，定会竭尽所能，尽快查明此案，还韶州一个朗朗乾坤。他越说越是激动。景帝缓缓点头：好，难得你有替朕分忧的孝心，朕准了。另外，苏卿，让你的旧部多协助云晨，尽快破案。多谢父皇。臣遵旨。景德挥了挥手，正欲让他们退下。这时苏毅上前一步：陛下，好些天没有给您切脉了，就让我……景帝含笑打断了他的话：难得你小子如此有心，不过朕现在感觉很好，一整天都精神抖擞的，且一大堆奏折等着批阅呢，所以切脉就不必了。陛下前些10日病得如此之重，还是让这小子再瞧瞧吧，也好让大家放心。是啊，父皇，您龙体要紧，苏毅如今又是太医院院守，就让他……萧云晨话还没说完，景帝便不耐烦地轻喝道：朕说了不用。行了，朕得继续批阅奏折了，等都退下吧。苏烈几人面面相觑，随后拱手一礼，便退了出去。从宫里出来之后，萧云晨若有所思地问道：苏侯爷，你有没有觉得父皇今日似乎有点不对劲？苏烈目光微闪几下，不动声色地反问道：三殿下何出此言？父皇身子刚有所好转，现在居然不让苏毅替他切脉，这怎么看都不合理啊。陛下日理万机，且他这几日的确精神很好，不想浪费时间，倒也在情理之中。萧云晨睨了他一眼，冷笑道：看来苏侯爷对我是有所提防啊。罢了，我得赶去韶州，记得让你的旧部从旁协助。说完他便离开了。苏烈眉头紧锁地看向苏毅：小子，对于陛下方才的反常之举，你怎么看？苏毅左右看了看，低声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回府再说。好。回到镇南侯府之后，两人径直来到了书房。苏毅在椅子上坐下，才与出京人道：陛下身上定然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何以见得？苏烈目光灼灼，一副洗耳恭听的态势。陛下如今生龙活虎，如此还不够明显吗？当初我替他扎针治疗，顶多让他醒来，稍微延缓病情而已。可陛下不是说过他是服用了雪罗刹给的丹药，所以才好得如此之快的吗？苏毅眯着眼问道：你对这个雪罗刹了解多少？此人乃2品境的顶尖高手，且还驻颜有术，明明50-60岁，但相貌看上去与20出头的女子无异，说是天纵奇才也不为过。最重要的是，他还是长公主的师傅。那以雪罗刹的为人，会以童男童女的精血炼制丹药吗？此人虽然被江湖人称为雪罗刹，但行事作风十分正派，又岂会？说到这，苏烈猛地回过神来，惊愕地看着苏毅：你刚才说什么？有人用童男童女的精血炼丹？苏毅缓缓点头：有一种名为血髓续命丸的丹药，以童男童女之精血为主原料炼制而成，服之能给病入膏肓之人强行续命。若我没猜错，陛下应该是服用了此等邪药。听闻此言，苏烈一个箭步跑到了书房门外，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便飞快将门关紧，而后面色凝重地回到苏毅面前，低声道：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否则容易招来杀身之祸。苏毅挑了挑眉：沧州、韶州数百童男童女离奇失踪，恰在此时，病入膏肓的皇帝却忽然精神抖擞，如获新生，你难道认为这是巧合？苏烈单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沉思。想到皇帝短短几日光景，
竟从奄奄一息变得如今这般生龙活虎，这的确很有问题。可这也无法证明皇帝就是吃了那什么血髓续命丸啊！更何况丹药是血罗刹给的，怎么可能是那种以童男童女精血所炼制的邪药？他目光微闪几下，就将心中所想说了出来。苏毅瞥了他一眼，吐槽道：“陛下说那丹药是血罗刹给的，就真是了。你亲眼看见，还是有别的什么能够证明？也就是说，陛下只是想拿血罗刹做挡箭牌？”苏烈嘴上这么说，但心中仍是感觉不太可能。极有可能是这样，你想啊，血罗刹是长公主的师傅，陛下只要说丹药是他给的，没人会怀疑。还有，血罗刹身为2品境的超级高手，能弄到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也合情合理。陛下拿它来打掩护，可以轻易骗住绝大多数人。苏毅细细地分析了一遍，苏烈沉吟了许久，才缓缓点头：“你分析的不无道理，只不过眼下这些都是你的猜测而已，并无真凭实据，咱们什么也做不了啊。”“错了，接下来咱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哦，说说看。”苏毅正色说道：“一旦坐实陛下就是童男童女失踪案的元凶，必定朝野震荡，尤其是玉京城肯定会乱成一锅粥，届时就需要有人站出来稳住局势。”说到这，苏毅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后者一怔，皱眉道：“让我站出来稳住局面？开什么玩笑！我虽然是镇南侯，但我的兵都在南境啊，仅凭手中那数千巡防营的兵卒，根本不够看得好吧？所以你要早做准备，将南境的主力提前调回来，还让我私自调兵，你疯了吗？没有陛下的旨意，私自调兵便是谋逆之举，不等陛下罪名坐实，咱就被诛九族了。”苏烈满脸黑线，严重怀疑苏毅疯了，否则怎会说出如此疯狂的话来？苏毅没好气地吐槽道：“拜托，你倒是动动脑子啊！南境这半年太平无事，你找个理由说服皇上，将南境守军的精锐抽调回京不就完了？”“哎，这个主意好，可我该用什么理由呢？”苏烈眉头紧锁，拖着下巴再度陷入了沉思。见他绞尽脑汁都想不出主意的模样，苏毅暗暗摇头，看来有些事的确强求不得，例如让武将动脑。于是他便提醒道：“如今陛下龙体无恙，且秋烈大典在即，你就说近年南境守军屡立战功，却未得陛下亲睹其英姿。若借秋烈之计，将南境精锐抽调回京演武，如此既可彰陛下重武之心，又能提振三军士气。届时陛下再亲临犒赏，天下必称颂陛下圣名，如此不就完了？”苏烈猛地一拍大腿，激动地说道：“对对对，这个主意好，如此陛下肯定准许，居然这都能想到，还得是你啊！”但说到这，他又意识到了什么，面色再次变得凝重起来。儿啊，倘若陛下真的是童男童女失踪案的元凶，那武王爷可就出师有名了，届时他揭竿而起，谁能抵挡得住啊？这不还没到那一步吗？你先把南境的精锐抽调回来，早做准备就是了。也对，罢了，就按你说的做吧。只不过到时候武王爷一旦师出有名，起兵谋反，那咱们又该如何应对？我得空再琢磨一下，明日早朝时你记得向陛下请旨，将南境郡的精锐抽调回来。好，稳妥起见，我得去找几名同僚通气，明日早朝时一同觐见。苏烈说完便急匆匆地出门了。翌日清晨，苏烈火急火燎的就入宫上朝了。至于苏毅，仍在被窝搂着赵青兰酣睡。昨夜他本想好好歇息一下，结果九转玄阳绝运转了几个周天之后，他便又生龙活虎了。恰好赵青兰说睡不着，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两人就都心照不宣地钻进了被窝。昨夜那场大战足足持续了大半个时辰，若非最后赵青兰招架不住，苏毅觉得他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后来便只好草草了事。这时赵青兰被鸡鸣声吵醒，见苏毅居然还搂着自己呼呼大睡，他便轻声道：“哎，时辰不早了，你不用入宫上朝吗？”苏毅打了个哈欠，才开口道：“我是太医院院守，按礼制只需管好太医院即可，无需上早朝。”“哦，那你等下去太医院吗？”“不去。”在他看来，太医院的都是一些尸位素餐的酒囊饭袋，去了无非就是听他们拍马屁，纯属浪费时间。有那个功夫去看他们拍马屁，在家搂着美妾睡大觉不香吗？不去的话，要不你陪我回趟家吧，我好些天没回去了。而且你决定收我为妾的事情，也该跟我爹娘说了，缓2天吧，到时候我直接带着聘礼过去，先把婚事定下，待他日我娶了正妻之后，便立即纳你为妾。苏毅并非刻意拖着，实在是没娶正室，这也没法纳妾啊。行吧。知道苏毅的心意后，赵青兰也不急在这一时半会，毕竟他人都是苏毅的了，而且这几天晚上都睡一起，所谓名分他其实并不怎么看重，只要能陪在苏毅身边就已经很满足了。说来也奇怪，他起初对苏毅其实没太多的依赖，但这几晚都被苏毅折腾得死去活来之后，
他就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苏毅了。随后他转了个身，美眸秋波流转地打量着苏毅，后者面露坏笑道：话说没事你转过身来作甚？瞧瞧你这无可挑剔的曼妙身段，这不引人犯罪吗？赵青兰闻言顿时一怔，还没回过神来就被苏毅压在了身下。他心花怒放，搂着苏毅脖子娇笑道：我就是故意转过身来的，你有本事就狠狠惩罚我呀。好，等会儿别求饶哈。苏毅邪魅一笑，就要动手。可就在这时，屋外忽然传来了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大哥，大哥你起了吗？我进来给你们叠被了哦。听到苏燕的声音，赵青兰当即蹙眉道：你看你看，他又来了，好烦人啊。今日不用你叠被，自个玩去吧。苏毅朝门外轻喝道。苏燕低声道：可是大哥，我从我娘那打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与武王爷有关，接下来京城怕是要乱了啊。苏毅神色一动道：那你去偏厅等我，我很快过来。好，你们的被子先别叠哦，我等会儿跟你说完了再过来帮你们叠。苏燕说完便转身前往了偏厅。见他如此热衷帮自己叠被，苏毅面露古怪，朝赵青兰问道：他给咱叠被的时候没做什么变态的事情吧？变态？赵青兰皱着眉，显然不懂这个词汇是何含义。他有没有对着咱的被褥做一些不正常的举动？苏毅换了个说法。赵青兰歪着脑袋想了想道：他有时候会偷偷地凑在被褥上闻，这算不算？卧槽，苏燕个死变态居然有这种嗜好。这被褥之上满是自己和赵青兰为爱鼓掌所留下的痕迹，他居然偷偷闻。苍天啊，这世间怎会有如此变态的人啊！苏毅嘴角直抽抽，额头落满黑线。苏燕这货如此变态，若再让其过来叠被褥，鬼知道他会不会突然兽性大发，做出一些过激之举来。以后绝不能再让他踏足东院。赵青兰现在是老子的女人，可不能让这货有任何可乘之机。至于利用他打听武王府动静，另行想办法忽悠就是了。况且如今胡坚家已经是自己人了，武王爷那边真若有什么风吹草动，对方应该会暗中递消息才是。想到这，苏毅便说道：以后我不会再让他踏足东院了，你也少在他眼前露面，省得他起什么歪心思。如此甚好，我也能安心。赵青兰话还没说完，苏毅竟提枪上马，直入正题。猝不及防之下，他心都差点跳出来了，娇嗔道：你，哎，讨厌，你不是要去应付苏燕吗？又不急，且让他等等就是了。苏毅说话间，朝赵青兰那傲人处亲了下去。赵青兰的娇吟轻喘之音便在卧房内回荡了起来。一炷香后，苏毅来到了东院偏厅。说吧，打听到武王爷的什么天大秘密了？在苏燕面前坐下后，他便直奔主题。大哥，我娘说武王爷前往沧州的时候，就已经秘密派出了几路人马，打算暗中集结兵力，围困玉京城，逼皇上让位。不会吧，武王爷他真这么干了？苏毅表示很怀疑。武王爷虽手握大夏过半军权，但他的兵大多在边境，若将大军抽调回来，哪怕再隐秘，也不可能瞒得住皇帝的耳目。如此一来，他不就陷入被动了吗？这怎么看都不明智啊。苏燕一本正经地说道：大哥，此事千真万确，是武王爷的军师亲口告诉我娘的。这无缘无故的，武王爷的军师又怎会跟你娘说这些？我刚才去过我娘住的宅院，正好看见那位军师从我娘卧房里出来。听到这话，苏毅惊得瞠目结舌。好家伙，张春梅被逐出侯府没2天，就跟武王爷的军师搞在一起了。如此浪荡，这些年不会偷偷给镇南侯戴绿帽子了吧？他嘴角抽了抽，追问道：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情报？没了。苏燕突然面露惶恐，问道：大哥，武王爷要谋反，他得手后不会灭了咱们镇南侯府的吧？我还不想死啊！他跟咱镇南侯府是死敌，想活命就好好找你娘打听消息。另外，东院这些天你就别去了，先把正事办了再说。啊，那我岂不是见不到青兰了？不要啊，大哥，见不到青兰，我可怎么活啊？苏燕竟然哭了起来。苏毅满脸黑线，耐着性子忽悠到武王爷一旦成功，咱镇南侯府满门都得死，到那时你就再也见不到赵青兰了。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我懂，接下来我要竭尽全力打探消息。大哥放心，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会紧跟着我娘，晚上我干脆也在那边睡得了，等他与那位军师苟且时，我就偷听一下，看能不能听见什么隐秘的情报。偷听自家老娘与别的男人苟且，这事怕也只有苏燕这种脑子不正常的人才做得出来了。苏毅心中如此吐槽，却竖起了大拇指。我就说你有觉悟，放心吧，等皇上把武王爷扳倒，以后你就能天天都见到赵青兰了。那我现在就去，今天就不帮你们叠被褥了。我回来时又看见武王爷的副将进我娘宅子了。闻言，苏毅再次瞳孔巨震。好家伙，这张春梅被逐出侯府之后，
彻底放飞自我了。镇南侯驻守南境这些年，怕不是已经头顶一大片青青草原了。看着苏燕的背影，苏毅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该不会苏燕这货也不是镇南侯亲生的吧？他摇摇头，收回了思绪，出门后便直奔皇宫而去。某略显寒酸的宅院内，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正有些惴惴不安地看着主动靠在自己怀里的张春梅。夫人，你是侧夫人的表姐，俺们这样不好吧？还有黄副将，我听说你跟着武王爷上阵杀敌的时候，眼皮子都不曾眨一下，现在这里又没有外人，你害怕什么呀？张春梅扭捏作态，一个劲地朝黄蜂抛媚眼。黄蜂年过40，却一直没有娶妻，且已经大半年没有碰过女人了。现在风韵犹存的张春梅竟如此主动投怀送抱，他哪里还把持得住，当即就伸手去扒对方身上的衣衫。这时张春梅却忽然抓住了他的手，黄副将，我表妹好歹是武王爷的侧妃，所以你想要我，总得有所付出才行吧？你想要啥俺都给你，只要你今天让俺舒舒服服的，俺的命都是你的。黄蜂此时箭在弦上，就差那临门一脚了，岂能甘心就此罢休？哎呦，冤家呀，我要你的命作甚？我只要你。说到这，他面露阴狠之色，凑在黄蜂耳边低声耳语了起来。黄蜂满脸吃惊地看着他，你这未免也太狠了吧？确定要这么做？当然，你就说答不答应吧。不答应你别碰我。答应，俺当然答应。黄蜂不假思索地点头，心中暗忖，果然最毒妇人心。那今日我便让你舒服的死去活来。张春梅说完，便抓起黄蜂的手，放在了他那依旧挺拔的饱满之上。黄蜂心花怒放，当即撕烂对方的衣裙，低头啃了下去，大快朵颐起来。两人在屋内疯狂缠绵，全然没发现有一人正在门外透过缝隙，把这一切尽收眼底。砰！屋门忽然被人撞开，一道身影踉踉跄跄地跌撞而入。正在办事的张春梅与黄蜂均都吓得一哆嗦，尤其是当看清闯进来之人的长相后，张春梅当即惊慌失措，脸上表情比吃了死苍蝇还要难看。她慌忙捡起地上破碎的衣裙，将那外露的风光遮住。黄蜂回过神后，勃然大怒：哪来的王八蛋，胆敢坏俺好事！俺今日非把你剁了喂狗不可！他一手提起裤腰带，另一只手抓起大刀就要朝那人砍去。张春梅吓得脸色大变，惊呼道：不要，他是我儿！黄蜂闻言当即悬崖勒马，那冰冷的刀锋距离苏燕的脖子仅半寸之遥。他收回刀刃，咧嘴一笑：嗨，原来是自家人，你说你进来也不先敲门，这习惯以后得改改了哦。苏燕目光略显呆滞地看着张春梅，喃喃问道：娘，你给我找了几个爹啊？我现在到底有几个爹啊？混账，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你只有一个爹，那就是镇南侯苏烈。张春梅恼羞成怒，忍不住呵斥起来：可你昨晚与武王爷的军师，现在又和这个粗鄙的武夫，你不是在给我找后爹吗？住口！什么后爹前爹？你爹还没死呢，你先给我出去，有什么事等会儿再说。张春梅再次呵斥：夫人，昨晚朱军师来你这了。黄蜂诧异地看着张春梅，后者忙矢口否认：当然没有，我儿前些时日受了刺激，头脑有些不正常，你别听他胡说八道。苏燕正色道：我没胡说，今日一早我明明看见那个姓朱的衣衫不整的从你屋里出来，后来你还追了出来，之后你们又在前院的石桌上。住口！你给老娘住口！滚出去！马上滚出去！张春梅气急败坏，抓起一只茶杯就朝苏燕砸去。砰！苏燕猝不及防，当即被砸得头破血流。燕儿，你没事吧？看见苏燕受伤，张春梅顿时无比自责，想要过去查看她的伤势，但衣不蔽体之下寸步难行，只好满脸歉意地说道：燕儿，娘不是故意的，你先出去，等会儿娘再跟你解释，好不好？苏燕感觉额头黏糊糊的，下意识地伸手摸了一把，当看见手上的鲜血之后，她痴痴地笑了：后爹，哈哈，我有2个后爹了，我总共有3个爹，我有3个爹了，哈哈哈哈！他如疯子一般嗤笑着，转身走了出去。燕儿，张春梅担心的不行，起身就想追上去，但奈何那破碎的衣裙根本遮不住那风韵犹存的身段，于是只好朝黄蜂说道：黄将军，快去看看燕儿。好。黄蜂大步走到门外，但很快就转身走了回来。没事儿，他在前院大树脚下坐着看蛐蛐呢。张春梅来到门后，朝外头张望，果然看见苏燕正坐在大树底下。见状，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正想着换衣裳，可这时黄蜂一把将他扑倒在了床榻上。死鬼，我儿子在外头呢，怕什么？他又不会进来，而且俺都快憋死了，搞快点，让俺舒服舒服。方才答应你的事儿，俺肯定替你办了。张春梅咬了咬牙，便点了点头。随后
屋里便传来了令人浮想联翩的声响。听见屋里的动静，苏燕猛地起身，扭头看去。她的目光先是迷茫，而后逐渐变得错愕，最后变得怨毒狠厉起来。双拳也不知何时攥了起来，指关节捏得发白，还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片刻后，他悄然离开了宅院。哟，这不镇南侯府的苏二少吗？脸色怎如此难看？苏燕刚出宅门，一名衣着不凡的青年似笑非笑地挡住了他的去路。你是谁？苏燕打量了对方两眼，觉得有些眼熟，但却记不起来对方的名字。在下素远侯府世子常威。得知对方是镇南侯府死对头的世子，苏燕不耐烦地呵斥道：滚开，别挡道。常威没有让路，而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新婚之夜，俏娘子赵青兰当众悔婚，如今你娘被逐出侯府之后，更是自甘堕落，人尽可夫。这一切都是拜苏毅所赐。哦对了，听说现在赵青兰还住进了东院，每天夜里都与苏毅鸳鸯戏水，共赴巫山云雨。你住口！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苏燕肺都要气炸了，揪住常威的领口咆哮起来。常威身后的两名随从见状，一左一右抓住了苏燕的手，将其制住了。放开我，有种就放开老子！苏燕目眦欲裂，恶狠狠地瞪着常威。后者淡淡一笑，说道：我说苏二少，你这么生气作甚？方才我说的那些不都是事实吗？你心里有火，我能理解，但冤有头债有主，你把火撒我身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到底想说什么？苏燕后槽牙都快咬碎了。自从赵青兰当众悔婚之后，她整个人变得浑浑噩噩的，这些天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过来的。方才目睹自己母亲竟与那粗鄙的武夫苟且，她的三观瞬间崩碎。正如常威所说，这一切都是拜苏毅所赐。若不是因为苏毅，赵青兰已经与他成亲，他母亲也不被逐出侯府，更不会自甘堕落。想到这些，他心中更加的愤怒了，冲着常威咆哮道：你到底想怎样？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想帮你报仇。常威说完就挥了挥手，那两名随从便松开了苏燕。帮我报仇？你会如此好心？苏燕冷眼看着对方。常威耸耸肩，笑道：别怀疑我的诚意，因为咱们都有共同的敌人。你心里不也想报复苏毅与镇南侯苏烈吗？这事与我父亲有何关系？我恨的是苏毅。事情虽然都是因苏毅而起，但把你母亲逐出府门，这可是苏烈拍板决定的。他将你母亲害得这般田地，你难道不想报仇？苏燕攥紧双拳，没有答话，但牙齿却咬得嘎嘎作响。看见他这副模样，常威脸上得逞之色一闪而过，随后胸有成竹地说道：只要你愿意与我联手，我保证你很快就能将他们二人铲除，然后继承镇南侯的爵位。听闻此言，苏燕双眼一眯，脸上全是灼热表情。狗东西，昨日为何不过来陪本宫打麻将？凤仪宫后殿内，鎏金兽炉吐着袅袅青烟，将这后殿熏染得暗香浮动。皇后嘟着小嘴，斜倚在鸾凤雕花的软榻上，一脸傲娇地睨着苏毅。只见她面若桃李，肌肤胜雪，清冷高傲间竟还带着几分妩媚。身上那一袭红色凤纹长裙，将她那凹凸有致的绝美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可谓仪态万千。看着皇后那玲珑曼妙的傲人身姿，苏毅心中蠢蠢欲动，随后一本正经地解释道：皇后娘娘恕罪，昨日我有事情要忙，实在是没时间啊。哼，有什么天大的事情比陪本宫打麻将还重要？皇后轻嗔薄怒间竟显婀娜多姿，风华绝代。苏毅没想到皇后在生气的时候竟也如此的千娇百媚。皇后娘娘，昨日韶州那边又有200余名童男童女离奇失踪，我便是为此案而忙活。你是太医院的院手，查案子还用得着你？身为臣子，总得为陛下分忧嘛，也得亏陛下最近龙体安康，否则质子失踪案频发，只怕早就气坏了。说到这，苏毅话锋一转，提起这个，皇后娘娘可知陛下的身子为何会好得如此之快？皇后不假思索地说道：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而且上次本宫也已经重赏于你了。他说到重赏2字时，刻意拉高了音调。回想起那日与苏毅坦诚相对，还做出那些不堪入目的举措时，皇后羞得俏脸绯红一片，心中更是小鹿乱撞。看见他这副娇羞的模样，苏毅心里直痒痒，若非有宫女在，他早就扑上去好好的采撷一番了。皇后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淡然开口道：本宫有些头晕，就劳烦苏院手替本宫看看。至于你们，且退下吧，没有本宫的准许，任何人不得进来打搅。奴婢遵命。几名宫女盈盈一礼，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苏毅心花怒放，3步并作2步地来到了软榻前。可这时皇后却忽然将脚上的珍珠缎面绣鞋甩掉，2只套着罗袜的玉足便从凤尾裙摆下探了出来。狗东西，居然敢冷落本宫，罚你给本宫捏脚。皇后既然用到了冷落这个词，可见苏毅在她心里早就已经不是外人了。
是，我错了，我这就给娘娘捏脚。苏毅嘿嘿一笑，半跪在地，握住皇后那娇柔的小脚，便轻轻按揉了起来。若这都算是惩罚的话，她愿意被惩罚一辈子。哼。随着苏毅轻柔，皇后忍不住嘤咛了一声。娘娘，陛下之所以好得如此之快，其实并不全是我的功劳。苏毅一边捏着脚，一边说道。本宫也听说了，说是那血罗莎派人带了些丹药回来给陛下，这话骗其他人也许可以，但却骗不了本宫。皇后娘娘，你为何这么说？皇后轻哼一声，漫不经心地说道。陛下之前病入膏肓，吃了丹药之后便恢复得如此之快，足可见这种丹药是何等的珍贵。可是血罗刹与陛下之间有着很深的过节，他又岂会将如此珍贵的丹药赠给陛下？苏毅眼角微微一挑，着实没想到皇上与血罗刹境还有过节。他不动声色地问道。所以娘娘觉得那些丹药不是血罗刹给的？当然不是，若陛下不是被你治好的，那么那些丹药肯定就是出自其他人之手。那娘娘可曾见过陛下服用此等丹药？那丹药是怎样的？皇后摇了摇头，她已经好些天没过来凤仪宫了，也不曾召见我又岂能知道她服的丹药长什么模样？说到这，皇后眉梢轻挑，问道：你忽然问这些，莫非是怀疑陛下所服用的丹药有问题？我只是感到好奇而已。昨日过去御书房时，我本来还想给陛下切脉看下他病情如何，但被陛下拒绝了。如此看来，他那些丹药果真是有问题了。皇后眯起了双眼，若有所思。她顿了顿，接着问道：需要本宫找机会去看看吗？苏毅不假思索，果断摇头：不必，如此太过凶险，我还是另想他法吧。好你个狗东西，竟然真的在查陛下的丹药，你不要命了？皇后嘴上不饶人，但俏脸却写满担忧。景帝服用的丹药如若真的有问题，一旦得知苏毅在调查此事，他定会把苏毅灭口的。想到这，他就更加的不安了。苏毅不知皇后心中所想，正色道：事情过于蹊跷，不查总叫人心里难安，就算要查，那也该让本宫去查，我乃是皇后，行事更为方便，且还不会引起怀疑。说到这，他凝视着苏毅问道：你心里到底在怀疑什么？快跟本宫说说。苏毅稍作思忖，便将血髓续命丸的事情说了一遍。皇后难以置信地惊呼道：你说什么？陛下所服用的那些丹药是以那些失踪的童男童女之精血所炼制的？这怎么可能？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现在并无真凭实据。我也希望是我猜错了，但陛下昨日如此反常，很难不让人多想。给本宫3日时间，到时候本宫偷一粒丹药出来给你看看。不妥，若陛下服用的真是血髓续命丸，一旦少了，他定会有所察觉。这血髓续命丸丹药通体红色，还带着一股血腥味。你若有机会见到陛下服药，只需看看丹药有无此等特征即可，无需接触丹药，以免陛下起疑。好，若是确定陛下服用的就是这种邪丹，你打算怎么做？苏毅脸色骤然一寒，沉声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仅凭你就想让陛下罪己诏，未免过于天真了。仅凭我当然难以做到，但这不还有长公主与各位皇子殿下吗？再不行，加上五王爷总该够了。皇后满脸惊诧地看着苏毅，居然把五王爷也算计在内，你这狗东西胆子未免太大了。嘿嘿，我的胆子有多大，娘娘难道现在才知道吗？苏毅说话间，大手捏住了皇后那圆润的小腿。皇后娇躯轻颤，忍不住又是嘤咛一声，紧接着她那2条白皙如玉的大长腿竟搭在了苏毅的肩膀之上。皇宫，一队禁军正如往常那般巡逻，路过御花园入口时，一名侍卫忽然看向角落紫竹林，呵斥道：何人在那鬼鬼祟祟？其余人闻言当即握紧了刀柄，战刀已拔出数寸，森然杀气倾泻而出。喵！一只狸花猫从紫竹林前的假山跳了下来，原来是只猫，吓我一跳。那名侍卫正要转身，眼角余光却似乎发现了什么，定睛一看，枯黄的竹叶之下竟露出了一双绣花鞋。他目光惊疑不定，手中战刀已然出鞘，缓步走了进去，将那堆竹叶拨开，才震惊地发现地上竟躺着一具尸体。只见这具尸体浑身皱巴巴的，就如同一具干尸。侍卫只觉一阵毛骨悚然，扭头朝身后的侍卫长颤声道：大人，这有具尸体。侍卫长脸色一沉，带着其他人快步走了过来。当看见竹林内那具干瘪的尸体后，众人均都心头一颤。侍卫长定了定神，沉声道：我去通知大统领刘产，你立即去通知大理寺，其余人留下来看守现场。是。约莫过了1刻钟，一名身穿甲胄的魁梧大汉快步来到了紫竹林。只见他浓眉大眼，不怒自威，正是禁军大统领沈彦斌。参见大统领。
沈彦斌沉声问道：“可有发现什么线索？”回禀大统领，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身份名牌，且干瘪严重，面目全非，尚不知其身份。可曾通知大理寺？属下已经派人去通知陆大人了，他应该很快就到。沈彦斌缓缓点头，看好现场，我去通禀陛下。不多时，他便来到了御书房。启禀陛下，御花园旁紫竹林内发现一具无名尸体。景帝闻言顿时勃然大怒：岂有此理！皇宫重地，竟出了命案，你们禁军干什么吃的？卑职巡查不力，请陛下降罪。沈彦斌自责地低下了头，朕肯定会治你的罪，但不是现在，还愣着做甚？立即去通知大理寺，告诉陆明远务必尽快破案。卑职领旨。沈彦斌起身后快步离去，目送对方退下。景帝阴冷的目光瞪了一旁的老太监一眼，后者满脸惶恐，而后躬身一礼，手忙脚乱地离开了御书房。沈彦斌回到紫竹林，等了将近1炷香的时间，大理寺的人才姗姗来迟。哎呦，陆大人，你再不来，我可就要去把你绑过来了。看见陆明远，沈彦斌3步并作2步地迎了上去。沈大统领，你这也太不小心了吧！陛下将整个皇城的防卫交给你，现在皇宫内竟然出了此等大案。哎，的确是我疏忽了，陆大人还是赶紧先查案吧，此案破不了，我这人头怕是得搬家了。大统领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陆明远说完便来到了尸体前，细细地检查了起来。尸体之上虽然没有任何能证明其身份的名牌，不过从着装上看，这应该是一名宫女。随后他小心翼翼地将尸体散乱的头发拨开，这才震惊地发现死者脖子上竟有撕咬过的痕迹，那伤口血肉模糊，触目惊心。这伤口如此渗人，到底是什么野兽所留下的呢？陆明远皱着眉喃喃自语。最先发现尸体的那名侍卫拱手说道：陆大人，我们发现尸体之前，看见这竹林内有野猫出没，估计是野猫咬的。原来如此，可除此伤口之外，死者身上没有别的伤痕，总不能是被野猫咬死的吧？而且死者浑身精血仿佛被抽干了似的，野猫应该不吸血才是。沈彦斌若有所思地问道：陆大人，死者可有中毒之迹象？考虑到皇宫禁卫森严，且尸体上除了脖子之外再无别的伤口，想要做到不惊动巡逻的侍卫，唯有下毒。尸体都成干尸了，我也看不出他有没有中毒。而大理寺的仵作今日又恰好休沐，过来前我已经派人去寻他了，就是不知多久能到。沈彦斌目光微闪几下，提议道：陆大人，不如让太医院的院手过来看看吧。镇南侯府的苏毅，不错，此人虽然声名狼藉，但能被陛下提拔为太医院院手，医术必定不凡。死者有没有中毒，他应该能看出来。陆明远稍作思忖，便缓缓点头：你这提议不错，我这就派人去太医院请他过来。兵分2路，我派人去镇南侯府。好。于是他们便各自派出了人手。此时的凤仪宫后殿内，地板上散落着各种衣物，苏毅坐在那鸾凤软榻之上，贪婪地亲吻着皇后那惊心动魄的傲人温柔，一双大手在皇后平坦细腻的玉背上轻抚着。皇后俏脸之上满是羞涩，红得似能滴出水来。她那2条白皙的玉臂正紧紧搂住苏毅的脖子，凤眸轻闭，尽情享受着苏毅的轻抚。这时苏毅忽然将她压在了身下，欲要直入正题。皇后吓得花容失色，连忙摇头制止：别，不能这样，手工纱会破的。苏毅箭在弦上，却要硬忍着，别提多难受了。该死的狗皇帝，如此娇滴滴的皇后，不要你倒是给我啊！狗东西，咱们就和上次那样，可好？皇后此时也憋得难受，便凑在苏毅耳边轻声呢喃：好，那咱就和上次一样。于是2人便施展出了颠龙倒凤的顶级功法，阵阵娇吟轻喘在后殿内回荡。忽然苏毅耳朵一动，听见殿外脚步声由远及近，他急忙停下了动作，低声道：娘娘，有人进来了。皇后吓得花容失色，正要爬起身穿衣裙，这时外头传来宫女小何的声音：娘娘，陛下有旨，让苏院手过去御书房一趟。皇后强自镇定地说道：知道了，苏院守正在替本宫扎针，等会儿便过去。是，那奴婢这就出去传话，让曹公公稍待片刻。听见小何远去的脚步声后，苏毅又有所动作，皇后心都差点跳了出来，嗔怪道：狗东西，皇上怕是已经发现咱俩的事了，你竟然还有这个心思。你想多了，陛下若是发现了，此时就该提着刀进来，岂会多此一举让我过去御书房。皇后想了想，觉得苏毅所言不无道理。在苏毅疯狂的攻势下，他将忧虑抛到了脑后，回应了起来。约莫过了1刻钟，苏毅与皇后均都浑身一哆嗦，缓过劲后，皇后顾不上穿衣，慌忙下床抓起水壶漱口。看着皇后那完美无瑕的玉体，
苏毅忍不住又是一阵心神荡漾，这简直就是人间极品啊！见苏毅竟还在那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皇后气得直跺脚，轻嗔薄怒道：“狗东西，还看？赶紧穿衣过去御书房，万一陛下等不及过来了，你我就死定了！”说话间，捡起苏毅的衣衫扔了过去。苏毅一把接住，穿好衣裳后，他便咧嘴笑了笑：“等陛下那边完事了，我再过来陪娘娘打麻将。滚滚滚，见了你就没好事，害得本宫……”回想起刚才的一幕幕，皇后羞得难以启齿。这时，她娇躯又是一颤，竟是苏毅不知何时从背后抱紧了她，并深情地亲了一口。“狗东西，你真的是……别闹了，赶紧过去！”苏毅嘿嘿一笑，便转身出去了。皇后低头看了胸前傲人饱满一眼，气急败坏地说道：“狗东西，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御书房内，苏毅进去的时候，多少还是有些心虚的。袍袖内已经暗暗抓住了那截竹筒暗器暴雨梨花针。“陛下，您找我？”行了一礼之后，他便不动声色地问道：“严格来说，臣子在皇帝面前可不能自称我，但景帝知道他性情洒脱，放纵不羁，倒也没有责怪什么皇后的身子还未康复吗？”景帝不咸不淡地问道：“回禀陛下，皇后娘娘本来是好些了，可今早又不慎染了些风寒，我便奉皇后懿旨，过去替娘娘扎针，喝几副汤药，应该就无碍了。”苏毅谎言张嘴就来，同时他鼻翼微动了几下，敏锐地嗅到御书房内竟飘荡着一股血腥味，虽然很淡，却瞒不过他那逆天的嗅觉。他眉头微微一皱，难不成皇帝受伤了？可细细一看，对方精神奕奕，完全不像是受伤之人啊。这时皇帝开口说道：“如此就好，皇后身子弱，你得空就多过去替她调理一下。”在他说话的时候，那血腥之味明显更加浓郁了。苏毅眼角微眯，不动声色地拱手道：“臣遵旨。”景帝忽然话锋一转，御花园旁的紫竹林内发现了一具尸体。大理寺卿陆明远想让你过去帮忙验尸，可却找不到你，就只好来求朕帮忙寻你了。闻听此言，苏毅疑惑问道：“大理寺不都有仵作的吗？验尸哪里用得着我？大理寺的仵作今日休沐，不知去向，案子急着破，你便过去帮忙看看吧。”“是，那臣就先告退了。”苏毅悄悄将那截竹筒放回袍袖的内档，拱手一礼便退下了。从御书房出来后，回想起方才那股血腥之气，他不由得眉头紧锁。按理说，就算皇帝吃了血水续命丸，也不可能有如此重的血腥味才对。这事儿真特么诡异。他心中暗自吐槽，随后便前往了紫竹林。刚到紫竹林外，陆明远便大步迎了上来：“哎呦，苏院首，你可算过来了。阁下就是大理寺卿陆明远陆大人。正是在下，案子想必皇上已经跟你说了，接下来就有劳苏院首了。苏毅是镇南侯府的世子，且又治好了皇上，日后必定前途无量。所以陆明远即便是三品官员，此时面对苏毅却也表现得十分恭谦。”苏毅微微一笑：“陆大人无需客气，不知尸体在哪？”就在竹林内，苏院首请。请。进入紫竹林后，陆明远介绍道：“苏院首，这位是禁军统领沈彦斌。原来阁下就是沈大统领，久仰大名啊。”苏毅朝沈彦斌拱了拱手，后者拱手回了一礼：“苏院首年纪轻轻就深得陛下赏识，日后必定前途无量。”“哪里哪里，大统领谬赞了。”一番寒暄过后，苏毅这才蹲在尸体旁查看了起来。当看见眼前这干瘪的尸体后，他双眼骤然一眯：“苏院首，死者除了脖子上被野兽撕咬过的痕迹之外，并无其他外伤。我们怀疑死者在死前被人下了。”不等陆明远说完，苏毅便打断说道：“陆大人，死者脖子上的伤口可不是野兽咬的？”陆明远与沈彦斌皆是一愣，异口同声地问道：“那是何物所咬？人？”苏毅言简意赅：“你说什么？他是被人咬死的。”陆明远等人满脸惊愕之色。苏毅点头道：“不错，你们看，这伤口边缘触牙印清晰可见，这痕迹明显就是人咬的。”说话间，他将伤口旁的血迹擦干，一道牙齿印清晰可见。看到这一幕，陆明远与沈彦斌对视了一眼，均都感觉脊背发寒。苏毅感慨道：“凶手咬破他的脖子后，还将他的精血都给吸食殆尽了，死得真惨。”死。听到苏毅这话，众人感到一阵头皮发麻。杀人也就罢了，竟然吸食人血，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最令他们毛骨悚然的是，那位茹毛饮血的凶手，如今极有可能还藏在宫里。这光是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死者的身份查明了吗？苏毅忽然问道。还没有，我们就是想先确定一下，看看死者生前有没有中毒。没有，倘若是中毒了，那么他脖子上残留的血迹就该是橙紫黑色。陆明远缓缓点头，随后朝属下吩咐道：“你们几个
立即前往内廷司，务必要尽快查明死者的身份，然后排查下死者曾与何人结怨。遵命。苏院首，依你看，凶手为何要吸食死者的精血呢？沈彦斌目光凝重地看着苏毅问道。苏毅没有回答，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方才在御书房时的画面。景帝说话时，空气中的血腥味明显加重，而今紫竹林内这具女尸精血被人吸食殆尽，这未免过于巧合了。莫非苏毅眉梢一挑，朝沈彦斌说道：凶手不惜铤而走险吸食人血，定是在修炼什么邪功，且十有八九还会继续作案。大统领，你可得暗中保护好陛下啊。说完，他意味深长地拍了拍沈彦斌的肩膀。沈彦斌眉头微微一皱，总感觉苏毅话里有话。苏院首，借一步说话。沈彦斌犹豫再三，还是将苏毅拉到了一旁。苏毅不动声色地问道：沈大统领有何指教？苏院首方才之言，是否在暗示在下什么？他性情耿直，肚子里没有那些弯弯绕绕，遇到疑惑若不当面问出来，总感觉憋着难受。苏毅眸光微闪几下，反问道：宫中发生此等离奇命案，且作案之人如毛饮血，你身为禁军大统领，难道不该保护陛下吗？当然要，此乃我分内之事，凶手一日没落网，我都会寸步不离地保护好陛下。错了。哪里错了？凶手能在敬畏森严的皇宫内杀人，足以说明其实力非凡。倘若他继续潜伏在宫里，你觉得谁才是他真正的目标？沈彦斌脱口而出：是陛下。正是，若你寸步不离守在陛下身边，凶手又岂敢轻易出手？所以大统领不妨表现得松懈一些，好引蛇出洞，不成如此太过凶险。不等他说完，苏毅便打断道：陛下身边大内高手如云，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且他们都在暗处，凶手一旦动手，即便你来不及反应，陛下也一定不会有事。沈彦斌满脸惊愕地看着苏毅，随后感慨道：没想到陛下竟连如此隐秘的事情都跟你说了，看来苏院首深得陛下喜爱啊。苏毅闻言，心里不禁泛起嘀咕：皇帝身边有大内高手暗中保护，这不是常识吗？莫非这个时代的人竟不知道此事？见沈彦斌误会，他也没去解释，而是微微一笑。所以大统领不妨按我方才说的去做，外松内紧，引蛇出洞，然后一击中的。多谢苏院首指点。沈彦斌由衷的拱手行了一礼，他发现面前之人心思缜密，并非外界所传那般纨绔。苏毅拱手还礼，心中暗忖，总算把这货忽悠瘸了。沈彦斌身为四品武者，同时还是禁军大统领，一旦得知真相，皇帝也很难杀他灭口。如此重要的人证就有了，接下来就等那狗皇帝自露马脚了。当然，除了沈彦斌之外，苏毅还需要做另一手准备。从宫里出来之后，他回到了镇南侯府。刚进门，苏烈便激动地说道：儿啊，你果真料事如神，抽调南靖精锐回京演武之事，陛下他同意了。秋烈大典在即，陛下同意那是预料中的事情，你收心，眼下有件重要的事情，急需你来办。何事？我要你动用巡防营，在京城各重要出入口严密布防，搜查一切可疑丹药。苏烈一愣，面露不解地问道：为何要这么做？只要断掉血髓续命丸的供给，皇上必定会露出破绽。结合今日宫中惊现干尸，我断定他手里已经没有丹药了。你的意思是，宫中今日那起命案也是陛下干的？紫竹林干尸案，他也听说了，至今仍感到骇人听闻。要知道，那可是敬畏森严的皇宫，如今竟然发生了这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奇案，着实让人心里难安。苏毅缓缓点头，血髓续命丸服用次数多了，就容易性情大变，嗜血如命，一旦没了丹药，需要吸食人血缓解。沧州、韶州两地数百童男童女离奇失踪，宫中今日又惊现干尸，精血被吸食殆尽，死状惨烈。我可以断定，这一切都与陛下脱不了干系。苏烈闻言倒吸了一口凉气。若苏毅说的都是真的，那这玉京城接下来要大变天了。好在皇帝已经同意自己将南靖精锐抽调回来，如此一来，到时候玉京城也不至于失控。而这小子居然能将这一件件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情串联起来，心思着实深沉的让人害怕。但他很快就想到了什么，问道：若一切都如你所说，那我又该以什么理由让巡防营满城搜查可疑丹药呢？这还不简单，就说有西域邪教之人妖言惑众，以邪教丹药迷人心智，欲要在京城制造混乱，如此足以令人信服。妙啊，西域那边向来居心叵测，一旦牵扯上西域邪教，即便有人怀疑，也不敢站出来质疑。你这计策真是绝了。苏毅正色道：除了京城各重要的出入口之外，皇宫那边你也要密切盯防，最好能讨到陛下的圣旨，如此就能对出入宫门之人搜身了。好主意，不过
陛下他会下旨吗？你就说讨要圣旨是为了方便对各大侯门贵族的商队进行搜查，毕竟他们的生意或多或少都与西域有关，如此陛下肯定不会拒绝。苏烈若有所思地追问道。然后我再拿着圣旨守在皇宫入口，对出入之人进行搜查，这怕是会引众怒吧？苏毅白了他一眼，吐槽道：圣旨在手，你怕个屁啊！即便最后我猜错了，一切都与陛下无关，那陛下也不会因为此事就降罪于你。也对，那我这就入宫一趟。他说完转身就要出门，却被苏毅拽了回来。儿啊，不是让我入宫请旨吗？你拽我回来干嘛？拜托，脑子呢？演戏就得演全套，先派人在京城散布西域邪教的谣言，然后你再入宫请旨。苏烈一拍脑门，哦对，如此方能名正言顺，出师有名。随后他便急匆匆地出门了。当日傍晚，西域邪教之人妖言惑众，以邪药迷人心智，欲要祸乱京城的消息不胫而走，可谓是谣言四起。于是苏烈连夜入宫请旨。来到养居殿时，他忽然嗅到皇帝的寝宫内居然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他久经沙场，对血腥味异常敏锐，还能判断出这空气中的血腥味是新鲜的。最重要的是，皇帝看上并未受伤，难不成陛下在寝宫内吸食人血？他不动声色地偷偷四下打量，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苏卿何故深夜求见？景帝面色泰然地问道。苏烈拱手一礼，启禀陛下，今有西域妖人以邪教丹药迷人心智，欲要在京城中制造混乱，闹得人心惶惶。臣特来请一道圣旨，方便对往来西域的商队进行搜查，请陛下准许。区区小事也需要入宫请旨。陛下，来往西域的商队当中不乏皇亲贵胄、侯爵世家之人，若无圣旨，不好搜查。景帝稍作思忖，便点头准了。片刻之后，苏烈就怀揣圣旨离开了养居殿。可刚走到门外没多远，就忽然听见养居殿内传来了一道凄厉的惨叫声。这叫声惨绝人寰，令人毛骨悚然。饶是苏烈久经沙场，听见这凄厉的惨叫，仍不禁心神俱颤，脊背发寒。稳住心神后，他急忙回头看去，只听秉笔太监曹廉的怒喝声从大殿内传出：大胆贼子，竟敢行刺皇上，受死！紧接着便是一阵沉闷的打斗声，殿外的护卫也一窝蜂地冲了进去。苏烈来不及多想，大步流星地飞奔来到了养居殿门口。他正要进去，却见曹莲英沉着脸走了出来，伸手将他拦下。苏侯爷，请留步。曹公公，方才发生了何事？陛下他没事吧？苏烈询问的同时，还注意到曹莲的手上还残留着一抹血渍。曹莲淡淡说道：方才有刺客行刺，不过侯爷无需担心，刺客已被咱家当场击毙，圣上只是受了点惊吓，龙体无恙。话音落下，几名侍卫就抬着一具尸体从养居殿内走了出来。尸体上以黑布覆盖，裹得严严实实，非但看不见其相貌，甚至连四肢都不曾露出。苏烈眼角微微一跳，伸手就想将那黑布掀开一看究竟，却被曹莲阻止了。苏侯爷，此辽中的咱家的烈阳长，死相惨烈，你就不要看了。被他这么一耽搁，那几名侍卫已经抬着尸体走远了。苏烈眸光微闪，沉声道：竟有贼子潜入宫中行刺，不行，我得进去看看陛下。他说完，脚步就要入内。曹莲横跨半步挡住了他的去路。苏侯爷，陛下累了，需要休息，有什么事明日再说吧。可是苏烈本想说什么，却听景帝的声音从殿内传出：苏卿无需担心，这没事，只是方才被吓得不轻，得好好静养一下才行。闻言，苏烈只得拱手一礼：如此臣就放心了，陛下保重龙体。离去时，他面色无比凝重，看了眼手中的圣旨，目光愈发的坚定了。过了片刻，沈彦斌带着几名心腹部下快步来到了养居殿前。曹公公，听说有刺客潜入养居殿行刺，可有此事？曹莲微微颔首：的确如此，不过大统领无需担心，刺客已经死了，陛下未伤分毫。今日白天紫竹林才发生了一起命案，如今案子尚未侦破，又有刺客潜入宫中行刺，此乃我之过失，我要进去向陛下请罪，烦请曹公公通禀一声。曹莲正想婉拒，这时景帝的声音再度从殿内传出：沈清进来吧。闻言，曹莲便让开了路。沈彦斌大步走了进去，只见养居殿内地板上仍旧残留着一小滩血渍，而景帝此时正坐在床榻之上，衣衫整洁，气定神闲，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参见陛下，臣有罪，请陛下治罪。沈彦斌单膝跪地，满脸自责。景帝摆了摆手：此贼子并非是从宫外偷摸进来的，而是养居殿门前当值的一名小太监，入宫已有数年，谁能想到他会突然行刺呢？所以你无需自责，今夜之事不
不能怪你。沈彦斌闻言，眸光闪烁不定。一名入宫数年的小太监，为何突然向皇帝行刺？又为何要等到今夜才动手呢？他正想将心中的疑虑说出来，却猛地回想起了白天时苏毅那隐晦的眼神。顿了顿，他便问道：陛下，那小太监死前可有交代是受谁人指使？不曾，不过此事朕已经命曹廉去查了，你无需操心，顾好宫防即可。行了，退下吧，朕要睡了。是，臣告退。沈彦斌起身之际，无意间瞥见景帝袍袖内露出的手指，指甲上竟布满鲜血。看到这一幕，他不由得一怔。定睛细看之下，景帝下颌的胡须在烛光的映照下，竟还闪烁着红光，那胡须竟似乎沾有鲜血。沈卿还有事？见他还愣着不走，景帝不动声色地问道。沈彦斌拱手问道：方才曹公公说那刺客并未伤到陛下分毫，陛下真的没有伤着吗？当然没有，那刺客还没靠近朕就被曹廉拦住了，他岂会伤得到朕？如此臣就放心了，陛下保重，臣告退。从养居殿出来之后，沈彦斌眉头几乎拧在了一起。他虽然耿直，但却非愚钝之人。回想起白天时苏毅说过的话，再结合如今景帝胡须以及指甲上残留的鲜血，他心中隐约猜到了什么。只不过他宁愿相信是自己想多了，也不愿意朝那方面去细想。毕竟那位是受万民所敬仰、百官爱戴的皇帝。离开养居殿后，他并未走远，而是跃到了不远处的大树之上，暗中观察。镇南侯府东院，赵青兰此时正趴在桌子上，只见他黛眉轻蹙，贝齿轻咬着红唇，看似痛苦，但目光却是一片迷离。喘息声时，缓时吉苏毅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平坦白皙的玉背以及那不堪一握的腰肢，心中暗暗感慨，这简直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啊！就在这时，苏烈的声音从外头响起：儿啊，你没睡吧？赶紧开门，宫里又出大事了。说话间，他砰砰砰的直敲门。赵青兰吓得花容失色，回头哀怨地看了苏毅一眼，后者脸部红心不跳，气定神闲地说道：我在练功，你先去偏厅那边等我。臭小子，你居然练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是……苏烈嘴里嘟囔着，却鬼使神差地凑在门缝上瞄了一眼。他当即老脸一红，心中暗骂一句臭小子，随后便转身大步朝偏厅那边走去。约莫等了1刻钟，苏毅便来到了偏厅。看见他，苏烈不禁微微皱眉：臭小子，你咋这么快？是不是虚了？啥？哦，我是说，你其实不用这么赶的，练功要紧，为父多等一下也不碍事。苏烈摸了摸鼻子，看着似乎有些尴尬。苏毅面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随后摆摆手说：正是吧，宫里又出什么大事了？养居殿内死人了。随后苏烈就将事发经过说了一遍。听完他的讲述后，苏毅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皇帝越是欲盖弥彰，就越说明心里有鬼。他有预感，只要能将血髓续命丸挡在宫门外，皇帝很快就会露出马脚。随后他便决定明日过去凤仪宫找皇后，让其暗中推波助澜一番。翌日，玉京城中某不起眼的老旧宅院内，一名黑衣汉子快步走了进来。大祭司，不好了，玉京城内戒严了。你说什么？伴随着惊愕的声音响起，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从卧房走出。只见他手拄蛇手拐杖，黑袍上九蛇缠树的图腾张牙舞爪，隐约透着一丝诡异。虽已年过70，但却仍旧精神矍铄，那阴鸷冰冷的目光更是叫人不敢直视。正是九黎部落的大祭司狮王。他睨了一眼那名汉子，皱眉问道：好端端的，城里怎突然就戒严了？回禀大祭司，据说是有西域妖人以邪丹迷人心智，欲要制造混乱。昨日深夜，巡防营与大理寺的人便在京城各处街口设卡，对出入之人搜身，据说是要搜查西域邪丹。西域妖人？狮王眉头皱得更紧，朝一旁的灰袍中年人问道：近来可有西域邪教之人过来玉京城？没有，西域乃是咱们九黎部落的死敌，他们若是派人潜入玉京城，不可能瞒得过咱们的耳目及内应。说话的这名灰袍中年人名叫温柱，只见他身材精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手指更是如枯枝般嶙峋，指甲通体发绿，衣袍之上还爬着几只毒蜘蛛，无比瘆人。他尤为擅长调配剧毒，驱使毒虫，乃是螭网的得力助手。深得螭网信任与倚重，这时那名汉子小心翼翼地问道：大祭司，外头的戒严有没有可能是针对咱们的？螭网眸光微闪，摇头道：应该不是，咱们行事如此隐秘，从未走漏过半点风声，加上那狗皇帝在替咱们打掩护，咱不可能被人发现才对。温柱捋了捋下巴的胡须，忽然想到了什么，开口道：大祭司，我听闻宫里昨日发生了2起命案，据说死者死状惨烈，其中一具更是精血被吸食殆尽，会否与此有关？
消息可信吗？从大理寺传出来的，应该不会有假。闻言，狮王眯起了双眼，缓缓摇头。宫里出事，宫外戒严，这两者明显不相干，也许是出了别的什么事。说到这，他朝身后的一名兽猴扬了扬下巴，去外头打听打听。遵命。兽猴躬身一礼，快步出门。大祭司，玉京城戒严，新一批的血髓续命丸也运不进来啊，这可如何是好？温柱面露忧虑。不慌，我身上还有半瓶，只不过……狮王看着手中的小瓷瓶，脸上泛起了阴鸷的笑容。哼，这狗皇帝竟比料想中的还要孱弱，如此的话，咱们的计划可以提前了。温柱与那汉子均都一怔，随后连忙开口：大祭司，这是不是太过仓促了？玉京城内就只有咱们几个，人手明显不够啊。是啊，大祭司，咱部落的精锐还未潜入京城，仅凭咱们这7、8个人，稍有差池，可就万劫不复了，还请大祭司三思啊。狮王冷哼一声，富贵险中求，那狗皇帝既然已经开始茹毛饮血，咱正好以此为筹码，逼迫他就范。可萧吉此人多疑善变，他为了血髓续命丸，也许会被迫同意咱们的要求，但难保他不会秋后算账啊。秋后算账？哼，他也得有那个时间才行。血髓续命丸的副作用，你们不也清楚吗？这倒也是，只不过如今外头戒严，丹药怕是带不出去。无妨，今夜本座亲自入宫，是时候与萧吉好好谈谈条件了。狮王嘴角勾勒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意，看着有些瘆人。凤仪宫，啧，这红尘酒肆的酒消烈真得劲。隔大殿内，皇后放下手中的酒碗，咂咂嘴感慨道。随后她睨了一旁的宫女一眼，愣着干嘛？给本宫倒酒。皇后娘娘，这大清早的，还是不要贪杯了吧，会伤身子的。小何轻声提醒道。无妨，本宫千杯不醉，区区酒消烈能奈我何？更何况那个狗东西医术精湛，本宫就算喝坏了身子，他也能治好。快倒酒。是。小何见劝不住，只好端起酒坛子，给皇后倒了半碗酒消烈。皇后紧盯着酒碗，道：小何，够了，别再倒了。哎，你看你都满了，本宫其实不想喝这么多的。小何看着皇后那将酒坛口往下摁的手，哭笑不得。他本想只给皇后倒半碗来着，结果皇后不把酒倒满，誓不罢休啊。娘娘，最后一碗了哦，否则万一陛下过来看见您喝醉了，定会斥责奴婢等人的。放心，皇上不会过来，不过本宫独自一人喝也无趣，你也来一碗。不，皇后娘娘，奴婢不善饮酒。小何连连摆手，他可清楚地记得上次陪皇后喝酒，醉了足足3天才缓过劲来，现在打死他都不敢再喝了。无趣，也不知那狗东西酒量如何。哎，他要是在就好了。想到苏毅，皇后心里愁肠百结，端起酒碗吨的就把酒水喝了个精光。哥，好酒。他擦了擦嘴角的酒渍，随后竟自己端起酒坛子又倒了一碗酒，紧接着端起酒碗就开喝，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小何想要劝阻都来不及。可就在这时，一名宫女莲步轻移地走了进来，启禀皇后娘娘，太医院首苏毅求见。噗！可嗨！皇后被呛得不轻，一口酒喷了出来。糟了！若是被那狗东西知道本宫是个酒鬼，他不会笑话我吧？万一他不喜欢女子饮酒，岂不糟了？皇后心中如此想着，忙催促道：小何，快把酒撤下去。是，不过娘娘，您这一身酒气，这也瞒不过苏院首啊。没事儿，快让人准备浴桶，本宫要沐浴，多放些玫瑰花瓣，如此便能将酒气遮掩过去了。是，奴婢这就去。小何盈盈一礼，抱起酒坛子便直奔后殿去。皇后这才朝来通禀的宫女吩咐道：告诉苏毅，本宫在沐浴，让他在后殿门外等候，记住了啊，一定要告诉他本宫正在沐浴。是，娘娘，奴婢记住了。等宫女退下之后，皇后便满脸羞涩地转身回了后殿。你说什么？皇后娘娘在沐浴？苏毅略显诧异地看着那名宫女，后者微微颔首。是的，苏院首，娘娘还特地叮嘱，让您在后殿门外等候，不得偷摸进去。听到这话，苏毅嘴角抽了抽，心里不禁暗暗腹诽，暗示得这么明显，就不怕被宫女听出来吗？他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知道了，那我在后殿门外等候便是。随后苏毅就来到了后殿门外。这时小何从后殿内走了出来，朝后在一旁的几名宫女说道：都退下吧。是。待那几名宫女离开，小何这才朝苏毅微微一笑：苏院首，娘娘正在沐浴，烦请您在此等候，奴婢就先出去了。他微微欠身一礼，便也转身出去了。目送他身影消失在视线尽头，苏毅身形一闪便进入了后殿。此时的后殿水汽弥漫，空气中飘荡着淡淡的花香，以及那股皇后独有的幽香透过茫茫水雾，
依稀可见后殿深处立着一个浴桶，一名长发女子正背对殿门坐在浴桶当中。小何，过来替本宫按按肩膀。皇后娇滴滴的声音忽然响起，苏逸眉梢一挑，笑盈盈地走了过去，望着浴桶内的无尽风光，她心跳一阵加速，双手放在皇后的香肩之上，轻轻按摩了起来。皇后美眸轻闭，俏脸之上满是享受之色。可就在这时，苏逸按着按着，大手竟顺着她那光滑的香肩缓缓往下探去。狗东西，你好大的胆呀！皇后娇躯轻颤，嘴上虽然呵斥，但却并未阻止。苏逸凑在她耳边吹了一口气：“娘娘知道是我啊，我还以为你把我当成小鹤了呢。”说话间，大手已经握住了那傲人的温柔。皇后没有说话，迷离的目光看着苏逸，莹润红唇轻启，下巴微微抬起。苏逸心领神会，正要亲下去，这时她忽然面露诧异地问道：“娘娘，你喝酒了？”皇后嘟着小嘴，轻哼道：“本宫待在这凤仪宫，无聊的要命，喝点酒怎么了？还是说你嫌弃本宫饮酒？”“当然不嫌弃，说起来我也蛮喜欢喝酒的。”“真的？”皇后美眸当金光闪烁，迫不及待地说道：“酒在床榻底下，你快去端来，咱们先饮2杯助助兴。”“娘娘别闹，现在这节骨眼上，谁还有心思饮酒啊？正事要紧。”苏逸说完，直接吻住了皇后那娇柔的红唇。他双手也没闲着，在皇后那玲珑有致的玉体上肆意游走，引得皇后娇吟连连。由于饮了酒，且又泡了澡，皇后俏脸酡红，更显吹弹可破，娇嫩欲滴。此时在苏逸的轻抚下，反应尤为激动，竟直接从浴桶内站了起来。看着眼前那毫无遮掩的绝美玉体，苏逸心花怒放，当即将其横抱而起，也顾不上擦干其身上的水渍，大步朝床榻走去。“狗东西，湿漉漉的，你倒是先给本宫擦一下。”皇后搂着苏逸脖子，娇嗔道：“这还不简单？”苏逸双臂一颤，浑厚真气激荡而出，瞬间将皇后身上的水渍震得四下飞扬。见苏逸如此神乎其技，皇后眯眼盯着他，没想到你这狗东西还有此等绝技，平时没少在别的女子身上施展此技吧？当然没有，这是第一次。鬼才信你！对了，你今日怎如此早就过来了？有件事需要你推波助澜一下。他话还没说完，皇后便板起了脸，一脸的不满：“你用嘴说话，跟你手有什么关系？谁让你停下来的？”“抱歉，是我疏忽了，嘿嘿。”苏逸嘿嘿一笑，将皇后放上床榻之后，双手再度在那曼妙的娇躯上游走起来。皇后羞涩地闭上了双眸，说道：“说是吧，正好分散一下本宫的注意力。”苏逸倒也不急，手里一边把玩，边开口道：“我需要你下一旨，对所有出入皇宫的太监宫女搜查，凡是发现深藏丹药的，统统扣下。”“为何？”“断掉皇上的丹药供给，逼他露出马脚。”皇后黛眉轻蹙道：“可如今长公主与五王爷都不在京中，大皇子、三皇子也有事外出了，这节骨眼上，陛下即便露出了马脚，也奈何不了他啊。算算日子，五王爷顶多再有几日就回来了，到时候正好给他一个惊喜。”看见苏逸脸上不怀好意的笑容，皇后好奇问道：“你这狗东西，心里又在憋什么坏？先让皇帝事迹败露，民怨沸腾，待五王爷回京之后再驱虎吞狼，你是想让他与皇帝斗得两败俱伤，然后再出手收拾残局？不错，他们都想弄死对方，一旦交上手，定会不留余力。”苏逸目光灼灼，似乎已经看见两人拼命争斗的场景了。皇后疑惑地看着他：“皇帝倒台之后，你想扶持哪位皇子？说实话，本宫现在都不知道你在替哪位殿下办事。”苏逸笑了笑道：“这个嘛，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哼，居然连我都瞒着，我看你就是信不过本宫。你这狗东西真没良心。之所以不现在告诉你，是担心你会受此事影响，从而被皇上看出端倪。咱们都坦诚相见过不止一次了，你是我的女人，我又岂会信不过你呢？”“呸，谁是你的女人？”皇后啐了一口，表面虽然很嫌弃，但内心却一阵窃喜。浑身都是软的，就知道嘴硬，看我怎么惩罚你。苏逸面露坏笑，毫无征兆的再次吻住了那傲人的温柔。“唉，不要！”皇后没有一点点防备，浑身一颤，心都差点跳了出来。她象征性的抗拒了两下，随后紧搂着苏逸，热切的回应着。随后苏逸的衣衫也从床榻上滑了下来。忽然后殿门外传来了小何着急的声音：“皇后娘娘，陛下过来了，此时正……”他话还没说完，一道响亮的声音就传了进来：“陛下驾到！”听到这话，软榻上的皇后与苏逸均都吓了一跳。完了，这次死定了！皇后惊慌失措地催促道：“狗东西，怎么办？你快想想办法！”听着外头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皇后惊得花容失色，
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快进浴桶！苏毅突然开口。什么？皇后一怔，还没反应过来，苏毅就抱着她飞奔向浴桶。别慌，稳住！苏毅说话间已经捡起了地上的衣衫，旋即施展轻功，纵身一跃，便跃到了大殿顶部的横梁之上。他倒是有想过让皇后赶紧穿衣，然后便给其扎针，营造一副假象，将皇帝糊弄过去。但时间明显来不及，而且在皇后的床榻上给对方扎针，还没有宫女在，景帝不起疑就有鬼了，于是他当机立断，先躲为上。这不，他刚跃上横梁，大门就被人推开了。景帝双手负背，缓步走了进来。皇后忙抓起一旁的浴巾，从浴桶站起来后，飞快将身上傲人风光遮掩住，而后转身扶了一礼。臣妾正在沐浴，不便行礼，还望陛下恕罪。他强迫自己冷静，但一颗心跳得飞快，那浸泡在浴桶内的双腿止不住的微微发抖。景帝皱了皱眉，疑惑问道：这大清早的，你怎泡起澡来了？回禀陛下，臣妾。皇后目光微闪，正不知该找什么借口。好在一旁的小何扶了一礼，开口道：启禀陛下，皇后娘娘今早睡醒，浑身都被汗水打湿了，故而才命奴婢打水泡澡的。睡醒了一身汗。景帝来到床榻前看了一眼，伸手摸了摸，见被褥竟然有些潮湿，不由得面露惊愕。皇后，你这身子未免太虚了吧？出虚汗竟连被褥都打湿了。皇后低着头说道：臣妾昨日夜里一整晚都在做梦，只觉昏昏沉沉的，睡醒后浑身酸胀难受，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身子虚的缘故。那还用问，肯定是啊。景帝说完便朝身后的太监吩咐道：传苏毅过来，朕倒要问问他，给皇后调理了数日，为何还不见奏效？奴婢遵旨。小何又扶了一礼，躬声道：启禀陛下，苏院首席十方才就已经到了，只不过皇后娘娘在沐浴，她此时应该在偏殿等候，那便让她过来罢了。你先伺候皇后更衣，朕过去偏殿看看那纨绔在做什么。说完，他便露出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直奔偏殿而去。小何悄然来到门外，目送景帝走远，这才回头说道：娘娘，奴婢去准备陛下爱吃的糕点，就不伺候您更衣了。皇后微微一怔，而后缓缓点头。小何出去后将门关了起来，接着朝后在一旁的宫女吩咐道：你们几个随我一起去吧。是。听见外头脚步声远去，皇后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有人在身后拍了拍她的肩膀，皇后吓了一大跳，眼瞅着就要失声惊呼出来，好在那人眼疾手快，一把捂住了她的小嘴。别慌，是我。听见苏毅的声音，皇后忙将他的手拿开，转身埋怨道：狗东西，你吓死我了，陛下去偏殿了，你现在赶过去肯定来不及，万一他问起你刚才去哪了，怕是不好糊弄过去，这可如何是好？此时的皇后急得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陛下那边我来应付，你穿衣吧。另外，小何似乎知道咱们的事，他信得过不？入宫前他就已经跟在我身边好多年了，肯定信得过的。如此就好，我过去了。苏毅说完，飞快地在皇后的俏脸之上亲了一口，皇后气得直跺脚，都火烧眉毛了，这家伙竟然还有心思占便宜，正想呵斥两句，可这时苏毅施展出了天罡极影步，身影嗖的一下就消失在了门外。看到这一幕，皇后杏眼圆睁，俏脸之上满是震怖之色，竟是血罗刹的天罡极影步。这狗东西怎会血罗刹的独门功法？难不成他与血罗刹关系匪浅？该死的，那个贱人把我坑进后宫，现在居然还跟本宫抢男人！哼，贱人以为长得比本宫美，实力比本宫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本宫偏不让你得逞。苏毅，是我的。景帝看着空无一人的后殿，眉头顿时一凝。苏毅人呢？身后跟着老太监曹莲，神色有些古怪，正要开口说什么，而就在这时，偏殿角落传来了一阵呼噜声。景帝挑了挑眉，循着声音走了进去，只见一人正躺在角落的地板上呼呼大睡，不是苏毅又是何人？见他睡得跟头猪似的，景帝气不打一处来，抬腿一脚就踹了下去。哎呦，谁踹我？苏毅被踹醒，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当看见景帝之后，他愣了一下，而后连忙行礼：参见陛下，不知陛下驾临，有失远迎。景帝睨了他一眼，摆手打断道：少给朕来这套。说，皇后身子为何还如此虚？陛下，皇后娘娘底子过于寒凉，加上前2天又染了风寒，不适宜进补。不过陛下无需担心，今日我过来给娘娘扎几针，她肯定就好了。最好像你说的那样，若皇后的身子还像今日这般虚弱，朕绝不轻饶。苏毅一本正经地说道：陛下放心，我的医术您还不清楚吗？肯定没问题的。那走吧，你给皇后行针，朕在一旁看着。遵旨。苏毅跟了上去，暗暗长舒了一口气，
总算将这狗皇帝给忽悠住了。来到正殿之时，皇后已经穿戴整齐，在那等候着了。臣妾参见陛下。皇后微微欠身，扶了一礼。不必多礼。景帝一摆手，接着说道：你且坐下，让苏青给你调理一下身子。臣妾遵旨。皇后乖巧地坐了下来。娘娘得罪了。苏毅行了一礼，随后掏出银针，在对方那白皙如初雪的手腕上扎了下去。嘶！皇后眉头紧蹙，显然是被扎疼了。景帝见状，沉声道：苏毅，你下手轻点儿，扎疼了朕的皇后，朕治你的罪。多谢陛下怜爱，只是一点点疼而已，不打紧的，陛下就莫要为难苏院首了。皇后柔声说道：朕就是吓唬吓唬。她话还没说完，浑身猛然一震，呼吸愈发急促，眼眸深处更是血芒涌现，一股浓郁的煞气自景帝体内散发而出。凤仪宫正殿内瞬间变得阴森起来，感受到这股阴寒的煞气，苏毅心头一震，本能的想要回头一看究竟，但却强忍住了，继续若无其事地给皇后扎针。他深知此时一旦回头看见景帝的异样，可就离死不远了。皇后显然察觉到了异样，也想要回头看看，却被苏毅用手按住了后脑勺，同时一根银针刺入了他后颈的某处穴位之上。曹莲见到皇帝的异样之后，忙开口说道：陛下，岭南那边有急地传来，需要尽快批阅。皇后，朕就先回去了，好生调养身子。景帝说完这句话时，额头上已然青筋暴起，豆粒大的冷汗更是止不住的顺着脸颊滑落。随后在曹莲的搀扶下，快步离开了凤仪宫。到了凤仪宫门外，景帝咬着牙说道：朕还能忍一会，你悄悄进去。你懂朕的意思。奴婢遵旨。曹莲躬身一礼，脚下气浪卷动，身形便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凤仪宫大殿。苏皇后此时本想说什么，却被苏毅打断了。娘娘身子虚，日后寒凉的食物切记少吃，另外夜里睡前记得用药浴泡脚，如此可以驱除体内寒气。听见这话，皇后眸光微闪几下，道：多谢苏院首提醒，这几日辛苦你了。娘娘言重了，这是卑职的分内之事，且若不尽快将娘娘的身子调理好，陛下会怪罪在下的，所以娘娘记得要忌口。本宫记住了。听见两人的对话，以及目睹他们二人并没有什么异样，曹莲就不动声色地退了出去。如何？见他出来，景帝当即询问。曹莲躬声道：回禀陛下，皇后娘娘与苏院首并无异样，应该没发现。走，回。不好，朕撑不住了，快把朕敲晕，然后速回养心殿。景帝惊慌失措地说完，瞳孔变得一片血红，眼瞅着就要失控。曹莲一记手刀将景帝敲晕，随后背着对方施展轻功，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凤仪宫内，苏毅将手中银针放下，道：他们走了。方才到底怎么了？皇后满脸疑惑地问道。陛下失血症发作，方才但凡你我回头撞破他的秘密，此时只怕人头已经落地，而且他出去之后，曹公公还偷偷折返了回来。皇后倒吸了一口凉气，万万没想到自己方才竟然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难怪刚才皇帝离开之后，苏毅还如此的震惊。他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脯，还好刚才将小何他们给平退了，否则凤仪宫怕是要血流成河了。缓过神后，他接着问道：那接下来该怎么办？陛下想要恢复清醒，必须息事人血，接下来的事咱们插不上手，就交给沈彦斌去头疼吧。旧案未破，新案又起，沈大统领这也太倒霉了。你说他会撞破陛下的行径吗？我昨日就已经暗示过他，以他的为人，应该会多留个心眼。至于发现真相之后他会如何选择，就不是我能左右的了。皇后眸光微闪几下，喃喃道：沈大统领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一旦让他发现陛下的行径，肯定会跳出来当面质疑，如此一来，陛下定会杀他灭口。他转身看向苏毅，着急地接着道：大统领一旦死了，攻防怕是会落入奸人之手，届时就麻烦了。你的天罡极影部族可在敬畏森严的皇宫内来去自如，快去找大统领，不能让他鲁莽行事，他不能死。苏毅诧异地问道：你怎知我的功法名字？我曾见雪罗刹施展过。哎呀，你就别问这么多了，赶紧去，否则大统领恐有性命之忧。血罗刹竟真会天罡极影步。苏毅眸光一凝，心中掀起一丝波澜。此前长公主体内那缕残魂提及此事时，他还将信将疑，可这天罡极影步分明是他穿越前独创的身法，现在血罗刹居然也会，这未免太巧了吧。对于血罗刹，他是越发的感到好奇了。从凤仪宫出来之后，他身形一晃，天罡极影步施展到极致，如一道极影直奔养心殿掠去。养心殿，曹莲将景帝放下床榻，而后飞快闪身出外，指着其中一名宫女喝道：你随咱家进去伺候陛下，
其余人等立即退下。是。随后，那名宫女就跟着曹莲走了进去。两人刚进去没多久，一道凄厉的惨叫声便从养心殿内传了出来。听见这凄惨的叫声，那些尚未走远的侍卫、太监与宫女均都吓得毛骨悚然。他们不敢停下，脚下走得更快了。不远处的大树之上，一名身穿金色盔甲的男子正隐蔽在茂密的枝叶当中，正是禁军大统领沈彦斌。看着惨叫声传出的养心殿，他眸光闪烁不定。过了片刻，他的目光变得坚定，正要跃下进殿一探究竟，可这时却有人在身后摁住了他的肩膀。沈彦斌只感觉一阵头皮发麻，而后手中长剑就要出鞘。大统领，是我。听见这熟悉的声音，沈彦斌忙回头看去，旋即低声惊呼道：苏院首，怎会是你？苏毅做了个噤声的动作，低声道：曹莲乃4品巅峰武者，大统领切莫声张，以免被他察觉。沈彦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脸上狐疑之色愈发浓郁，忍不住问道：你当真只是8品的实力？苏毅突然出现在身后，刚才他竟丝毫没有察觉到，怎能不叫他心惊？我比较擅长轻功，看，尸体被抬出来了。闻听此言，沈彦斌忙抬头看去，只见4名宦官抬着一具尸体从养心殿内走了出来。尸体以黑布覆面，看不清其相貌，可在他们行走时，尸体的一条手臂从担架上滑落，露出半截皮包骨的干枯手臂。曹莲见状，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飞快地将尸体的手臂拖回担架之上，而后反手给了他们几人一记耳光：混账东西，给咱家稳着点，否则叫你们人头落地。几人吓得噤若寒蝉，小心翼翼地抬着担架直奔冷宫方向而去。目送他们远去，曹莲这才转身回了养心殿。走，跟上去看看。苏毅纵身一跃，便悄无声息地追了上去。看见他这快似鬼魅的速度，沈彦斌一脸震惊，随后飞快跟上。来到冷宫之时，那几名宦官已经栽倒在了地上。沈彦斌一把扯开尸体上的黑布，瞳孔骤然一缩，脸上当即布满惊骇之色。担架上躺着的竟是一具干瘪的尸体，从着装上看，明显就是方才被曹莲带进去养心殿的那名宫女。只见她脖子上残留着一道狰狞的伤口，其上咬痕清晰可见。这死状与昨日紫竹林内发现的干尸一般无二。从她进入养心殿到被抬出来，前后不过半刻钟的功夫。原本好好的一个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竟被吸干精血，化作了一具干尸，可见动手之人是何等的凶残。看着眼前这具干尸，沈彦斌瞳孔巨震，双拳下意识地紧握了起来。曹莲，他真该死！沈彦斌咬牙切齿，声音低沉如兽吼。大统领觉得此人性命是被曹莲所害，他身上可没有半点血渍，还有那里可是养心殿。听见苏毅的话，沈彦斌沉声问道：你是不是早就怀疑陛下了？是。那你昨日为何不早说？苏毅神色平静地反问：昨日我说了，大统领会信吗？沈彦斌目光闪烁不定，随后问道：陛下他为何会做出如此暴虐之事？苏毅冷冷一笑，说道：大统领，茹毛饮血可远比暴虐还要恐怖。陛下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他在性命垂危之时服用了血髓续命丸。这种丹药一旦服用便不能停，至少要保持每日1粒，甚至更多。若是丹药断了，就会沦落为嗜血如命的恶魔，必须要吸食人血才能够维持住性命。所以陛下手中没有那种丹药了。应该是的，否则他不会沦落到吸食人血的地步。那巡防营以搜查西域邪丹为由，满城搜查，其实就是为了将那血髓续命丸拦在宫门之外，是吗？是。原本我只是想逼陛下露出马脚，好被你察觉真相。沈彦斌怒不可遏地质问道：倘若你没让巡防营拦截，陛下服用血髓续命丸之后就不会茹毛饮血，滥杀无辜，你为何要这么做？苏毅冷哼一声，反问道：大统领可知那血髓续命丸是以何物炼制而成？不管用什么，也总比是人血。准确而言，是以童男童女之精血。沈彦斌闻言，顿时如遭雷击般呆滞当场。过了好半晌，他才若有所思地问道：也就是说，沧州、韶州两地失踪的数百童男童女与陛下有关？苏毅反问道：不然大统领觉得这是巧合吗？沈彦斌心头一紧，颤声问道：所以那些失踪的童男童女已经被炼制成丹药了？极有可能。而且200童男童女最多只能炼制10颗血髓续命丸，陛下每多活1日就得有20名质子殒命。闻听此言，沈彦斌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他内心不愿相信这件事，但方才那名宫女从一个大活人变成一具干尸，而且还是在养心殿，若说此事与陛下无关，谁信？沉默了许久，他便豁然起身，闷声不吭的就转身离去。
苏毅皱了皱眉，问道：“沈大统领，你要去哪？”养心殿，我不能让陛下一错再错了。站住！你现在过去，陛下定杀你灭口。沈彦斌义无反顾地说道：“若我的死能唤醒陛下的良知，我死而无憾。”苏毅一个箭步挡住了他的去路。你想得太天真了，从服下血水续命丸那一刻起，陛下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你劝他收手，就等同于劝他等死。你觉得这可能吗？那也总比什么都不做来的强。那可都是他的子民，都是一条条无辜的生命啊！你错了，咱们能做的事有很多，但绝不是现在去找陛下对峙，更不能让他知晓咱们已经得知了真相，否则到时候死的非但是你我，咱们的家人也会惨遭牵连。沈彦斌咬牙一拳砸在了旁边的树干之上，震落满地落叶。冷静下来后，他便问道：“苏元首，你快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办？顶多再过几日，武王爷与长公主就会回京，在这之前，你不妨先暗中搜集证据，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将证据交给他们。将证据交给长公主我理解，可武王爷野心昭昭，一旦让他得知陛下犯下如此弥天大错，他就有了合适的借口揭竿而起，谋朝篡位，届时玉京城可就血流成河了。”苏毅正色道：“武王爷那边我来应付，他想谋朝篡位，先过镇南侯府这关。”沈彦斌先是一愣，随后想到了什么，也对，你爹在军中有一定的威望，只要武王爷的大军没有兵临城下，他就没那么容易得逞。就是这个道理，大统领，接下来几日宫里也许还会死很多人，但你一定要稳住，千万不能冲动，否则到时候死的人只会更多。好，不过他们几个怎么办？沈彦斌看了眼晕倒在地的几名宦官，他们虽是曹廉的爪牙，但肯定很惜命，只要还没活腻，就不会把在此晕倒之事告诉曹廉。也是，那咱们走吧。于是两人便离开了冷宫。然而他们刚走不久，一道身影突然从天而降。只见此人身穿黑色夜行衣，还蒙着脸，只露出一双眼睛。但从那微微鼓胀的胸脯来看，此人显然是一名女子。她那冷冽的眸光从那几名宦官身上扫过，随后以指带剑，隔空一挥，噗嗤几声闷响过后，那几名宦官喉咙瞬间被割破，血流如注，就此死绝。解决完这几名宦官之后，黑衣女子冷眼瞥向阴暗潮湿的角落处：“你是自己滚出来，还是要本座动手？”她的声音悦耳动听，却带着如死神索命镰刀般的冷意。三品巅峰，阁下到底是谁？惊诧的声音落下，一名面容白净无须的中年人从那阴暗的角落处现身而出，竟然也是一名太监。他身上毫无气机波动，却能一语道破女子的境界，可见他实力之非凡，同时还极为擅长隐匿自身气息。想死还是想活？女子冷眼盯着他。太监自知不是对手，无奈苦笑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女子随手掏出一粒丹药，此乃10谷断魂丹，除了我，世间无人能解。说完便将丹药抛了过去。太监接住丹药，直接塞嘴里咽了下去，随后开口道：“我已受制于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直说吧。”1刻钟后，那名太监脸色难看的从冷宫走了出来，咬牙切齿的喃喃道：“想我曹英入宫20年，事事谨小慎微，没想到今日竟栽在了一个疯女人手里，着实可恨。”回想起方才那蒙面女子说的话及狠厉手段，他心中虽感到憋屈，但更多的却是忌惮与恐惧。沈彦斌，干爹，我也是被逼无奈，你们可别怪我啊！他深吸了一口气，便快步朝养心殿方向走去。此时的养心殿内，景帝已然恢复如常，但却满脸怒容。曹廉，九黎部落的大祭司，为何还没把丹药给朕送来？回禀陛下，巡防营与大理寺的人正满京城搜查西域妖人炼制的邪丹，应该是受此影响，痴网的人才没办法把丹药带进城来。景帝气得拍案而起：“苏烈真该死！向朕讨要圣旨时，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方便搜查那些侯门世家的商队，结果现在竟坏了朕的大事，气煞朕也。”说到这，他忽然挑眉问道：“你说苏烈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才借西域邪丹之事在城里大肆搜查？这个应该不太可能。苏烈昨日并未看见过干尸，且他也不知陛下在服用血髓灵丹，这无缘无故的，他不可能知晓这些。”说的也是，如此看来，这只是巧合了。景帝稍作思忖，便吩咐道：“立即宣苏烈入宫，朕要把昨日的旨意收回来。”陛下，如此不妥，无端收回旨意只会让他心中生疑，要不然奴婢亲自出宫一趟，将丹药带进来也好。不过你得快去快回，朕发作越发频繁了，如今也不知能撑多久。奴婢先给陛下准备好血食，然后立即出宫取丹药。曹廉说完，便快步到了殿门口。他看了眼外头后着的宫女，正要说什么，可这时一名面容白净无须的中年太监步伐匆匆地走了过来，赫然就是曹英。干爹，
出大事了。曹莲眉头一皱，问道：“出什么大事了？快说。”曹英凑在他耳边低声耳语了几句。听完他的话，曹莲面露震惊之色，忙催促道：“快随咱家进去。”因为过于慌张，曹莲脚都在抖，没走几步便摔倒在地。他顾不上起身，连滚带爬的回到了养心殿内。看见他这狼狈的模样，景帝心头莫名一紧，问道：“何事如此慌张？”“陛下，不好了，沈大统领知道咱们的秘密了。”“你说什么？”景帝满脸惊诧地站了起来。曹莲回头呵斥道：“愣着作甚？快把你看见的给陛下说一遍。”“是。”曹英跪地行了一礼，说道：“陛下，方才您在养心殿吸食血食之时，沈大统领就潜伏在外头的大树之上。他虽未亲眼目睹，但心中却起疑了，然后悄悄尾随抬干师的那几名太监到了冷宫。在他的逼问下，那几名太监把一切都交代了。陛下吸食人血之事，怕是要瞒不住了。”闻听此言，景帝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无力地跌坐在了床榻之上。“陛下！”曹莲满脸惊慌地过去搀扶。景帝一摆手，而后目露凶光地呵斥道：“快速传沈彦斌过来，朕要立即见他。”“陛下，大统领已经知晓此间秘密，明旨宣他，万一他不来怎么办？他追随朕多年，即便那几名小太监把什么都招认了，但他心中定然还有所怀疑，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他不可能违抗朕的旨意。”“陛下说的是。”曹莲快步走到殿门外，朝外头大声喝道：“宣禁军大统领沈彦斌过来养心殿觐见。”传完话后，曹莲折返而回，接着问道：“陛下打算如何处置沈大统领？”景帝眯着双眼，声音冰冷地说道：“且先看看他怎么说，倘若他不知趣，那就休怪朕翻脸无情了。等会他进来，你直接出手将他制住，以免节外生枝。”“奴婢遵旨。”曹莲躬身一礼，便转身到殿门外等候。“陛下要召见我。”听见小太监的传话后，沈彦斌眉头微微一皱，面色变得凝重起来。“是的，大统领，您快过去吧，切莫让陛下久等了。”“好。”沈彦斌稍作思忖，便大步赶往养心殿。一路上他都有些心神不宁，心底隐隐泛起一丝不祥的预感。目光微闪几下后，他便朝身后的副将耳语了几句。后者抱拳领命，转身快步朝宫门方向走去。不多时，沈彦斌就来到了养心殿。进去之后，他正要给景帝行礼，可这时身后一缕罡风忽然袭来，他本能的想要躲闪，一旁的曹英朝他一掌拍出，将他给逼了回来。噗噗，沈彦斌身形还未站稳，就被曹莲封住了要穴，体内真气瞬间凝滞，无法调动分毫。“曹公公，你这是何意？”沈彦斌强自镇定，怒瞪着曹莲。景帝不动声色地挥了挥手：“沈卿莫慌，是朕让曹莲如此做的。陛下，不知臣做错了什么，还请陛下明示。”沈彦斌单膝跪地，望向景帝的眼神有些复杂。景帝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沈卿，你追随朕多少年了？”“回禀陛下，已有23年。除了曹莲之外，你便是朕最信得过之人。你如实回答朕，今日你是不是发现了一些不该发现的秘密？”沈彦斌目光闪烁不定，而后咬了咬牙，沉声道：“陛下，您不要一错再错了。那些质子孩童可都是我大夏王朝的将来啊！陛下身为一代明君，岂能做出此等人神共愤之事？倘若陛下需要吸食人血才能续命，臣甘愿临死，只求陛下能放过那些无辜的孩童。”他说完，头重重地磕了下去。景帝双眼骤然眯起，沉默了许久，他才叹了口气：“哎，没想到你居然连这些都知道了。不过沈卿，朕不会杀你，只是朕的这个秘密不能再让其余人知晓，所以接下来只得委屈你了。”他看向曹莲，吩咐道：“将他打入天牢，没有朕的旨意，任何人不得探视。”“奴婢领旨。”“陛下，你不能一错再错。你难道忘了当初？”沈彦斌话还没说完，忽然两眼一黑，就此晕倒在了地上，竟是被曹莲一记手刀给敲晕了。曹莲正要将沈彦斌带下去，可这时一柄匕首突然从他背后捅入，自胸前穿透而出。他浑身一颤，而后满脸错愕的艰难回头：“喂，为什么？干爹，你老了，以后就由我来替陛下分忧吧。”曹英说完，将匕首拔了出来。噗！曹莲死死地捂住胸前伤口，但鲜血却仍在指缝当中溢出，后背更是血流如注。他神色有些迷茫、疑惑，最后带着一脸的不甘栽倒在了血泊当中。看见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景帝惊得瞠目结舌，里可是养心殿啊！曹英居然敢在此谋刺曹莲。他还没反应过来，曹英便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陛下，曹莲身为秉笔太监，陛下最信得过之人，却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以至于被沈大统领发现端倪。由此可见，他已年老昏聩，不适宜再替陛下分忧。
今后奴婢必将尽心尽力接替他的位置，替陛下解决一切烦忧，哪怕肝脑涂地也无怨无悔，求陛下成全。曹英话落，头重重地磕了下去，以示决心。景帝闻言那是怒不可遏，正想让人将曹英拖出去斩了，可如此一来，就没人替他准备血食以及处理干尸了。毕竟这件事只有曹廉与曹英知晓，别的人他也信不过。如今曹廉死了，他不得不承认曹英是最佳的接替人选。最重要的是，曹英此人办事果敢，从不拖泥带水。虽然他今日在养心殿内擅自杀了曹廉，但也不过是为了上位而已。且他说的对，曹廉办事确实有疏漏，否则也不会被禁军大统领发现端倪。想到这些，景帝神色稍缓，沉声道：曹廉办事不力，朕早就想把他除掉了。日后你曹英便是秉笔太监，兼内监总管，盼日后能尽心尽力替朕分忧。曹英大喜过望，深深一拜：奴婢遵旨，叩谢陛下天恩。景帝挥了挥手，先让人将沈彦斌带去天牢，务必看管好，任何人不得探视。随后持此信物出宫去与九黎部落的大祭司碰头，务必尽快将血灵丹给朕带回来。说完便将一面木质令牌抛了过去。只见这令牌之上雕刻着九蛇缠树的图腾，阴森诡异。奴婢领旨。曹英将令牌揣入怀中，出门前将门外一名宫女喊了进来，随后一掌拍晕。陛下，血食已准备妥当，另外奴婢一定快去快回。说完他便快步出门了。镇南侯府，苏毅正在卧房内盘膝而坐。这几日虽然没有与长公主双休，但平井却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就在他打算运功冲击平井之时，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小侯爷，宫里来人了，说是有10万火急的事情要见您。知道了。苏毅眉头微皱，出门直奔府中大堂而去。宫里居然来人了，会是谁？到了大堂，他就看见一身穿甲胄、腰挎宝剑的中年人在那等候。禁军打量了此人2眼，苏一眉稍微一挑，看见他出来，那名中年人抱拳一礼：苏院首，在下于顺，乃沈大统领之副将。苏毅微微拱手问道：原来是于副将，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苏院首，大统领方才被陛下召见，临去养心殿见驾前，特地嘱咐在下过来找你。大统领说，今日宫里发生之事，陛下可能已有所察觉，如若他遭遇不测，就让你稳住，待长公主回京再行事。苏毅闻言，眉头顿时一凝。倘若景帝得知事迹败露，并得知事情已被大统领知晓，那后者可就有麻烦了。见他皱眉，于顺满脸担忧地问道：苏院首，到底出什么事了？大统领是不是有什么麻烦？麻烦大了，随我入宫打探一下情况，看看大统领现在如何了。苏毅带着于顺匆忙出门。如此重要的事情，沈彦斌既然能让于顺过来传话，就足以说明此人信得过。到了宫门前，两人便从守卫那里得知，沈大统领因为顶撞陛下，已被打入天牢，宫城防卫已经由副统领接掌。听到这个消息，于顺气得跺了跺脚。大统领追随陛下多年，陛下怎能一言不合就将其打入天牢？苏院首，烦请随我一同去给大统领求情。苏毅目光微闪，脑海中思绪转得飞快，此刻去替大统领求情的话，非但无用，反而有可能引火烧身。倘若被皇帝察觉异样，自己也可能被打入天牢，甚至连性命都难保。所幸皇帝如今只将沈彦斌收监，就代表他其尚未察觉，自己也知晓血水续命丸一事。想到这，他便沉声说道：求陛下没用，咱们先去天牢。可是皇上已经下旨，任何人不得探视，咱们去了也见不到大统领啊。虽然见不到，但确认一下他有无性命之忧，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于顺想了想，便点了点头。到了天牢外，他们直接被狱卒拦了下来。苏毅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便从怀中掏出一沓银票塞了过去。这位仁兄，我们也不想让你为难，四下无人，烦请告诉我们沈大统领可有受伤？这个……见他犹豫，苏毅接着说道：陛下只是不让人探视，又没说不能将大统领的状况说出去。况且我与大理寺卿陆大人相熟，若不是因为着急，大统领的状况我直接去大理寺问他也能知道。你就说这银票你要不要吧？不要我走了。那狱卒深知苏毅言之有理，忙将银票揣怀里，同时低声道：苏院首，大统领他人没事，只不过他是被人敲晕带过来的，关入大牢后就已经醒了。于顺松了一口气，道：兄台，烦请照看好大统领，这份人情我们禁军会记下的。没问题，饭食什么的你们无需担心，我会安排好的。如此就拜托了。于顺抱拳行了一礼。离开天牢之后，苏毅便说道：长公主去晋北了，我修书一封让她赶回来，你找个信得过的人替我去送信。我亲自去吧，这节骨眼上我也不知道能信谁。
待于顺告好假后，苏毅也将给萧凌霜的书信写好了。于是于顺就带着书信，骑着快马直奔晋北方向而去，而苏毅则前往了武王府。得知苏毅过来，胡坚家一阵喜出望外，同时还有些担忧。将他带到内院之后，便低声埋怨道：“死鬼，你怎么过来了？就不怕被人发现你我之间的事吗？我以医者的身份进来，武王府的下人不会怀疑什么。”苏毅顿了顿，接着说道：“我需要你马上派人去沧州，让武王爷尽快赶回来。”胡坚家先是一怔，旋即点了点头：“好，我这就派人过去。你不问为什么？”苏毅感到有些诧异。胡坚家微微一笑：“你这么做肯定有你的理由，你告诉我，我就听；不方便告诉我的，我也不问。总之，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多懂事的女人啊，还好没被武王爷糟蹋。”苏毅心中暗暗感慨，随后说道：“你让人告诉武王爷，童男童女失踪案的线索找到了，只要他能在3日内赶回京城，此案必破。”你在这等我一下。胡坚家连步轻移地走了出去。约莫1刻钟后，武王爷的一名亲信骑着快马出了府门，直奔沧州方向而去。与此同时，一道身影走入了内院。听见脚步声，苏毅还以为是胡坚家回来了，正要起身，结果一道熟悉的质疑声从门口传来：“苏毅，你个王八蛋，怎会在武王府？而且居然还偷摸进来了内院，来人啊！”见张春梅大声嚷嚷，苏毅便淡淡的说道：“别嚷嚷了，我是过来给侧夫人看病的。”“给监家看病？你糊弄鬼呢？监家身子好好的，你别跑啊！我这就叫人过来把你拿下。”张春梅说完正要出去喊人，好在胡坚家这时走了回来，解释道：“表姐，你别误会，苏毅真是过来给我看病的。表妹啊，你可别被这个窝囊废给骗了，他懂个鬼的医术，我看他就是居心叵测。苏毅救醒了陛下，还因此被封为太医院院守。王爷的伤病经过他的调理后也有了成效，他的医术是有目共睹的。”“你说什么？他还给武王爷治疗过伤势？”张春梅瞪大着眼，一脸的难以置信，随后惊疑不定地打量着苏毅，心说这个废物被自己欺负了10几年，咋突然就懂医术了？胡坚家点头道：“对啊，说起来也是王爷让他过来给我治病的。表妹，你身子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紧啊？一些就急罢了，苏毅给我扎了几针，现在已经好多了。”闻言，赵春梅便将胡坚家拉到了一旁：“表妹，苏毅这厮不是什么善类，他心里肯定憋着坏，如今王爷不在府里，还是赶紧把他打发走吧。”胡坚家心中虽然有些不情愿，苏毅好几天没过来了，他本来还想着跟对方好好缠绵一番呢，但是现在明显不是时候，于是便朝苏毅说道：“苏院守，今日麻烦你了，明日劳烦你再过来给我诊治一下。”“当然没问题，那我就先告辞了。”苏毅正要离开，张春梅这时却颐指气使地说道：“回去告诉苏烈，我是武王爷侧妃的表姐，让他赶紧抬8人大轿过来引我回镇南侯府，否则等武王爷回来定让他好看。”“神经病！”苏毅白了他一眼，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你骂谁神经病？你给我回来！”张春梅气得不行，就想追上去理论。胡坚家将他拉了回来，道：“表姐不得无礼，苏毅以后还要给王爷治疗伤病呢，你要是得罪了他，王爷回来后定会怪罪你的。”“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王爷的伤病，不管是军中医馆亦或是太医院的太医，均都束手无策。现在唯独苏毅有办法，王爷临去沧州前还特地嘱咐要好生招待好苏毅呢。”张春梅努努嘴道：“好吧，我不骂他就是了。我累了，表姐若无其他事就先回去吧。”胡坚家直接下了逐客令。“哦，那我先回去了，你好生歇歇。”张春梅转身刚要走，猛地回想起了自己的来意，便忙说道：“差点忘了正事儿，坚家，武王爷啥时候回来？他与那素远侯相熟不？”“素远侯？没听王爷提起过，你为何突然问这个？”张春梅警惕地回头张望，确认四下无人后，才压低声音道：“燕儿说，素远侯府的世子欲与他合谋对付苏烈，事成之后，陛下定会将苏烈手中的兵权移交给素远侯府，而燕儿也能顺理成章继承镇南侯爵位。”胡坚家闻言神色微变，难以置信地追问：“你的意思是，苏燕竟要与素远侯府联手谋害苏烈？那可是他亲爹啊，他怎么可以如此行事？”张春梅急忙解释道：“动手的自然不会是燕儿，苏烈此人薄情寡义，燕儿留在镇南侯府，日后肯定会被他和苏毅欺辱的，与其这样，倒不如取而代之。我此番过来，就是想请武王爷帮忙参详，看看素远侯此人是否可靠。万一他们把事情办砸了，苏烈第一个不会放过的肯定就是燕儿，我得确保万无一失才行。王爷要过几日才回来，素远侯为人如何？等他回来你再自行问他吧。”“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张春梅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望着他远去的身影，胡坚家黛眉紧锁，喃喃道：“表姐，你嘴上说是要对付镇南侯，只怕心里是连苏毅也不想放过吧？既然你要对苏毅不利，那就别怪表妹我翻脸无情了。别的事情我都可以由着你，但苏毅你不能碰。”说到后面，他神色冰冷异常，而后转身回房，找出了一套黑色夜行衣。当天夜里，曹英慌慌张张地回到了皇宫，刚回到养心殿，他便跪伏在了景帝面前。后者见他回来，迫不及待地问道：“丹药呢？”曹英哭丧着脸道：“陛下，奴婢出宫后带着那令牌到了他们的藏身之所，可那里早已人去楼空，奴婢打听了许久，都没有丝毫线索，奴婢办事不力，请陛下责罚。”“你说什么？他们已经走了？”景帝瞪大着眼，说话声音都有些发颤。没了血髓续命丸，他以后就只能依靠吸食人血续命了。而这2日没有服用丹药，他明显感觉到精力大不如前，身子也隐有崩溃的迹象。就在他满腔怒火欲要发作之时，殿门外响起一道阴恻恻的声音：“陛下别慌，本座给你送丹药来了。”听到这声音，景帝精神一振，忙转身望向殿门外。在他激动的目光注视下，一道身穿黑袍的身影从容不迫地走了进来。只见此人年过70，满头白发，手拄蛇头拐杖，身上黑袍9蛇缠树的图腾张牙舞爪，阴森诡异，正是九黎部落的大祭司蚩网。他进入养心殿后，不紧不慢地朝景帝行了一礼。景帝迫不及待地问道：“大祭司，丹药，快给朕丹药！”蚩网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瓷瓶，递了过去。景帝一手接过，扒开盖子一看，顿时傻眼，为何只有1粒？看着瓶子里那仅有的一颗血红丹药，他眉头瞬间紧锁。“陛下，这血灵丹可不是这么好炼制的，炼制一炉得耗费老夫不少心血与精力。你看我这头发越发的白了，什么意思？你上次提的条件朕都已经答应了，你还要怎样？”蚩网微微一笑：“陛下，我们的条件变了，只要你答应并下旨，血灵丹陛下要多少，我们便提供多少。”“你找死！”景帝目光阴沉似水地盯着他。一旁的曹英五指一屈，已然做好了动手的准备。门外的金无畏手中战刀也已经出鞘，只需景帝一声令下，便涌进来将蚩网乱刃分尸。蚩网却丝毫不慌，淡淡说道：“杀了我，天底下可就无人能替陛下炼制血灵丹了，所以陛下动手之前，最好先考虑清楚后果。老夫胆子很小，万一把我吓死了，陛下可就亏大了。”景帝暗暗咬牙，一挥手，门外的金无畏便退了出去。“说说看，你们还想要什么？请陛下将晋北、漠北2座城池还给我们九黎部落，只要陛下同意，血灵丹要多少有多少。”“你竟敢威胁朕！”景帝双拳紧握，额头上青筋暴起。蚩网笑着摇了摇头：“这谈不上威胁，顶多算是交易。要知道，晋北与漠北之前可是属于我九黎部落的，那2座城池为何会落入我大夏王朝之手？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若非当年你九黎部落在边境挑事在先。”不等景帝说完，蚩网就打断说道：“陛下，此一时彼一时，多说无益。今晚老夫敢只身前来，就没想过能活着回去，答不答应？给句痛快话吧。”景帝脸色阴晴不定，倘若是在以前，他肯定毫不犹豫就将蚩网处死。但是现在好，他闭上双眼，深吸了一口气：“朕答应你的条件。”口说无凭，还请陛下亲拟一道圣旨。面对蚩网的步步紧逼，景帝也唯有妥协，亲手拟下了一道圣旨。圣旨之上写得很委婉，美其名曰将晋北、漠北2座城池交给九黎部落代为管辖，并注明两地所收赋税无需交给大夏王朝。看着眼前的圣旨，蚩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多谢陛下慷慨。”说完就将圣旨拿在了手中，紧紧攥着，如获至宝。“朕的丹药几时送来？明晚老夫亲自将丹药送进来。”“好，你若敢食言而肥，朕即便是死，也能在闭眼前将你九黎部落斩尽杀绝。陛下放心，老夫一定说到做到。”蚩网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中却是暗暗冷笑：“想将我部落斩尽杀绝？哼，过不了几日，你就会沦为一头嗜血如命、人人得以诛之的恶魔了。”等蚩网离开之后，曹英小心翼翼地问道：“陛下，漠北、晋北2城割让给九黎部落，这可如何跟天下百姓及朝臣们交代啊？如此大事，即便是皇帝也不能擅作主张，否则一旦激起民愤，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如此一来，百官就有充分的理由逼迫他退位让贤。”景帝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挥了挥手道：“等朝臣们都知道了再说吧，朕罚了，退下吧。”“是。”曹英退出去后，景帝将瓷瓶内的丹药倒在掌心，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过了许久，他将丹药装回了瓷瓶里头，然后从后殿的侧门出去了。半个时辰后，景帝来到了皇陵。
皇陵的守卫看见他，均都是一怔，而后匆忙下跪行礼。景帝喊来了守卫长，问道：“国师还没出关吗？”回禀陛下，还没有。他一旦出关，就告诉他朕遇上大麻烦了，让他第一时间回宫。臣谨遵陛下旨意。景帝远远地看了一眼皇陵深处的一座坟茔，重重地叹了口气，而后转身离去。那背影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陛下，这么晚了，您怎过来皇陵了？景帝刚从皇陵出来，一道银铃般清脆的声音便从前方传来。他定睛一看，只见来人是一名23、24岁的妙龄女子。此女艳若桃李，肌肤胜雪，眉目美如画，一袭素白长裙没有丝毫点缀，却衬得她仙气袅袅，气质超然，恍若仙子临尘。正是中书令的爱女，同时也是韩越宗的圣女柳如烟。看见她，景帝神色微微一动，问道：“如烟，你过来看望你师父？”“今晚是15月元夜，每个月的这日，我都会过来皇陵等候师尊的吩咐。那你可知你师父何时才能出关？”柳如烟摇了摇头：“师父此番闭关，是为了参悟从一洛国度得到的神秘功法，所以他何时出关，我也说不准。既然他闭关并非是为了突破瓶颈，不知能否让他早日出关？朕这边遇到了很棘手的事情，需要他出手相助。”面对柳如烟，景帝这位一国之君竟没有半点皇帝的架子，可见那位国师在他心中之地位是何等的崇高。柳如烟稍稍沉吟，便说道：“我试试能否联系上师尊吧。陛下可以先回宫，有消息了，我会派人入宫通知你的。”国师闭关之处，严禁男人靠近，即便是景帝也不行。如今见柳如烟答应，景帝大喜过望。好，那就有劳你了。目送柳如烟进入皇陵之后，他就火急火燎地回宫了。否则一旦嗜血症在这发作，后果就麻烦了另一边。肃远侯府内，世子常威正在府中阁楼内搂着2名浓妆艳抹的女子纵情享乐。这时，一道身着黑色夜行衣的身影忽然从窗外跃了进来。常威吓了一跳，旋即喝问道：“什么人？胆敢擅闯我肃远侯府，活得不耐烦了是吧？你就是肃远侯府的世子？”听到这竟是女子的声音，常威又是一愣，这不速之客竟是个女的，那就刺激了。常威没有回答女子的问话，而是眯眼打量着她。这女子虽然黑金蒙脸，但那紧身夜行衣却将她那玲珑有致的绝美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看见她那傲人的身姿，常威瞬间觉得怀中的2个美人不香了，一股无名邪火更是蠢蠢欲动。他松开那2名衣着暴露的女子，而后朝那蒙面女子傲然说道：“不错，本少爷就是肃远侯府的世子常威。小娘子，听声音你应该很年轻，哎，将面巾摘下，让本少爷。”常威话还没说完，女子玉手当即一扬，啪的一声，常威被一巴掌抽翻在了地上。哟呵，过瘾，痛快！来，继续，再大力点！常威非但没有鬼哭狼嚎，反而飞快站起身，十分亢奋地把脸伸了过去。蒙面女子美眸微微一眯，显然是有些诧异，稍作迟疑，又是一巴掌抽了过去。啪！常威再次被抽翻在地，这一次他脸上浮现了一道清晰的手掌印，还肿起了一片。爽，太爽了！哈哈！常威仰天大笑，状若癫狂。屋内几人看见这一幕，均都面面相觑。挨打还这么享受，常威不会是疯了吧？在他们惊愕的目光注视下，常威竟从门后找出来了一根狼牙棒以及一条马鞭。女侠，请你狠狠地惩罚我吧，你下手越重，我越兴奋。嗷呜！常威一脸变态的表情，将狼牙棒与皮鞭塞到了蒙面女子手中。那蒙面女子显然被他这变态的举动给吓到了，手中马鞭以及狼牙棒脱手掉在了地上。女侠，你倒是抓紧啊！来，朝我这抽，不用留手，我撑得住的。他说完就扒开了衣襟，将胸膛露了出来。恶心，龌龊！蒙面女子骂了一句，一脚飞踢，将常威踹飞了出去。砰！常威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之上，震得浑身散架了似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而后那蒙面女子身形一晃，就来到了他面前，抄起板凳便朝他身上招呼而去。砰砰砰！啊，爽！哎呦，疼死我了！哦，好舒服，哎，好痛！哎呦喂！常威双手抱头，嘴里发出连串鬼叫，一时间众人竟不知他是痛还是快乐。蒙面女子看不下去了，直接一手将常威敲晕，而后从阁楼扔了下去。这可把那几名风尘女子给吓坏了，要知道这里可是3楼啊，常威不会摔死的吧？在他们吓得花容失色之际，蒙面女子寒声问道：“肃远侯的卧房在哪？”一女子指了指窗外，好像是在那边，还亮着烛光那间。蒙面女子身形一晃，便朝那边飞掠而去。此时那间卧房内，肃远侯长达春正抱着一如花似玉的美人，恶鬼投胎似的啃着大白馒头。忽然间，
一道身影从窗外鱼贯而入，吓得那美人花容失色，失声尖叫了一声。常达春回头看见那黑衣蒙面女子，心头顿时咯噔了一下。阁下是谁？本侯没得罪过你吧？为何要夜间行刺？你就是素远侯常达春。听见他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常达春怔了怔，而后满脸谄媚笑容。是我，不知这位女侠找我何事？教子无方，野心勃勃，该打。蒙面女子寒声说完，就要动手。可这时常达春一挥手，等一下。在蒙面女子愣神之际，他竟飞快地从床底下翻出了一根狼牙棒与马鞭。女侠，用这个，不然我怕弄疼你的手。你放心，我皮糙肉厚，撑得住。说话间，他两眼发光，亢奋不已。蒙面女子突然有股想吐血的冲动，这两父子着实太恶心了。他一脚将常达春踹翻在地，抄起凳子一顿招呼：哎呦喂，痛快！不，好疼啊！女侠饶命！哦豁，爽！女侠用力一点！常达春鬼叫连连，状若癫狂。蒙面女子只感觉一阵恶心，索性将常达春敲晕，然后再将其揍得鼻青脸肿。想起他方才那恶心的眼神，蒙面女子心一横，举起板凳朝常达春的小腿砸去。咔嚓，常达春腿骨应声而断，将手中板凳扔到一旁。蒙面女子朝屋内那小美人寒声道：等他醒了就告诉他，不该惦记的东西不要惦记，另外管好他的儿子，否则下次我定取他父子狗命。蒙面女子说完，身形一晃，眨眼间便消失在了窗外。一夜再无话。翌日，常威鼻青脸肿，眼睛更是肿的只能撑开一小条缝隙。常少爷，谢天谢地，您总算醒过来了。常公子，你昨晚吓死我们了，万幸你还活着。那几名花枝招展的风尘女子并未离开，而是一直守在常威身边，生怕对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常威皱了皱眉，问道：昨晚那个女侠人呢？她好像找侯爷麻烦去了。什么？常威先是一怔，旋即捶胸顿足道：该死的，凭什么奖励我爹啊？女侠，你放开我爹，有什么冲我来？他嚷嚷着飞奔下楼，直奔常达春的卧房而去。刚到门口，房门便从里头打开了。儿啊，你怎么鼻青脸肿的？看见常威，常达春惊讶地问道。此时的他右脚小腿绑着绷带，还用竹条固定着，脸上更是青一块紫一块，那模样比常威好不到哪儿去。爹，那位女侠人呢？什么女侠？她就是个女恶魔，把你爹我的腿都给打断了，还说要取咱父子狗命。常达春气得暴跳如雷。他虽然有不良嗜好，但身为侯爷，何曾被人打断过腿啊？他到底是谁啊？为何要揍咱们爷俩？我哪知道。哦对了，他临走前留下了话，说是让我别惦记不该惦记的东西，还让我管好你。儿啊，你最近得罪什么人了？常威目光微闪几下，若有所思的喃喃道：难不成他是苏毅派来的？不应该啊，苏毅不知道我在背后谋划才对，莫非是苏叶那边走漏风声了？逆子，你在叽里咕噜说啥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爹，你就别问那么多了，总之苏烈手中的兵权很快就是你的，我有事出去一下，有啥事等我回来再说。常威说完便火急火燎地出门了。常达春本想追上去问问清楚，但奈何腿骨折了，追不上啊。与此同时，镇南侯府内睡梦中的苏毅被敲门声吵醒，开门出去后，一名下人将一封信函递了过来。小侯爷，有您的信。苏毅拆开信一看，上面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小心素远侯府的常威。看到这句话，苏毅震惊地瞪大了双眼。不是，还真有人叫常威啊。仔细一看，信上没有署名，不过从这娟秀的字迹来看，应该是出自女子之手。只是苏毅绞尽脑汁也猜不出写此信之人到底是谁。对于信上提及的素远侯府，他只知道那素远侯也是凭借在战场上立下不世功勋，才得以加官进爵，更具体的他就不得而知了。而如今苏叶那个废物居然与素远侯府的世子搅在了一起，不用问也知道他们没安好心。苏毅摸了摸下巴，正打算去找苏燕旁敲侧击一下，可就在这时，苏燕着急的声音从东院门外响起：大哥不好了，出大事了。伴随话音响起，苏燕火急火燎地走了进来。苏毅不动声色地问道：二弟，出啥事了？为何如此慌张？苏燕回头看了看，确定四下无人，才开口说道：大哥，那素远侯府的常威要对付你。苏燕吃错药了吗？竟然出卖常威？还是说刚才那封信他已经看过了？不对啊，信封上的火漆并无破裂的痕迹，里面的信件他应该没看过才是。他眯眼盯着对方问道：你怎知道他要对付我？他亲口跟我说的，就在前2天，他突然找到了我，说是要与我联手扳倒父亲，并将你除掉，然后父亲手中的兵权就归他们素远侯府，而我就能继承父亲的镇南侯之爵位。
好计策，好方略啊！可你为何告诉我？因为你是我大哥啊！而且我身上流的是父亲的血，我又岂会丧心病狂谋害他呢？苏燕一脸真诚，让人看不出他是不是演的。只见苏燕自顾自地接着说道：“正是因为父亲兵权在握，咱们镇南侯府才能有今日之荣光。倘若失去了兵权，这赫赫有名的镇南侯府也就没落了。更何况，我若是与大哥你作对，以后就见不着青兰了。如此的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常威那个傻子还以为我真的同意与他联手，在他面前装了几日，总算把他所有的计划都套出来了。大哥，你说我聪不聪明？他说完就满怀期待地看着苏毅，那纯真无邪的目光像极了做对事情期待大人夸赞的小孩。苏毅挑眉问道：“你先说说看，那个常威要怎么对付我？”他说：“先派人暗中盯着你，等你单独外出时，就找人把你胖揍一顿，先灭一灭你的威风。然后呢？然后他让我把父亲的印章偷出去给他们，伪造父亲与纵容下属烧杀掠夺、祸害百姓的信件。然后素远侯就拿着这些铁证告到御前，从而扳倒父亲。陛下见他揭发有功，定会将父亲手中的兵权交给他接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噼啪响，不过他们肯定打死也猜不到，我其实只是假意与他们联手而已。素远侯父子二人完全被我玩弄股掌之中。大哥，我是不是很聪明啊？”苏燕再次露出一副渴望得到赞扬的表情。的确挺聪明的，不过你的这些话现在无从证实啊。大哥，你居然不信我？苏燕满脸错愕地看着苏毅，接着道：“咱们是亲兄弟，身上流的都是父亲的血，我都对你掏心掏肺了，你居然还怀疑我？那我发毒誓，若我方才所说有半句谎言，就叫我苏燕天打五雷轰，往后一辈子都无法再见到青兰。”好家伙，这么恶毒的誓言都能说得出来，这很难让人不信啊。苏毅眸光微闪道：“好弟弟，咱们是兄弟，我当然信你。”他嘴上这么说，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加上两世为人，他岂会如此轻易就相信对方？那大哥单独外出的时候切记小心，莫要让那常威有可乘之机。说到这，苏燕猛地一拍大腿道：“瞧我这记性，大哥，其实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了。”“何事？”“咱们镇南侯府有常威安插的奸细。”听到这话，苏毅下意识地联想到了一个人，挑眉问道：“来福？”“对，就是他。”“咦，大哥你咋知道的？”苏燕满脸诧异地看着他。苏毅淡淡笑道：“我是大哥，当然什么都知道。”“哇，大哥真厉害！接下来你打算怎么收拾来福那个白眼狼？”“敌不动，我不动，先一切照旧，以免常威起疑。”“大哥你拿主意就是了。对了，青兰起床没？我要给你们叠。”不等他说完，苏毅便打断说道：“这几日青兰身子不适，她白天可能要多睡，所以这段时间你就无需过来叠被了。”闻听此言，苏燕面露失望，沮丧地点了点头。“哦，知道了。”那无精打采的模样，看着可不像是装出来的。随后他又满怀期待地问道：“大哥，等收拾了素远侯父子俩，我以后就能多点过来看青兰了吧？看你表现吧。”“得嘞，那我先去吃点东西，然后再去忽悠那个常威，让他被我卖了，还反过来帮我数钱，想想就觉得好笑。”哈哈哈。苏燕笑着走开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苏毅嘴角勾勒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来。苏燕这货对自己过于坦诚了，事出反常必有妖。苏郎，你真的答应苏燕了？一道如百灵鸟般清脆的声音从屋内传来。回头看去，一袭白绿长裙的赵青兰莲步轻移地走了出来。那白皙无瑕的俏脸之上挂着一抹淡淡的哀愁，美眸当中更满是哀怨之色。苏毅摇了摇头：“当然不是，方才所言无非是为了稳住他而已，毕竟物尽其用嘛。你聪明过人，足智多谋，本无需我提醒什么。可苏燕此人近来变化的太大，让人琢磨不透。虽然看着像是被你气疯了才性情大变，但他与你总归不是一路人，所以最好还是多提防着点，万一他装疯卖傻，居心叵测呢？”见赵青兰居然还如此替自己着想，苏毅欣慰地笑了。这个女人的确没有自己以前想象中的那么坏，之所以会跟自己眼仙人跳，多半是受苏燕所蛊惑。现在也算是歪打正着，因祸得福了。半个时辰之后，云来茶楼2楼的一个雅间内，常威正心神不宁地喝着茶。这时苏燕推门走了进来，朝他邪魅一笑：“成了，按你先前谋划的行事吧。”苏燕话刚说完，才发现常威居然鼻青脸肿的，便问其故。后者一脸憋屈的将昨晚发生的事情细说了一遍。说完之后，他阴沉着脸道：“我怀疑昨晚那个女刺客就是苏毅派过来的。”只是想起蒙面女子那凹凸有致的绝美身段，他就觉得一阵心痒难耐，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被蒙面女子胖揍的情景，随后竟忍不住流露出了回味无穷的表情。
看见他这副模样，苏燕皱眉问道：“长兄，你没事吧？”“哦，没事儿。我是说，苏毅那混蛋居然派刺客过来揍我，这笔账我得找回来才行。”苏燕摇头道：“咱俩联手的事情他不可能知道，而且你最近又未曾走漏风声，他不应该知道你要对付镇南侯府才对。”常威细细一想，觉得倒也是。若苏毅早已经得知自己与苏燕合谋对付镇南侯府，那此时苏燕又怎会活蹦乱跳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早该被苏烈打出屎来才是。想到这，他便一脸懵圈。那昨晚那名女刺客到底是受谁人指使？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长兄，除了镇南侯府外，你应该有得罪过其他什么人吧？其他人吗？常威摸着下巴沉思了起来。过了片刻，他若有所思地喃喃道：“难不成是我爹的其他政敌所为？完全有可能。你父亲手握2000步兵，兵权虽少，但总会有人惦记。罢了，先收拾了苏毅和镇南侯，然后再把昨晚的事情搞清楚。”打定主意后，常威便问道：“苏毅的动向你打听清楚了没？”苏燕摇了摇头：“没有，刻意打听的话，我怕他会起疑。不过他今日应该会过去红尘酒肆，最近他常去那边。”常威阴冷一笑道：“好，那今日就先给苏毅一点颜色，全当收取一点利息。长兄，有件事我一直很纳闷，为了兵权，你们要对付我爹这很好理解，可你为何硬要先去找苏毅的麻烦呢？我也是受人之托。另外，自从苏毅在画舫诗会一举成名之后，我本人就很不爽他了。大家都是侯门纨绔，凭什么他能受万众瞩目？就算要名扬天下，那也只能是我常威。在这满城侯爵权贵子弟当中，我不允许有人比我还威风。什么狗屁大才子，呸！废物还差不多。原来如此。”苏燕面露恍然之色，眼眸深处闪过一缕不易察觉的异色，一闪而过。常威问道：“你爹的私章偷到手没？那东西他随身携带，再给我一些时间，得抓紧啊！我听说前日苏烈居然向陛下提议，趁着秋烈大典抽调南境精锐回京演武，而且陛下已经同意了。等那些忠于苏烈的部将回京之后，咱就利用他的私章伪造信件，将他与那些部将一锅端了。如此，我父亲就能顺利接掌南境郡。”说到这，常威看着苏燕嘿嘿笑道：“而苏兄你很快就是新的镇南侯了。”苏燕目光灼灼，拱手抱拳道：“如此，那便拜托你和你爹了，咱各取所需，何须言谢？”他看了看天色，接着道：“时候不早，是时候去红尘酒肆给苏毅一个惊喜了。”常威说完便离开了，带着几名随从朝红尘酒肆方向走去。苏燕来到窗前，眯起双眼目送他远去，嘴角勾勒出一抹阴险的笑容来。“儿啊，这2日巡防营与大理寺的人正满京城搜查丹药，这也没发现你说的那什么血髓续命娃，会不会是你弄错了？”镇南侯府大堂之上，苏烈满脸怀疑地看着苏毅问道。后者没好气地说道：“正是因为你们全城严查，九黎部落的人才不敢把丹药带进来。总之你接着搜查就是了，继续搜是没问题，我就是担心咱如此大张旗鼓，会把九黎部落的人会狗急跳墙，从而伤及无辜百姓而已。你的担心不无道理，可除此之外也没其他办法了啊！我倒是想找到他们的老巢，然后把他们一锅端了，省得他们在背后搞事情。”苏烈连连点头：“咱爷俩想一块去了，九黎部落在京城附近肯定有据点，只要将其给端掉，就万事大吉了。只不过，咱们怎样才能查到他们的据点所在呢？”说到这，他摸着下巴沉思了起来。过了片刻，他忽然激动地一拍大腿：“有了！咱们可以借助江湖的力量，让江湖人士帮忙调查。”“正是，江湖人士大都路子也，而且消息灵通，想要追查到九黎部落的据点应该不难。”苏毅挑眉问道：“你认识哪些江湖人士？”苏烈老脸一红，尴尬一笑：“一个都不认识。”“那你说个锤子啊！”苏毅白了他一眼。不过苏烈刚才的话倒是提醒了他，这节骨眼上请江湖人士出手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至于去何处寻找这些江湖人士，苏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江湖中人就没有不爱喝酒的，而红尘酒肆的酒销烈如今已经名扬四海，许多江湖人士均都慕名而来。找江湖人士，去那里就对了。于是苏毅便找了个借口出门，直奔红尘酒肆而去。与此同时，京城某僻静简陋的宅院内，大祭司痴网正看着昨夜从景帝手中得到的圣旨，嘴角噙满了得逞的笑意。这时，一名身穿灰袍的中年人快步走了进来。只见他脸色蜡黄，身形枯瘦，衣袍之上还爬着几只毒蛛，那修长的手指指甲发绿，嶙峋如枯枝，正是大祭司的得力助手温柱。看见痴王手中的圣旨，他满脸惊喜地问道：“大祭司，圣旨拿到了？”痴王笑着点头：“不错，那狗皇帝已经被老夫拿捏住了，
你的毒药调配的如何了？已经完成了。温柱说着，从怀中掏出了一个黑色小瓷瓶递了过去。狮王打开看了一眼，满意点头。很好，届时将毒药掺进血髓续命丸当中，狗皇帝定会中招，到那时他便是咱们的傀儡了。恭喜大祭司拿下大夏江山，指日可待。温柱拱手祝贺。狮王一摆手，现在说这个还为时尚早，新一批的血髓续命丸待进城没？咱们的人不方便进城，不过屠夫托人捎来书信，说他已经托江湖人士把丹药带进来了，让咱们去红尘酒肆与那人碰头。好，那咱们立即动身，等狗皇帝吃下这些丹药，就只能任凭摆布了。狮王目光灼灼，而后带着温柱等人赶往红尘酒肆。长公子打听清楚了，镇南侯府那纨绔此时就在2楼最右侧的雅间。红尘酒肆外，一名衣着平平的男子神色恭谦地朝常威说道。后者从怀中掏出几粒碎银抛了过去。男子接过碎银，一阵点头哈腰，多谢长公子，多谢长公子。等他离开之后，常威便冷冷一笑，在7、8名随从的簇拥下进入了红尘酒肆。此时的酒肆内可谓是人满为患。来到2楼之后，常威便进入了靠楼梯口的雅间。从窗户望出去，正好能将最右侧雅间尽收眼底。那雅间内，一名衣着不凡的青年正在那坐着，似乎在等人。此人正是苏毅。常威瞥了身旁汉子一眼，淡淡说道：王贵，还愣着干嘛？动手吧，完事了从后门离开。遵命。那名叫王贵的汉子大手一挥，便带着手下直奔苏毅所在的雅间而去。此时那雅间内，苏毅正在等候着凤九霄，对方是这酒肆的掌柜，定认识不少江湖人士，让他介绍几名靠谱的应该不在话下。忽然他听见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还没来得及皱眉，门就被人一脚踹开了。王贵带着手下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见他们一副凶狠的模样，苏毅挑了挑眉，问道：诸位，踹错门了吧？当然没错，找的就是你这镇南侯府的纨绔废物，给我打！王贵一声令下，身后那7名手下便一窝蜂地朝苏毅冲了上去。苏毅面露冷笑，正想动手，可就在这时，一条身影忽然从门外鱼贯而入，紧接着砰砰砰，伴随着闷响声响起，那7名打手眨眼间就被拍翻在了地上，满脸痛苦地捂着胸口，惨叫连连。王贵惊得瞠目结舌，惊为天人地看着突然闯进来的那名女子。只见对方身穿翠绿襦裙，身形娇小，头上梳着丫鬟发髻。不是，这是哪家府上的丫鬟？实力这么恐怖的？王贵震惊的眼珠子都差点蹦了出来。回过神后，他扭头撒腿就跑。那丫鬟冷哼一声：哼，现在才想起来要跑，不觉得太迟了吗？说话间，他一脚将跟前的凳子踢飞，砰！凳子不偏不倚，重重地砸在了王贵后背之上。哎呦！王贵惨叫一声，便倒在了地上，半天都爬不起来。那名丫鬟这才转身朝苏毅盈盈一礼：小侯爷，让你受惊了。苏毅打量了对方2眼，确定自己从未见过对方，便疑惑问道：你是？冤家，看来你仇家不少啊。熟悉的声音从门外响起，一道曼妙的倩影缓步走入。只见他面若芙蓉，杏眼含春，身段丰腴却不显臃肿，腰肢就似那3月垂柳般柔软，胸脯饱满，臀线圆润，一袭淡紫色纱裙裹在身上，行走间摇曳生姿，风韵入骨，妩媚天成。正是红尘酒肆的老板娘凤九霄。见他进来，丫鬟欠身行了一礼，而后退到了他身后。苏毅诧异地问道：你的丫鬟实力这么强的？对于一名丫鬟而言，能修炼到7品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凤九霄浅浅一笑，嘴角顿时浮现2个梨窝，可谓风情万种。他原本是某个门派的弟子，门派被仇家血洗时，我那死鬼夫君恰好路过，顺手将他救了下来。他无以为报，便甘愿留在刘府当丫鬟。如此说来，你夫君实力也很强。印象中，凤九霄的夫君留在时，乃是京城赫赫有名的富商，可不曾听说对方懂武功。他人都死好几年了，强不强已经不重要了。凤九霄微微摇头，而后岔开话题：不审审他们是谁的人？正有此意。苏毅一脚踩在了王贵胸口之上，淡淡说道：你是自己交代呢，还是要我？是素远侯府的世子命我们这么干的。王贵没有丝毫怀疑，直接交代了。常威，他人呢？王贵指向窗外，就在那边楼梯口的雅间。苏毅从窗户看过去，恰好看见一道身影踉踉跄跄地转身逃离。不等他开口，那名丫鬟便身形一晃，眨眼间就消失在了门外。过了片刻，砰！一名身穿华服的青年被他扔在了苏毅脚下。你就是常威？
苏毅似笑非笑的低头睨着对方，嗨嗨，苏兄，好巧啊，你也来这喝酒啊？常威一脸干笑，那样子比哭还要难看。咱们无冤无仇，为何找人打我？苏毅挑了挑眉，明知故问，是崔正。数日前，我与我爹过去刑部崔侍郎府里做客，从而结识了崔正。他记恨你在画舫诗会时抢了他的风头，故而拜托我教训你。你知道的，他们崔氏乃士族之首，我也不好拒绝，所以苏兄，眼下也没有受伤，就放了我吧。回头我让人揍那崔正一顿，替你出出气，如何？常威满脸乞求地看着苏毅，苏毅嘴角抽了抽，一脸无语。就因为在诗会上自己的师压了他一头，就先后2次派人来找自己麻烦。现在的读书人心眼这么小的吗？苏毅目光微闪几下，朝王贵等人呵斥道：“滚吧！”王贵等人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离开了。等他们都走了之后，苏毅朝凤九霄说道：“把他敲晕关地教去，此人我日后留着有用。”不要啊，苏兄，这才多大点事，不至于，真不至于啊！常威吓坏了，说白了，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主，何况现在还受制于人。该死的，等我脱困了，我定找高手来把你扬了。他心中暗暗发誓，你与苏燕的那些勾当，我早知道了。不过你放心，我现在不会把你怎样，因为到时候我需要你爹替我做一些事情。本来我还担心他不会同意帮忙，现在你自己送上门来，我就不客气了。你怎么知道我和苏燕的事的？还有，你想让我爹替你做什么？放心，以后你会知道的。苏毅说完，便看了那名丫鬟一眼，后者一记手刀将常威敲晕，随后将其拖了出去。苏毅看着凤九霄，正想说什么，可这时凤九霄却忽然抢先说道：“冤家，你先在这等等，外头来了几名异族人，我得过去看看，以免他们闹事。”哪儿来的异族人？隔壁德听酒客说，好像是九黎部落的。听到这话，苏毅不由得一愣，刚要打听九黎部落的踪迹，现在他们人就送上门来了。苏毅追问道：“他们人在哪？”就在最西侧的雅间，从这边窗户应该能看见他们。凤九霄说完，就将另一侧的窗户给打开了。只见对面不远处的雅间内，一名满头白发的黑袍老者正拄着蛇手拐杖坐在椅子上，他身旁站着一名身形枯瘦的中年人，依稀可见其衣袍上爬着几只毒蛛，赫然就是大祭司蚩网以及那用毒高手温柱。他们此时似乎在说着什么，只可惜距离太远，根本听不见。苏毅朝那边张望了几眼，问道：“你确定他们就是九黎部落的人？”看见那老头黑袍上的图腾墨，听那些江湖中人说，九蛇禅术是九黎部落独有的图腾，所以肯定是他们没错。忙你的去吧，我去偷听一下他们在说些什么。苏毅说完，就从另一侧的窗户跳了下去，而后身形一晃，朝西侧雅间方向掠去，速度之快，竟在身后留下了道道残影。天罡极影步，看见苏毅那鬼魅一般的身法，凤九霄俏脸之上泛起惊诧之色，而后黛眉轻蹙的喃喃道：“他与那雪罗莎到底是何关系？”片刻后，苏毅纵身一跃，身轻如燕的跃到了那雅间外头的一棵大树上。对此，那雅间内的蚩网与温柱竟丝毫没有察觉到。这时，雅间内一名身材粗犷的江湖壮汉瓮声说道：“既然阁下就是我要找的人，那东西这就交给你了。”他说完，从怀中掏出了几个瓷瓶递了过去。蚩网接过打开看了一眼，随后阴恻恻的笑着点头：“辛苦你了。”看见他这个笑容，壮汉心里莫名咯噔了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他强自镇定的一抱拳：“没其他事，在下就先告辞了。”说完转身就想离开。一旁的温柱嘴角泛起一抹阴森笑容，朝壮汉伸出了手，其衣袍上的毒株飞快地爬到了他的手掌之上，而后猛地腾空跃起，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之后，稳稳地落在了那壮汉的后脖颈处。壮汉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那毒株锋利的口气便狠狠咬了下去。啊！壮汉惨叫一声，直接栽倒在地，而后抽搐了几下，便彻底没了动静。一咬毙命，可见那只毒株的毒液是何等的恐怖，能被我的血冥毒株毒死，也算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了。温柱冷笑说着，隔空一招手，那只毒株便嗖的一下就跳回到了他的衣袍之上。紧接着，他屈指弹出一股白色粉末，壮汉的尸体沾上这粉末之后，便发出一阵滋滋声，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尸体便腐蚀殆尽，只在原地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轮廓。外头大树之上，苏毅目睹了这一幕，瞳孔微微一缩，心中暗自感慨，这家伙的毒药还真是猛得一批，若是能弄到手，用来防身也不错。处理完那壮汉的尸体，温柱才问道：“大祭司，丹药到手了，你几时入宫把丹药交给那狗皇帝吗？白天进去容易被人发现，老夫夜里再进去，你把先前准备好的毒药倒进来，混在一起，那狗皇帝肯定察觉不了。”好。
温柱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瓶子，而后将里面的丹药倒进了赤网手里的瓷瓶当中。赤网将瓷瓶摇晃了几下，阴恻恻笑道：“嘿嘿，狗皇帝，你很快就能成为老夫的傀儡了。”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从门外飘了进来：“赤老鬼，你未免高兴太早了。”听到这声音，赤网与温柱等人均都面露惊诧之色，纷纷看向门外。在他们惊愕目光注视下，一道曼妙的倩影映入眼帘。只见此女身着墨色长裙，衬得她肌肤白皙胜雪，那傲人身段在衣裙之下若隐若现，峰峦起伏间勾勒出一道惊心动魄的曲线，宛若天成。纤腰盈盈，不堪一握。她脸上戴着紫色面纱，看不见其长相，但那一双如秋水般澄澈的美眸，似有勾魂摄魄的魔力，让人不敢直视。看见此女，赤网先是一怔，而后慌忙跪地行礼：“我等参见圣女。”圣女。外头大树之上，苏毅眉头微微一皱，随后朝另一边挪了挪身子，这才看见了2楼雅间内的女子。打量了此女2眼，他瞳孔骤然一缩。这女子虽然被面纱遮住了容颜，但从她的身段以及声音，苏毅便可以断定此女就是柳如烟。难怪刚才觉得对方的声音有些耳熟，只不过柳如烟不是寒月宗的圣女吗？而且他爹可是当朝中书令啊，他怎和九黎部落扯上关系了？在苏毅疑惑不解之际，柳如烟淡淡说道：“起来吧，将丹药给我。”赤王起身后，小心翼翼地问道：“圣女，你要这些丹药做什么？”景帝身边有3品境的高手在暗中保护，你在血髓续命丸里头掺毒药，岂能瞒得过他们？景帝一旦得知，你今晚必定死在宫里。那圣女是想亲自把丹药带进去给狗皇帝？柳如烟缓缓点头：“不错，我只需说这是师尊赐给他的丹药，他绝不会起疑。如此便有劳圣女了。”赤网毕恭毕敬地将几瓶丹药递了过去。柳如烟并未伸手去接，而是看了一旁的桌子一眼。赤网识趣地将丹药放在了桌子上，尔等先回去等消息，这几天就不要外出了，以免被巡防营与大理寺的人发现。我等谨遵圣女之命。赤网等人恭敬一礼，便转身离开了。目送他们远去，柳如烟这才将那几瓶丹药收入了怀中。他正要转身离开，冰冷的眸子忽然看向了窗外的大树之上。躲藏在茂密枝叶当中的苏毅顿时有些怀疑人生。不是，我躲得这么好，而且还隐藏了自身气息，他这都能发现？却见柳如烟玉手一挥，一把绣花针如暴雨般朝他激射而来。卧槽！苏毅心中吐槽一句，从树上一跃而下，便朝着远处飞掠而去。偷窥本圣女的秘密，还想跑？门都没有！柳如烟娇叱一声，身形如离弦之箭，飞速追了出去。她速度极快，转眼间就追上了苏毅。倒不是天罡极影步不行，而是因为苏毅内力不济，连天罡极影步3成威力都没发挥出来。感应到柳如烟已追至身后，苏毅头也不回，从怀中掏出什么东西就朝身后扔去，试图延缓对方追击的速度。咔嚓，瓷瓶破碎的声音突然响起，而后就是柳如烟气急败坏的娇斥声：“竟然是情毒！你不讲武德！”话刚说完，他身子一软，当即从空中摔了下去。砰！屋顶被砸出一个窟窿，眼瞅着就要狠狠砸落地面。柳如烟一咬舌尖，恢复冷静的同时，脚下气浪涌动，而后稳稳地落在了地上。他正想继续去追，但眼珠子滴溜溜一转，顿时计上心头。只见他一掌将屋内的桌子拍碎，而后啊的惨叫一声，径直躺在了桌案碎屑当中。紧接着，他俏脸飞速涨红，黛眉轻蹙间，喉咙还发出阵阵痛苦的轻吟。片刻后，苏毅落在了屋顶，只是他并未立即下去，而是伏在屋顶观察了起来。从柳如烟方才爆发出来的实力来看，明显是4品境的武者。可让他感到困惑的是，上次见柳如烟时，对方身上毫无气机波动，分明就是一普通人而已。现在才几日过去，对方实力为何如此天翻地覆了呢？他的天罡极影步虽然高深莫测，可境界实力实属过于悬殊，若不使点手段，被柳如烟追上并擒住，只是迟早的事。除了装着秦药的瓷瓶外，他身上其实还有那竹筒暴雨梨花针暗器，只不过此暗器一旦使出，柳如烟怕是会当场香消玉殒。他与柳如烟并无什么深仇大恨，还远没到要使用此暗器将其击杀的地步。一番权衡之下，他果断将瓷瓶扔向身后。结果也正如他预料的那般，柳如烟拍碎瓷瓶，中毒摔了下来。在屋顶观察了片刻，确定柳如烟已经中毒，并且一副情毒要发作的模样，苏毅便从屋顶一跃而下。柳如烟，咱们并非仇敌，我可以给你解药，但你……苏毅话还没说完，柳如烟忽地暴起，势若奔雷的朝他一掌拍出。手掌还没到，那迅猛的掌风已然率先袭来。卧槽，这妞好生阴险，竟然假装毒发引自己下来。苏毅眼角一跳，
心中吐槽的同时，脚随心动，天罡极影步立即施展出来。柳如烟一掌拍空，身形一晃便追了上去。于是两人便在这废弃的宅院内追逐了起来。天罡极影步，血罗刹是你什么人？看清苏毅施展的身法之后，柳如烟忍不住问道。苏毅没有回答，而是吐槽道：大姐，我无非就是撞见了你与九黎部落之间的秘密而已，用不着赶尽杀绝吧。而且我前几天还救了你爷爷来着。听闻此言，柳如烟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惊愕问道：所以你就是苏毅？苏毅转身一脸诧异地看着他，反问道：那啥，你莫非有健忘症？否则明明几日前才见过，他怎会不认得自己？柳如烟美眸微闪几下，而后将脸上的面纱摘了下来，紧接着一张绝美的俏脸呈现在苏毅眼前。只见那张俏脸晶莹玉润，肌肤胜雪，白皙无瑕，鼻梁精致挺直，唇如玫瑰，不点珠，左侧嘴角处竟还有一颗美人痣。打量了对方一眼，苏毅立即察觉到了不对。他清楚地记得柳如烟嘴角并没有这颗美人痣，目光微闪几下，他脱口而出：你不是柳如烟。眼前这长得与柳如烟极为酷似的女子妩媚一笑：我也没说我是啊。那你是谁？为何长得与她如此相似？我名叫柳如梅。苏毅这才恍然大悟，所以你是她的孪生姐妹，倒也聪明，我是她姐姐。柳如梅说话间已经将那面纱重新戴上，随后她从怀中掏出了一粒乳白色的丹药，看在你救了我爷爷的份上，你把这个吃了，我便不杀你。看着对方手中的毒药，苏毅嘴角抽了抽，吐槽道：你这就是恩将仇报了，我又不会把你与九黎部落之间的秘密说出去，若非看在你救了我爷爷，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吃。说到这，柳如梅眸光骤然一冷，寒声道：我现在就把你杀了，然后再将你风光大葬，如此也算是报答了你对我爷爷的救命之恩了。苏毅闻言满脸黑线：汝听人言否？此时一柄寒芒闪闪的匕首毫无征兆地从广袖内滑落，柳如梅握着匕首，身上冰冷杀气瞬间将苏毅笼罩其内。等一下！苏毅摆手阻止对方，目光再次落在他手心那颗丹药之上，这看着怎像是7日断魂丹？他疑惑之际，柳如梅淡淡说道：此乃7日断魂丹，服下后每隔7日便要服用一次解药，否则便会七窍流血而亡。当然只要按时服用解药，便不会有性命之忧，待大事尘埃落定，我便替你彻底解除此毒。好家伙，居然真的是7日断魂丹！可这丹药不是自己穿越前独门炼制的吗？这柳如梅怎会有？若说是巧合，这也未免太巧了吧。先是天罡极影步，现在又是7日断魂丹，你到底吃不吃？柳如梅不耐烦地问道。苏毅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随后故意叹了一声：事到如今，我还有得选吗？他伸手接过丹药，张嘴就咽了下去。柳如梅冰冷的神色瞬间舒展，满意点头：算你识相，放心，只要你能保守秘密，我定会按时给你解药。好，现在我小命已经在你手里了，可以回答我一些问题了吧？我这人心思单纯，容不下半点疑惑。你若是不告诉我，我夜里会睡不着的。你是想问我为何会与九黎部落的人搅在一起？不等苏毅点头，柳如梅便自顾自地说道：九黎部落不过是师尊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待没有利用价值之后，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也就是说，你师尊想要夺取景帝的皇位？苏毅若有所思问道。柳如梅不屑的一笑，嗤之以鼻：区区皇位，师尊他才不稀罕，至于他真正想要什么，我也不是不能告诉你，但知道后你就得死。现在你还想知道吗？柳如梅美眸秋波流转，笑盈盈地看着苏毅，后者连连摆手：还是算了，我对他的目的其实并不怎么感兴趣。还有一个问题，刚才那7日断魂丹是谁给你的？血罗刹。说起这个，我倒是很好奇，你为何会他的独门绝技天罡极影步？我可不曾听他提起过你啊。又是血罗刹，可为何他身上会有我独门原创的功法与丹药？苏毅眉头紧锁，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时，他浑身汗毛忽然竖起，一股寒意瞬间席卷全身。小心！柳如梅惊呼一声，当即抓住苏毅的肩膀朝屋外飞速掠去。几乎与此同时，轰隆，一股极为恐怖的剑气从天而降，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他们方才所站立之处。在这霸道的剑气轰击下，地面竟随之摇晃了几下，屋内更是尘土翻滚，遮天蔽日如此威力，出手之人至少是3品中后期的存在。在苏毅与柳如梅震惊目光注视下，一道手持长剑的身影从飞扬的尘土当中缓步走出。这是一名年约40的中年男子。
只见他身穿一袭青色云纹长袍，衣襟和袖口皆用金线滚边，腰间宽幅腰带之上亦是绣着金线，左手大拇指之上还戴着一枚翠玉扳指，看着就像是财力雄厚的商贾人士。此时他那刚毅的脸颊上布满怒容，那握剑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手臂还微微颤抖，显然在极力压抑心中的怒火。阁下是谁？为何要偷袭我？柳如梅一脸戒备，沉声问道。与你无关，滚一边去。中年男子愤怒的目光径直落在了苏毅身上。不是吧，冲我来的？苏毅怔了怔，忙说道。阁下认错人了吧？咱也不认识啊。你是苏毅吧？是，镇南侯府的世子苏毅，没错吧？苏毅虽然不想承认，但还是条件反射的点了点头。没错。那就对了，老子找的就是你，受死！中年男子手腕一抖，一道凝如实质的剑气骤然射出。在中年人抬手的那一刹，苏毅脚随心动，天罡极影步施展到了极致，闪转腾挪间竟已闪身到了另一侧。咔嚓，剑气自他方才所站立之处激射而过，院子内一棵大树咔嚓一声轰然倒下，竟是被那剑气拦腰截断。苏毅看得一阵心惊胆战，若非自己躲闪及时，此时肯定已经被劈成两半了。定了定神，他忙说道：这位大侠，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从未得罪过你，为何要置我于死地？哈哈，睡了我娘子，你还有脸说是误会？虽然你身法不错，但下一招我必取你狗命。卧槽，我睡了他老婆？苏毅满脸错愕，见对方就要再次动手，他忙问道：等一下，你娘子是谁？中年男子说出了一个苏毅做梦也想不到的名字，凤九霄。所以你就是刘在石？不对，你不是已经死好几年了吗？苏毅记得很清楚，玉京城富商刘在石几年前外出经商，路遇劫匪而惨死路上，这个消息当时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凤九霄才被城里人称为刘寡妇的。可是现在刘在石没死，非但回来了，而且实力还强得令人发指。这特么到底啥情况？老子没死，但你今日必死无疑，拿命来！刘在石双手握住剑柄，体内恐怖的真气朝双臂汹涌而去。感受到这恐怖的气息，苏毅只觉一阵头皮发麻，这特么妥妥的三品巅峰实力啊！完了，要死了！看来当曹贼也是有风险的。一旁的柳如梅咽了口唾沫，忽然问道：喂，你有什么遗言吗？我可以代为转告。我谢谢你啊！苏毅欲哭无泪。就在他想要把暴雨梨花针掏出来拼死一搏之时，一道娇斥忽然从门外响起：刘在石，给老娘住手！话音落下，一道倩影走了进来。只见她艳若桃李，眉目含春，身上那淡紫色纱裙将她那傲人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风韵入骨，妩媚动人。赫然就是凤九霄。娘子，几年未见，你竟还是那般美艳动人。刘在石看着凤九霄，眼眸当中满是似水柔情，声音都略微有些发颤。凤九霄板着脸，声音冷漠地说道：别叫我娘子，我当时就警告过你，若你选择那条路，咱们从此便不再是夫妻，可你却全然不听我的劝告，一意孤行。刘在石一愣，而后咬着牙问道：所以你就找了个小白脸给我戴绿帽子？笑话！莫说你我已经不再是夫妻，就算是你几年下来杳无音信，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难不成你还要老娘给你守活寡，等你一辈子？我刘在石咬了咬牙道：娘子，当年不听你的劝告，的确是我不对，但一码归一码，你先让开，让我宰了这小王八蛋。凤九霄一个箭步将苏毅护在了身后，霸气侧漏地说道：苏毅如今是老娘的男人，你想杀他，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娘子，你当真？闭嘴，我不是你娘子，红尘酒肆替你守了那么多年，你的那些东西都还在，我欠你的也算是还清了。今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两不相欠。啪嗒，刘在石手中的长剑脱手掉在了地上，他一脸不甘地问道：九霄，咱们明明说好要长相厮守的，你为何如此绝情？长相厮守？你倘若真打算与我长相厮守，当年就不该选那条路。老娘不想跟你废话，要杀苏毅就先杀我，不杀我这就带他离开。不准走！刘在石身形一晃，堵住了大门。所以你是想杀我？凤九霄一挑眉，直接来到了他面前。刘在石连忙摇头：不，我怎么舍得杀你呢？当年的事情我可以解释。好，我给你机会解释，跟我走。凤九霄径直出门，没走几步，他回头朝苏毅说道：放心，有我在，他不敢杀你。刘在石恶狠狠地瞪了苏毅一眼，便跟着凤九霄离开了。没想到你居然如此饥不择食，恶心！
柳如梅忍不住调侃起来。她话音刚落，一股迅猛的掌风突然从门外席卷而来，柳如梅躲闪已经来不及，下意识的一掌拍出，砰！两股掌风轰然炸裂，她被震得倒飞了出去，撞破窗户后就摔进了屋内。这就是取笑我娘子代价。留在石冰冷的声音从外头传来。三品巅峰果然恐怖如斯。苏毅忙进屋查看，只见柳如梅此时正一手捂着胸口，扶着强奸男起身，嘴角竟还挂着一抹血迹。只是还没站直身子，她脚下一软，再度跌坐在地，看样子伤得不轻。也得亏刘在石没使全力，否则柳如梅此时怕是已经凉透了。苏毅心中如此想着，便过去搀扶。结果他刚来到柳如梅跟前，后者便突然抱起，将她扑倒在了地上。苏毅一怔，这才发现柳如梅俏脸通红，呼吸急促，眼神一片迷离，竟是柳如梅受伤之后再也压制不住体内的情毒。这会儿情毒终究是发作了。在苏毅愣神之际，柳如梅那热情似火的红唇已径直印了下来，那两条如嫩藕般玉臂紧紧地搂着苏毅的脖子，两人身躯更是紧紧地相贴着。感受到对方那凹凸有致的曼妙身段，苏毅不由得心神一荡。可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柳如梅的手臂越搂越紧，红唇也不再如亲吻般温柔，倒像是饿狼在啃骨头，一副恨不得把苏毅吃进肚子里的架势。好几次苏毅都感觉自己嘴唇要被对方咬破了，当即兴致全无，忙说道：柳如梅，你松一下手，我给你拿解药。说着就去扒柳如梅的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他总算将柳如梅给推开，便飞快将解药从怀里掏了出来。结果这时柳如梅发疯似的再度扑了上来，咔嚓，苏毅手中的瓶子被撞翻在地，应声而碎，里头装着的药液瞬间流了一地。完蛋了！苏毅嘴角抽了抽，满脸黑线。没有解药，柳如梅想要解毒就只能行男女之事，否则必遭欲火焚身而亡。而此时柳如梅已经将他死死搂住，撅嘴就是一顿猛亲。瞥见他那一抹傲人温柔，苏毅只觉一阵惊心动魄，心猿意马。随后他认命似的放弃了抵抗，罢了，你记得温柔。哎呦，大姐你轻点啊，那里不是用来抓的。苏毅脸色涨成了猪肝色，惨叫出声。瞥见柳如梅红彤彤的俏脸满是痛苦之色，苏毅当即搂着她的腰肢翻了个身，而后主动给对方解毒。随后这废弃的屋内便响起了一阵阵宛如天籁般动人美妙乐章，其中还时不时地夹杂着苏毅杀猪般的惨叫，也不知是不是痛并快乐着。城外辽阔的竹林内，两道身影相隔丈许远面对面站着。男的一身青色长袍，袖口交领处皆以金丝线点缀，左手大拇指上戴着一枚翠绿扳指，俨然一副商贾富商打扮。他对面站着的女子约莫30出头，面若芙蓉，眉目如画，一袭紫色纱裙随风飘舞，将她那傲人的曼妙身段勾勒得美轮美奂。正是凤九霄与刘在石。娘子，你当真不要我了吗？刘在石深情凝望着凤九霄，脸上表情有些苦涩。凤九霄眸光微闪，随后轻叹了一声，既已时过境迁，又何必耿耿于怀呢？你虽重生归来，但你已经不是之前那个你了。我虽然换了一副皮囊，但你仍是一眼就认出我来了，可见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娘子，咱们从新开始，就像以前那样。不等他说完，凤九霄便打断说道：你先如实回答我几个问题。好，你问，我对你绝不会有半分隐瞒。你如今还在修炼血炼大法？是。你知道的，只有继续修炼这门功法，我才有一线可能突破到那从未有人踏足过的境界。若被正道中人发现，他们不会放过你，就如同数年前那样，届时连我也会被你牵连。刘在石一怔，而后忙说道：不会的，这一次我会万分小心，绝不会再被外人察觉了。几年前也是这样说的，可结果呢？我刘在石一噎，无言以对。以前跟你一起的时候，成天都提心吊胆，被正道中人察觉之后，更似那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不想再过那样的日子了，你能理解吗？那是不是我放弃修炼血炼大法，你就会回来我身边？刘在石满脸期待地看着凤九霄，后者挑眉反问：你舍得放弃吗？刘在石没有接话，但那闪烁不定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凤九霄淡淡说道：老刘，咱虽然都换过皮囊，但总归是认识了200-300年，我知道改变不了你，可剩下的日子，我想痛痛快快地活一回，我由衷希望你能成全我。我知道了。刘在石眸光暗淡，再不复之前的神采。顿了顿，他忽然问道：若是我找到了能让你也踏足那个境界的法子呢？凤九霄苦涩一笑：别白费力气了，你知道这不可能，况且我也没那个时间和心力了，就让我好好过完剩下的日子吧。好。刘在石犹豫了一下，才问道：那个苏毅，他对你好吗？他对我当然好，而且他其实并不是……算了，不说这个。
最近九黎部落以童男童女之精血炼制邪丹，正道人士怕是已经暗中追查了，偏偏你选择这时候回来，好自为之吧，别被他们给发现了。我走了。凤九霄说完，转身就离开了。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刘在石顿时感觉一阵失魂落魄，就仿佛生命中什么重要的东西在远离似的。回想起凤九霄刚才说苏毅其实并不是可化，还没说完，他就岔开了话题。刘在石眉头就紧锁起来。九霄他刚才到底想说什么？他眸光闪烁不定，直觉告诉他，这个苏毅身上定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罢了，先不管苏毅了，眼下九黎部落在搞事情，定是想报当年的灭族之仇，而狗皇帝肯定是他们的目标。既然如此，那地方一定是最安全的。他喃喃说完，脚下气浪卷动，身形化作一道残影，直奔皇宫方向飞掠而去。与此同时，那废弃的宅院内，柳如梅浑身一颤，而后瞬间清醒过来。当看见自己正衣不蔽体地坐在苏毅身上时，她先是一惊，而后飞快抓起地上的衣裙，将那无尽风光遮掩住。此情此景，她哪里还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想到自己守了20几年的清白，居然稀里糊涂的就被苏毅给夺了去，她当即气得贝齿紧咬红唇，既愤怒又委屈。紧接着剑芒一闪，她抓起地上的长剑架在了苏毅的脖子之上。只见他杀气腾腾地喝道：“王八蛋，我要杀了你！”说完举剑就要刺。苏毅眼珠子滴溜溜一转，便生无可恋地开口：“杀吧，被迫做出了对不起九霄的事情，我反正也不想活了，你下手痛快点。”说完两眼一闭，一副任由柳如梅宰割的态势。柳如梅一愣，落下的长剑顿时悬在半空。不对啊，这时候他不是应该跪地求饶，苦苦道歉的吗？怎会求死？眸光微闪几下，他寒声问道：“你刚才说被迫是什么意思？”苏毅侧头，两眼无神地看向屋外。你我不过初见，如今却被你夺了清白之身，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倒不如死了干脆。听到他这番话，柳如眉杏眼圆睁，像是见鬼了似的，直接怀疑起了人生。这话不是由我说才对的吗？他怎抢我的台词？却听苏毅接着道：“别墨迹了，你下手记得干净利落一些，不然弄得我半死不活的，那可就遭老罪了。”你什么意思？明明吃亏的是我，你怎说的好像你才是吃亏的那个？你亏吗？你看看我身上都成什么样了。闻言，柳如梅这才低头打量了苏毅两眼。只见他从脖子到胸膛，甚至到大腿，布满了青一块紫一块痕迹，有的是吻痕，有的是被咬的，有的是被自后面分开时留下的。见自己把苏毅摧残得如此凄惨，柳如梅不由得心生愧疚，低头嗫嚅道：“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故意的。没关系，下次别这么粗蛮就行。下次我一定会温柔。”不对，柳如梅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差点被苏毅带沟里了。她柳眉一竖，娇斥道：“明明得了大便宜，现在却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就是想让我心生愧疚，好不追究你责任是吗？差点就上了你当，我都这样了，还不算是受害者吗？”苏毅反问：“你明知道我中了情毒，为何不给我解药，反而还趁人之危？我是想给你解药啊，可刚掏出来就被你打碎了。”苏毅说着，指了指一旁地上破碎的瓷瓶，瓶子里流淌出来的药液尚未干透。柳如梅看见那破碎的瓷瓶，方才苏毅掏解药的画面，还真就在他脑海中再度浮现。好，解药是我打碎的，我认。可你刚才为何要说我夺了你的清白？你与那个凤九霄都不知睡多少次了吧？你还有清白可言吗？苏毅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与他情投意合，现在因为你，我才做出了对不起他的事，你难道不该负责吗？”柳如梅气笑了，嘲讽道：“哼，别说的自己那么纯情，这玉京城谁人不知？你这镇南侯府的世子爷风流成性，女人多到数都数不过来。我对他们都是真爱，你就不一样了。咱俩才第一次见，你就逼我做出了这样的事，你叫我以后怎么见人啊？”柳如梅很想反驳，但细细一想，苏毅并未夸大其词，现在的局面似乎还真是他造成的。想到这，他便放下了手中长剑，道：“我之所以中毒，是因为你的缘故，但考虑到当时我在追击你，就不与你计较了。所以现在咱俩这样，谁也别说谁吃亏，就这么算了，如何？好吧，这事你一定要烂在心里，不许说出去哦。”苏毅表面勉为其难，心里则早已乐开了花，总算把柳如梅忽悠住了，还真是胸大无脑，古人诚不欺我也。放心，我对谁都不会说的。柳如梅说完，正要从苏毅身上下来，可这时她忽然感觉得慌，一颗心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反正都这样了，多一次少一次也没什么两样吧。这想法毫无征兆的在她脑海中浮现，而后她便坐直了身子。苏毅一怔，满脸错愕地看着他：“不是，你啥意思？哎呦我日！”猝不及防之下，他再次被迫营业。好在这一次柳如梅并没有像方才那般粗鲁，
反倒是温柔得很。期间，苏毅鬼使神差地运转了双修功法，下一刻，一股精纯的真气自柳如梅体内流淌而出，朝她丹田处汇聚而去。苏毅当即一惊，这柳如梅竟也适合双修。而此时，柳如梅也是一怔，低头诧异地望着他：“你怎会双修之术？谁教你的？”苏毅心中的震惊不亚于柳如梅，诧异问道：“我无师自通，倒是你，为何会知道此秘术？”“这是我师尊独创的秘术，除了我之外，他并未传授给第三人。你说你无师自通，糊弄鬼呢？”说到这，他猛地想到了什么，惊呼道：“难道你是师尊的双修伴侣？完了，我居然把师尊的双修伴侣给柳如梅惊慌失措，就想要悬崖勒马。”苏毅岂会给他这个机会，一把将其搂住，说道：“我不认识你师尊，这双修秘术其实是长公主教我的。”萧凌霜。柳如梅又是一怔，而后蹙眉喃喃道：“没想到师尊居然把这门秘术也传给他了。”柳如梅双眼一眯，问道：“所以你与长公主也已经双修过了？”这话刚问出来，他就觉得自己问的有些多余了。若两人没有双修，苏毅又怎会懂得？想到自己居然抢了长公主的炉鼎，柳如梅心里莫名的有些兴奋，同时还暗暗得意。因为他师尊是国师的缘故，所以他与萧凌霜其实挺熟的。在国师闭关之前，他与萧凌霜经常见面，时常会交流一些练功时的心得。可萧凌霜仗着自己是长公主，平日里在他面前总是高傲得很，这就使得柳如梅心里很不爽。想到现在对方的炉鼎正在被自己调教，柳如梅心里顿时涌现出一股报复的快意。萧凌霜啊，萧凌霜，你若是知道苏毅被我调教过，肯定会被气死的吧？活该，谁让你在本圣女面前装的？他心中如此想着，体内真气运转得越发快速，完全没顾及苏毅能否承受住。感受到对方的真气来势汹汹，苏毅也不敢大意，慌忙收敛心神，将九转玄阳诀运转到了极致。于是两股截然不同的真气便在双方体内不断循环游走，两人也渐渐进入了忘我的境界。这次双修足足持续了数个时辰，等两人结束修炼的时候，太阳都快要落山了。苏毅欣喜地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踏入了7品境，丹田处的真气比之前充盈了足足数倍之多。柳如梅闭目感应了一下，旋即面露惊骇地说道：“我居然步入4品中期了。”要知道他半年前才突破到4品，实力一直徘徊在4品初期，尝试了许多次都无法突破到中期，结果现在与苏毅双修了几个时辰，竟然就突破了。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了。你今晚过我府上，咱们继续修炼。不是吧，还来？苏毅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这妮子是双修上瘾了吗？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双修的好处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算是互利互惠。况且长公主又不在京中，你可别浪费了你这上好炉鼎嗨嗨。我的意思是，你别浪费了自己绝佳的修炼天赋。尽管柳如梅中途改口解释，但苏毅仍是听明白了，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方才他丹田内的真气会如决堤洪水般疯狂涌入自己体内，原来是把自己当做了采补的炉鼎了。苏毅嘴角忍不住抽了抽，甚至有些想笑。不得不说，柳如梅还是过于天真了。苏毅对这双修之术烂熟于心，堪称炉火纯青，想将它变成炉鼎，无异于痴人说梦。看来下次双修之时，有必要惩戒一下这妮子了，免得她无端生出什么歪心思。想到这，苏毅便看似随意的点了点头，成，那我今晚过去刘府找你。见苏毅答应，柳如梅心中大喜。苏毅精通双修之道，有他相助，相信很快就能修炼到4品巅峰，然后就能冲击3品境了。只是想到自己刚步入中期，急于冒进，只怕适得其反，于是他便改口道：“今晚还是算了，先巩固一下，明晚你从后门进来，我住靠后院左侧的阁楼，右侧是我妹妹如烟的，你别弄错了，更不能让她知道你我的关系。”苏毅点头如捣蒜：“放心放心，我记住了。话说你俩姐妹总是戴着面纱，目的就是为了让她冒用你的身份行事吗？”也不完全是，如烟其实也是寒月宗的圣女，但只有少数人知道圣女有2个，而且还是孪生姐妹。行了，时候不早，我得入宫给狗皇帝送丹药了。柳如梅飞快地穿好了衣裙，见苏毅并没有要阻止的意思，她挑眉问道：“我要去给皇帝送毒药，你不说些什么吗？”苏毅摸摸鼻子，讪讪一笑：“嗨嗨，那祝你一切顺利。看来我之前猜得不错，萧凌霜果然也想要那至尊之位。”柳如梅冷冷一笑：“不过如此也好，到时候家国大事缠身，他就没精力跟我抢了。”话音落下，他脚尖轻点地面，身形眨眼间便消失在了门外。苏毅不慌不忙地穿好衣裳，脑海中仍旧回味方才的种种。不得不说，柳如梅是真的顶啊，就是不知那柳如烟是否也苏毅忙收回了乱跳的思绪。自己这边刚拿下柳如梅，那柳如烟可不能碰，
至少现在不能，否则柳如梅不杀了自己才怪。皇宫御书房内，景帝正批阅着奏折，这时他双手忽然一阵颤抖，手中玉笔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并断成了2截。只见他额头上青筋暴起，豆粒大的汗珠簌簌滚落，一双瞳孔更是瞬间布满血红之色，看上去十分瘆人。一旁的曹英见状，脸上顿时一沉，急忙倒出那最后一粒血髓续命丸，塞进了景帝嘴里。后者咽下丹药之后，瞳孔中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不消片刻便恢复了正常。景德喘了几口粗气，脸色难看地说道：“太阳都快下山了，九黎部落的大祭司怎还没把丹药给朕送来？”曹英忙劝慰道：“陛下切莫动怒，不妨再等等，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圣旨，谅他也不敢食言。他若真敢食言而肥，朕定将他九黎部落夷为平地。”景帝话刚说完，一名小太监便走了进来：“启禀陛下，圣女求见。”快请进来。景帝大喜，连忙起身相迎。片刻后，一道曼妙的倩影缓步走了进来。只见她一袭墨色长裙，裙摆逶迤拖地，摇曳生姿，脸上戴着紫色面纱，看不见她的长相，但那一双眼眸却如9天星辰般清冷孤傲，正是柳如梅。她刚进来，还未来得及行礼，景帝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如烟，你可算过来了？你师尊怎么说？”“陛下，我是如梅。”柳如梅欠身微微一礼，轻声道：“啊，是如梅啊，你怎么过来了？”由于两人长相过于相似，而且还都戴着面纱，景帝也分不清她们姐妹俩谁是谁。奉师尊之命，将九黎部落的丹药给陛下送来。柳如梅说完，将那几瓶丹药掏了出来。景帝一怔，接过瓶子打开看了一眼，见里面装着满满当当的丹药，眼眸中闪过一抹灼热之色，随后他不动声色地问道：“国师他什么都知道了，那他可有说如何帮朕摆脱九黎部落大祭司？”“师尊说先跟他们耗着，一切待他出关再说。可服用了他们这丹药之后，朕感觉脾气日渐暴躁，而且先前每日1粒就行，现在每日3粒怕都不够，这可如何是好？陛下稍安勿躁，师尊既然都这么说了，定是有法子的。况且如今陛下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柳如梅不紧不慢地反问。景帝愣了愣，随后无奈摇头：“罢了，那就听国师的吧。那我就先告退了。”柳如梅微微一礼，转身便退了出去。目送他远去，景帝这才将瓶子中的丹药倒在掌心，而后眉头一皱，看着那血红的丹药陷入了沉思。另一边，苏义刚回到镇南侯府东院，一名下人便火急火燎地小跑进来：“小侯爷，不好了，苏远侯带着一群人过来，把咱府门给堵了。”见是来福过来禀报，苏义嘴角泛起一抹冷笑，不紧不慢地问道：“苏远侯，就那长什么春？”来福连连点头：“是长达春，眼下侯爷不在，小侯爷您赶紧出去看看吧。”“不急，你先出去看着，我等会儿就出来。”“好的，小侯爷，您放心，我一定尽力把他们拦住，不让他们进来。”来福说完便转身快步离开了。苏远侯，啧，本打算明日再过去找你，现在既然你自己找上门，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苏毅悠哉悠哉地喝了一杯茶，随后转身回屋，一阵翻箱倒柜。此时府门外，苏远侯长达春一袭暗金卷纹长袍，轮廓分明的脸上布满怒容。“苏烈人呢？让他赶紧出来，本侯今日倒要问问他是怎么教的儿子。”来福忙低声道：“侯爷，苏烈不在府中，不过苏毅倒是在，他说等会儿就出来。”长达春目光一凝，朝身后的随从沉声道：“他一出来，你们就立即动手，先把人擒住再说。”“是。”就在这时，苏毅的声音忽然从府门屋顶响起：“嘿，长达春，给你们看样宝贝。”长达春等人下意识抬头，却见苏毅双手一挥，一张巨网从天而降。